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黑漆漆的枪口对准自己，加长版的枪身，粗大的口径，以及持枪之人冷漠无情的表情，这一切都让小和尚心里发紧，毛骨悚然。他能单枪匹马打退几名江湖人士，走的是武僧的道路，但距离炼神境尚远，绝对无法避开火铳的弹丸攻击。小和尚眼珠子一转，悄悄收敛怒意，隐藏桀骜，笑容满面。施主莫要冲动，佛门之地，禁止杀生。几位若是真想进寺，小僧这就去通报。李灵素阴阳怪气道：不敢，哪里敢劳烦佛爷，我们只是一群凡夫俗子。说话间，他打开了火铳的保险。小和尚惊恐的后退一步，咽了咽口水。李灵素诧异道：咦，原来佛爷也会怕火铳。边上几名江湖人士哈哈大笑，扬眉吐气。还是自己中原人好啊，面对嚣张的西域佛门时，能迅速统一战线，毫不犹豫地为他们找场子，尽管大家素未谋面。小和尚眼底恨意一闪，连连摆手。并非小僧阻扰，只是主持早已交代过，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寺。浮屠宝塔功德圆满，今年不再开门。顿了顿，和颜悦色道：几位若是非要进去，那小僧这边去通报，稍等片刻。说着试探性的后退一步，见持枪的男子没有过激反应，当即转身逃回寺内。前辈，还要继续试探吗？李灵素看向徐谦。那小和尚心胸狭隘，必是搬救兵去了。若是试探够了，咱们便走吧。许七安摇头，不够。现在得到的信息是三花寺闭门谢客，不允许外人入内，但寺中有多少高人，战力如何，许七安还不清楚。我修为被封，你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连4品巅峰都打不过。李灵素龇牙咧嘴。而后他看见徐谦递了一个锦囊，拿着东西到开阔地方隐藏起来。许七安道：好。接过锦囊，李灵素默默钻入台阶外的灌木丛。许七安随后看向几名江湖人士：你们靠远些。他知道吃瓜是江湖人士最钟爱的娱乐，强行驱赶不会达到预计的效果。兄台小心点。刚才被羞辱的汉子提醒道：大奉灭佛，雷州官府和本地人不待见佛门，因此三花寺的和尚非常抱团，有理没理都帮着自家人。京城青龙寺的和尚怎么没抱团？在京城抱团了也没用。许七安颔首，多谢。几名江湖人士立刻退去，但在不远处停了下来。没多久，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持扫帚的小和尚去而复返，领着一群和尚过来，有穿内衣的，有穿袈裟的，有的手里捏着念珠，有的拎着棍棒。小和尚指着许七安，大声道：惠安师叔，刚才用枪指着弟子的就是此人的同伴。环顾四周，恨声道：那人想必是逃了。一名穿黄红相间袈裟的中年人踏步而出，双手合十：贫僧惠安，寺中之客。施主，为何在我佛门清净地动武？许七安双手合十，回了一礼，道：我等一心礼佛，只是想进寺烧香，谁知贵寺的门头小僧非但口出狂言辱人，还动手打伤我的同伴。说着指了指远处的几名江湖人士，接着说道：不得已之下才以火铳威胁，逼他收手。胡说八道。小和尚怒道：他俩就是多管闲事，刚才还威胁弟子，说要宰了弟子。师叔，若非弟子委曲求全，说不得已经死在火铳之下。惠安和尚缓缓点头，看向许七安，解释道：主持下令，敝寺不再接收香客，空凡依命办事，何错之有？许七安哦了一声，动手伤人，言语辱人，何错之有？惠安和尚仿佛没有听见，继续道：阁下以火铳威胁寺中弟子，贫僧身为寺中之客，断然不能袖手旁观。空见你去还这位施主一拳。他自始至终都没问过许七安的意见，也没搭理他，自顾自地走完流程。一名青色内衣的和尚跨步而出，他体魄强健，肌肉将宽松的僧袍撑起。他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望着许七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下一刻，踏裂脚下的台阶高高跃起，宛如扑杀猎物的猛虎。武僧。这时法号空见的武僧忽然一凛，察觉到了危机，四面八方的危机。明明周围没有敌人，没有埋伏，可他就是察觉到了危机从四面八方而来。双脚一沉，他强行降落，随后鼓荡气机，试图将那些看不见的危机震开。呼，气机化作狂风，吹起石阶上的落叶和尘埃。空见和尚眼前一黑，双腿失去力量，浑身绵软地倒在地上，颤巍巍地抬起手，指着许七安：你。许七安没搭理他，望向惠安和尚道：如何？远处几名江湖人士目瞪口呆，他们完全没看出许七安是怎么出手的。惠安和尚脸色凝重，跨前一步，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慈悲为怀，不得动武。这句话夹杂着佛门戒律的伟力，洗涤了许七安的凶性，让他念头温和，再难生起怒意。见状，惠安和尚接近着下一步行动，他口中念念有词，声音从模糊到清晰，从清晰到震耳欲聋，不停地回荡在许七安耳边，也回荡在他心里。不知不觉间，他心里渐渐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产生了佛法是一切奥义的根源，佛门是生命最终的归宿等念头。类似的感觉，他在经历佛门斗法时曾经遭遇过。强行洗脑，许七安一边抗拒着，一边假装自己深受影响，皈依了佛门。然后他缓步登上台阶，目光温和地望向众僧。嘿，小和尚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但凡听完整段经文的人，心都会皈依佛门，哭天喊地的要遁入空门。对于这样的人，佛门不会立刻接受，而是要看对方的诚意。诚意可以是在寺外跪拜3天3夜，可以是散尽家财捐给三花寺，没有特定的标准，只看对方是否诚心。当然，想不诚心也难。小和尚无比期待对方跪在寺外，痛哭流涕，祈求三花寺替他超度的一幕。想着想着，他忽然感觉小腹发烫。这……小和尚满脸惊恐，其他和尚哗然，陷入混乱，因为他们的遭遇与小和尚如出一辙，面红耳赤，口干舌燥，满奶子都是脑子。师兄们的屁股好诱人，女人，我要女人，好难受。和尚们面面相觑，诡异的气氛在他们之间发酵。当他们看见彼此之间的目光在自己屁股上打转，惊恐的连连后退，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不信任。大家都在觊觎同门的屁股，但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屁股被觊觎。惠安和尚脸色涨红，口干舌燥，见周围的和尚陷入混乱，他立刻双手合十，试图以佛门戒律助同门平除杂念。但就在这时，他身后的阴影里钻出一道人影，挥舞手刀将他击晕。同时他催动琴鼓，喷洒出更多的催情气体。和尚们眼神愈发的炙热和疯狂，一部分和尚把目光投向许七安的屁股。许七安施展阴影跳跃，脱离人群。欲火灼心的和尚们当即把目光投向了在场唯一昏迷的惠安。选择一个无法抵抗的目标进行生物最原始的基因传递，是每一个生物的本能。喂，惠安，喂！红颜白骨，色即是空。突然，低声念诵的声音从许七安身后传来，凡是听到这个声音的人都产生了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速度的念头，大彻大悟。陷入欲念中无法自拔的和尚们纷纷惊醒，摆脱了荷尔蒙的影响。他们羞愧的双手合十，忏悔自己的过错。许七安豁然回头，身后1丈外立着一名五官深刻、有着西域人特征的青年和尚，眼光深邃，鼻子挺拔，外貌俊朗。许七安心里陡然一沉，暗中挥发着无色无味的毒气和催情气体。青年和尚双手合十，垂眸微笑道：施主，出家人4大皆空，至少4品。许七安做出判断。青年和尚又道：然护法金刚专斩与佛为敌之人，施主，你在佛门清净地动武，便随我去见一见护法金刚吧。到了那里，我要么被除魔味道，要么被你们洗脑。许七安没有抗拒对方伸来的手，笑道：大师法号？贫僧静心。静思和静晨的同辈。许七安看了一眼按在自己肩膀的手，问道：我若不愿随你去见护法金刚呢？静心和尚摇头：这便由不得施主了。果然霸道。许七安保持着微笑，看向某处：我想也由不得大师。静心顺着他目光看去，顿时脸色凝重。远处的山包上，12架火炮一字摆开，对准山头的三花寺。一个衣着普通、容貌普通的青年手持火把，笑盈盈地看着静心。啧。许七安笑道：不知佛门是否与儒家一样，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静心缓缓道：施主是朝廷的人，你说是就是。许七安嘴角一挑。静心收回按在他肩膀的手，不再多言，沉默地擦身而过。许七安则朝远处的李灵素挥挥手，顺着石阶下山。后者打开香囊，收取火炮。刚才发生了什么？完全看不懂啊！那位兄台是朝廷的人，必然了，否则哪来12门火炮？远处的几名江湖人士瞠目结舌，除了火炮威胁和尚这个操作看懂了，前面的操作完全云里雾里。另一边，许七安和李灵素在山下牌坊边会合。你是朝廷的人？李灵素把锦囊递还许七安。许七安接过锦囊，收入怀中，反问道：因为这些法器？李灵素点头。锦囊里除了火炮，还有床弩、车弩以及火铳和军弩，全是重型杀伤性法器，只有大奉精锐部队才可能配备这等规模的法器。面对李灵素灼灼的注视，许七安望向远处，云淡风轻道：当年和监正下棋赢的彩头，小玩意而已，你要是喜欢，送给你。和监正下棋赢的？李灵素瞳孔稍有放大，难以置信。不
不用。他连连摆手，在心里重新评估起徐谦的身份和修为。活了几百年，3品是底线，而能和监正对弈，还能从监正手里迎来这么多法器，这恐怕不是3品能做到的吧。等以后回了宗门，要好好请教天尊。或许天尊知道这个徐谦的底细，九州顶峰人物不多，彼此就算不熟悉，也知道对方的存在。圣子暗暗想到。呼，董事，你要是真厚着脸皮收下，我都不好意思反悔。许七安暗暗决定，以后构架人设时要谨慎。前辈，方才那和尚修为不低，我都没看清他怎么出现在你身后的，您知道怎么回事吗？李灵素道。我是完全没看到。许七安淡淡道。雕虫小技。心里则想，如果3品不能进入浮屠宝塔，那位佛门极有可能派遣那位静心和尚入塔，就是不知道除了静心之外，还有没有其他4品。静心是禅师，不是武僧，这很不妙。武僧的话，许七安有很多办法对付，但禅师克制琴骨和毒骨以及心骨。另外，三花寺闭门谢客，有3品金刚坐镇，强闯几乎不可能，那该怎么入寺？对了，巫神教也想进浮屠宝塔，双方必定起冲突，可以利用。正想着，忽听李灵素用不知道是哪地的方言骂了一句，天宗圣子脸色狂变。只见前方一队人马缓缓走来，9名壮汉扛着巨大的无顶的轿子垂下帷幔，里面是2位气质各异但容貌相同的美丽女子，东海龙宫的2位公主，东方婉容、东方婉清。李灵素眼里闪烁着叫做肾亏的痛苦，嘴角微微抽搐，低着头牵着马低声道：前辈赶紧走。许七安嗯了一声，2人牵着马沿着路边微微低头朝前走去。低调低调，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以她们姐妹俩的骄傲，不会去注意一个平平无奇的路人。李灵素竭力控制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假装自己只是一个路人甲。过于紧张的情绪和狂乱的心跳，容易被4品巅峰武者的亲姐听出来。双方在某一处交汇，正要擦身而过，李灵素忽然看见身边的徐谦，抬起脚用力把自己踢了出去。李灵素一个踉跄，撞进了东海龙宫的队伍里。混账东西！东海龙宫的门徒勃然大怒，揪住李灵素的脖颈就要动手打人。大爷饶命！大爷饶命！李灵素抬起手抵挡，一边用嘶哑的声音求饶，一边暗骂徐谦老头子不讲武德。求饶并没有什么作用，东海龙宫的门徒一拳把他打趴。李灵素立刻蜷缩起来，护住头，一副默默承受挨打的姿态。又一名门徒加入围殴队伍，教训这个敢冲撞队伍的家伙。这边的动静只是让东方婉容和东方婉清扭头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既没喝止门徒，也没添油加醋。2名门徒揍了一顿，便骂咧咧地追上队伍，只留下浑身灰尘、抱头蜷缩的李灵素，以及牵着马在旁吃瓜的许七安。好险，好险！李灵素揉着腰爬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嘴角抽搐道：前辈，你刚才为何要害我？许七安面无表情，试一试易容的效果，现在看来还不错。李灵素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身为天宗圣子，他有着超凡脱俗的智慧，并不会因为徐谦的身份而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他怀疑徐谦刚才是故意的，但他没有证据。按理说不应该啊，我没有得罪他。李灵素似乎想起了什么，露出恍然之色。他肯定也知道自己的夫人时常偷看我，像一个春心萌动的少女。哦，我这该死的魅力，我爽了。许七安心里长舒口气，并认为自己也是富有正义感的男人，因为憎恶渣男。2人走了片刻，一只麻雀飞了过来，落在许七安肩膀，叽叽喳喳了一阵，便振翅飞走。李灵素看见老怪物徐谦的脸色微沉。东方姐妹进了三花寺，她说。顿时李灵素明白了这位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为何情绪急转而下。三花寺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能进，怎么身为巫神教势力的东海龙宫就能进？这足以说明双方之间存在某些见不得人的交易。这样一来，我企图暗中制造冲突，渔翁得利的计划就宣告破产。许七安心想。李灵素摸着下巴道：我倒是没听说蓉姐说巫神教和佛门有勾结。许七安没搭理，心事重重地牵着马独行。三花寺禅房内，东方婉容、东方婉清2姐妹在寺内僧人的指引下进了禅房。禅房里盘坐着一尊金刚，他赤着上身，下身则缠着虎皮，皮肤是淡金色的，没有胡子，没有眉毛，像一尊由金水浇筑而成的雕塑。他身高1丈，身躯并不魁梧，却充满了力量感，脑后燃着一道火环。方甫踏入禅房，东方姐妹就感受到一股燥热，仿佛从初冬的季节回到了炎炎夏日。3品金刚，气息至刚至阳，仅是他的存在就让这座禅房百邪不侵。这位护法金刚右侧侍立着一名武僧，青年，肌肉撑起僧袍，眉毛很浓，眼睛宛如铜铃，炯炯有神，看人的时候仿佛是在瞪人。
见过护法金刚。东方姐妹低头，恭恭敬敬，乖顺安分。眸子半开半合的护法金刚缓缓道：来的是伊尔布还是乌达宝塔？对方说话已经尽可能的平缓，但在东方姐妹俩听来依旧宛如雷鸣，耳边嗡嗡作响。这是佛门狮子吼修行到高深境界的表象，若是普通人听了立刻心神震荡，惶恐不安，大奸大恶者听了则会战战兢兢，如临末日。东方婉容垂首：是伊尔布长老。顿了顿补充道：伊尔布长老赶来的途中遇到了司天监的孙玄机阻拦，双方打了一场，各自负伤。护法金刚沉声道：司天监果然会出手，术士手段诡谲，防不胜防。巫师是术士的前身，有灵会师出手，再有本座守在塔外，事情才能稳妥。东方婉容道：巫神教满怀诚意而来，希望佛门也能守诺，释放师尊的魂魄。出家人不打诳语，佛门不是大奉，言而无信。我们取龙器，你们带走纳兰的魂魄，只是你们如何证明自己的信用？如何证明纳兰的信用？护法金刚睁开了眼睛，一双熔金色的眸子伴随着他的睁眼，脑后的火环忽地烈焰高涨。东方姐妹俩浑身一颤，脸色陡然白了几分。姐姐东方婉容深自一口气，师尊魂魄被镇压20年，元气大伤，即便想言而无信，恐怕也无能为力。至于伊尔布长老，他承诺听从安排。护法金刚重新闭上眼睛。东方婉容缓缓吐息，松了口气，道：伊尔布长老说，四品之上虽然无法进入浮屠塔，但大师莫要忘了司天监的孙玄机和许七安联手的话。他犹豫了一下，选择明言。那许七安虽是后起之秀，却比镇北王更加强大和可怕。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未必是许七安的对手。但对方的是佛门护法金刚，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以免对方认为他亵渎佛门护法金刚老僧入定。道：许七安已废，不用顾虑。啊，许七安废了。东方姐妹又惊又喜，俏脸喜色浮动。许七安的威名，他们可谓如雷贯耳。身为巫神教附属势力，这样一位大敌委实让人寝食难安。以前那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时常在他们面前推崇许七安，让他们对大奉许银罗也产生几分好感和赏识。但随着许七安在玉阳关独挡8万叛军，在京城斩元景帝，挫败大巫师的谋划，他们两人便再难欣赏此人，只觉得许七安是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敌人，危险系数不可同日而语。护法金刚闭上眼睛，再没说话。东方姐妹躬身行礼，退出禅房，冰冷的气流迎面而来。他们精神一振，深吸几口气，只觉得浑身轻松。两人离开后，护法金刚道：静元，唤静心来见我。身侧的魁梧青年双手合十，躬身退出禅房。额请。他领着静心进了禅房，后者合十行礼。杜南师叔。杜南金刚闭着眼，声音嗡嗡：静心，你是法纪菩萨一脉，与他的法宝契合。8日后，你务必要登上第3层，与宝塔之灵沟通，以法纪菩萨一脉的身份掌控宝塔。纳兰天路被封印在第2层，他的力量充斥着第2层空间，没有宝塔相助，要想闯过去，只有他本人网开一面。因此，你要先配合巫神教的人解开纳兰天路的封印。为防止巫神教出尔反尔，你带着禁兽的泪珠入塔，让我可以看到塔内的情况。静元，你随静心一同进塔。是。静元和静心核实，后者问道：法纪师祖还是没有消息？杜南金刚缓缓摇头。浮屠宝塔位列法宝行列，比绝世神兵高1档次，它的主人是法纪菩萨，佛门4大菩萨之一。360年前，法纪菩萨外出游历，从此音信全无，再也没有出现。佛门的琉璃菩萨每隔1甲子便外出寻找1次，360年来总共出山寻找6次，毫无所获。正因为如此，佛门面临一个很尴尬的情况，龙气依附在浮屠宝塔内，而浮屠宝塔只认主人，不认其他，除非能抵达第3层与塔灵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攫取出龙气，只有2种办法：一是毁了宝塔，龙气无所依凭，自然脱离，佛门没办法直接操纵龙气，但可以引诱他就地择主，选择一个可以控制的宿主，然后将那位得大机缘者带回西域。可是法宝难以毁损，至少要2名一品出手。其次，毁掉一件法宝是佛门不愿意承受的损失。最后，毁了浮屠宝塔，相当于释放了神书的断臂。万妖国若是知道，做梦都要笑出声。二是通过其他2层抵达第3层，让静心以法纪菩萨徒孙的身份暂时掌控宝塔，让宝塔吐出龙气。身为法宝，宝塔是能主动把龙气吐出的，因为这道溃散的龙气并不属于他，双方没有因果关系。不像人间帝王，与气运纠葛太深，不灭国，永生永世都无法挣脱气运缠身的束缚。但这样的话，就绕不开纳兰天路这位羽师。如果不是龙气依附在浮屠塔内，
没人会登上被雨势力量渗透的第二层，他永生永世都无法逃脱，直到元神之力磨灭。静心叹息一声，相比起巫神教，我更担忧监正，他会容忍佛门夺走这道至关重要的龙气。杜南道，你就是佛门选定的大机缘者，宝塔吐出龙气后，龙气无法离开宝塔，只能选择你寄宿。监正当年立过天道誓言，不得入塔，不得破坏塔内阵法，待你得到龙气，便留在塔内，等阿兰陀剑拔弩张的气氛稍稍缓和，自有菩萨过来接你出塔。静心这才恍然。杜南金刚又道，刚才寺外有冲突？静心回答道，是雷州官府的人，应该是三花寺突然闭门谢客，引来了官府的注意，派人来暗中探查。不过师叔放心，8日转瞬即过，等大凤江湖人士反应过来，大局已定。杜南金刚颔首。东海龙宫的队伍沿着轿子缓缓离去，宽敞大轿上，东方婉轻低声道，佛门会信守诺言。不知。东方婉容摇头，停顿几秒，补充道，但对他们来说，信守诺言是最好的选择。为何？哼，你没看出来吗？龙气至关重要，佛门和我巫神教一样，想染指中原，龙气是天灾难逢的机会。但他们只派了一位护法金刚，罗汉和菩萨一个没来，你倒是为何？东方婉容笑盈盈道。东方婉清皱眉沉思，忽而眸子一亮，阿兰陀闹内讧了。东方婉容咯咯娇笑，饱满的胸脯颤巍巍几下，道，没错，这群臭和尚闹内讧了。大小乘佛法之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谁都不敢离开阿兰陀，离开西域，生怕一走就给对方抓住机会打为异教徒。之所以没彻底分裂，应该是佛陀还在，有佛陀镇着，菩萨也不敢闹分裂。东方婉清清冷的脸庞挤出一丝笑容，佛陀为何冷眼旁观呢？我怎么知道？妩媚娇艳的姐姐翻了个白眼，她旋即感慨道，年初的佛门斗法是大小乘佛法争斗的开端。哎，那许银罗真是天纵之才，世上罕见的奇男子。东方婉清淡淡道，那种男人离我们太过遥远，还是早些把负心汉抓回来吧。幸运的是，我们早有准备，榨干了他的精力，否则他在外面跑一趟，咱们又要多无数的姐妹。闻言，姐姐东方婉容咬牙切齿。许七安和李灵素快马加鞭，于第2日赶回雷州城，换了身衣服后，他带着李灵素一起去找文人倩柔。文人倩柔的书房里，许七安端着杯，边沉吟边说道，文人小姐，徐某有件事想拜托你。徐兄且说。文人倩柔道。边上的李灵素咧了咧嘴，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小姘头，面前这位是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与他称兄道弟是要折寿的。我想请你散播一则消息，就说三花寺有一宝，将在7日后出世，得此宝者超凡有望。另外，希望你能与雷州官府好好谈一谈，让他们出面参与此事。这是他在路上就敲定好的计划，就如同地宗妖道故意放出风声，引来江湖人士和武林盟参与争夺莲子。他也可以故技重施，搅乱浑水。这雷州紧邻西域，官府那边多半是不愿意过多插手的。天高皇帝远，而佛门就在眼前。另外，传播此事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拥有足够威望的人做证明，会相信者寥寥无几，恐怕引来的都是些杂鱼。文人倩柔智慧过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官府那边不需要他们与佛门为敌。至于后一个问题，许七安上下审视着李灵素，笑容莫测。李灵素被他看得心里发毛，眉头紧皱。我可没有什么江湖地位。许七安笑道，但是你有一个江湖大名鼎鼎的师妹啊。李灵素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当天下午，一身道袍，大名鼎鼎，江湖传闻已久的飞燕女侠，浑身浴血，跌跌撞撞地逃入雷州城，恰好被雷州商会的大小姐遇上。众目睽睽之下，飞燕女侠被雷州商会大小姐抱上马车，紧接着便从雷州商会传出三花寺有一宝出世，得此宝者可入超凡的信息。飞燕女侠正是为了争夺宝贝，被三花寺的和尚打伤。在雷州商会的宣传下，整个雷州都轰动了。听说三花寺有宝贝出世？是的，我问过守城的士族，确实见到一位美貌坤道浑身是血的逃进城中。难怪三花寺近来突然闭门谢客，宝塔分明要开启了，却不让人进塔撞机缘。佛门就是佛门，非我族类，平时说的好听，真遇到宝贝立刻关起门来自己独吞。啊，飞燕女侠，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兄台真是孤陋寡闻，看起来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呀。也有人不信，尤其是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当日便以探望飞燕女侠为由拜访文人府。他们如愿以偿地见到飞燕女侠，并得到想要的答案，然后带着正确的答案充当消息传递员，一传十，十传百。当然也有人暗戳戳的不说，别人问起时甚至否认了消息的真实性，但暗中悄悄离开雷州城，前往三花寺。深夜，
许七安坐在桌边，倚在大椅上，思考着如何浑水摸鱼，如何混入浮屠宝塔，以及成功后和失败后该如何抽身而退。突然，窗户敲了敲，嘟嘟2声。他起身走到窗边，打开栓子，窗户敞开，一只毛茸茸的雪白狐狸蹲在窗沿，黑珍珠般明亮的眼睛看着他，喉咙震动空气，传出稚嫩如银铃的女童声呀。终于见到传说中的许银罗了。玲珑小巧的小狐狸，脖子上挂着一个袖珍版的小皮包，会说人话。狐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许七安差点给他来一套大威天龙掌，目光在窗外环顾一番，道：进来说话。小狐狸嘻嘻一声，4条小短腿一蹬，从窗沿跃入屋内。许七安目光追逐着这只小狐妖，看着它迈动优雅的4肢，走到桌边，奋力一跃，没能跃上桌面，小肚子撞在了桌沿。哎呀！他痛叫一声，后肢乱蹬，终于爬上桌子，蹲下来，乌溜溜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和兴奋，观察着许七安。太菜了吧，许七安心里嘀咕。是娘娘让我来逮。小狐狸发出银铃般的女童声。果然，许七安心里暗道，狐妖，且知道他的身份多半是万妖国的妖，因此刚才忍住了灭妖的冲动。所以他站在桌面，俯瞰着毛茸茸的可爱小狐狸。你偷偷潜入这里，不怕被人发现？小狐狸嘿嘿道。速度和前行是我擅长的领域，要不然娘娘怎么会派我过来呢？叶姬姐姐说许银罗料事如神，明察秋毫，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因为推理需要足够多的线索以及对事物的了解。比如我不了解你，我无从判断你是不是一只鲁莽的小狐妖，又比如你年纪不大，所以我会怀疑你本事不大，不够小心。许七安随口说道。小狐狸恍然大悟，黑珍珠般的眼睛闪闪发亮，抬起抓起拍一下桌面，娇声道：原来如此，不愧是许银罗，说的真有道理，井井有条呢。你说的叶姬姐姐是谁？她认识我。许七安在桌边坐下，给自己倒了一壶茶。快快，给人家也来一杯。小狐狸拍了一下桌子，催促道。轻微的水声里，许七安给他倒了满满一杯。小狐狸凑上来粉嫩的鼻子，伸出小舌头，舔啊舔，舔啊舔。你不会化形？许七安诧异道。还不会呢。小狐狸娇声道。我错了，你不是菜，你是菜的抠脚。万妖公主派你过来作甚？许七安心里吐槽。喝了几口后，小狐狸说道：叶姬姐姐是我3姐，本领好强大的，她比我早出生376年。所以你的叶姬姐姐到底是谁啊？她以前在京城办事，刚回来不久，与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故事。许银罗真厉害啊。福香。许七安脸色一滞，分不清内心是欣喜还是怅然，或者恼怒，心情非常复杂。欣喜是再次得到老相好的消息，怅然是双方见面遥遥无期，恼怒是因为堂堂大凤打更人，硬生生被他变成大凤干尸人。她是福香的妹妹啊，原来福香真名叫叶姬。许七安脸色稍转柔和，问到你家娘娘让我来做什么？来报信的。小狐狸开心地说。你倒是报啊。等了一会儿，许七安见他还是没说话，一脸憧憬地看着自己，于是他只能强调道：报信，娘娘让我来和你说说佛门的情况。说话间，小狐狸眼睛往桌上瞟了一下，他看的是桂花糕，已经用于光瞥了好几次。想吃就吃吧。许七安叹了口气。小狐狸欢快地鸣叫一声，抱着一块桂花糕，小口啃起来。菜鸡、幼齿，很矜持，有股金贵之气，感觉打一拳会哭很久的一只小狐狸。许七安心里做出判断，耐心地等待他吃完。许七安问道：还要吃吗？好呀好呀，谢谢许银罗。先把娘娘让你传达的事说完吧。贪吃。许七安在心里又添了一个标签，不过小孩子都是馋嘴的，倒也不奇怪。小狐狸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乖巧蹲坐，道：从高往低开始，佛门最强大的是超品的佛陀，其次是4大菩萨。当代菩萨有4位，分别是掌控金刚法相、不动明王法相的迦罗树菩萨，掌控大轮回法相、大慈大悲法相的广贤菩萨，掌控大智慧法相、药师法相的法纪菩萨，以及掌控行者法相、无色琉璃法相的琉璃菩萨。佛门历史上曾出现过9位菩萨，500年前有7位，甲子当妖之后有5位，武宗篡位之时又被初代监正斩了1位，如今只剩4位。然后是9大罗汉，存世的只剩2位。须陀还果未夺情，阿罗汉度恶。娘娘说果位凝聚后便无法改变，因此漫长时光中，许多罗汉选择转世重生，重修福道。然罗汉有助胎之婚，菩萨有隔阴之谜，大部分罗汉都湮灭在轮回之中。佛门历史上有18位罗汉，这些罗汉一部分转世轮回去了，一部分死在了甲子当妖中。最后是护法金刚，现存的依旧只有2人，分别是渡南金刚和渡凡金刚。佛门巅峰时有多少金刚，娘娘就没算过了。娘娘说
甲子当腰时，三品金刚也只是炮灰而已。许七安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整个人宛如雕塑，呆了。巅峰19位菩萨，18位罗汉，若干个护法金刚，这简直就是离谱。不能这么想，只是历史上出现过而已，是时间积累出来的。那中原历朝历代下来，3品、2品、1品高手的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但是现存4名菩萨、2名罗汉、2名金刚，这就很离谱。不过如果大凤没有经历元景帝的祸害，许屏风的抽取气运绝对不止镇北王一个3品，至少魏公就是顶尖的2品，当然还会有其他高手诞生也说不定。反观佛门，山海关战役后简直烈火烹油，强盛到了可怕的程度。小狐狸继续道，此次带队来三花寺的是渡南金刚，随行的有2名4品，法号静心和静元。静心是禅师，静元是武僧，你主要注意这2人便成。对了，他蹲坐着，探出一只爪子伸进脖子上挂着的小皮包。娘娘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他的爪子里抓出一个手环，手环上挂着6个锈迹斑斑的铜铃铛，很有年代感。手环？小狐狸纠正道。娘娘说这是脚环。许七安接过脚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狐狸道：你猜猜看呢？猜不到。哼，真没用。给你一个提示，我和叶姬姐姐的名字正好相反。日姬。是白姬啦。小狐狸抬起前爪，用力拍打一下桌面，表示很生气。最后一件事，娘娘说希望你能信守承诺，寻找神书大师的残躯，为此她派我来监视你。告诉你哦，我的速度很快的，能日行几千里，而且擅长前行，我很有用的。小狐狸人立而起，掐着腰得意洋洋。日行几千里？许七安眼睛一亮，问道：那你能驮人吗？小狐狸一愣，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又看看许七安的大块头，迟疑道：可以吧。许七安高兴地把小狐狸抱下来，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了上去。小狐狸懵了。哎，你别哭了，是你自己说可以的。许七安坐在床边，看着趴在枕头上嘤哭泣的毛绒狐狸，辩解道。小狐狸眼里滚出豆大的泪珠。我要回去告诉娘娘，你欺负我。我的腰好疼。哥。他长这么大还没被欺负过。许七安哄女人很拿手，哄狐狸也挺拿手，连哄带骗给糊弄过去。小狐狸含泪原谅他，果然是打一拳能哄很久的。许七安吹灭蜡烛道：那睡觉。小狐狸爬了起来，黑暗中警惕地看着他。不，叶姬姐姐说你是色胚，我不能和你睡觉的。许七安看了一眼小小的狐身，默默无脸。不至于。文人倩柔的闺房里，天宗圣子捻着酒杯站在窗边道：徐前辈和夫人没有住在一个房间。文人倩柔对镜梳头，浅笑着嗯一声。她穿着白色里衣，臀圆腰细，胸脯饱满，从容貌到身段都是极为出彩的女子。好端端的分房作甚，她心里嘀咕一声，又道：柔儿，你在那个徐谦面前记得要恭敬一些，我已经把他当恩公对待了呀。文人倩柔表示很委屈。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李灵素停顿几秒，压低声音：徐谦是个老怪物，活了几百年的老怪物。3品。文人倩柔心里一凛。李灵素摇头失笑：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昨日在三花寺，一件小事改变了我的想法。他给了我一只锦囊，里头全是火炮和车弩，足够武装出一个营的军队。你们雷州商会绞尽脑汁，耗费钱财无数，才从官府那里换来一些军弩和火铳，但对他来说，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文人倩柔难以置信，他是朝廷的人，朝廷的3品高手，前有镇北王，后有许七安，此外就是司天监的术士。这个徐谦是谁？天宗圣子摇头，他应该不是朝廷的人。据他说，火炮和车弩是与监正对弈时赢的小玩意。哼，这种人物没必要骗我，对吧？和监正对弈时赢的。文人倩柔呼吸急促起来。天宗圣子余光看了一样小相好，见他陷入深深的震撼中，当即说道：啊，我修为被封，应当及早破开封印。柔儿，我先回房修炼。文人倩柔猛地回过神来，柳眉倒竖，抓起桌上的披帛，抖手一甩，长长的披帛宛如鞭子，缠住李灵素的脖子，把她拖了回来。李郎，你来雷州2日却不碰我，是不是早已喜新厌旧，或者心里有别人了？没有。哼，我不信，真的没有，我的永远是属于柔儿的。那就看你今晚的表现了。次日清晨，许七安抱着小白狐，带着王妃来到内厅，看见李灵素独自一人坐在厅内享用早餐。一夜之间，你仿佛憔悴了许多。许七安扫了一眼桌面，早餐没有问题，白粥、馒头以及精致小菜。他抽了抽鼻子，赶在李灵素反应过来前，
揭开茶盖，茶杯里泡满了枸杞。噗！许七安差点笑出声。哎，我这该死的魅力！李灵素感慨一声道：“前辈，我们何时动身去三花寺？不急，这几日应该还会有人来找上门来。你继续伪装李妙真，把消息散布出去。对了，昨天你漏了一个破绽。什么破绽？”许七安把3个馒头放在他面前，其中一个馒头撕成均匀2半，与另外2个馒头放在一起。然后他指了指馒头，又指了指李灵素的胸口。他的意思是，我昨天用的馒头规模不对，应该是两边各一个半馒头。李灵素愣了一下，领会了徐谦的意思。我明白了。李灵素低头喝粥道：“这件事记得保密，如果被我师妹知道，她会杀了我的。”喝着喝着，他看了看馒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刚想深入思考，注意力突然被小白狐吸引过去，诧异道：“哪来的小狐狸？”“一个故友的妹妹。”许七安道。故友的妹妹。李灵素审视着他，仿佛想到了什么，试探道：“狐妖吗？”“小白狐自己点头，脆声道：“是的。”他会说话。边上的木南枝吃了一惊，这才来了兴趣，伸手想抱小白狐，又缩了回去，小心翼翼道：“它会咬人吗？”“会的，我超凶的。”“你不要碰我！”小白狐挥舞一下爪子，威胁道：“它不是家养的宠物，只有家养的宠物才喜欢被人触摸，真正的野兽是忌讳被人触碰的。”这时，文人府的管家匆匆进来，语气略显急促，道：“李道长，都指挥使大人来了，要求见您。”雷州都指挥使，整个雷州势力最大的3人之一。李灵素面不改色，道：“请他去大堂，就说我立刻过去。”他和许七安对视一眼，笑道：“来了。”江湖人士只是点缀，1周之内，江湖中的4品高手屈指可数，能对三花寺造成多大威胁？他们真正要调的是军方的4品高手。而这个雷州都指挥使是其中最顶尖的人物之一。1刻钟后，雷州都指挥使袁毅见到了传闻中的飞燕女侠。这位盛名在外的天宗圣女果然是个难得的美人儿，英气勃勃，五官精致，似是受了不轻的伤，俏脸微微发白，脖颈处缠着纱布，肤色黝黑，身材魁梧的袁毅颔首道：“李道长侠名远播，今日得见是袁某的荣幸。”雷州紧邻西域，屯兵10万，处处都是军阵，当地的都指挥使不管是职位还是战力，都要比各州高1品级。李妙真直言不讳道：“都指挥使大人是为三花寺的一宝而来。”袁毅没有点头，捧着茶杯悠悠道：“李道长何以断定那件宝物能助4品突破超凡？”他对雷州传闻不是很相信，但念及李妙真的名声以及自身对3品的渴求，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前来。李妙真笑道：“大人误会了，突破超凡只是那件宝物最微不足道的功效。”此话可解？袁毅问道。大人可知楚州屠城案的始末？镇北王屠城炼制血丹，早已举世皆知。那便好解释了。浮屠宝塔里镇压着当年山海关战役中被擒拿的高手，俱是3品以上，包括径山城的前任城主纳兰天禄这位2品羽师。李道长的意思是，如今那些绝世高手都已经被炼化成血丹和魂丹，因此三花寺才闭门谢客，禁止任何人进入浮屠宝塔。袁毅眯着眼，许久没有说话。第2天，袁毅拜访文人府，打探异宝情报的消息被雷州商会传播出去，这进一步引起了轰动，刺激到那些观望的势力。雷州双刀门，门主汤元武坐在堂内，一长一短2把刀静静竖在左右手边。双刀门是屹立雷州多年的江湖大势力，历任门主都是4品，走到哪里都受人崇敬。年初的天人之争，汤元武便曾带门徒去京城参与盛会。门下弟子柳云依靠美貌和实力，在京城一举成名，与万花楼荣荣等人并列4大美人。关于三花寺的异宝，双刀门长老们意见各不相同，有人认为佛门不好惹，建议观望，有人则认为这是门主的大机缘，也是双刀门的大机缘。身为江湖人，追逐机缘不该胆怯。他环顾下方的长老门徒，沉声道：“不必再争，此事不管真假，都值得一探究竟。佛门虽强，但雷州江湖人杰众多，军阵之中高手辈出，未必不能与佛门决力。云儿，你率领30名门中好手，明日与我一同前往三花寺。”英气勃勃的柳云背负双刀出列，抱拳道：“是，门主。”某个军阵，一骑冲出大营，身后追逐着一群士卒。一骑绝尘的是一位身披甲胄的青年，胯下一匹毛色漆黑的骏马。他的身后追逐而来的士卒们高喊道：“镇抚大人，私自出营是大罪，速速与我等回去，向指挥使大人请罪。”身穿甲胄的青年大笑道：“请你奶奶个头的罪，老子要是能抢到宝贝，那就是3品武夫，谁敢治老子的罪？”
抢不到，大不了革职，老子一个4品武夫，在哪里都能混得风生水起。随着浮屠宝塔开启的10日将近，越来越多的江湖人士涌向金光山，试图闯入三花寺。双方产生了不小的摩擦，但总体还算克制。一众江湖人士没有强闯，而是在寺外叫嚣。三花寺的武僧们守在寺庙外，与越来越多的江湖人士对峙。供奉着佛陀的大殿内，主持盘龙大师坐在蒲团，与首座以及几名长老商议对策。那天宗圣女李妙真竟也来搅浑水，实在可恶。身为主持接班人的首座，沉声道：如今江湖人士越聚越多，赶也赶不走，如何是好？一名长老皱眉，眼前的情况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原本在佛门的考虑中，司天监的孙玄机或许会调动军队前来镇压，争夺容器。这样的话，夺南金刚就有了出手的理由，便是将军队尽数除魔在此。佛门也是占理的，佛门圣杀阿兰陀，甚至能以此为由撕毁盟约，进攻大凤。当然，这是撕破脸皮的情况，佛门和大凤的关系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但佛门完全可以责难大凤，要求道歉、赔偿等等。谁知大凤军队没来，却来了一大群的江湖匹夫。这些人做的事，大凤朝廷可不会买单。赶不走，阿弥陀佛，那就除魔。另一名长老沉声道。首座闻言缓缓点头，正是，我佛门清净地，岂容大凤武夫逞凶？师父，不如在寺外布下伏魔阵，让那群匹夫闯一闯。这一来能震慑那群乌合之众，二来则定制规则，稳住他们。夺南金刚虽然没说什么，但想必心里已经极度不满。师父，这件事咱们务必要处理好。众人看向主持，主持沉吟片刻，颔首道：可。山道上，许七安混迹在雷州商会的队伍里，由文人倩柔带队，缓缓靠向金光山下的牌坊。牌坊建在山脚下，高3丈，匾额刻着三花寺。哼，人还不少。李灵素骑在马背，笑道：他没在假扮李妙真。三花寺面临群雄围攻的场景，全拜飞燕女侠李妙真所赐。这时候他还易容成李妙真的模样，与找死何异？而且还有身份被曝光的风险。许七安嗯了一声，目光扫视，三花寺的牌坊下拴着一匹又一匹的马，山道两边的树林里拴着更多的马匹。放眼望去，手持各种武器的江湖人士或聚在一起闲聊，或倚在树干抱着武器闭目养神，或盘坐在路边啃着烤鸡，热闹程度堪比集市。来的人不少，高手也很多。许七安满意点头，这证明他的宣传效果不错。无以力犯境，这群混乱中立的江湖人士当真是最好的炮灰和马前卒，谁都能薅一把他们的羊毛，让他们充当工具人。各大体系中，以儒家和术士人口最少，又以武夫数量最多。九州走武道路线的武夫比其余各大体系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好几倍。但根据我在地宫里看到的壁画，结合古诗提供的信息，沈墨陨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九州的修行体系只有3种：1. 武者，2. 道，3. 妖族。其中武者和妖族是殊途同归，都是锤炼体魄，走的是以力正道的路子，只不过妖族有妖丹，有天赋神通，而武者有义，有合道。至于道，那会儿还不能称为道门，因为古诗并不知道道尊的存在，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道尊根本不是道的开创者。但是这3条体系在后来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武道和妖道昌盛无比，道门体系却只剩下天地人3宗，其他流派要么湮灭，要么没落，不值一提。这就很不合理了。虽说天地人3宗后遗症很大，但其他流派总不可能有这类后遗症吧？结果有大问题的3宗流传下来了，其他流派却没落了。这时呼喊声打断了许七安的思路，有人惊喜道：雷州商会的人来了，终于有人出头了。说话的是一个穿劲装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一杆长矛，那是军队制式长矛，外观陈旧，想必是从黑市里买的。贩卖淘汰的武器是军队高层司空见惯的谋利手段。文人倩柔转头朝身边一位侍卫低语几句，那侍卫一家马腹，奔到持长矛年轻人面前问询了几句：大小姐，三花寺的和尚非常霸道，已经打伤好多人了，不让任何人进寺。侍卫低声回禀。文人倩柔颔首望向李灵素和许七安，柔声道：雷州紧邻西域，背靠宗门，三花寺向来霸道，便是官府一般也不愿招惹他们。许七安望向金光山道：说说。几年前三花寺附近干旱，百姓颗粒无收，寺里的和尚不是生产，日子难以为继。首座恒阴和尚下山化缘，化来了几千斤粮食，几百位愿意散尽家财的香客。文人倩柔挑起嘴角，讥笑道：三花寺就此度过干旱，但不知道多少人因此饿死。佛门向来是先修己，再度人。许七安眯着眼，这既触犯了大凤律法，也违反了佛门当初和大凤的约定。
文人倩柔颔首道：“但雷州布政使只是象征性的登山进寺，斥责了一顿，一来是惹不起佛门，二来边境之州处理这类事需小心翼翼，能忍则忍。事情若是闹大了，朝廷未必愿意和佛门翻脸，到时候布政使就是头一个替罪羊。佛门有多强大，前辈想必是知道的。”许七安没再说话。佛门最虚伪了，500年前就是看上了南疆10万大山的疆域才打仗的，偏打着为人族的旗号。小白狐叽叽喳喳的抨击，他蜷缩在木南枝温暖的怀抱里，2只爪子捧着一块甜腻的糕点。木南枝只用了1块糕点就成功撸到它了。小白狐吃完糕点，肉乎乎的2只爪子按在木南枝的胸脯，用力按了按，娇声道：“咦，你的胸脯比叶姬姐姐还大呢。”许七安咽了咽口水。众人系好马匹，沿着台阶登山。临近三花寺时，听见助威声和怒吼声，以及兵刃碰撞的锐响。当当！三花寺石阶尽头的空地处，一名手持狼牙棒的汉子被几名武僧用棍棒接连点在周身各处大穴，身躯骤然僵硬。主阵的中年武僧趁机旋身，气机注入木棍，整个人带动棍棒旋转数圈，重重砸在狼牙棒汉子的脑袋上。啪！狼牙棒汉子护体神光崩散，嫣红的鲜血顺着脸颊流淌。中年武僧目光一闪，见到文人倩柔带领雷州商会的人马上来，当即伸出棍棒，将狼牙棒汉子的尸体轻轻挑起，挑到许七安等人面前。周遭的江湖人士脸色微变，哗然不止。双方对峙半天，终于闹出第一条人命。三花寺显然是不耐烦了，打算痛下杀手。臭和尚，你敢杀人！有人喝道。这是在喝问三花寺的和尚是不是真要不死不休。多！中年武僧将棍棒杵在地上，树木环顾，施展佛门狮子吼。尔等强闯本寺，意图染指佛宝，其罪当诛。然主持心怀怜悯，不愿妄造杀孽。若想进寺，先过伏魔阵，只允许1人破阵。混账！江湖匹夫们破口大骂：“你们9人打1人，简直无耻！”中年武僧冷冷道：“也可退去。”他一副佛门地盘、佛门做主的姿态。身后众武僧齐吼一声：“铿锵！”周遭江湖人士纷纷抽出佩刀，与三花寺武僧们对峙。这才是武僧的正确画风啊，凶恶霸道。相比起来，恒远大师明显走了歪路。我身边怎么尽是些画风不对劲的朋友？许七安踏前一步，问道：“敢问大师，三花寺出了什么宝物？”中年武僧道：“浮屠宝塔功德圆满，仅此而已。未曾听闻法宝也能修行的。再者，宝塔功德圆满，三花寺为何不让我等进入？难不成我们还能抢了宝塔？”许七安又问。中年武僧道：“与你何干？一介凡夫，岂知佛宝神妙？无耻！这分明是大凤的龙器，怎么就变成佛门的宝贝了？”许七安没再说话，目光远眺，遥望寺庙深处那座高大的白墙黑瓦的高塔。在他眼里，那座宝塔是另一个模样，通体金灿灿，一道金色龙影攀附塔身，缓缓游走。这道龙影体型庞大，将高耸的塔身团团缠绕，与当日真德地脚踏的龙脉之灵拥有同等规模的体型，但金光不够凝练，远不及龙脉之灵宛如实质的身躯。大师不愿意说，那我来替你说。据飞燕女侠所说，宝塔内镇着当年山海关战役时妖蛮两族和巫神教的高手。20年过去，那些绝世高手化作血丹和魂丹，这便是超凡的契机，是踏入3品的助力。胡说八道！中年武僧大怒，棍棒指着许七安道：“休要妖言惑众，你若是个人物，就与贫僧打一场。”气急败坏了。浮屠塔内镇压的人物，当年亦有我大凤的功劳，佛门要独吞宝物，未免太霸道了些。是不是认为大凤君神捐躯，便没人能治你们了？许七安振臂一呼，高声道：“诸位，魏公战死在径山城，而今佛门欺他不在人世，意图谋夺20年前大凤的战果。没错，血丹和魂丹也该有我们大凤一份，佛门凭什么独吞？欺我大凤无人吗？交出血丹，不然放火烧了三花寺！”江湖匹夫们纷纷响应，叫嚣起来。不少人看向许七安，连连点头。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他们这不是抢夺佛门法宝，而是佛门先不当人，他们只是要回属于大凤的那一份。腰杆瞬间挺直了。中年武僧勃然大怒，恶狠狠地瞪着许七安，一派胡言，三花寺没有血丹和魂丹，这是有心人在挑拨是非。许七安反唇相讥：“信你，还是信飞燕女侠？我等只会判断。”江湖人士们再次响应：“秃驴，臭不要脸！出家人不打诳语，睁眼说瞎话。要论骂街，三花寺的和尚10张嘴也抵不过这群混江湖的1张嘴。各种下三滥的话满天飞，左一句问候全家女性，右一句你是我儿子。武僧不是禅师，没有那份定力，
9位持棍武僧气得额头青筋怒跳。呸！无耻！小白狐最恨佛门了，见大家都在辱骂和尚，他也跟着骂了一句，并为此激动的在木南之怀里活蹦乱跳。狐妖！中年武僧恨不得一棍子敲死许七安，见状抓住机会喝道：胆敢勾结妖族，死！手里棍棒抖出圆弧，急奔而来，一棍子劈向木南之。木南之吓得连连后退，尖叫不止。许七安鬼魅般闪现在他面前，抬起手臂挡住凶狠劈来的棍棒，咔嚓一声灌注了磅礴气机的棍棒应声而断。虽然被封魔钉禁锢气机和气力，但皮肉筋骨是货真价实的三品，唯一的抗揍性能算是保留了。中年武僧瞳孔微缩，武者的本能给出危机预警，正要抽身后退，与身后的同门组成伏魔阵，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跟他干。这个念头转瞬即逝，却让他失去了先机。许七安轻轻吹出一口气，带着绿色的气体扑在中年武僧的脸上。中年武僧呼吸困难，肺部火烧火燎，呼吸声像是破旧的风箱。他绝望地盯着许七安，摇摇晃晃地倒地。新骨的精神影响配合毒骨，效果还不错。以七绝骨现在的力量，4品之下，我几乎没有敌手。当初离开京城时，我的实力最多是弱5品。许七安对七绝骨的培育进度还是很满意的。刚才正是用新骨影响了中年武僧，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周遭的江湖人士见到这一幕，又惊又喜。方才中年武僧以阵法围杀一名6品铜皮铁骨武者，强大无匹，让人忌惮。结果碰到了这个青衣人，一照面倒了。他用的是毒。人群里有人说道：这一眼便能看出来，可是这个和尚至少是炼神境，一般的暗算不管用。当即就有人反驳。众人交头接耳的议论，频频看向许七安，知道这是一位高手。不过他似乎想毒死武僧，在三花寺杀武僧会遭到报复的。三花寺的主持可是一位4品禅师，很不好惹。怕什么？他似乎是雷州商会的人，商会里也有4品。正说着，一个眼眶深邃、鼻子高挺的青年和尚从寺内走了出来。静心师兄！8名持棍武僧大喜，指着许七安道：此人带头闹事，用下三滥的手段偷袭了应顺师兄。放下屠刀，回头是岸。饱含慈悲的温和声音里蕴含着洗涤心情的力量，让在场所有人戾气一空，内心柔软向善。当当声里，众人手中武器摔落在地。几秒后，江湖匹夫们先后从佛门戒律的影响中挣脱，面露惊色。是律者？不，也有可能是苦行僧。大概率是苦行僧，普通律者的戒律没这么强。雷州的江湖人对佛门极为了解，这点是其他州的江湖人士无法比拟的。阿弥陀佛，又是施主。静心和尚双手合十，不理会众人，脸色冷峻望向许七安。施主屡次三番来本寺挑衅闹事，须知佛门慈悲为怀，却也有金刚怒目。周围的武僧、江湖人士纷纷看向许七安，看他会如何应对。许七安脚尖一挑，像刚才中年武僧挑飞那名6品武夫的尸体那样，把他挑飞到静心和尚脚边。静心和尚双手一捞，借助中年武僧，仔细查看后眉头紧皱。他身上的毒只有我能解，让我们进寺，或者他死。许七安维持着高人的人设，语气平淡。术业有专攻，佛门并不擅长解毒，药理是毒蛊师和术士的领域，道门粗通。原以为许七安服软，而大师所望的雷州江湖人闻言顿时眼睛一亮，难怪轻易还人，原来是有恃无恐。静心和尚深深看了一眼许七安，侧了侧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道：施主大可进寺，贫僧做主，让你进去。一道道目光齐刷刷看向许七安。你这是要关门打狗啊？许七安看懂了对方的意思，见他犹豫，静心和尚问道：怎么，施主胆怯了？要是再年轻10岁，我脑子一热就上头了。许七安负手而立，高声道：几位，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话音落下，石阶下方传来爽朗的笑声。汤某愿意陪兄台进寺。众人回眸看去，只见一个身高8尺、背负双刀的劲装男子射击而上，身后跟着一群同样背负双刀的门徒。双刀门来了！有人惊喜喊道。许七安的目光自动掠过双刀门主，看向了他身后一名英气勃勃的女子，身段高挑，丰唇明眸，脸型娇俏，是个很飒的美人。叫柳云来着，在京城时我见过她。许七安后知后觉地想起了这位美人的名字，旋即看向天宗圣子，发现渣男面带微笑，一脸欣赏地端详着柳云。这时密林里一阵响动，伴随着甲胄铿锵声，一个皮肤黝黑、双眸明亮的年轻将军踏着灌木走出来。他背着一杆长枪，腰挎制式军刀，眼神桀骜凶狠，透着军人的肃杀之气，嘴里叼着一根草。方舟镇府里少云，他拄着枪，斜着眼睛看众人，
自报姓名。听说三花寺出了宝贝，能助四品踏入超凡领域，特来看看。秃驴，敢拦我，老子一枪捅死你们！雷州当兵的桀骜，当将军的四品更桀骜。好狂！众江湖人纷纷侧目打量，此人一看就是军方的人，语气狂傲，毫不掩饰自身的气息。这还没完，不多时，天空中传来嘹亮的鹰啼，十几只展翼3丈7尺的赤尾猎鹰从远处飞来，在金光山天空游曳，缓缓降落，双翼扑打出强风，吹起尘埃和落叶。底下的众人散开，清理出一片可供赤尾猎鹰降落的空地。为首的骑士身穿铠甲，有着雷州人标志性的黝黑皮肤，身材魁梧，胡渣子粗硬。他身后的赤尾猎鹰背上清一色的甲胄军人，袁毅。雷州都指挥使袁毅江湖匹夫们大多无缘的见这位雷州地位显赫的武夫，第一时间没认出来，直到人群里有人诧异道：都指挥使袁毅。哗然声一下子响起。前几天传出雷州都指挥使袁毅拜访飞燕女侠，打听三花寺异宝的消息，果然不是骗人的，袁毅真的来了。这下热闹了，对于大伙来说是好事，高手越多，局势就越乱，浑水摸鱼的机会也就越多。袁毅环顾一圈，自动忽略了江湖人士，先朝文人倩柔颔首，而后看向那名富甲青年，愣了一下，皱眉道：李少云，你怎么来了？身为镇府，擅离军营是大罪。拄着枪的青年咧嘴：都指挥使大人，你少拿官衔压人，老子就是来抢血单的，要是能晋升3品，您屁股底下的位置就得拱手让我，要是没抢着，大不了挨几百军棍，或革职或降职，问题不大。身为4品武夫，修为就是最大依仗，只要没有犯下大错，适当的任性，朝廷和官府都会容忍。他有恃无恐，我看你是皮又痒了。袁毅瞪了他一眼，骂道：还不滚过来！李少云嘿嘿一笑，屁颠颠地跑了过去。都指挥使袁毅、双刀门汤元武、方舟镇府李少云，还有那个穿青衣的神秘高手，以及雷州商会的4品客卿，在场就有5名4品了，5品高手也超过双手之数。这下看三花寺的和尚怎么嚣张。不能大意，三花寺的主持和首座都是苦行僧，再加上这个不知哪来的叫静心的和尚，实力也不弱。再说三花寺高手如云，这不是还有我们吗？三花寺高手再多，能有我们多？山脚下还有一群混子没上来呢，待会儿浮屠塔开启，咱们登高一呼，全来了。交谈间，众人看见一个白眉白须的老和尚率领一众僧人走来。阿弥陀佛，元都指挥使大人，多年不见了。盘龙方丈双手合十行礼。盘龙大师。袁毅拱手。都指挥使大人，你是代表雷州官府，代表大凤而来？盘龙方丈则问道。大凤与佛门是盟友，江湖人士如何，与大凤朝廷无关，但你不行，速速退去吧。袁毅摇头。本官卡在4品多年，不得突破，闻三花寺有血丹出世，特来求丹。当年山海关战役，我大凤出力良多，这血丹没道理由佛门独吞吧。再者，本官是以私人身份而来，只带了心腹，没带军队，与朝廷无关。盘龙方丈又念了一声佛号，道：老衲诚心劝说，尔等不听罢了。他不再多言，但众人又看到寺庙里走出来一伙人，抬着没有顶的轿子，垂下帷幔，软榻上坐着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妹花。其中一名娇媚女子咯咯笑道：主持大师，不若让我们姐妹俩替你宰了这个袁毅，大凤朝廷问起来也与你无关，如果大凤有胆子责问佛门的话。袁毅眯了眯眼。李灵素立刻低头，并迅速与徐谦拉开距离。这个老头子不讲武德，此时要是再来一脚，他就难受了。看到那袭青衣时，东方姐妹俩下意识地眯着眼，仔细审视后便挪开目光，不再关注。只是穿着同样的青袍，但不是平州掳走了李郎的那家伙。贱人！文人倩柔忽然暴怒，踏步而出，指着东方姐妹俩怒骂。东方婉容敛去笑容，眯着眼审视，缓缓道：这位姑娘，我们认识。东方婉清审视了几秒，恍然冷笑道：哦，是那个负心汉当初逃走时勾搭的贱人。姐姐，你一路占卜追踪时曾经找到过他，要不是这贱人身边有几个高手，且当时急于追踪负心汉，早把他给宰了。说话间，帷幔突然分开，东方婉清化作黑影掠出，杀向文人倩柔。李灵素脸色大变，正要冲出去阻拦，文人倩柔身边的4品客卿反应更快，急奔几步，双掌奋力推出。砰！气机碰撞声宛如焦雷，尘埃瞬间扬起，周遭的树木像是被强风压弯了腰。英雄好汉们东倒西歪，踉跄后退。文人家的4品客卿脸色陡然一白，继而涨红，强行咽下冲涌到喉咙的鲜血。反观东方婉清，轻飘飘地落回轿子，面不改色。4品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又是4品。
看起来比雷州商会的四品客卿还强。这对姐妹什么来头？不是雷州的江湖高手。察觉到东方姐妹的实力，众人心里一沉，这对姐妹显然是三花寺阵营的高手。这样一来，双方四品高手的人数就扯平了。袁毅、李少云以及双刀门主三位四品高手脸色凝重。原来三花寺早就有了盟友，难怪如此霸道，如此的有恃无恐。都指挥使袁毅淡淡道。静心和尚转身朝寺内躬身合十道：请督难师叔驱赶这群闲人。东方婉容笑盈盈道：请伊尔部长老驱逐闲杂人等。这两人的突然开口，让雷州的英雄好汉们一阵茫然，同时又本能的心里一沉。当时时，两道可怕的气息冲天而起，一道气息来自三花寺深处，另一道气息来自左侧的密林。感受到两股气息的刹那，众人脑海里油然而生两个字：超凡，超越凡人的气息。尽管他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三品，但那来自生命层次的威压，让他们自然而然的便知道了对方的层次。四品以上是超凡领域，与凡人再不相同。滚出三花寺方圆50里，寺庙内传来雷鸣般的咆哮声，众人听在耳里，胸口气血翻涌，眼前发黑。佛门狮子吼，三品武僧施展的佛门狮子吼。这还是对方留手了，如果全力咆哮，6品以下当场丧命，4品以下神志混乱。另一道气息没有开口说话，但同样给众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压力。雷州的英雄豪杰们战战兢兢，袁毅等4品高手也没好到哪里。4品在任何一州都是山大王级的人物，但在超越了凡人领域的3品面前，和中低品修士没有区别，歌手的虫子和歌手老鼠罢了。瞧着雷州武夫们一个个脸色发白，神色惶恐，三花寺的和尚们面带微笑，悠然双手合十。这2位3品，看来我们与宝物无缘罢了。3品不可匹敌，不可匹敌。此情此景，在场的英雄豪杰们心生退意。别说2位3品，便是1位，也足以横扫他们所有人。争夺宝物，有希望才争，摆明了不可能的事，那还争什么？留着小命去青楼睡婆娘，不是更香吗？双刀门主叹息一声，袁毅悠悠道：看来宝塔里的血丹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有多，还要精纯啊。林子里的那位是巫神教的灵会师吧？巫师独有的气息，我不会看错。巫神教刚与我大凤开战，佛门便立刻与巫神教结盟，眼里可有我大凤朝廷。杜南淡淡道：大凤朝廷，一个3品武夫都没有朝廷，比起20年前差得远了。这位护法金刚冷言冷语，表露出对大凤极其糟糕的观感。佛门高层大多都看不惯大凤，因为大凤是出了名的赖皮狗。600年前，大凤开国皇帝当了一回赖皮狗，摆了巫神教一道。300年前，儒家和朝廷又当了一回赖皮狗，在中原大肆灭佛。护法金刚是武僧，而武僧脾气暴躁，直来直往，看不惯就是看不惯。袁毅脸色铁青，却不敢顶撞，以大凤目前的国力，根本不敢和佛门翻脸。就算里头那位3品金刚一巴掌把他拍成烂泥，朝廷顶多也就声讨和谴责。但被3品金刚如此羞辱，且断了争夺宝物的机会，让他又愤怒又不甘心。双刀门主汤元武身后，柳云忍不住反驳：谁说大凤没有3品？我们大凤许银罗要是在此，前辈你可敢口出狂言？寺庙深处那尊金刚默然不语，似是不屑回答。密林里传来冷笑声，姓许的已经是废物一个，何惧之有？柳云脸色陡然涨红，跨前一步，高声道：就算前辈是巫神教的灵会师，小女子也不容许你诋毁许银罗。士气跌到谷底的雷州英雄豪杰们，竟如回光返照般响起一片抗议声。林子里的灵会师笑道：你敢出刀吗？柳云英气勃勃的眉毛倒竖，有何不敢？双手往背后探去，抓住刀柄，正要拔出，岂料双刀仿佛锈死在刀鞘里，无论他怎么使劲，憋红了脸，就是无法拔出双刀。哼！灵会师冷哼一声。柳云如遭雷击，双膝跪倒在地，哇一声吐出鲜血。密林里的灵会师淡淡道：夺南金刚，你若顾忌盟约，不便出手，那就由我来代劳，清空这群杂鱼，正好可以练成尸兵，带回径山城。哗啦，群雄连连后退，杀光我们！好大的口气！区一个灵会师，当自己是巫神了。混乱中突然响起嗤笑声，众人愕然扭头看着那袭青衣，像是在看傻子。对一个巫神教的灵会施用激将法，嫌命长了，真当他不敢动手？巫神教和大凤如今是生死大敌，杀起人来绝不手软。你想死，别连累我们！李灵素眼睛一亮，心说来了，这个老怪物要爆发了。别人或许会对3品高手奉若神明，但李灵素知道，
徐谦这个老怪物是和监正下过期的隐士高人。这一刹那，一道道目光投在自己身上，其中2道目光让许七安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寺庙深处，那道源自3品金刚的目光带着审视，而那道来自伊尔布的目光则透着森寒。在场江湖人士们默默拉开距离，免得这个神秘高手被3品灵会师或护法金刚惩戒时，自己因为靠得太近而殃及池鱼。他们不满巫神教的灵会师诋毁许银罗，但也只敢小声避避，弱抗议。像青衣男子这般跳出来嘲讽的行为，与自杀没有任何区别。双刀门的柳云艰难地站起身，抹去嘴角的血迹。他很欣喜有人能站出来，但又忍不住为这位相貌平平的青袍男子担忧。此人手段诡谲，修为强横，敢于直面3品高手。换成平时，他定邀请对方喝酒，现在只想对方赶紧撤离。心里想着，心细的柳云发现青衣男子身边的同伴丝毫不见慌张和惊恐，脸色平静。其中一名模样平庸的男子双眼发亮，甚至有些期待接下来的冲突。袁毅等4品高手深深地看着青衣男子，同时关注2位3品的举动，想通过这个青衣男子的遭遇来判断2位3品的真实态度。如果青衣男子遭遇不测，那他们就果断放弃塔内的宝贝，离开三花寺。阿弥陀佛。反而是静心和尚率先开口说话，低声道：应顺师兄身上的毒还没解开，吃此毒只有他能解，请杜南师叔手下留情。不等杜南金刚说话，伊尔布淡淡道：静心和尚放心，巫师的血灵术一样能为他驱毒。静心和尚双手合十，不再说话。话说到这份上，似乎已经宣判了那青衣人的死刑。前辈有把握杀了他吗？李灵素略显兴奋的传音。他对徐谦的身份非常感兴趣，至今为止都没弄明白对方的根脚。虽说这个糟老头子精通蛊术，但李灵素并不认为蛊术是对方的主修体系。我只是个水货。许七安心里默默吐槽，当着众人的面取出法螺凑到嘴边，嘀嘀咕咕了一阵。他在干什么？见到这一幕，李灵素、周围的雷州人士以及远处的佛门僧人眼里透着茫然，但很快他们明白了。快看，那是什么？一名武僧指着天空惊叫出声。包括许七安在内，李灵素、双刀门、雷州商会都指挥使袁毅、镇抚将军李少云等人纷纷扭头看向身后的高空。一座漆黑的由玄铁打造的钢铁炮台悬于空中，长12丈，高3丈，15架重炮一字排开，粗壮的金属管探出炮台，一架架床弩摆在炮台边缘。钢铁炮台表面亮起密集繁复的阵纹，铭刻着30座大阵，包括但不限于防御阵法、传送阵法、浮空阵法、聚灵阵法。炮台中央站着一个五官平庸的男人，左手拎着一幅字，让所有人进入浮屠宝塔；右手拎着一幅字，否则把三花寺夷为平地。是术士，这是什么怪物？有人喃喃道。身为江湖人士，阅历丰富，但眼界有限，加上术士稀少，往日里几乎在江湖绝迹，因此雷州的英雄豪杰们几乎看不到术士的骚操作。这座浮空的钢铁炮台在他们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画风与当前时代格格不入。东方婉容瞠目结舌，他本身就掌控一件叫御风舟的法器，那件法器只有御风阵法和防御阵法作为大型飞行法器使用。就这样，御风舟就足以列为巫神教12法器之一。而眼前出现的这件浮空炮台，御风舟与它显然不在一个档次。某些方面来说，术士这个体系委实是变态了些。不过，依照东方婉容的判断，类似的法器炼制代价极大，无法量产。要不然，大凤早就一统九州。孙玄机，寺庙深处传来护法金刚雷鸣般的声音。孙玄机淡淡道：“说话的同时，他又扬了扬手里的字，表示自己不是开玩笑。以炮台上的火力，几轮下来，三花寺将夷为平地。护法金刚自是不怕这些火力输出，但寺中的和尚以及这座数百年的古刹，绝对难以保存。”袁毅眉头一跳，惊喜道：“阁下是监正二弟子，3品术士孙玄机，以雷州都指挥使的高贵身份，自然是知道孙玄机这号人物的。都指挥使是一州之地实权最大的人物，整个大凤这样的人物只有13位真正的封疆大吏。”孙玄机颔首，底下众人哗然，他们根据那身标志性的白衣，隐约猜出来人的术士身份，却没想到竟是监正二弟子，一名3品术士。这是一位惜字如金的术士，处处都透着高人风范。而这样的人物，疑似那位青衣高手召唤而来。一时间，众人看向许七安的目光里多了几分猜测和好奇。此人又是什么身份？他刚才吹了一下海螺，紧接着这位白衣术士便出现了。柳云抿着嘴唇，眼睛在青衣男子身上不停打转。李灵素瞪大眼睛，说不清是失望还是震惊，亦或者
两者皆有他能如此轻易地召来孙玄机，证明当日与监正对弈的说辞是真的，没有骗人。之所以召唤孙玄机，是觉得金刚和灵会师不值得他出手吗？天宗圣子暗自猜测。沉默片刻，寺庙深处的金刚说道。见状，许七安如释重负。孙玄机的胁迫威逼是早就商议好的对策，他负责在外接应。但如果只有许七安自己进浮屠宝塔，这就让引人注目了。进塔之后，容易被巫神教和佛门的高手针对，这才有了散播消息，引来江湖豪杰的计策。他隐藏在一群匹夫之中，低调处事，即使因为刚才的操作被针对，但江湖人士可以充当帮手，不至于孤掌难鸣。见佛门金刚妥协，雷州豪杰们面露喜色，腰杆瞬间挺直，萎靡颓废的气氛一扫而空。解药。静心和尚看向许七安，许七安轻笑道：“把他丢过来。”静心和尚手掌在中年武僧背部一托，将他轻飘飘地送到许七安面前。后者伸出手指点在中年武僧的鼻端，一缕缕青黑色的雾气涌出，被手指攫取了回去。随着毒气的抽离，中年武僧发黑的脸色渐渐恢复正常血色，但依旧昏迷不醒。1个时辰后他会醒来，而后休养几天，身体便能痊愈。许七安把他丢了回去。静心和尚探手接过中年武僧，双手合十，接着他带领三花寺的和尚退回了寺内。镇抚将军李少云扛着长枪，兴奋道：“袁大人，走，咱们进去。”迈开步子，率先进寺，众人紧随其后。穿过一座座大殿，三方很快抵达目的地。在寺庙的深处，耸立着一座巨大的佛塔，白墙黑瓦，乍一看根本不像是法宝，更像是正常的佛塔。唯一古怪的地方是，它足有100米高，塔身却只有3个窗户，象征着3层楼。此外，塔门是暗金色的，宛如黄金铸造，没有门环，没有钥匙孔，紧紧封闭着。三方群聚在浮屠宝塔外，沉默的对峙中，雷州本地的好汉们频频抬头看天色，心里默算着往年浮屠宝塔开启的时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轰隆隆，塔身沉闷地震动起来，那扇暗金色的塔门缓缓开启。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朝门内看去，却只看见一片黑暗。阿弥陀佛！静心和尚双手合十，朝浮屠宝塔躬身行礼，率先朝塔内走去。红黄两色的袈裟晃荡。阿弥陀佛！念诵佛号的声音里，身材魁梧的年轻武僧静元以及手作横音紧随其后，而两人身后是9名武僧、9名禅师，2位禅师，1位武僧，其他18人修为有高有低。许七安扫了一眼，知道这21名进塔的和尚就是待会自己要对付的竞争对手。小贱人，你最好别进来，不然姑奶奶保证今日就是你的忌日。娇媚艳丽的东方婉容回头，笑盈盈地看了一眼文人倩柔东方姐妹率领东海龙宫的门徒进入宝塔。李灵素闻言一阵龇牙咧嘴，脑壳疼。需要我帮你宰了这对姐妹吗？许七安戏谑的传音，省得你成日东躲西藏。李灵素急忙摇头，传音回复：别，前辈，你还不如宰了我。我随便说说而已，2个4品巅峰，我可杀不掉。许七安目送袁毅和李少云带着下属进塔，当即不再犹豫，混迹在江湖武夫中进了塔。我们也进去吧，我们也进去吧。小白狐试图从木南之怀里挣扎出来，没能成功，只好改为蛊惑。跟他进去玩玩吗？佛门的地方你也敢进？木南之看了一眼初生牛犊不怕虎，好奇心旺盛的小狐狸。小白狐想了想，记起了同族们说过的关于佛门的可怕传说，弱弱道：也不是很想去了。他脑袋枕着温软的胸脯，晒着初冬的阳光，清脆稚嫩的声音道：咦，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哦。小白狐顿时放心，并认为木南之说的是实话，因为像这样平平无奇的女人是配不上许银罗的，只有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狐狸才配得上许银罗。他是不是经常去教坊司呢？小白狐又问。你连教坊司都知道？木南之吃了一惊。我虽然没在人类的城池里待过，但我可是见多识广的，比如人类的女人常常把比自己美丽的女人称为狐狸精，狐狸精在人类世界里就是集美貌和才华于一身的象征。小白狐煞有其事地炫耀自己的知识。谁告诉你的？木南之笑道：我族人呀。这很狐族。木南之心里嘀咕，笑盈盈道：在人类女子眼里，或许是狐狸精最漂亮，但在人类男子眼里，这世间最美的女人只有一个。谁啊？小白狐问道。大凤第一美人，镇北王妃。木南之一脸严肃地说道。他本来想说木南之的，但考虑到这样会暴露不必要的信息，便改成了更通俗的称呼。小白狐露出了人性化的仰慕的表情。这时木南之看到三花寺的老主持从袈裟里摸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珠子，珠子里光影晃动，映出静心等人的身影，映出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很好。
伊尔布的轻笑声传来。浮屠宝塔隔绝了外界的窥探，这颗禁兽泪珠是维系双方友谊的关键。踏入浮屠宝塔后，许七安环首四顾，发现身处宽敞到难以想象的大殿之内。这座大殿没有穹顶，抬头看去，云雾缭绕。大殿的尽头是一尊高10几丈的金佛，宛如一座小山。此佛慈眉善目，却透着威严，耳垂肥厚，脑袋上是一个个卷曲的小疙瘩，位居中央。哪怕是不礼佛的人，只要进过寺庙，就能认出他是谁佛陀。佛陀左侧是13尊金身，右侧是14尊金身，他们有男有女，脑后都有样式不同的圆环，有的是火焰，有的是勾勒出节线条，宛如简笔太阳的铜盘，不一而足。有趣的是，其中有9尊金身面目模糊。许七安冷静地环顾，这座大殿的宽敞程度超越了浮屠宝塔可以容纳的极限，至少从外观上看，浮屠宝塔内部容纳不下这座大殿。佛镜，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他想起了当日佛门斗法时渡恶罗汉的那只金钵。金钵内藏着佛镜，佛门很擅长这种神通啊。我记得云州返回京城的路上，梦见20年前的山海关战役，有一幕是某位佛门高僧掌心里跃出千军万马。也许当时高僧手里有类似金钵的法器，军队是收入了佛镜。另外，这些本地土著好淡定啊。雷州的江湖豪杰们亲眼见证这一幕，似乎并不惊奇，相对冷静。对了，文人倩柔说过，浮屠宝塔每年开启一次，通过佛塔的试炼便可拜入三花寺，成为佛门弟子。那些没能通过试炼的人，出去后肯定会传播在塔内的见闻。许七安恍然，阿弥陀佛。静心和尚带着佛门僧人和实行礼，他转身朝着东海龙宫以及一众雷州人士说道：此处所塑金身居中者，乃大慈大悲佛陀，万界唯一佛。左三右四金身乃佛门9位菩萨，剩余者为18罗汉。好家伙，金刚都没有立金身的资格。许七安高声道：和尚，为何9位菩萨面目模糊啊？静心和尚有问必答。这9尊金身寓意9大法相，并非单指某位菩萨。闻言，大部分人茫然不解，许七安则恍然大悟。静心和尚一愣，审视着许七安，遥遥问道：施主知道9大法相？许七安颔首：金刚怒目，不动明王，大轮回，大慈大悲，大智慧，药师，行者，无色琉璃，大日如来。三花寺的和尚们骚动起来，交头接耳。静心深深凝视许七安，咦，他说对了。三花寺的和尚没有反驳。早听说佛门有9大法相，原来是这9个。此人是谁？竟对佛门如此了解？9大法相又有什么神异？有人高声问道，期待许七安回答。这下子，双刀门主汤元武、柳云都只会使元义等高手纷纷看来。我怎么知道？我又没和菩萨们交过手。许七安笑容自若。行者法相，速度当世翘楚，朝游西域木镜山。无色琉璃，则能让人心如明镜，无思无想，念头迟缓。说到这里，他嗤笑一声，似是懒得继续解释，道：其他法相，顾名思义便可领会。真的假的？众人听了，下意识地望向静心等和尚，却看见了静心和静元以及三花寺首座恒音略显呆滞的面孔是真的。众人心里豁然闪过这个念头。死！李少云拄着枪回望许七安，咧嘴道：嘿，你小子是什么人？知道的这么多。元义提醒道：也有可能是前辈。另一边，东方婉容低声问妹妹：是他吗？东方婉清摇头，无法断定，这人看起来不简单，与平州的青衣人有些不同。方才见到中年武僧中毒，东方姐妹俩怀疑这个青衣人就是当日在平州遇到的青衣人。共同点是，他们都擅长用毒，但容貌却不同，且看不出易容的痕迹。此外，跟在他身边的那个姿色平庸的女人也不见了。最重要的是，自始至终都没见到这个青衣人施展暗蛊手段，因此不太敢确定。东方晚清继续道：平州离雷州路途遥远，按理说他们没这么快抵达雷州。五妹的姐姐蹙眉道：刚才你也看到了，此人与司天监的术士相识，如果由他带路，这是否就合理了？东方晚清淡淡道：首先你得证明平州那个青袍男子与司天监术士认识。顿了顿，他说：瞎猜没有意义，待会儿找机会试试他，逼他使用暗蛊手段。许七安不知道东方姐妹俩的算盘，他的目光紧盯着佛陀之外的27尊金身，竭力分辨那一尊金身代表着神书。18位罗汉金身首先排除，罗汉们拥有清晰的面目，许七安是见过神书模样的，确认他不在其中。如果神书也在其中，那只能是9位菩萨之一。不对，那9尊金身代表的是9大法相，而不是单独的某个人。至少可以确认神书不是罗汉。静心和尚不再说话，带着僧人们朝着佛陀金身走去。罗汉和菩萨的金身竖立两侧，
夹道欢迎。当他们与第一尊罗汉金身擦身而过时，前行的步伐忽然慢了下来，每踏出一步便停顿3秒。许七安见状，不明就里。英气勃勃的柳云缓步靠过来，低声道：“阁下可知，这浮屠宝塔每年开启一次，但凡想拜入三花寺的，都需进浮屠宝塔试炼。”许七安平静地点头。根据三花寺的说法，这教测佛性，有佛性之人可入佛门，无佛性之人与佛无缘。柳云的目光望向静心等人，道：“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在罗汉和菩萨的注视下，前行100步便是与佛有缘之人，100步之内则无佛性。我曾听那些入过浮屠宝塔的人说过，在这条路上步履艰难。”许七安沉吟道：“如果是武僧呢？武僧和禅师走的是不同的路子，这个佛性如何界定？”柳云撇嘴道：“在场那些能踏入6品的武夫，基本都有佛性。对佛门来说，能踏入6品的都是有资质的人，这样的人为何不要？没有拒之门外的道路。当然，修行佛法的人肯定也有佛性。你看，三花寺的和尚走得比其他人快。”许七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此时各方人马已经踏上了试炼之路，层次分明的3个梯队。三花寺的和尚意气绝尘，稳健的迈步，其次是东方姐妹李少云、袁毅、汤元武这几位4品，最后是雷州的江湖人士。“阁下不去？”柳云问道。“我再看看。”许七安目光远眺，小女子先行一步。柳云说完，快速跟上大队伍。他步伐匆匆，在第一准罗汉面前忽然放慢了脚步，每一次迈步都要间隔近10秒，给人举步维艰的感觉。隔了一阵，与众人距离越拉越开的三花寺首座恒音大师回头看了一眼众人，面带微笑，双手合十：“诸位走到佛陀坐下，合十3拜，便能去第2层。贫僧在那里恭候各位。”他仿佛是在揶揄众人。合十3拜，可进第2层。许七安恍然，不再犹豫，试探性地往前走去。即将与第一尊罗汉金身擦身时，他可以放慢脚步，试探性地迈出1步。然而没有任何阻滞感。再迈出第2步，同样没有感受到罗汉注视的压力，和平日里行走一样。这是我佛性资质太好了吗？不对，资质再好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压迫感。静心这样的4品禅师都无法自如行走，事出反常，许七安反而不敢前进了。不是资质的问题，是我本身有独特之处，但我和佛门并没有交集。他忽然想明白了，他和佛门是有大因果的，这个因果来源于大乘佛法的理念。他立刻想起了度恶罗汉称他为佛子，琉璃菩萨也要抓他回佛门当4大皆空的佛子。当时许七安以为他们是欣赏自己的才华，现在看来事实没有那么简单。他或许真的成了佛子，在他阐述大乘佛法理念的时候，他就与佛门产生了巨大的因果，这才是琉璃菩萨要抓他回去遁入空门的原因。许七安尝试小跑，如履平地不受阻碍，他当即把佛子的事抛到脑后。那位颜值爆表的琉璃菩萨被坚正打伤，2-3年无法离开阿兰陀。护法金刚乃至其他罗汉，即使对自己有威胁，但只要懂得迂回绕路规避危险，罗汉也不是那么可怕。打不过还可以跑，而面对琉璃菩萨擅长速度和控制的1品高手，逃都逃不走。柳云步履艰难地走着，当走入这条菩萨罗汉分裂2侧的道路后，巨大的威压从天而降。这股难言的压力并不施加肉身，而是施加于人们的内心。每完全走1步，就对佛门多1分认同，就像经历一个缓慢的洗脑过程。之所以步履艰难，是因为原本的思想在与这股外来的理念相抗衡。但凡有智慧有主见的生灵，对于洗脑都是本能的抗拒。这样的情况在他的预料之中。身为雷州本地江湖势力，他接触过不少曾经渴望遁入空门的信徒，这些信徒虽然最终失败，但从浮屠宝塔出来后愈发的虔诚。我可以试着接受这种灌输，主动接纳这份认同感，这样会不会让我的速度更快一些？他做了相应的尝试，惊喜地发现速度果然快了几分。由此得出结论，资质好，用心接纳佛门理念，会让速度变得更快。但最核心的是其他的东西，因为他的速度仅仅是快了一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至于那个核心是什么，柳云没有想明白。这时他的余光看见一道人影从自己身边经过。这么快？他愕然的凝神看去。我先走1步。察觉到他注视的许七安平静的颔首，然后平静的走远了。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柳云脑海里只有4个字：闲庭信步。他慢慢的张大嘴巴，瞪大眸子，完全不受影响。他怎么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就算是佛门的僧人也明显受到了压制，可他根本与平时一样。柳云脑子里乱糟糟一片，想不明白缘由。就这样，许七安赶超了一个又一个雷州本地土著，在他们瞠目结舌的眼神里一骑绝尘。那些专心致志迈步的匹夫们木然地看着这一幕。
这怎么回事？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吗？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么轻松？许多人因此驻足旁观，惊叹地议论起来。率先听到身后议论声的是袁毅、李少云、东方姐妹和双刀门主汤元武，他们处在中间位置，能听到身后的惊叹声和议论声。东方姐妹疑惑地扭头看去，花容微变，视线里那道青衣缓步走来，没有卡顿，轻松悠然。咦？扛着长枪的李少云猛地回身，枪杆随之横扫，身边的都只会使袁一头一矮，躲过了枪头的横扫。正要训斥这个下属，可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顿时满脸愕然。喂，你怎么做到的？能分享一下经验吗？李少云咧嘴笑道。东方姐妹和袁毅、汤元武登时看过来，许七安没有停下脚步，冷淡地回应一句：天赋能分享吗？李少云张了张嘴，无言以对。等那袭青衣走远，他嘀咕道：奶奶的，这是天生当和尚的料啊！你他妈才是当和尚的料！许七安嘴角一抽，加快脚步。袁毅眯着眼，目光一直在他双脚，低声道：毫无凝滞，这怎么可能？东方婉清秀眉紧蹙，姐姐，这人处处透着古怪。东方婉容脸色严肃地嗯了一声，传音道：他会比三花寺的僧人更快一步进第二层。但是没关系，佛门的和尚说第二层早已被师尊的力量侵蚀，他会被困在那里，但也不能让他顺利超越我们。端木婉容摇头：你还没察觉出来吗？塔内有戒律，难以动手，至少第一层有戒律。浮屠宝塔是供奉舍利子和囚禁高手的法器，要是轻易就能动手，还怎么囚禁高手？东方婉清高声道：静心大师，看你后面。后面？前头的和尚们回头看来，他们的眼睛一点点的瞪大瞪圆，不敢置信的表情凝固在脸上。纵使是静心和首座恒音这样的禅师，心里也泛起荒诞的感觉。在佛门菩萨和金刚的注视下，一个外人竟走得这般轻松自在，反观他们这些佛门弟子，步步为营，亦要深受压制。施主是何人？静心停下脚步，望着越来越近的许七安。众僧死死地盯着他。我是你们佛门永远也得不到的男人。许七安脚下不停。大凤五夫。双方擦身而过。佛门僧人们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静心和尚收回目光，凝视着手里的净寿泪珠凝结成的珠子。杜南师叔应该看见刚才这一幕了。塔外，伊尔布的声音回荡：杜南，此人是谁？为何能在浮屠宝塔内来去自如？盘龙主持手托宝珠，褶皱横生的老脸一片严肃。周围的温度忽然高了许多，一阵热浪刮来，杜南金刚的身影出现在盘龙主持身侧，伸手夺过宝珠，凝神端详。木南之好奇地打量着突兀出现的杜南。这个和尚身高9尺，高大魁梧，脑后燃起永不熄灭的明亮火环，这就是佛门的护法金刚。小白狐蜷缩在他怀里，瑟瑟发抖，道：好烫，好烫。木南之抱紧小白狐，连连后退，直到他小小的身子不再发抖，才停下来。杜南金刚一边端详，一边道：浮屠宝塔第一层有戒律之力，法宝不会出问题，只能是这位施主有问题。能在第一层自如行走的，只有同样掌控戒律的菩萨和罗汉，即便是我进入其中，也会受到影响。伊尔布哼道：你是说此人为佛门的菩萨或罗汉？杜南缓缓摇头。当年法纪菩萨将浮屠宝塔置于此地时，设下禁止，4品之上无法进入，罗汉进不去，菩萨想要进去，唯有强行破开禁止。那如何解释眼前发生的？伊尔布问。杜南金刚不语，他心里闪过一个猜测，也可能是罗汉转世与佛门有因果，因此可以无视戒律，直达佛陀金身之前。伊尔布沉吟片刻，道：罢了，所幸他也过不了第二层。李灵素在远处旁听了2名超凡人物的对话，呲了呲牙，徐谦这糟老头子究竟是什么人物？又和佛门扯上关系了？与司天监关系非同寻常，身怀多种蛊术，现在又疑似与佛门有极大渊源，他究竟是谁？不多时，许七安顺利地走到佛陀金身前，抬头仰望高大如山的金身，恢宏壮阔。浮屠宝塔只有3层，第一层是用来考核人才的，难度不大，危险性几乎没有。那么第2层或者第3层，可能就是封印神书和纳兰天路的地方。我既要抢回龙器，又要解开神书封印，还要阻止他们释放纳兰天路，任务有点重啊。依附在法宝上的龙器该怎么收取？总不能杀死法宝吧？一品菩萨的法宝，怎么看都只有被反杀的结局。许七安没有急着进入第2层，仰望金身，状似发呆，脑海里念头急转。他悄悄伸手探入怀中，握住的书碎片，口中念念有词，试图用坚正传授给他的口诀，以龙气和国运相吸的特性，辅以地书碎片吸取龙气。可惜失望了，龙气毫无反应，与宝塔缠缠绵绵，对他的召唤不予理会。是浮屠宝塔
位格太高了。佛门也是为龙气而来，我可以暗中观察，坐收渔翁之利。反而是解印神书和阻止纳兰天禄脱困这2件事比较麻烦。前者有二师兄教我的解印口诀，但能解开坚正的封印，未必能解开浮屠宝塔本身的封印。后者，我除非把东方姐妹还有佛门僧人杀光，不然怎么阻止纳兰天禄脱困？尽人事听天命吧，能得龙气就稳赚了。神书的事不行以后再说。至于纳兰天禄，不能强求，我只有一个人，尽力就好。坚正真是的，给了我难度这么高的任务。先进入第2层探探路，制定怎么样渔翁得利的计划。他当即给自己制定好目标，龙气一定要得到，神书尽力争取，阻止纳兰天禄脱困则随缘。眼见静心等人一步步靠近，许七安不再犹豫，朝着佛陀金身3拜。下一刻，云雾缭绕的穹顶照下来一道金光，它消失在了第1层。许七安最先感受到的是温暖的阳光以及满目疮痍的大地，这里似乎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大战。这是一片广袤的旷野，天空蔚蓝，气候干燥冷冽。这里是佛境，没有半点佛境该有的祥和气息。他心里想着，耳边听见一个熟悉的温和的声音：今日你必死无疑。循声望去，不远处站着一袭青衣，五官清俊，身量修长，眸子清亮，还未蕴藏沧桑，两鬓也没斑白。魏渊。许七安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什么哽住，发不出声音。他默默地凝视着魏渊，直到对方开口说出第2句话：纳兰天禄，自开战以来，巫神教屠戮我大凤氏族不计其数，今日先斩了你，灭了你的尸兵军团，而后再将延康靖3国大军覆灭，祭奠大凤氏族的在天之灵。许七安猛地回头，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穿巫师长袍，盘坐在荒芜的土地上，周身血迹斑斑，气息萎靡。这位老巫师的身后是3位佛门高僧，其中一位许七安认识，正是当日率领佛门使团抵京的渡恶罗汉。这里是20年前山海关战役的某个片段。他恍然大悟，随后想起李灵素说过的话：东方婉容的师父径山城前任城主，纳兰天禄死于山海关战役，死于魏渊的计谋中。第2层关押的就是纳兰天禄。可我为什么会看到山海关战役的场景？他心里嘀咕着，便听纳兰天禄冷笑道：魏渊与世元神不灭，能杀我的只有道门一品或者大巫师。许七安立刻看向魏渊，却发现他已然消失，在出现时是在纳兰天禄身后，右手握刀，左手拎着一颗头颅。纳兰天禄的无头尸身盘坐不动，脖颈的鲜血喷起4-5米高，宛如血泉。3品大圆满，比楚周时的镇北王还要强大。许七安心里喟叹，虽然早知道实情，但如今亲眼见证魏渊的修为，依旧难掩内心的唏嘘。渡恶罗汉从大袖中掏出金钵，钵口对准纳兰天禄的尸体，念诵超度经文。灿灿佛光化作光束，照射在纳兰天禄尸体上，射出一道不够真实的元神，收入金钵。渡恶罗汉收了金钵，如释重负，道：魏帅，纳兰天禄的元神就交给佛门处理吧。雷州的浮屠宝塔是法纪菩萨的法宝，专用于镇压妖邪，不出一甲子，定叫纳兰天禄魂飞魄散。魏渊颔首，好。说罢，他缓步离去，大袖飘飘。魏公，魏公。许七安追了几步，抬起手试图挽留，可魏渊却听不见。他怅然若失地放下手。阿弥陀佛。这时他听见身后传来念诵佛号的声音，转头看去，并不是渡恶罗汉，而是静心、静元、恒英等三花寺的僧人。他们终于抵达了第2层。三花寺的僧人们茫然四顾，似乎也在困惑自己为何会在这里。静心和尚望向许七安，道：施主，刚才看到了什么？这是何处？许七安斟酌道：这里应该是20年前山海关战役的战场，我们身处的要么是幻境，要么是纳兰天禄的梦境。考虑到4品巫师又叫梦巫，我认为是后者。纳兰天禄的梦境。静心和尚恍然道：应该便是如此。渡难师叔说过，浮屠宝塔第2层被纳兰天禄的力量渗透，整个第2层被纳兰天禄的力量渗透了。许七安眉头一皱。三花寺首座，恒英和尚盯着许七安问道：施主刚才看到了什么？纳兰天禄死前的场景，他死于魏渊和佛门高僧的围杀，他没说死于渡恶罗汉的围杀，因为这会暴露他认识渡恶罗汉这件事。三花寺的和尚们缓缓点头。武僧静元沉声道：师兄，我们该如何脱离梦境？静心看一眼许七安，摇头不语。他似乎知道，但不愿当着我的面说。也是，佛门和巫神教有勾结，打算解开纳兰天禄的封印。许七安审视着和尚们，目光停留在静心和尚空荡荡的双手。静心大师，你手中那颗珠子呢？没记错的话，之前擦身而过时，许七安清晰地看见珠子里映出浮屠宝塔第1层的景象。不出意外，珠子的作用是将浮屠宝塔内部的场景反馈到外界，
让林会师伊尔布和杜南金刚可以看到塔内场景。虽说双方达成协议，但同时也在互相猜忌。朱子是维系他们合作的重要桥梁，此处既是梦境，朱子自然带不进来。静心和尚给出解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真身，而是意识进入了纳兰天路的梦境。许七安摸了摸下巴。过了一阵，越来越多的人抵达第二层。首先是袁毅、李少云、汤元武以及东方姐妹等4品高手，以他们的资质，在任何势力里都是中流砥柱。对佛门来说，能踏入4品的武夫，当然也是有佛性的。随后是雷州本地的江湖豪杰们，人数缩减了2/3。进第一层时，差不多有500-600人，但此时只剩下200人不到。这是呢？不愧是佛门至宝，自成一片世界。这里的土都是真实的，石头也是真实的。群雄议论纷纷，好奇心旺盛的人甚至抓起一把土放嘴里品尝，然后呸呸吐出来。柳云迅速和同门门主汤元武会合，而后在人群里顾盼搜寻，终于看见了那袭青衣。他对这个男人非常关注，这无关什么女子心思，纯粹是对神秘高手的重视。首座恒阴和尚高声道：“诸位施主，这里是纳兰天路的梦境，我们所处的地方是20年前的山海关战役，眼前的场景则是佛门高僧围杀纳兰天路的地方。当着我的面拿我的情报换人情。”许七安看了恒阴一眼，原来如此，多谢大师告知。纳兰天路是谁？雷州本地的江湖人士恍然大悟，喋喋不休地问起来。当下恒阴把纳兰天路的身份告知众人，竟是2品羽师。2品啊，佛门的确强大。江湖人士们脸色古怪，或感慨，或震惊，或忌惮。2品羽师在他们眼里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是神仙人物，而这样的人物竟然被佛门镇压在此。东方婉容闭着眼睛，许久后睁开，传音道：“我感应不到师父在哪里，这意味着他没有自我意识，这里确实是梦境，是他的梦境。”东方婉清点点头。如何破局？东方婉容摇了摇头。再看看，再看看。说话间，画面陡然变化，众人发现自己置身在大帐中，一位白发白须的斗篷巫师坐在首座，长条桌边是身负铠甲的将领和穿斗篷的巫师许契安。从这些人里看到了一个熟面孔，努尔赫加。南妖与北方妖蛮结盟，试图光复万妖国，南方古族则想趁机动摇大凤国运。西域佛门与妖族仇深似海，不会袖手旁观，大凤与佛门势必联手。纳兰天路环顾帐内众巫师道：“于我巫神教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我们加入战场，彻底打垮大凤和佛门，就能与妖族、古族还有蛮族共分9州。”晋国国君夏侯玉书问道：“为何不从南方边境侵扰大凤？”努尔赫加缓缓摇头。大凤军队兵分2路，一路集结在山海关地界，一路陈兵在东北3州边境，防的就是我们。山海关战事如火如荼，妖蛮和古族处于劣势，除非我们能在短期内打穿半个大凤，兵临京城，否则一旦山海关战事平息，大凤和佛门就有时间抽兵对付我们。纳兰天路颔首。因此我们得在山海关与大凤、佛门一战定输赢。当年大凤欠我们的债，该还了。一名巫师桀桀笑道：“大凤的3军统帅是那个叫魏渊的阉人。”嘿，中原无人乎？众巫师和将领大笑起来。彼时的魏渊虽有过击退妖蛮的战绩，但那场战争相对于席卷9州各大势力的大规模战役而言，只是微不足道的胜利。雷州江湖人士旁听着这场会议，瞠目结舌。还真是山海关战役啊！他们面露异色。山海关战役发生在20年前，于他们来说是一场规模浩大却无比遥远的战争。此时亲眼目睹巫神教高层商议，有种历史走入生活的荒诞感，同时也很震撼。另外，他们得知了山海关战役的部分内幕。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本质上是9州各大势力矛盾达到巅峰的表现。甲子荡妖中被灭国的南妖企图复国，古族试图动摇大凤气运，巫神教向大凤索债。这纳兰天路说我大凤欠巫神教的债，什么债？镇抚将军李少云皱眉道。他同时问出了其他人的疑惑。东方婉容淡淡道：“大凤高祖皇帝创业时数次兵败，某次穷途末路，向巫神教借兵20万，答应推翻大周后奉巫神教为国教。谁知大凤立国后，高祖皇帝出尔反尔。这段历史非常隐秘，在大凤就算是读书人也未必都知道。”狗屁！李少云淡淡道：“就是巫神教也配做大凤的国教，大凤不需要国教，就算是人宗也不过是昏君的游戏。他奶奶的，这个贱人胡说八道！”雷州人士破口大骂。袁毅压了压手，都只会使得威望让江湖人士们平静下来。
他看向三花寺的和尚们，道：“多说无益，如何摆脱这梦境？”静心和尚看向东方婉容，在场只有他是4品巅峰的梦巫，只有巫师才能对付巫师。东方婉容沉吟片刻，还是那句话：“再等等。”不久后，众人明白其意，画面再次发生变化，山海关战役的场景走马灯似的在众人眼前闪过。南妖、北方妖蛮、古族、巫神教、大凤军队、西域佛国多方混战，众人是以纳兰天禄的视角见证了这场战役，一直到纳兰天禄被魏渊设计围杀，尸首分离，梦境结束，进入新一轮的轮回。通过这场梦境，在场众人感触最多的是无能为力4个字。纳兰天禄的无能为力，佛门的高手过于变态，魏渊的领军之能过于变态。战争开启后，一场场战役接连失利，钝刀割肉般被消磨战力，局部战争或有胜利，但依旧难以挽回颓势。李少云冷笑道：“好厚的脸皮，山海关战役中，原来佛门也只是打手而已。设计围杀纳兰天禄的，难道不是我大凤的军神魏渊？他这是嘲讽恒殷和上纲，才把杀纳兰天禄的功劳归于佛门的说辞。”三花寺和尚双手合十，无言以对。雷州人士一脸不屑。这时，画面出现了变化，并非山海关战役，而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梦境。梦境的主人是个背负双刀的少年，此时他脸色严肃，凝视着前方的中年人。那位中年人同样背负双刀。中年人冷漠道：“这一战我不会留手，你能撑过100招便出师，撑不过就死。”背负双刀的少年淡淡道：“少废话，师傅，动手吧。”这一战极其惨烈，少年身负36刀，气息奄奄，险些死去。画面再转，梦境的主人依旧是背负双刀的武者，不是少年已变成青年，敌人也从师傅变成了一个阴翳桀骜的老者。老者怒斥道：“汤元武，就凭你也敢杀老夫？你师父老了，老子或许忌惮几分，5品化境也配杀我？”汤元武淡淡道：“蛇山老怪，你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今日斩你！”众人纷纷看向汤元武，有人恍然道：“这是汤门主斩杀蛇山老怪的成名之战，一战入4品。我想起来了，当年蛇山老怪在雷州为非作歹，连续犯错数起灭门案，朝廷通缉，是汤门主出手才将他斩杀，当时轰动雷州。但是为何汤门主的往事会出现在此？”东方婉容见状，呼出一口气，似乎印证了心里的某个猜测，沉声道：“因为我们的元神被卷入了纳兰天禄的梦境中，受到梦巫的影响，所有人的梦境正在缓慢交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做梦。”袁毅沉声道。汤元武则露出了恍然之色。出师之战，斩杀蛇山老怪之战，确实是我毕生中最惊险的战斗。即使时隔多年，我也常常梦到，能够见识到山海关战役的过往，能看到汤门主斩蛇山老怪的往事，倒也不虚此行。是啊，这份经历说出去都没人信。接下来，众人陆续经历了几场梦境，有镇抚将军李少云和都指挥使袁毅的沙场征战，有雷州江湖人士的热血厮杀，也有以佛门弟子的视角见证西域高僧诵经讲法的恢宏场面。许七安混迹在人群中，格外沉默，目光却始终盯紧东方姐妹和三花寺和尚。佛门和巫神教是有备而来，他们肯定知道如何摆脱梦境，如何释放纳兰天禄，如何得到龙气，不能让他们释放纳兰天禄。他正想着，忽听一阵惊呼，侧头看去，自己也猛吃一惊。只见佛山祥和，金光在云雾中缭绕，一位穿打更人差服的青年在大阵中痛苦抱头，面色扭曲。这幅画面实在太熟悉，熟悉到让他脸色大变。佛门斗法八苦阵，卧槽，我的梦境！许七安心里1万头草泥马飞奔而过，如果梦境出现在电视机里，他会飞扑过去挡住，不让任何人观看。在浮屠宝塔里暴露身份，这意味着什么？巫神教会不顾一切的杀他，佛门会不顾一切的度化他，到时候别说解印神书夺回龙气，他自身都难保。看到这一幕，在场无论是雷州人士还是佛门僧人，亦或者东方姐妹，注意力都被梦境吸引。这是什么？佛山打更人的差服好像似曾相识。众人又困惑又好奇，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雷州距离京城太远，在场的人基本没见过佛门斗法，没见过许七安本人。是佛门斗法，那位就是许银罗。双刀门主汤元武朗声道。佛门斗法时，他在京城，本意其实是冲着天人之争去的，结果天人之争延期月余，反倒是机缘巧合地目睹了佛门斗法这场声势浩大的较量。哗，声浪顿时来了，雷州群雄朝着画面指指点点，议论不休。他就是许银罗呀，比画像英俊多了，一看这面相就知是人中龙凤。当日没有看到佛门斗法，想不到今日竟然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见，哈哈哈哈！
东方姐妹也睁大美眸，一眨不眨地望着那个穿银罗钗服的年轻人。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能有这样的机会见到，倒也不错。毕竟京城是大凤大本营，他们是不能去的。打更人案子遍布九州，针对各方势力的调查非常详尽。东海龙宫是巫神教附属势力，这种小事瞒不过打更人，去了京城就是送死。因此他们基本没希望见到传说中的许银罗。确实俊朗不凡，但不及李郎俊美。东方婉容审视着许银罗，做出判断，区区一个阵法就让他抱头惨叫。彼时的许银罗浑然没有传说中的英雄气概。东方婉清心想。另一边，武僧净元看向禅师静心，低声道：“这就是罗汉和菩萨们一心想要收入佛门的佛子。”静心嗯了一声，专注地凝视着许银罗。净元问道：“你觉得大乘佛法如何？”静心沉默了很久，缓缓道：“它就像一扇充满疯狂的、危险的，但又让人无比向往的门。渡恶罗汉想推开它，却又害怕推开它；伽罗树不想推开它，却又忍不住想看推开它。大小乘佛法之争僵持到今时今日，除了佛陀沉睡不能给出明断，菩萨和罗汉们的犹豫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武僧是不修禅的，对于佛法略同变成，无需精通。在武僧眼里，大乘也好，小乘也罢，都无关紧要。当然，非要选择的话，武僧更偏向度己的小乘佛法，因为武僧和武夫的路子很相近，都是修自身。两个和尚嘀咕声里，困在阵法中的许银罗忽然狂暴，按住刀柄，劈出了精彩绝艳的一刀，劈出让在场四品都心惊肉跳的一刀，八苦阵当场破碎。而后许银罗一刀斩破佛门金刚神功，与菩提树下老僧论道，度化老僧登佛门之顶，在巨大法相的威压下坚持不跪，召来如圣刻刀，击破佛境。太强了！原来许银罗在佛门斗法时便已经这么强大。是啊，斗法时他刚从云州回来不久，也就是说云州一人独挡8000叛军，不是谣传。什么8000？不是2万吗？不愧是许银罗呀，难怪后来能两手压服天羽人，难怪能在玉阳关守城战中一人一刀斩杀20万巫神教敌军。是啊，许银罗修武道也就10几年，比我们这些修行几十年还没踏入4品的废物强太多了，这是真正的天纵之才。雷州人士激动不已，雷州距离京城遥远，关于许银罗的事迹传过来，难免会夸张化，与事实不相符。但今日见到许银罗在斗法中展现出的实力，雷州群雄们彻底相信了云州独挡8000，哦不，2万叛军的事实，也相信了玉阳关战役中一人灭杀20万敌军的神迹。东方姐妹对视一眼，默契地收回刚才的话。与这位许银罗比起来，他们的李郎确实相形见绌。梦境缓缓消散，众人回味无穷。突然，三花寺首座横音高声道：“为何这里会出现佛门斗法时的场景？”这句话让所有人或清醒，或意识到不合理之处。是啊，佛门斗法为何会出现在此？眼前所见一切皆为梦境，那么这个是谁的梦境呢？咦，他们怎么都站着不动？木南枝眯起卡姿兰大眼睛，远远的窥视度南金刚手里的净兽泪珠凝结而成的宝珠，他发现珠子映出的画面是静止的，奇怪，像是中了某种幻术。雷州商会的4品客卿沉声道：“李郎你觉得呢？”文人倩柔询问秦郎的看法。李灵素眉头紧皱：“难怪容我想想，难怪佛门要和巫神教合作，原来浮屠宝塔第2层被纳兰天路的力量侵蚀，他们刚登上第2层便立刻卷入纳兰天路的梦境中，因此才原地不动。想要顺利通过梦境，就必须有纳兰天路的配合，否则这些人根本离不开第2层，会一直在梦境中，直到外界的肉身生机断绝。”文人倩柔微微蹙眉，有些担忧道：“看起来徐前辈他也没能挣脱梦境。”李灵素表情顿时古怪，他发现越来越看不懂这个糟老头子，明明有着超乎寻常的身份和修为，但总是表现出与那副外貌一样平平无奇的修为。是故意如此，还是某些原因让他无法发挥全部实力？他怎么打算的，暂且不论。其实要破纳兰天路的梦境，倒也不难。不管是几品，梦巫的法术必须依靠梦境为媒介，这是规则。李灵素侃侃而谈，所以办法有2个：一，在塔内唤醒纳兰天路，就能脱离梦境；二，寻找并沟通纳兰天路在梦境中的意识，与他沟通，请求他让帮忙脱离梦境。李灵素作为东方婉容这个4品梦巫的相好，又是专修元神的道门高手，对梦巫的手段了解很深。梦中的意识？木南枝反问，怀里的小白狐探出脑袋，乌溜溜的大眼好奇地看着李灵素。李灵素道：“没有意识就做不了梦，梦里自然是有人的意识存在。”顿了顿，他叹口气。东方婉容作为4品巅峰的梦巫，想要找到纳兰天路的那缕意识太简单了，
但他为何按兵不动，还流连在梦境世界里？直呼蓉姐大名，真爽！天宗圣子暗戳戳的想。姐妹俩一个清冷，一个妩媚，乍一看似乎妹妹东方晚清更霸道主动，其实不是，在床上时往往都是看似妩媚的姐姐更霸道蛮横，像个女王。想着想着，李灵素又忍不住揉了揉腰。自从被东方姐妹软禁半年，情耕不辍，她对女色越来越淡薄了，感觉渐渐触摸到了太上忘情的真谛路子，果然没走错。师妹啊师妹，你与我一同下山，如今你成了飞燕女侠，而我渐渐忘情，3年之期一到，必让你羡慕的口水从眼睛里流下来。哼，堂堂天宗圣女，竟成了急公好义的女侠，你是走了邪路啊！李灵素想到此，志得意满。怎么，没人回答吗？恒音和尚抬高声音又喊了一句，与此同时，他目光锐利地在人群里扫过。静心和静元似乎想到了什么，神色微变间，也用锐利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姐姐，你能用梦巫的手段追溯到梦境的主人是谁吗？东方晚清本就清冷的脸庞，此时愈发的严肃冷漠。我知道你的意思。东方婉容缓缓点头。见佛门的和尚如此表情，雷州人士们也不是傻子，立刻意会到了什么，一边后退，一边环顾，紧盯着自己身边的人。许七安见状，心里一沉。汤门主，我记得你们双刀门曾经去京城见证过斗法盛会吧？有人高声问道。当时一道道目光落在汤元武身上，汤元武缓缓点头，有幸目睹许银罗挫败。东方婉容道，但要恰好梦到斗法场景，除非记忆深刻，不然绝无可能。就如汤门主始终记得那2场战斗，毕竟是亲身经历。亲身经历4个字，他咬得特别重。不好，他们已经怀疑我混迹在人群里了。在场的佛门和尚、东海龙宫以及雷州本地人士都有同伴可以相互证明，唯独我一个外乡人，很容易就能锁定我。许七安眉头紧皱，内心泛起焦躁。在这里暴露身份的话，一切图谋失败不说，自身还会陷入危险之境。果然，世事无常，人生处处意外。他的计划还没展开，就被纳兰天禄的梦境给逼得现出真身。就在此时，双刀门的柳云淡淡道：“这是我的梦境。”首座恒音禅师审视着他，质疑道：“你？”汤元武先是一愣，继而恍然，神色颇为复杂的看一眼自己重视的弟子，说道：“云儿当时也在京城，目睹了斗法的全过程。”四下里响起暧昧的笑声和嘘声。一个女子对许银罗佛门斗法的经过念念不忘，时常梦见，这说明什么？4个字解释：少女怀春。一名江湖人士暧昧笑道：“也对，是我们想多了。许银罗一生战绩无数，不管是云州的死而复生，亦或是玉阳关的一人独面叛军，哪一场不比佛门斗法更凶险？要是许银罗在此，梦到的肯定不是佛门斗法。”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在场众人也是这么想的。东方婉容默默点头，少女怀春看了一场佛门斗法后，爱慕许银罗，这太正常了。同为女子，将心比心，要不是她心有所属，也会对许银罗这样的男人动心。手作恒音则看向静心，见后者颔首，这才打消疑虑。许七安忍不住多看了雷州女侠柳云几眼，想不到在这里也能遇上一位仰慕自己的女侠，倒也不奇怪。如今的大凤，仰慕许银罗的女子不要太多。这时又有新的梦境浮现，红烛高点，帷幔低垂，不知是谁的洞房火烛夜。众江湖人士嬉笑起来，吹口哨的吹口哨，调侃的调侃，场面再次热烈起来。李少云先是一愣，随后脸色微变，这群混蛋是不是忘记自己进福图宝塔是做什么的了？许七安心里吐槽，始终留意着佛门僧人和东方姐妹的他，终于看见东方婉容一步步后退，一步步后退，拉开一段距离后转身迅速离去。东方晚清和佛门僧人火速跟上。不好！他们刚动，几道人影立刻尾随追击，分别是许七安、汤元武、李少云和袁毅。跟紧他们！袁毅喝道。江湖人士们慢了一拍，但此刻纷纷醒悟过来，顾不得观看梦境，急吼吼地追上来。东方婉容顿住脚步，回头朝着许七安等人吹出一口气。刹那间，不知何处来了浓浓大雾，遮天蔽日，像是置身在浓雾弥漫的清晨。不见了！李少云转身四顾，又惊又怒。糟糕，还是让他们逃走了。许七安略有些焦躁和无奈地吐出一口气。门主，柳云从浓雾中奔出来。刚才那个女人是高品巫师，她也能操纵梦境。汤元武脸色凝重地做出判断，然后朝柳云颔首。李少云急了，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如何从梦境里出去？袁毅缓缓摇头。如果是寻常梦巫的梦境，以我们的元神强度，不难挣脱。但二品羽师的梦境，哪怕不针对我们，恐怕也不是我们能走出去的。汤元武沉声道。
另外，那女子是高品巫师，这里是梦境，她要走，我们留不住。从一开始，我们就陷入了劣势。许七安听到这里，淡淡道：“这也是夺南金刚同意我们进来的原因。佛门和巫神教自认胜券在握。”几位四品的注意力顿时吸引过来，袁毅微微点头。许七安继续道：“就算是梦巫，想要脱离与世的梦境，也没那么简单。否则，他何必与我们废话那么多？直接离开梦境，登上第3层就好了。我猜测，他此时必然还在梦境中。可大雾茫茫，怎么找？”李少云皱眉道：“粗鄙的武夫就不会动脑子吗？”许七安道：“他刚才的举动，至少让我们明白2点。首先，他选择吹出大雾，迷住我们的视线，而不是与我们正面交锋，这说明他能借用的梦境力量有限，无法同时对付这么多四品，或梦境里同样有戒律，无法对塔内的人出手。其次，这里是纳兰天路的梦境，他想离开梦境，应该需要得到纳兰天路的同意，他没有立刻脱离梦境，而是选择观看梦境，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可能就是在观看梦境的过程中，找到了与纳兰天路沟通的办法。”都指挥使袁毅沉吟道：“所以他现在是去找纳兰天路。”柳云小声道：“为什么不是他已经离开了梦境？”许七安摇头：“他要是离开了梦境，刚才就不会用大雾迷住我们，而是直接消失。但你有句话说对了，他现在随时都会离开梦境。”闻言，3位四品武夫皱紧了眉头。许七安目光扫过他们的脸，道：“别担心，我们仍有机会。他如果去找纳兰天路，会去哪里找？”袁毅眼睛一亮：“纳兰天路的梦境。”李少云纳闷道：“可是这里不就是梦境吗？”“不。”许七安缓缓摇头：“这里是我们所有人交织出的梦境，不再只是纳兰天路的梦境。”李少云反复打量他，咧嘴笑道：“兄弟，你看得很透彻呀，厉害。”大凤断案奇才许银罗了解一下。许七安露出满不在乎的笑容，维持云淡风轻的人设。另一边，东方婉容带领佛门僧人以及东海龙宫的门徒穿梭在迷雾中，他的双眼仿佛能穿透迷雾，步履稳健，没有丝毫迷茫。“东方施主，我们现在去啊！”静心禅师双手合十，一边疾步跟随，一边说道。东方婉容头也不回：“当然是去找我师父的意识。他在何处？”首座恒音问道。执念最深之处，东方婉容停顿一下，低声道：“也就是被魏渊斩首的地方。”众僧人恍然，武僧静元则不解地说道：“方才为何不与他沟通？”东方婉容娇笑道：“当时只有我师父一个人的梦，所有人都在边上看着，如何沟通？我特意等到大家的梦境与师父的梦境出现交织，每个人的梦境交织在一起，就像迷宫分割开了所有人，这时候再去见师父，便不会有人注意到。”许七安、李少云、袁毅、汤元武、柳云穿梭在迷雾中，走了一阵，眼前呈现出一幅画面，红烛高点，满目都是喜气的大红色，是方才的梦境，如今已经发展到入洞房阶段。见鬼，纳兰天路的梦境被遇到，竟遇到些狗屁倒灶的梦境。许七安忍不住皱紧眉头，本想快速走过，但床上那对新人的对话让他们放慢了脚步。“娘子，该如何行房？”新郎的语气有些急，似乎从没有碰过女人。新娘被问懵了，好半天才回复，羞道：“这夫君怎么问我？妾身又岂会知晓？”新郎不悦道：“可我听说，女子出阁时都有家中妇人传授经验。”新娘细声细气：“很简单的。啊，娘子你家我要做甚？”“别说出来，夫君虽未纳妾，难道连通房丫鬟都没有吗？再说烟花之地没去过。”新娘细若蚊吟道：“不曾去过青楼，也不曾有过通房丫鬟，女人只会影响我练武的进度。”新郎如此回复。人才啊！许七安眯起眼盯着梦境，试图穿透垂落的帷幔，看一看那位新郎官是谁。双刀门主汤元武脸色冷漠，似乎不屑一顾，但目光频频瞄向床幔。袁毅笑道：“是个武痴。”李少云板着脸匆匆疾走。这时新娘惊道：“夫君，你去何处？”帷幔一阵晃动，似有一位少年在穿衣服，边穿边回复妻子：“时辰到了，我去练枪一个时辰，娘子早些休息。”新娘大急：“可我们还没……”床幔掀开，新郎钻了出来，眉目俊朗，眼神透着桀骜，火急火燎地往外奔去。见到这个少年的瞬间，所有人猛地扭头看向李少云。李少云黝黑的脸庞瞬间涨红，只觉身体内部似乎有烈焰腾起，头顶冒出了虚幻的黑烟。都指挥使袁毅反复审视着他，道：“不应该啊，前些年你来雷州城述职，在教坊私玩的如鱼得水。”李少云嘴角抽搐：“成亲那会儿，我才17岁。”汤元武点点头，一本正经的道：“所以当时是贵夫人教你的如何行房？”李少云、柳云没有开口说话，
嘴角微微翘起，一副憋笑的样子。这就社会性死亡了呀！许七安抿了抿嘴，没让自己笑出声。他清了清嗓子，道：“别废话，抓紧时间寻找纳兰天路的意识。”袁毅和汤元武收敛表情，微微点头。李少云松了口气，当初告别童子身时，印象太过深刻，偶尔还会在梦中想起。没想到今天赤裸裸地展露在外面面前，这比让他上战场杀敌还要难受。穿过李少云的梦境，在迷雾中搜寻片刻，忽闻闹市喧哗声，定睛一看，彩灯高挂，人流如织，是一片繁华夜市的热闹景象。这又是谁的梦境？许七安心里嘀咕，然后就看见一男一女牵着手缓步走来。女子身段高挑，容貌秀美，双眉略浓，给人英姿飒爽的感觉，正挽着一名男子的胳膊，对路边摊贩指指点点，时而蹦跶一下，显得活泼开朗。而那位男子面目俊朗，挺拔修长，穿着打更人的差服。汤元武深深地看一眼活泼开朗的梦境女子，再缓缓扭头脖子看向以冷傲著称的弟子柳云。这位被雷州江湖誉为豪气不输男儿的女侠，脸蛋终于红了，微微低头，不敢去看门主的脸色。袁毅笑道：“自古美女爱英雄，刘女侠好眼光。”李少云满脸幸灾乐祸，又射死一个。许七安心情复杂，因为他想到自己的梦境还没出现，之前是害怕出现暴露身份的梦境，现在是害怕出现教坊司礼和花魁嬉戏的画面。或许是前世相关的画面，比如战斗机、汽车、摩天大楼等等。为了确认梦境中受不受戒律的影响，我们不妨做个尝试。都指挥使袁毅说道：“打一架。”李少云挑眉，袁毅点头。李少云兴奋地点头，急奔几步，一个飞膝撞向袁毅，被对方轻易挡开。简单尝试后，双方没有继续交手。袁毅分析道：“梦境中不受戒律影响，或者第二层不受戒律影响，无法施展契机。我们现在的战力取决于元神的强弱，取决于元神的强弱。”许七安目光一闪，看向李少云，道：“陪我做个尝试。”李少云对于战斗来者不惧，舔了舔嘴唇，跃跃欲试道：“好，早就想试探一下阁下的水准。”柳云、汤元武和袁毅后退几步，很有兴趣的模样。正如李少云所说，对于这位自称徐谦的神秘人物，他们很有兴趣，暂时来说可以视作同伴，但在抢夺血丹时，他就是竞争对手。此时摸底再好不过。李少云见许七安颔首，知道对方已经准备好，便不再犹豫，猛踩两步，旋身而起，腰部带动右腿，啪的踢出，宛如一条紧绷的鞭子。许七安抬手挡了一下，整个人倒飞出去，显得极为狼狈。就这，观战的三人一愣，只觉难以置信，元神未免也太弱了吧？这样的水准，在雷州江湖人士里一抓一大把，也就5-6平5夫的水平。错愕和失望的情绪刚涌起，他们就看见李少云捂着腿踉跄后退，脸色因痛苦而扭曲。定睛看去，袁毅瞳孔微缩，李少云的右脚消失了，脚踝之下空荡荡。他吞噬了我部分魂力。李少云承受着魂魄撕裂般的痛苦，除此之外，损耗倒是其次，这小部分魂力不会对他造成太大影响。吞噬魂力。汤元武收起了轻视，颇有些忌惮地看一眼远处的徐谦，是道门的人还是巫神教的？袁毅则眉头紧皱，对方的操作超出他的预料，除了柳云，他们三人都是4品，元神强大，但要吞噬旁人的魂力，这不是5夫能做到的事。换而言之，徐谦虽然元神不如他们，但也许能吞噬他们，只是少量魂力而已，对你应该没有影响。许七安返回道：“我也是刚知道自己能吞噬魂力。”简单交代后，他没再解释，继续前行。众人目光交汇，没有说什么，跟了上去，再不敢小觑这个神秘的徐谦。原来心骨可以吞噬魂力啊，但不是反哺给我，而是七绝骨自己独吞，也有可能是封神定的缘故，让七绝骨无法反哺。这样一来，我就找到了一个快速温养心骨的路子，那就是吞噬魂魄。许七安念头火热起来，眼下的梦境正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天骨是七绝骨的根基，不需要温养，自身便已达到巅峰。这一路来，他重点培育毒骨，吞服蛊尸的毒液后，毒骨壮大到相当可观的程度，暗骨和力骨的温养有条不紊，不强大也不弱，属于第2梯队。尸骨、禽骨和心骨一直卡着没有长进，如今他找到了一个催熟心骨的方法，吞噬魂力。至于禽骨，他准备等待国师来了再好好培育。到底是拟人宗乍之机更强，还是我南疆禽骨技压一筹？遗憾的是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武夫，否则骆玉衡必败无疑。剩下的就是尸骨了。突然，许七安脚步僵住，愣愣地看着前方。前方是一个梦境，天空蔚蓝如洗，草原连绵起伏，一头高大的棕色马匹正低头啃草。梦境单调，除了这匹马，没有多余的事物。李少云等人停在许七安身后，眺望梦境，
刚刚射死过的镇抚将军纳闷道：“这算什么？一只马。”他盯着马看了片刻，忽然倒抽一口凉气，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越看这匹马，我竟越觉得它眉目清秀，散发着吸引人的魅力，忍不住就想骑上去。”汤元武分析道：“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梦境是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体现，而根据这匹马展现出的魅力，不难想象梦境的主人对马有特殊的嗜好。”“我没有，你胡说，别冤枉我。”许七安心里做了经典的否认，随后明白自己为何会梦见小母马。梦是由身体和意识决定的，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就会在梦中见到美食。同样的道理，进入浮屠宝塔前，他利用了新古的手段对付中年武僧，于是本能的对动物产生了青睐和好感。而动物里，他最熟悉的当然是小母马。袁义沉吟道：“我们中出了一个马妖？”“不可能。”汤元武摇头：“若是妖族，早被佛门的人强行度化，根本进不了宝塔。”“嘶！”李少云倒抽一口凉气：“这人是变态吗？马天天给人当坐骑，已经够可怜了，放过他们吧。”许七安嘴角抽搐一下，淡淡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什么值得奇怪。”太尴尬了，太特么尴尬了，我打死都不会承认这是我的梦境。一行人在李少云啧啧声里迅速远去。没多久，他们听见了喊杀声，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这是纳兰天路的梦境。荒芜的旷野上，身穿青袍的男子目光温和地望着纳兰天路，道：“今日你必死无疑。”东方婉容带着东海龙宫的门徒以及佛门的僧人匆匆赶来。见到这一幕，他松了口气，有些如释重负地说道：“你们在这里等我。”东方婉容靠近身穿巫师长袍、浑身浴血的纳兰天路，他口中念念有词。过了一阵，纳兰天路身躯一震，眸子略显空洞地看向东方婉容：“你，老师，我是蓉儿。”纳兰天路沉默一下，梦游般的说道：“这么大了。”闻言，东方婉容悲喜交织。山海关战役发生时，他才13岁，天真烂漫的年纪。“老师，你死后，魂魄被镇压在了佛门的浮屠宝塔内，如今已是20年后。”东方婉容语气极快：“弟子来救你了。”他把巫神教和佛门的交易说了一遍，道：“您现在得让我们离开您的梦境，等佛门的人登上第3层，沟通塔灵，短暂掌控浮屠宝塔，就能为您解开封印。20年，如今外界如何？魏渊又如何？”纳兰天路梦一般的问道。此时的他处于半清醒半沉睡状态。魏渊死了，东方婉容不敢说出真相，害怕把老师刺激到苏醒过来，一旦他醒来，梦境自然就破碎，那么雷州的江湖人士就能脱困。此事说来话长，老师，等您脱困，我再告诉您。东方婉容还没说话，忽听一阵尖笑声，愕然回头，却是东海龙宫的一位门徒，毫无征兆的仰天长啸。东方晚清果断出手，制止住门徒，柳眉倒竖：“你在做什么？”那名门徒脸色茫然。静心禅师沉声道：“他被人影响了神智，这一路人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我们见到纳兰雨师的意识后，他立刻长啸示警，通知控制他的人。”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名门徒又惊又怒又委屈。东方晚清皱着眉头，看向了浓雾深处，雾霭忽然抖动起来，飞奔出一道身影，利箭般射向东方晚清。后者双臂交叉抵在胸口，砰！东方晚清双脚滑退。静心禅师双手合十，念诵佛号，禁止杀生。那道袭击的身影顿时凝固，没能对东方晚清发动袭击。此人皮肤黝黑，眉目桀骜，正是镇抚将军李少云。与此同时，净元武僧大步跨出，一拳捶在李少云胸口，捶得他倒飞出去。众人身后，浓雾再次抖动，又2道身影冲出来，目标明确，东方晚清。汤元武或避或撞，将试图抵挡的东海龙宫门徒打散，为袁义清出通道。挟持东方晚清是许七安制定的计划。在梦境世界里，五夫太过被动，想要有效地控制梦巫东方婉容，让他带自己等人离开梦境，最有效的办法是挟持东方晚清。李灵素说过，东方姐妹自幼相依为命，感情深厚，以妹妹性命要挟，不怕东方婉容不答应。手作横音，双手合十，以戒律限制袁义和汤元武的行动。禅师的戒律本就依靠元神施展，与肉身关系不大。趁着佛门和东海龙宫的门徒被李少云3人牵制，许七安带着柳云从浓雾中杀出，袭击东方晚清。晚清，过来！东方婉容喊道：“你继续沟通纳兰雨师，我能挡住。”东方晚清淡淡道：“师父，快让我们离开。”东方婉容急切道。他没想过要在梦境中反杀雷州人士，这边闹出的动静越大，越容易引来那些江湖散人近200的人势力，不是他们能对付。可我还没打败魏渊。纳兰天路喃喃道：“
柳云宛如尖刀刺入佛门武僧队伍里，阻拦了第一波赶来阻止许七安的援兵。他五品化境的修为，元神坚韧，对付一群同样粗鄙的武僧，尽管吃力，但打得有来有回。许七安因为有特殊能力，负责对付东方晚清的元神。他二话不说，临近东方晚清时，口中发出尖笑，以心骨的能力震荡东方晚清的元神，制造短暂眩晕的效果。一掌拍向清冷美人的天灵盖，这一掌下去，他能吞噬对方至少30%的魂力。魂力类似于气力，只要不吞噬殆尽，元神就不会受到本质的损伤，顶多是元神枯竭，需要长时间的养神。哼！东方晚清摆脱短暂眩晕后，做出了符合武夫操作的应对，握拳打向许七安的掌心。拳掌碰撞没有发出响动，下一刻，东方婉容被灵魂撕裂般的痛苦占据，他踉跄后退，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臂，整条小臂消失了，从手肘之下空空荡荡，而许七安倒飞出去，宛如断线纸鸢。元神不强，甚至弱小，但能吞噬魂力。东方晚清做出判断，认为自己魂力最多会有些损耗，但在那之前能把这个元神不强的家伙打得魂飞魄散。他化作残影追了上去。东方婉容耐心地沟通纳兰天禄的意识，辅以梦巫的能力做一定的引导。老师，山海关战役已经结束，巫神礁还在，径山城也还在，这只是您统帅的战争之一，往后还有更多的战争等待着您。山海关战役输了。是的，输了。大凤赢了这场战争，犹如烈火烹油，巫神教再无机会。不，大凤如今衰弱，龙脉溃散，正是最脆弱的时候。老师，巫神教需要您。巫神教需要我。对，巫神教需要我。纳兰天禄空洞的眸子渐渐找回焦距。东方婉容一喜，刚要说话，便听有人高喊道：东方婉容，不想你妹妹魂飞魄散，就带我们离开梦境。转头看去，顿时惊怒交集，难以置信。妹妹东方晚清的元神被对方拎在手里，原本凝实的身躯此刻呈现虚幻，宛如风一吹就散的影子。堂堂4品巅峰的元神败得如此迅速。你的元神！东方晚清不甘的挣扎，咬牙切齿。他以为自己能打散对方的元神，没料到此人明明元神孱弱，却坚韧的难以想象，根本无法打散。而武夫在元神领域并无特殊能力，面对能吞噬魂力的手段无可奈何。几番交手之后，他便沦为了落网之鱼。3品境界的元神，岂是你能打散？许七安笑道：成功了。李少云等人大喜，慌忙朝许七安撤去。柳云正要抽身，首座恒阴禅师目光一闪，双手合十道：回头是岸。柳云身躯一僵，无论如何都迈不动步伐。哗啦啦，一群武僧和禅师将他围住，静心和静元也赶过来制住柳云。恒阴禅师手掌按在柳云头顶，道：施主，请放了东方二公主。许七安皱了皱眉：我若不愿呢？恒阴淡淡道：休怪贫僧今日开杀戒，要杀就杀，少说废话。李少云骂咧咧道：不能杀。汤元武沉着脸看向许七安道：徐兄，手下留情。这个临时组成的队伍并不牢固，柳云是双刀门最杰出的弟子，却与徐谦这些人无关，他们未必愿意为了柳云放弃人质。众人的目光自然而然落在许七安身上。柳云紧紧抿着唇：好。许七安松开了手，东方晚青面朝着他，背朝自己人，一步步后退。见状，恒阴禅师收回手，柳云深深看一眼徐谦，快速返回。东方婉容心里一松，喝道：过来。在佛门僧人和东海龙宫等人飞奔过来的身影中，他说道：老师，快让我们出去。纳兰天禄目光不再空洞，边点头边凝视着他，低声笑道：想不到我们师徒还能再见。下一刻，众人消失在梦境中。糟了，现在怎么办？李少云破口大骂：我们怎么从2品羽师的梦境中挣脱？白来一场不说，生死还握在了人家手里。第2层有没有不得杀生的戒律，尚且不知。若是允许杀生，我们就完了。他说话的时候，梦境又恢复了正常。纳兰天禄被魏渊斩下头颅，元神被渡恶罗汉用金钵收走。元义没有说话，但一张脸阴沉似水。许七安说道：无法主动脱离梦境，那就让别人帮忙。什么意思？3位4品武夫愕然。柳云眼里充满期待。东方婉容率先睁开眼睛，环手四顾，发现自己置身在宛如地牢的环境里。光线昏暗，地面和墙壁是黑色的岩石堆砌，色泽呈灰暗阴沉之色。第2层空间不大，伫立着一尊尊怒目金刚石塑，有人舞剑，有的握棍，有的持刀。他目光一扫，看见了自己的老师纳兰天禄。他盘坐在2尊金刚的中间，左边的金刚握着剑，剑尖对准纳兰天禄，做刺激状；右边的金刚握着石锤，高举，似乎随时会劈下来。纳兰天禄的元神不够真实，呈半虚幻状态。
东方婉容收回目光，看向身后长长的通道，通道站着近200位雷州人士，他们闭着眼，宛如雕塑，脸色或悲或喜，或焦虑或尴尬，不停变化，但都无法醒来。东海龙宫和佛门僧人们睁开了眼睛，他们与东方婉容一样，好奇地环顾四周。出来了，这里就是第2层。东海龙宫的门徒惊喜道。东方婉轻跨前几步，望向纳兰天路的元神，尝试着走了几步，而后停下来，道武者的直觉告诉我，再往前走几步会有危险。东方婉容忙说道：快退回来，别惊醒老师，不然梦境就破碎了。这时他看见首座恒阴禅师从袖中摸出3棱金刚锥，刺入某位雷州人士的胸膛，鲜血瞬间溅起，那名江湖人士尚在梦中便被收走了性命。恒阴师兄，静心禅师皱眉。恒阴禅师面色不改，本座是在降魔除妖。他目光一扫，锁定了不远处的青衣，道：尤其此人屡次3番冒犯佛门，与佛门为敌，甚至险些害死应顺师弟。他握着金刚追朝许七安走去。东方婉容看向静心和尚，道：这人能控制别人的心神，为防止有人被他暗中操纵，大师最好用戒律甄别一下。说话间，他也用梦巫的手段对东海龙宫的门徒做了甄别。没有问题。静心禅师甄别后说道。东方婉容松了口气，接着看向恒阴首座，他正高举金刚锥，狠狠刺向青衣男子的胸口。东方婉容虽不喜杀戮，但对于一个险些杀死自己妹妹的敌人，没有任何心软。当刺耳的锐响中，恒阴禅师虎口裂开，手里的金刚锥脱手坠落。这一下，东方姐妹、静心师兄弟等人愕然地靠拢过来。武夫，东方婉轻诧异道。他没料到这个神秘的青衣男子能够吞噬魂力的家伙竟然是武夫。武夫手段何时如此诡异了？此人竟是个武夫。首座恒阴眉头微皱，这样的话就很难杀死对方。对于不以战力著称的禅师来说，一名4品武夫是足够强硬的敌人，哪怕什么都不做，想杀死他们也很困难。搜他身，看看什么来头。武僧静元说道。首座恒阴正有此意，伸手探向许七安怀里。就在这时，一名武僧忽然脸色狰狞，在所有人没有反应过来前，一头撞向纳兰天路。嗡！那名武僧撞到一层看不见的器界上，倒飞出去。半透明的器界宛如水波，感受到有人冲击封印。纳兰天路眉头微皱，睫毛颤抖，即将醒来。你干什么？东方婉容花容失色。那武僧吐着血，额头青筋暴突，却不理东方婉容，而是指着首座恒阴，厉声道：不许你伤害他，不许你伤害他，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允许你伤害他。首座恒阴收回手，脸色难看。怎么回事？应明，你发什么疯？那名武僧叫骂了一阵，充满爱怜地看向许七安，喃喃道：我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绝对不会。他被控制了，死秃驴，你怎么办事的？东方婉容恶狠狠地瞪着静心，后者满脸困惑道：他神志清晰，并未受到蛊惑，纳兰羽是要苏醒了，有什么办法让他重新入睡？东方婉容冷笑道：你认为谁能让2品羽士入睡？事已至此，你速速去第3层沟通塔灵，我来抵挡这群雷州人士。阿弥陀佛，只能如此。静心迅速撤退，朝着通道尽头奔去。噗！首座恒阴又刺死一名雷州江湖人士，大声道：趁他们还没醒来，速速解决。他没再和青衣男子纠缠，选择先杀江湖人士。东海龙宫门徒、佛门武僧纷纷动手，收割雷州人士的性命。仅仅几秒，便有10几人殒命。纳兰天路缓缓睁开眼睛，梦境彻底破碎，陷入梦境的雷州人士立刻醒转，而后便看见佛门僧人和东海龙宫的门徒在收割己方性命。他奶奶的，佛门秃驴不讲武德！幸好老子醒得快，不然就死都是条糊涂鬼。兄弟们，跟他们干！混战立刻爆发。三花寺僧人和东海龙宫门徒的整体素质要强于雷州江湖人士，但江湖人士中不乏5品化境的武夫，铜皮铁骨更多，双方打得有来有回。噗！一名江湖武夫挥舞大刀，斩断武僧的胳膊，正要补刀，首座恒阴沉声道：放下屠刀。戒律之下，那名武夫手里大刀当一声摔在地上。2位武僧杀出，一位救人，一位挥出手里戒刀，割断那名江湖武夫的喉咙。禅师搭配武僧，简直是神组合。许七安冷静地环顾战场，发现通道不宽不窄，但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战斗。静元正在和李少云交手，东方婉清则全面压制双刀门主汤元武。东方婉容召唤出武夫阴魂，以武夫的体魄辅以巫师的手段，压制了都指挥使元义。雷州这边占了人多势众的优势，但佛门的战力太强，再有东方姐妹的东海龙宫，不能拖延下去，否则就算能赢，静心也掌控了浮屠宝塔，胜负还有意义。
李少云他们也看明白这一点，却无可奈何。许七安身影消失在众人的阴影中，不断跳跃。路过东方晚清时，他心有所感，盯着自己的影子，尖叫道：“姐姐，是他！带走李郎的人是他！”终于确认了。东方婉容一听，俏脸如赵寒霜，杀气腾腾，喝道：“恒音大师，把他逼回去！”手作恒音，双手合十，锁定高速跳动的阴影，念诵道：“回头是岸。”许七安只觉得内心深处涌起强烈的抗拒前行，并本能地做出相应的动作后退。他没有违背本心，果断后退，退回厮杀激烈的阵营里，同时传音给姐妹俩：“姓李的我已经杀了，有本事就来杀我！”姐妹俩一阵咬牙切齿，却没有意气用事抛弃对手追杀许七安，展现出足够的冷静。李郎是自愿跟人家走的，以李郎的经验，如果对方不值得信赖，他绝对不会冒险。激将法不行啊！许七安顿时失望。你什么时候控制的武僧？东方婉容不甘心的传音询问。哼，在你没看到的时候。许七安回复。他在中年武僧体内下毒时，也种入了琴蛊的子蛊。在中年武僧回到三花寺和尚阵容之后，这些子蛊暗中侵入了附近武僧体内。之所以选择武僧，是因为禅师心性坚韧，这个阶段的琴蛊未必能强行控制。武僧不同，练神境之前的武僧和武夫没有太大区别，根本防不住琴蛊的侵蚀，于是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浮屠塔内同样身中琴蛊的武僧还有好几个。广撒网的策略原本是打算在最后争夺龙器时当作杀手锏，没想到进了第二层，立刻卷入梦境。这个暗招用在了此处。琴蛊不同于心蛊和毒蛊，它的侵蚀是无声无息的，很难用寻常手段甄别。中了琴蛊的人会把母蛊的宿主当作是一生挚爱，不分男女。见无法突围，许七安选择第二个策略，打开机签的锦囊，抓出一把又一把火铳、军弩以及一捆捆箭矢，甩给身边的江湖匹夫们，高声道：“不要靠近禅师，会被戒律影响。”用火铳和军弩远程攻击。江湖人士们大喜过望。砰砰嘣嘣，枪声和军弩的弦声交织，一颗颗铁丸，一支支箭矢呼啸而去，弹幕和箭雨将佛门僧人笼罩。佛门僧人数量不多，一轮火力压制下来，当场死了6、7人。首座恒音大怒，斥责道：“你是朝廷的人，难怪一而再再而三的与我佛门为敌，今日休想活着离开三花寺。”说话间，他脱下身上的袈裟，抖手甩出，袈裟膨胀，化作一块巨大的幕布，挡住了箭矢和弹丸。这是三花寺的一件护体法器，可抵御四品武夫的攻击，让不善近战的禅师拥有足够自保的能力。当当当，子弹和箭矢尽数被挡住。恒音和尚淡淡道：“等静心掌控浮屠宝塔，尔等一个都别想离开。三花寺立足雷州几百年，除魔绝不手软。”突然，恒音和尚听见了沉重的铁块落地的声响，而后是江湖匹夫的惊呼声：“火炮！火炮！”恒音和尚一愣，未等他反应过来，只听轰的一声，下一秒有什么东西撞在了袈裟上，只见袈裟中央猛地朝后凸起，炽烈的火光爆开，沿着袈裟蔓延。轰！第二声炮击响起，袈裟再也撑不住，撕裂成2半。恒音禅师大意了，没有闪，被爆炸的气浪撞中胸口，鲜血狂喷，半张脸血肉模糊。没有了袈裟的遮挡，东海龙宫以及三花寺的僧人这才看清远处的东西，那是一尊巨大的火炮，金铁铸造的炮身厚重，炮管修长，一缕缕青烟正从炮口冒出。青衣男子站在火炮后，冷静地填装炸弹。轰！第3炮开火，净元武僧纵身跃起，撞向炮弹，他瞬间被火光吞没。但在下一刻，他冲破火光，落在恒音禅师身边，将他背起，喝道：“撤退！”东海龙宫门徒和三花寺僧人朝着通道尽头退去，众江湖人士没有追击，齐齐看向许七安，有了方才不讲武德的操作，手里还握着他赠予的火铳和军弩。这群匹夫们隐隐以他为首，追！许七安一声令下，他们这才呼啦啦地追击而去。浮屠塔第3层，静元和东方姐妹率先登上最顶层，他们冷静环顾，这一层的布局最正常，一个纵向10丈、横向10丈的正方形空间。楼梯口在屋子正中央，北边立着一尊金身，身披袈裟，眉目模糊，脑后有一道象征着智慧的光辉。看到这尊金身的人都会涌起头脑清明，智慧得以提升。南边也立着一尊金身，手里托着一枚玉瓶，身材略胖，望着这尊金身则会有身轻如燕、顽疾尽除的错觉。东边则是2只蒲团，蒲团上盘坐着2名和尚，一名和尚身体似真实似虚幻，散发淡淡金光，枯瘦又苍老；另一名和尚五官深刻，俊朗年轻，正是静心。西边最妖异最特殊是一条断壁，一道道金色锁链从墙壁和地面延伸出来，缠住断壁。整个西面的墙壁、立柱、穹顶、
地面，铭刻着密密麻麻的阵纹。东方姐妹等人的到来，打断了静心和塔林的沟通。前者目光扫过众人，见僧人死伤大半，恒英手作浑身浴血，被静元背在身上，登时眉头一皱。静元沉声道：“他们上来了。”话音方落，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继而以李少云等四品武夫为首，一众江湖人士涌了上来。他们兴奋地环守四顾，寻找血丹和魂丹，却失望地发现，除了金色雕塑、敌人以及一条妖异的手臂，什么都没有。请前辈救至同门。静心禅师双手合十，恳求道。枯瘦的老和尚颔首微笑，可他轻轻挥手，南边那尊掌心托着玉瓶的金身洒出细碎的金光，将在场众人笼罩，包括江湖武夫在内，所有人的伤势立刻痊愈。恒英意识昏沉中恢复过来，下意识地摸了摸脸颊，发现没有留下伤疤，顿时松了口气。前辈，请前辈出手惩治这些恶徒。恒英指着雷州人士，疾言厉色：这些恶徒攻打三花寺，杀害佛门弟子，罪不可赦，请前辈将这些恶徒度化。老和尚形象的塔林微笑道：大智慧法相启智，药师法相救人，杀人贫僧不会。静心叹口气，他虽然得到塔林的友善，但终归不是法纪菩萨本身，无法动用塔林的力量镇压这群雷州武夫，更无法命令塔林杀人。静心双手合十道：诸位施主也看到了，塔内并无所谓的血丹和魂丹，你们都被骗了。李少云等人脸色一变，许七安淡淡道：没有宝贝，你们佛门为何一反常态？就算不是血丹和魂丹，那也是其他瑰宝，速速交出来。没错，总之就是有宝贝。休想三言两语把我们哄骗，贼和尚们，交出宝贝！藏着掖着，是不是那宝贝不见光？群雄怒骂起来。又是此人！首座恒英盯着许七安，目光里闪烁着杀机。雷州武夫们尽管怒骂不止，但忌惮老和尚，没敢轻举妄动。元义忽然问道：西边的那只手是何方神圣？老和尚微笑回应：在佛门眼里，此乃极恶之人。极恶之人，能让塔林如此形容，众人心里一凛。许七安趁机问道：怎么只有一只手，其余部分呢？他故作好奇地发问，试图从老和尚这里打探到神书其余部分的下落。老和尚却摇头：不知，是不知道还是不能说？许七安略有失望。静心禅师对旁人视若无睹，凝视着老僧和石道：前辈可能操纵龙气，让龙气只入我体内，不落旁人之手。龙气？什么龙气？众人茫然不解，忍不住向前靠了几步，本能的觉得静心说的龙气就是浮屠塔内最大的瑰宝。老僧缓缓望向众人道：不得靠近。佛门的戒律影响了所有人。而后回答静心：贫僧只能引导龙气。首座恒英看到这一幕，终于放下心头大石，淡淡道：浮屠塔是我佛门至宝，塔中宝物自然也是佛门的宝物，尔等闯塔夺宝，简直异想天开。三花寺同意，塔林也不会同意。佛门武僧和东方姐妹心情轻松了些，先前就怕静心得不到塔林的认可，才提心吊胆。如今大局已定，只要塔林不愿意，这群雷州武夫就绝对抢不走龙气。这下子雷州武夫们进退两难，想退不甘心，想进又被压制。能让三花寺如此郑重其事，这个龙气必然是了不得的瑰宝。老僧抬起手往虚空一抓，一只巨大的虚幻龙头从墙中钻了出来，随着老僧的动作一点点钻出，体型之庞大难以想象。这是每一个目睹龙气的人内心都充斥着强烈的渴望，渴望得到，据为己有。静心愣愣地望着龙头，冥冥之中心有感悟，倘若自己得到它，将从此平步青云，事事顺利，正得罗汉果位不过是时间问题。一念及此，平静的心湖涌起波澜，对龙气产生了强烈的贪婪。老和尚指尖轻点静心的眉心，龙气受到指引，扭动巨大身躯，正要钻入静心体内。另一边，在人群中低调的许七安早就等待着这一刻，轻扣玉石小径背面，念动监正传授的口诀。地书、内部微弱龙气以及国运加深双重吸引下，那条巨大的虚幻金龙忽然顿住，转动脑袋望向许七安，然后他不顾老和尚的引导，扭动身躯扑向许七安，撞入他的怀里。那正是地书碎片的位置。截胡成功。除了特定的物品和手段，世间很少有人能操纵龙气，连监正都无能为力，何况是塔林。因此拥有地书碎片和监正传授口诀以及身负半国气运的许七安，是世间唯一能操纵龙气的存在。在这样的前提下，许七安要做的仅仅是佛门攫取龙气时他得在场。没有人会想到雷州武夫里竟藏着一位能操纵龙气的存在，静心也没料到，
因此在得知塔林能引导龙气时，他自认是十拿九稳的。龙气进入的书碎片后，立刻吞掉了境内的小龙，而后盘绕在地书空间里，化作一座凝固的雕塑，不再动弹。刹那间，一道道追随龙气的目光聚焦在许七安身上。雷州人士一脸艳羡和嫉妒，佛门僧人则目眦欲裂。你！首座恒鹰脸色都狰狞了，指着许七安咆哮道：邪魔外道，邪魔外道，今日你必死无疑。此人先打伤寺内武僧，而后巧言令色地鼓动雷州武夫，接着召唤来司天监术士孙玄机，在梦境世界中打埋伏，脱离梦境后又炮轰自己。种种累积之下，恒鹰禅师心态炸裂。静心禅师面色微微扭曲，有种心如刀绞的感觉，原本该属于他的机缘造化被人硬生生夺走。净元武僧喝道：交出佛门至宝，饶你一命。许七安嗤笑道：宝物有得者居之，是他选择了我，佛门想做强取豪夺之事。各位兄弟，一起杀出去，平分宝贝。李少云眼睛一亮，此言当真。羡慕嫉妒的雷州武夫们也看了过来，若是骗人，你们届时斩了我便是。许七安笑道。柳云目光一闪，大声道：有道理，先杀了这群秃驴，离开浮屠宝塔，我们再平分宝贝。离不开宝塔，一切都是空谈。他现在是无原则的站在徐谦这边，回报他的救命之恩。雷州武夫一想，有道理，当即护在火炮旁边，一手持握兵器，一手抬起火铳或军弩，以佛门僧人对峙。恒鹰怒不可遏，是谁在做强取豪夺之事？是你。那龙气是我佛门的宝物，岂是你一个粗鄙武夫能染指？今日你不交出龙气，就别想离开浮屠宝塔。众同门随贫僧一起伏魔。他原地盘坐，双手合十，念诵经文。众禅师随之盘坐，双手合十，念诵经文。雷州武夫脑子轰的一震，那些蚊蝇般的声音在耳畔缭绕，在脑子里回荡，洗涤着心头的戾气，让人产生皈依佛门的冲动。佛门体系中的禅师不以战力著称，主要攻击手段来源于五品律者的戒律，九品沙弥没有战力加成，八品是武僧不属于禅师体系，七品法师精通佛法，能给亡魂超度，给活人洗脑，六品禅师修的是禅功，坐禅时不惧外魔入侵，四品苦行僧和九品沙弥一样，属于前置品级，都不具备战力加成。换而言之，二品罗汉前禅师体系的战力极其有限。从这一点可以窥出佛门为何要有两个体系，武僧更像是禅师的保镖，为他们在正的果位前保驾护航，因此三品金刚的别称是护法金刚。首座恒鹰带领众禅师诵经，施展的是七品法师的能力，给活人洗脑。梵音响彻第二层空间，度化着雷州武夫，除了李少云这些四品以及少数几位五品武夫，其他好汉们个个面色狰狞，露出抗拒神色。虽未曾遁入空门，却也失去了战力，只顾着抗衡内心越来越强烈的出家渴望。庆幸的是，东海龙宫的门徒同样受到影响，失去战力。哐当，许七安冷静地取出一架火炮，对准佛门僧人，指尖捻住引线，引燃。轰的闷响里，火炮猛地往后一退，炮弹出膛，朝着首座恒鹰打去。武僧净元横身挡在众禅师面前，一拳轰向火炮，气浪伴随着火光席卷1/3的空间。在不够宽敞的空间里，火炮能发挥巨大的杀伤力。众人被气浪推得踉跄后退，被火光烧焦眉毛和头发。盘坐的禅师东摇西晃，立刻重新盘坐，继续念诵经文。东方晚清劈手夺过一名武僧的戒刀，急奔几步，骤然旋身，斩出一道扭曲空气的刀芒。刀芒斩碎两名江湖人士的身躯，划过炮管，在坚硬的地面上炸开。炮管一分为二，切口平齐。袁毅冷哼一声，都只会使动如脱兔，两步贴近东方婉容。过程中，他按住了腰间的佩刀。东方婉容是巫师，只要他抓住机会贴身，10招之内就能将对方斩杀。静心禅师同时双手合十，锁定袁毅，道：放下。砰！枪声响起，许七安扣动扳机，试图打爆静心禅师的狗头，阻止了他施展戒律。东方晚清回身掷出戒刀，当的一声，飞旋的戒刀撞在袁毅的佩刀上，撞偏了刀口。抓住这个间隙，东方婉容召唤出一道虚影，降临己身，让他拥有了不次于武夫的体魄和防御。当当当，袁毅蕴含刀意的攻击暴雨般的斩在东方婉容身上，斩得他连连后退，无法招架，只能硬抗。尽管拥有武夫的体魄和防御，但近身战是武夫的领域。另一边，李少云舞着长枪纠缠住东方晚清，枪意如龙，每次点出便伴随着刺耳的空爆声。吃！东方婉容扯下袁毅的衣角，发动咒杀术。前一刻龙精虎猛的袁毅，下一刻陡然僵住，脸色苍白了几分，似是受到难以想象的伤害，来自体内的伤害。可惜东方婉容无法扯下袁毅的发丝，否则咒杀术的威力
还能再强几分。他还没来得及反击，身侧一道人影闪出，双刀交错，在他脖颈处一划，火星四溅，刺耳的响声传遍整片空间。东方婉容头顶的虚影剧烈晃动，冰凌溃散，他雪白的脖颈出现深深的刀痕，鲜血淋漓。臭和尚，还不帮忙！东方婉容怒斥道。他根本不可能以一己之力独挡2名擅长近战的4品武夫静元，只得加入战场，一边牵制双刀门主，一边留心众禅师。塔内，李灵素站在炮台上，略有些心惊胆战地窥探着杜南金刚手中的珠子，替他2个小相好担忧。至于徐谦，对李灵素来说，徐谦要抢的东西与他无关，成与败都无所谓，只要这位前辈能顺利出塔就行。孙前辈，李灵素道。方才那道龙气是什么来头？孙玄机道。是。隔了好一会儿，李灵素也没得到后续回复。就在他专注观战，已经忘记自己的问题时，又听孙玄机缓缓道：龙，你在说什么啊？李灵素满脑子的问号。真厉害，真厉害！小白狐蜷缩在木南之怀里，看得津津有味。你能看到那么远的珠子？木南之揉了揉他的脑袋。你别揉我脑袋嘛，怪难受的。小白狐娇声道。我能看到呀，看得很清楚呢。木南之就有些羡慕，距离太远，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又揉了揉小白狐的脑袋，毛发柔顺，出手温暖。如果制成狐球，正适合这个日渐寒冷的季节穿戴。等等，我在想什么？他还是个孩子。木南之刻制住了女人对雕衣狐球本能的渴望。对了，你一个小狐狸精，怎么跑这里来的？木南之好奇道。这只小狐狸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他身边，毫无先兆。娘娘让我来的。小白狐有问必答，诚实又乖巧。娘娘，木南之看着他，不能说了要关小黑屋大。小白狐诚恳道。许七安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手作横音的影子里，他用力吹出一口青烟，伴随着毒气的还有琴骨的催情气体，以及心骨影响神智的能力。但这些无一例外失败了，禅师做禅时可抵御外魔入侵。对此，许七安并不意外，因为他知道禅功的神意，这一点神书和尚早已演示过。他之所以做这些看似无用功的尝试，真正要对付的是守护在周边的武僧。趁着武僧们被琴骨、毒骨和心骨干扰控制，许七安一掌拍向手作横音的百会穴上。不可杀生！静心禅师双手合十，沉声道。许七安眼里闪过挣扎之色，终究没有拍下去。这一耽搁，静元武僧脸色铁青地杀了回来，救援横音。见状，许七安当即不再犹豫，借助阴影跳跃退走。静元刚松一口气，忽然听见惨叫声，侧头看去，目眦欲裂。一名武僧把戒刀捅入了横音的胸口，鲜血瞬间染红了袈裟。变故来得太快，静心和静元的注意力集中在许七安身上，完全没料到武僧中出了一个二五仔。那名武僧抽出戒刀，狞笑道：你们敢与他为敌，统统都不得好死。静元脸色阴沉地拍出一掌，把中了琴骨的武僧拍晕。这是琴骨，南疆古族的琴骨。中了琴骨的人会不顾一切地爱上掌控母骨的宿主。静心叹息道。佛门僧人又惊又怒，看向许七安的目光仿佛在看魔鬼。许七安低声喝道：还不起来！话音落下，本该死绝的手作横音忽然坐起，双手合十，空洞的目光看向东方婉容，道：放下屠刀。东方婉容娇躯骤然僵凝，眼中闪过迷茫。尸骨。刚才从横音的影子里钻出来时，许七安借着毒骨、琴骨和心骨干扰武僧的同时，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是将琴骨的子骨植入最近的那名武僧体内，第二件事则是在横音的袈裟上撒下了尸骨的子骨。在横音死后，尸骨占据了他的肉身，将他化作了傀儡。因为尸骨的能力有限，只能保留横音部分修为，大概是5品左右。当当当！对于善战的武夫而言，东方婉容的破绽简直是致命的。3把刀疾风骤雨般的砍在他身上，打得虚影剧烈抖动，眼见就要溃散。一旦没有阴魂虚影的加持，身为巫师的东方婉容会被2名4品武夫瞬间斩首，不存在第二种可能。静心禅师眼里透出绝望之色，看向始终微笑合十、置身事外的塔灵，沉声道：前辈，我只有2个请求，请释放纳兰天路，请把我们送出浮屠塔。既然塔内打不过，那就把所有人送出塔外。老僧面容祥和地看向许七安等人：你们可愿意？不愿意。许七安当即道。说完，他心里一阵嘀咕：这塔灵的脾气还真古怪。老僧摇头道：贫僧不会强迫他人。静心禅师脸色微变，忙道：那便不包括他们。老僧颔首微笑：可以。他当即挥了挥手，细碎的金光拂过，依附在东海龙宫门徒三花寺僧人身上。下一刻，他们消失在塔内，出现在塔外的广场上，成功逃离。呼！静心顾盼片刻，
确认自己已至塔外，心里松了口气。三花四僧人面露惊喜，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蓉儿，东方婉容听见身侧传来温和的声音，猛地侧头，看见一位半虚幻的老者站在身边，裹着巫师长袍，白发白须，面容沧桑，笑容温和地凝视着自己，视线瞬间模糊，泪水盈满眼眶。东方婉容哽咽道：“老师。”纳兰城主。同样裹着巫师长袍的伊尔布出现，指尖弹出一枚黑色珠子，道：“你且在养魂珠里待着，等回了净山城，便让大巫师为你重塑肉身。对于主修元神的巫师和道门来说，只要元神不灭，肉身是可以更换的。虽说会因为灵肉不匹配的缘故，影响后续的晋升，需数十年上百年的磨合，可纳兰天路本身就是2品羽师，差不多就是品级天花板，晋升1品需要机缘，几百年都未必能晋升。渡南师叔，弟子犹如使命，只能出此下策。”静心走到渡南金刚面前，双手合十，垂手说道。渡南没有说话，只是盯着浮屠宝塔的入口。伊尔布呵呵笑道：“瓮中之鳖罢了。孙玄机，你可有料到眼下的局面？”空中的炮台上，木南之秀眉轻蹙。糟糕，他们出不来。东海龙宫门徒三花四僧人同时扭头望向浮屠宝塔敞开的大门。有进就有出。渡南金刚淡淡道，脑后火环燃烧，带来灼灼的热量，让周围的人仿佛来到炎炎盛夏。这里是三花寺的地盘，浮屠宝塔是佛门至宝，即便夺走龙气，总归是要出来。想在佛门眼皮子底下抢龙气，哪有那么简单？虽说在这之前，夺南金刚没想过龙气会被夺走，但哪怕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也不认为龙气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离开浮屠宝塔，离开三花寺。阿弥陀佛！三花寺主持亲眼看着爱徒间接班人死去，悲痛难忍，道：“浮屠宝塔一甲子开启一次，每次开启12时辰，时辰一到，大门自会关闭。夺南金刚，不妨让那些永远留在塔内，自成恶果吧。”戴着兜帽，只露出半张脸的伊尔布笑道：“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静心点头。3品无法进入浮屠宝塔，但1品的菩萨可以入内，不需要等到1甲子后，待阿兰陀的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自会有菩萨过来收走龙气。只可惜到时候龙气是不是还给予他，就难说了。佛门没有失去龙气，但他确实损失了一份大机缘，一念及此，静心不可避免地涌起嗔念。阿弥陀佛！他旋即低声念诵佛号，将情绪排除。禅师修心走的是唯心之路，不像武僧那样吃酒喝肉杀人，百无禁忌。不妙啊！李灵素嘶了一声，分析道：“有金刚和灵会师坐镇塔门，想要从外面接应，必须打退他们。但即便以术士的花里胡哨，也不可能撼动护法金刚，何况还有一名灵会师。”木南之眉头紧皱，抱着小白狐的双臂，不自觉地用力。卖！这时孙玄机又说了一个字，而后他轻轻踏一下脚，铭刻在炮台上的阵纹逐一点亮。卖！他要卖什么？李灵素完全听不懂，来不及细想，便见箩筐里的炮弹自从飞起，完成填装。紧接着轰轰轰的声音里，15架火炮齐齐往后一退，炮管射出一枚枚炮弹。床弩弓弦阵阵的响声同步，一支支碗口粗壮与人等高的弩箭击射。渡南金刚闪身堵在塔门外，双手抬起，用力往天空推去。他推出一道无形的宛如海浪的气墙，让床弩折断在空中，炮弹炸毁在空中，一团团火光于半空炸开，犹如炫目的烟花。轰轰轰！第2波攻击紧随而至，但目标不再是渡南金刚等人，炮台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塔后，朝着下方倾泻火力。木南之凝立在炮台边缘，看着炮弹轰在浮屠宝塔上，炸得墙壁皲裂，墙皮一块块剥落，露出里面暗金色的塔身。不多时，浮屠宝塔变得斑驳，不规则的暗金色和白色墙壁交织。白墙黑瓦只是掩饰，浮屠宝塔本身是一件法宝，1品菩萨温养无尽岁月的法宝。如此密集的火力，竟无法撼动半分。李灵素心里刚有感慨，眼前一花，炮台再次传送。原本炮台所在的虚空中，伊尔布的身影骤然出现。孙玄机提前察觉到危机，避开了灵会师的扑击。双方在空中追逐，孙玄机并不理睬伊尔布，执着地朝下方开火。他在逼渡南金刚出手。东方姐妹和三花四僧人再次逃进了浮屠宝塔第1层。相比期许七安在塔内的火炮输出，孙玄机的火炮威力要强数倍，即使是4品武僧也不敢轻易承受。渡南金刚站在塔前一动不动，金刚神功护体，火炮的威力于他而言构不成威胁。三花寺毁了便毁了，重建就是。我倒要看看你的炮弹和弩箭能有多少。渡南金刚声音嗡嗡作响。咒杀术。伊尔布再次扑空后，选择施展巫师招牌绝技，但咒杀术没能立功，没有媒介，隔空施展咒杀术，强度不足以突破阵法的护持，影响到孙玄机，反而是伊尔布挨了一炮，略显狼狈的倒飞出去。李灵素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的眼界还在，
乍一看，孙玄机游刃有余，稳占上风，其实佛门才是真正的纹丝不动。外面打起来了，司天监的术士是在接应我们，要冲出去吗？找死吗？没看见护法金刚守在门口啊！现在只能寄希望那位监正的二弟子了。雷州武夫们对自身的处境有着清晰的认识，抢到宝贝，打退佛门，不代表事情已经结束，能安全离开浮屠宝塔才是关键。好在对方有3品高手，己方也有，司天监的术士以1敌2，游刃有余，真是厉害。南边的窗户口，李少云、袁毅、汤元武齐聚窗边，拄着长枪的镇抚将军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青衣徐谦，低声道：“似乎出不去了。”汤元武脸色凝重，眉头紧锁。浮屠宝塔只开启12时辰，如果不能在此之前离开，我们将被困死在这里。袁毅补充道：“孙玄机不可能战胜2名3品，尤其还有护法金刚，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李少云啧了一声，皱着眉苦着脸：“我看那老和尚挺随和的，不如求一求他，让他把我们送出去。”都指挥使瞥了一眼闭目盘坐的塔灵，摇着头说道：“他连佛门僧人都不帮，岂会帮我们？试试又不要银子。”李少云扛着枪走过去，像模像样的核实道：“大师，请让我们出去。”老和尚垂眸微笑，落在施主脚下，大可离开。李少云目光闪烁一下，忽然跪倒在地，双手合十，悲从中来：“大师啊，我家中上有90老母，下嗷嗷待哺的幼子，看在还有一大家子让我养的份上，求求您送我们出去吧。”老和尚微微动容，问道：“施主贵庚？”“25。”“家中可有兄弟姐妹？”“没有，我李家世代单传。”老和尚道：“令堂65岁生的你。”李少云脸色猛地僵住，声音也卡在喉咙里。他张了张嘴，想给自己找个适合的解释，却语塞的说不出话来。心说特么的这塔灵镜还会算数。李少云骂咧咧的走了。他返回到袁毅和汤元武身边，脸色凝重。不妙，这老和尚不但铁面无情，甚至还有一手神鬼莫测的算术。双刀门主和都指挥使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仿佛从你们眼里看到了粗鄙五夫4个字。李少云不悦道：“没有，我们没觉得五夫粗鄙，总觉得你们在暗讽我，现在该怎么办？”李少云无奈道。双刀门主没说话，袁毅则扭头看向徐谦：“只能看他了。现在正是解印神书最好的机会，释放这条手臂，既然拼凑神书的魂魄，又能借断臂的力量，解决眼前的困局。”许七安慢慢靠向神书断臂，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关注着塔灵的反应，试探对方的底线。令人意外，塔灵老和尚垂和实垂眸，对塔内的众人，包括许七安在内，不闻不问。许七安在3丈外停下来，审视着神书的断臂，这是一条左臂，呈青黑色，肌肉虬结，线条流畅，比例完美，与其说是手臂，其实更像艺术品。它被9道暗金色、指头粗的锁链缠缚，锁链的另一头嵌入地面、墙壁以及立柱中。先试着唤醒他。许七安斜眼观察塔灵老和尚，见他还是那么佛系，心里微喜，轻扣的书碎片，取出小姨子白姬不远千里送来的脚环。叮叮叮，他轻轻摇晃脚环，铃铛发出清脆的声响。铃铛持续作响，10几秒后，许七安看见那只断臂的左手食指动弹了一下，这画面让他有种看恐怖片的错觉。随着铃铛清脆的响声，手指动弹的幅度越来越快，他彻底活过来了。这条断臂以手指为足，飞快爬动，但被锁链牢牢缠缚，左冲右突，锁链绷得笔直。许七安握着脚环，表情僵硬的后退，一点点后退。他脸色极为难看，因为从这条断臂里感受到了强烈的恶意，不次于地宗到手的恶意。神书绝非善备，这是早已知晓的事。不管是附身横会时展现出的邪意，还是偶然间流露出的疯狂倾向，都在告诉许七安，神书是个危险人物。但桑博底下的右臂是善念居多，而封印在雷州的这只左臂明显属于邪恶阵营，与友善的右臂截然不同。我现在修为被封印，神书又在沉睡，缺乏对风险的应对能力。许七安一颗心慢慢的沉入谷底，该死，这种残肢不能释放。我敢断定，一旦释放这条断臂，他会立刻反噬我，而且对外界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他会不顾一切的吞噬生命，攫取精血。他紧握脚环，又沮丧又恼怒又无奈，对现在的他来说，这样的情绪非常少见了。阿弥陀佛。塔灵老和尚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侧，何时微笑。善与恶往往在一念之间。许七安被他突如其来的搭话惊得后退2步。他果然关注着我，准确的说是在关注神书。许七安悄悄把脚环藏好，斟酌道：“这条断臂充斥着恶意，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塔灵老和尚沉声道：“一个极端之人，善恶都在2极。2品的纳兰雨师被镇压在第2层，这只断臂却镇压在第3层，
可见主人是位极其可怕的人物。如果他脱困，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许七安一边打探神书情报，一边苦思逃离良策。塔林老和尚收起笑容，满脸严肃。生灵涂炭。原本在他的计划里，脱离浮屠宝塔的压箱底手段是神书的断臂。右手如此强大，左手想必也不会差，但也不一定。必定和尚是单身狗，单身狗修的麒麟臂通常是右手。但就算左手稍差，也不会差太多。对付外头的三品金刚，想必是绰绰有余。结果人算不如天算，镇压在浮屠宝塔里的断臂是神书的恶念，想解开它的封印，一定也很困难吧？许七安收敛情绪，试探道。塔林老和尚看了他一眼，道：500年前，监正和佛门以此塔为载体，布置阵法封印凶物。浮屠宝塔是法纪菩萨的法宝，第一层有不杀生戒律，3品以下任何体系的修士收入其中就无法妄动干戈。第二层立着36尊金刚法像，称为镇狱，可镇杀2品高手。对敌时，法宝主人可调动镇狱的力量压制敌人。第3层的2尊金身是法纪菩萨修行的大智慧法香和药师法香，有原法相70%的力量，可启智，可救人，但无法对敌。启智，我家灵音就需要这个。许七安想起了自家杂铜记的幼美，如果能用大智慧法香给灵音启智开窍，愚蠢的小孩就会从人之初，什么本善的学渣，进化成三字经倒背如流的学霸。可镇压，可控制，可救人，可启智，这浮屠宝塔也太强了吧！不愧是一品菩萨的祭炼的法宝。也是，佛门选择用它来镇压神书，正是因为它的位格够高，作用够强。我要是有这么强的法宝，当初杀元景帝时也不会这么艰难，与许屏风摊牌时也不会这么狼狈。浮想联翩之际，塔林老和尚又问道：阁下有能力解开监正的封印，却解不开我的封印。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许七安脸色再次僵住。就在许七安想着如何应对时，老和尚双手合十，温和道：佛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贫僧愿意给施主一个机会，容你解开封印，释放他出来。许七安愕然，见他一脸质疑和茫然，老和尚核实道：出家人不打诳语。许七安仍是不信。你真的同意我释放他？塔林和尚微笑点头。许七安转过头看向散发恶意不停冲撞封印的左臂，不管3721，先释放神书，杀出3花4再说。容器至关重要，不能落入佛门之手。不行，我现在还无法驾驭神书的断臂，一旦释放出它，必然失控，到时候雷州不知道要死多少人。2个念头就像2个小人在脑海里激烈碰撞打架。许七安手里的脚环握紧了又松开，松开又握紧，如此反复几次，他低声道：罢了。塔林老和尚露出欣慰笑容，善恶就在一念间，施主通过考验了，自今日起，你就是浮屠宝塔的主人。说话间，他抬手轻轻一招，一抹淡淡的金光从许七安怀里飞出。金光来自地书碎片。塔林老和尚伸出手掌，让金光落在自己掌心，那是一块铭刻佛文的铜牌。原本还在思考着可能是大乘佛法的缘故，才让塔林和尚说出这样的话，可当许七安看清那块佛牌时，神色顿时无比古怪。这东西是当初干掉镇北王副将楚相龙，从他身上舔包舔来的。当时许七安只是粗略查看，便丢到地书碎片里，不闻不问。这是？他盯着老和尚掌心，斟酌试探。这是象征法纪菩萨身份的佛牌，见此牌便如见菩萨。塔林老和尚微笑。象征菩萨身份的佛牌，许七安吃了一惊，脑海内念头急转，法纪菩萨的佛牌怎么会在楚相龙身上？两者是什么关系？我杀了楚相龙，会不会引来法纪菩萨的报复？你拥有法纪菩萨的佛牌，自然就是浮屠宝塔的主人了。说到这里，老和尚沉声道：施主在何处？何时见过法纪菩萨？许七安一时间答不上来，心说法纪菩萨难道不在阿兰陀吗？我怎么可能见过他？等等，楚相龙肯定也没去过阿兰陀，他是怎么得到法纪菩萨佛牌的？这个念头在脑海里闪过，许七安摇了摇头，模棱两可地说道：我并没有见过法纪菩萨。塔林老和尚解释道：法纪菩萨消失360年，杳无音信，连琉璃菩萨都寻不到他。消失360年，许七安松了口气，这样一来，我冒牌传人的身份就无人能拆穿。他故作疑惑，我想起来了，这块佛牌是一个云游的老僧送给我的，还我一饭之恩。但我没想过竟如此珍贵。另外，法纪菩萨为何突然消失，不让佛门找到？这句话既交代了佛牌的来历，又凸显了自己的无辜，顺便打探一下法纪菩萨消失的真相。不对，老和尚道。不对，难道法纪和尚是女的？许七安险些脸色大变。老和尚审视着许七安，迟疑道：法纪菩萨将佛牌赠予你，
并非是一饭之恩。你得了此牌，便与一品菩萨有了因果。对于正常人来说，这不是好事。但我观施主因果缠身，再多一道因果，也无关紧要。想来法纪菩萨也是看中了你这一点。呸！老和尚，你仿佛在说，施主，你就像戏台上的老将军，浑身插满旗。许七安笑容牵强。也许吧。对了，敢问大师，如果刚才我选择释放神书，你真会答应？老和尚颔首道：解开封印，就是你们的死期，等神书吞噬了你们的精血，我再困住他，然后等阿兰陀的菩萨来处理。姜还是老的辣。许七安再次看向神书断臂，问道：这只手的主人究竟是什么来历？老和尚沉吟片刻，挥了挥手，宽大的袖袍扫过半空，扫出一道只有许七安能看见的画卷。画卷里，佛陀金身巍然端坐，慈眉善目，威严深藏。佛陀的左右两侧是象征9大法相的9位菩萨以及18位罗汉，这正是浮屠宝塔第1层的景象。神书隐藏在菩萨中。许七安心里正疑惑，忽然看见尽头拔高，往不见穹顶的迷雾深处拔高。下一刻，宝塔第1层的完整画面呈现在他眼中。佛门菩萨的头顶迷雾深处是一尊巨大的漆黑法相，他有12双手臂，脑后燃烧着炽烈火环，额头一道黑色火焰印记。他面露狰狞邪恶，做张牙舞爪之状，森然地俯瞰着底下的佛陀、菩萨和罗汉，仿佛那是最美味的猎物。整体画面层次感分明，底层佛气威严祥和，上层宛如炼狱阴森恐怖，形成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许七安心跳陡然加快，扑通的声音连他自己都能听见。他一眼就认出了那尊漆黑法相是神书。楚州杀镇北王时，神书以血丹之力施展秘法，现出过这道法相。这幅画代表着什么意思？神书以佛门为实，神书是整个佛门的敌人，它能威胁到菩萨罗汉乃至佛陀。他在迷雾深处觊觎着整个佛门，一个个猜想在心里迸发，带着战栗般的体验。老和尚挥手散去画面，双手合十。明白了吗？许七安张了张嘴，有心再问，但怎么都问不出口。塔林在佛牌上画了一个万字，交给许七安道：持握佛牌可初步掌控浮屠宝塔，施主可以选择驾驭宝塔离开雷州，但勿要用宝塔伤害佛门弟子。我可以驾驭浮屠宝塔。许七安正要答谢，忽听身后传来李少云的问询：发什么呆？他豁然惊醒，像是从一场大梦中醒来，手里根本没有脚环，神书的左臂也没复苏，若非手里握着佛牌，他都怀疑之前的一起都是在做梦。许七安下意识地看向塔林老和尚，他依旧垂眸盘坐，双手合十，安静的宛如雕塑。不用看他，他什么事都不会管，更不会帮我们。李少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老和尚，我方才求过他，希望他能送我们出去，但被拒绝了。另外，这和尚的算术非常厉害。算术很厉害？这个世界的和尚也需要本科学历吗？许七安心里开着玩笑，悄悄收回佛牌，问道：你想说什么？李少云翻了个白眼，道：天快黑了，孙玄机还是没能解决外头的敌人，等待明日清晨，我们还是没能出去的话，会被困死在塔内。大伙儿急得很，你有什么办法？许七安当即看向佛塔的窗外，天色清明，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平线，外面一片安静，偶尔响起几声炮鸣，让人知道战斗没有停止。塔内的雷州武夫们一改白天的从容冷静，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们意识到孙玄机似乎并不能在2位3品强者的看守中救走他们。随着时间的推进，大家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那3品术士的炮弹用完了，开炮开炮，一天到晚就知道朝和尚开炮，没有其他手段了吗？果然，术士战力根本不值得信任。如果许璎珞在这里，那护法金刚已经轮回去了。是，许璎珞是战无不胜的，最重要的是他是武夫。焦虑的气氛在人群中酝酿发酵，不少人后悔来3花4趟浑水。这时，袁毅和汤元武还有柳云走了过来，都指挥使问道：阁下有何应对之策？他是来找许七安商量的，实在不行，可以考虑把龙器还给佛门，再有孙玄机出面斡旋，或许可保他们性命。正斟酌着如何开口，袁毅就听徐谦说道：现在就带你们离开。什么？柳云等人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下一秒又惊又喜地看着徐谦。系好安全带，许七安打趣一声，将气机灌注佛牌，分出一缕神念沉进佛牌中，他旋即感觉自身与浮屠宝塔有了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要低于太平刀，与地书碎片处在同等层次。这意味着他现在虽是浮屠宝塔的主人，却不是真正的主人。形象点的描述，太平刀是他的亲儿子，地书碎片和浮屠宝塔是他的继父。以地书和浮屠宝塔的位格，确实是继父。许七安紧握佛牌，沉声道：起。浮屠宝塔外，东方姐妹和3花寺的僧人
三三两两的盘坐。相比起白天的密集火力，如今偶尔几次的火炮攻击对他们不足以造成威胁，但也不敢离开浮屠宝塔附近，因为众人猜测孙玄机此时肯定无能狂怒，说不定会拿他们撒气，大开杀戒。而且三花寺在一轮轮炮火中毁了大半，大殿坍塌，弹坑无数，满目疮痍。三花寺主持盘龙念诵佛号，感慨道：熬过这一宿，浮屠宝塔就会关门，让那群贼人死于浮屠宝塔，也算是对恒英和死去的众同门一个交代。三花寺僧人们既快意又痛恨。东方婉容笑道：只是那都只会使元义死于塔内，大奉朝廷必定问责，佛门要做好承受朝廷怒火的准备。女施主不必煽风点火。净元武僧淡淡道：大奉积弱已久，自经察以来，至今先后死了镇北王、皇帝、魏渊，那位名声鹊起的年轻人物许七安也被废了，大奉朝廷何来的胆子问责？正是元义怂恿雷州江湖人士攻打我寺，佛门还要问责他呢。三花寺的僧人不忿道。东海龙宫的门徒搭话道：除了监正，大奉已经没有巅峰高手了。这群隶属于巫神教的门徒哄笑起来。远处肚南金刚站在塔门外一言不发，灵会师伊尔布和驾驭炮台的孙玄机还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就在这时，浮屠宝塔忽然震动起来，且幅度越来越剧烈，墙皮一块块剥落，瓦片噼啪砸下来，碎成粉碎。众人惊愕地抬起头看向宝塔，怎么回事？塔内发生了什么？浮屠宝塔活了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茫然不已，议论纷纷。盘龙主持喃喃道：此塔立在寺中500年，从未有过异动，这是何故？这是何故？没有犹豫，所有人都看向护法金刚肚南，却发现这位三品金刚沉稳如山的表情终于有了错愕、震惊、不解等情绪。一道乌光降落在塔边，穿着巫师长袍的伊尔布抬头仰望，沉声道：怎么回事？肚南金刚沉吟道：或许是法纪菩萨就在附近，塔灵感应到他了。法纪菩萨？佛门僧人闻言大喜。是了，若不是感应到主人就在附近，塔灵又怎么会有这番动静？既然菩萨到了，那么塔内的贼人就没有逃走的可能，那凡人的孙玄机也不再是威胁。这场夺宝之战算是有惊无险。阿弥陀佛，既然法纪菩萨已到，那此事也该有个结局了。盘龙主持双手合十，如释重负。东海龙宫的门徒一阵羡慕，佛门势力庞大，高手众多，一品菩萨说来就来，难怪佛门僧人腰杆如此硬。想不应东南。静心和静元面面相觑，有些诧异。身为阿兰陀僧人，他们是知道一些内幕的。法纪菩萨消失360年，杳无音信，说出现就出现了。众人或疑惑，或惊喜，或羡慕之际，始终抬头注视浮屠宝塔的伊尔布，沉声道：塔顶有人。闻言，所有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尖尖的塔顶。清明的天色中，尖塔顶端站着一个青衣人，他于风中截然而立，衣袂翻飞，漠然地俯视着下方的众人。东方姐妹脸色陡然大变，是徐谦。其他人纷纷认出青衣人的身份，正是那个召来孙玄机杀死首座恒阴的徐谦。他什么时候出的塔？肚南金刚脸色终于变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感谢佛门赠宝，诸位告辞。青衣人拱手作揖。话音落下，浮屠宝塔爆发出刺目的金光，高耸的塔身拔地而起，直入云霄。两道身影同时追了上去，分别是灿灿金光缭绕的肚南金刚，以及化身一道乌光的伊尔布。肚南金刚的速度不及浮屠宝塔，转瞬间被甩在后面，伊尔布的乌光紧追不舍，渐渐拉近距离。浮屠宝塔轰的一阵，溢散出一缕威压可怕的气息，让伊尔布如遭雷击，法力出现凝滞，似乎受到了压制。抓住这个间隙，浮屠宝塔化作流光，消失在天边。三花寺内，东海龙宫和三花寺双方瞠目结舌。不是法纪菩萨。一个僧人咽了咽口水，浮屠宝塔被人抢走了。佛门僧人们脑子一片混乱，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为什么堂堂一品菩萨的法宝说抢就抢？塔灵呢？塔灵睡觉了吗？静心目光投向东方姐妹，脸上凝固着惊愕和茫然，悠悠道：那个徐谦究竟是什么人？他只是个连晚清都打不过的家伙啊！东方婉容张了张嘴，无言以对。他已经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东方晚清替姐姐回答：我们来雷州的途中遇到过此人。他说到这里，东方婉容秀丽的脸上浮现茫然，似乎忘记了自己想说什么。这时，一名三花寺僧人指着原本浮屠宝塔所见的地方，诧异道：咦，这里怎么空了一块？盘龙主持看过去，说道：那里是……他忽然愣住，对啊，这里为什么会空出一块？夜色沉沉，雷州边界，金光呼啸而来，落在一座山谷中。夜色沉沉，山川静默，时而有夜宵的啼叫回荡。
孙玄机带着木南枝、李灵素进入浮屠宝塔，在许七安的接引下登上第3层。木南枝抱着小白狐，转头四顾，看见江湖人士们挤在2扇窗边，目瞪口呆地看着外面的夜色。你把浮屠宝塔给抢了？李少云见鬼般的表情盯着眼前的青衣男子。你是怎么做到的？是娘子教我的。许七安默默调侃他一句，表面平静，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进浮屠宝塔。闻言，都指挥使元义露出敬佩的表情。阁下神机妙算，袁某孤陋寡闻，竟不知道大凤何时出了阁下这位人物。柳云立刻看过来，目光亮晶晶。未必是大凤人。李少云在旁边嘀咕一句，此人精通蛊术，虽然是典型的中原人长相，但外貌是可以变化的。孙玄机看着许七安道：我小狐狸不太喜欢浮屠宝塔内的气息，蜷缩在木南之怀里，扬起一个小爪子，弱弱道：好厉害好厉害，不愧是叶姬姐姐的男人。他来雷州的目的是抢浮屠宝塔，这是我怎么都没想到的。李灵素心情复杂的想。孙玄机看着许七安道：咦？木南之脸色微变，低头：叶姬姐姐的男人。小白狐一声：叶姬姐姐是我三姐。难怪她说是故人的妹妹。木南之审视她片刻，冷着脸把小白狐丢掉了。啪嗒，小白狐摔在地上，她只有成年人小臂那么长，玲珑袖珍，昂着头，泪汪汪的，虎眼无辜的看着木南之，想不通自己突然就被那么粗暴对待。木南之瞪了许七安一眼，叹口气，又把小白狐抱了起来，揉揉脑袋以示安慰，他还不至于和一只小狐狸再过不去。孙玄机看着许七安道：惊。许七安高声道：诸位，此间事了，为了防止被追踪，我马上就要离开，现在就把大家送出塔。一位江湖人士犹豫半晌，弱弱的试探道：阁下之前说过平分宝贝的。当时一道道目光投向许七安，雷州武夫们没敢喧哗，更不敢逼迫，屏息看着他。江湖散人最喜欢争抢宝物，本质是因为他们没有靠山，没有资源，想要出头必须豁出命的去争去抢。就如寒门子弟想出头，就得发愤图强，头悬梁锥刺股，10年寒窗去争那一线机会。此中辛酸，只有散修自己才知道。宛如雕塑般垂眸打坐的老和尚，竟也抬起头望向许七安。元义、李少云、汤元武这几位四品武夫没有说话，但他们立刻投来的目光里夹杂着一丝渴望。刚才之所以没开口，是觉得自己已经没资格和徐谦讨价还价。江湖就是这样，拳头大的说了算，但内心深处还是抱了一丝期待。当然，就算徐谦翻脸不认人，他们也不会多说什么，立刻离开。龙气是不可能分享，浮屠宝塔则不是我能做主，但我刚才确实说过平分宝物的话，虽是敷衍之词，可男儿一诺千斤重，况且是我引这些人过来，白嫖了他们的劳动力，该怎么样补偿他们呢？许七安陷入沉思，斟酌片刻，他坦然道：宝物不能与你们分享，不管是那道龙气还是浮屠宝塔，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你们能明白。听他这么说，众人心里一沉，难掩失望。许七安脸色如常，补充道：但我可以适当的给你们补偿，让诸位不至于白来一趟。一句话峰回路转，有补偿，雷州江湖人士们面面相觑，露出喜色。在宝物单一的情况下，由最强的人独得，其余人收获补偿，这确实是最稳妥、最能服众的办法。什么补偿？有人问道。必然让你们满意，就是许七安道。在征得众人同意后，许七安把所有人送到第2层，然后就像领导给下属发奖金一样，逐个召唤。第一个进来的是位枯瘦的黑衣男子，他腰上挂着一把短剑，脸色略显苍白，眼带浮肿。许七安问道：你想要什么？他拱了拱手道：在下赵盘，善用毒术，毒蛊的手法我也懂一点。白天在三花寺时见阁下施毒猛烈，想向阁下求一味毒，越毒越好。这个要求不难，许七安当即取出瓷瓶，指尖逼出一股青黑色的毒液，注入瓶中。接着他把盖子塞好，丢给名叫赵盘的毒士。不，赵盘迫不及待地拔开木塞，嗅了一口，脸色狂喜。好猛烈的毒。说罢，脸色发黑，身子一软，倒在地上。你这和舔一口毒匕首的愚蠢操作有何区别？许七安心里破口大骂，慌忙救人，挽救了一条愚蠢的生命。多谢救命之恩。赵盘脸色愈发苍白，把瓷瓶紧紧握在手心，仿佛这是最大的宝贝。此毒凶猛，最好在露天场所使用，切勿在密闭的房间里打开瓷瓶。另外，我额外赠送你一株毒草。许七安打开锦囊，取了一个盆栽给他。这是一株碧油油的草，类似兰花，绿意间点缀几颗嫣红的果实。绿寡妇，这是绿寡妇。赵盘审视着兰花，忽然惊喜起来，竟是变异的绿寡妇。寡妇都能绿？
取名字的家伙真是个怪才。许七安淡淡道：“随手培育的，其实是他在山中采摘的毒草，交给木南枝来培育，结果产生了变异，毒性相较原先品种猛烈了数倍。对毒蛊来说，品类不同、功效不同的毒物，当然是越多越好。比如许七安现在善用的毒素是千年古尸的毒液，青黑色的，想让它变得无色无味，就得稀释到一定程度才行。但如果能得到一种无色无味的奇毒，耍阴招的空间就更大了。随手栽培出变异毒草，赵盘心知遇到的是一个用毒的大高手，记得约定，不能把得到的东西告诉别人。赵盘兴致勃勃地下楼，不多时，第二个人上楼，标准的武夫，身材粗壮，肌肉虬结，手里拎着一把大斧。你想要什么？许七安问道。我想成为4品武夫。大汉瓮声瓮气道。现在是几品？7品炼神。你怎么不说自己要当武神？这种人反而好打发。许七安淡淡道。20两银子。大汉没说话。50两银子。大汉还是没说话。80两银子。大汉抱拳道。多谢阁下。1个时辰后，许七安捏了捏眉心，终于把非义务补偿全部解决。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有的人求毒，有的人求丹药，有的人求名师指导等等。他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大部分都以折算成银两、赠送火铳的方式兑现。有几个要求特别古怪的，一个说自己在老家遭未婚妻退婚，出来历练，3年后要回去打脸，所以不要银子，要能进步神速的宝物。还有一个说女儿穷到住狗窝了，但人穷有志气，也不要银子，但能一步登天的宝贝。许七安就摸着自己40米的大刀说：你们想清楚了再说。最后还是以银子的方式折算，超能力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啊！短短1个时辰送出去3000多两白银，早知道让二师兄把我屏蔽算了。对了，二师兄刚才是想说什么来着？许七安心里碎碎念着，找来汤元武、李少云、袁毅以及柳云，目光扫过4人，他微笑道：你们想要什么？当然是血丹了，我们就是为血丹来的。李少云没好气道：不，准确的说是为了超凡的契机。袁毅纠正道：但事实是这里没有所谓的血丹，他们都被李妙珍给骗了。没有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让许七安强行拿出来。这样吧，汤元武沉吟一下道：钱财法器于我等来说并不罕见，阁下见多识广，不如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当作是补偿了。汤元武作为雷州土著，深知浮屠宝塔的神异，这个叫徐谦的竟能控制浮屠宝塔，单凭这一点，他的身份恐怕就不简单，不能单纯的以战力强弱来评估此人。许七安颔首：可以。汤元武立刻眼神火热，问道：如何炼制血丹？小老弟，小老哥你的思想很危险啊。许七安道：术士和道门懂，其他体系不清楚，但武夫肯定不懂。汤元武难掩失望，额外附赠你一个情报。看着双刀门主失望的模样，许七安又看了眼李少云和袁毅，沉吟着问：炼制血丹需要屠城，这点你们可知？3人点头。柳云眸子亮晶晶。镇北王为炼制血丹，屠了整座楚州城，但被神秘高手当场斩杀。一提到这种大快人心的侠义之事，柳云就特别来劲。他要知道屠镇北王的也是许七安，心里不知道是何感受。许七安道：自古3品凤毛麟角，整整1代人里都未必能诞生3品，而4品虽少，但每州都有几个，像建州甚至有10几个，9州之大，加起来就是多如牛毛了。可为什么大凤也好，巫神教也罢，乃至佛门都不曾大规模的炼制血丹，培养武夫，以活人精血炼制，自己的子民不能死，敌国的总没问题吧？3位有想过原因吗？袁毅等人惊了一下，听懂了许七安想表达的意思。李少云脸色微变：你的意思是血丹不能助4品踏入3品？是也不是。血丹的确能助4品武夫踏入3品，是一条一步登天的捷径，但相应的代价同样惨重，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吸收血丹，等待他们的唯一结果是爆体而亡。许七安道：若只是吞服血丹就能晋升，3品早就满地走了。柳云忽然说：我听闻许银罗已经是3品武夫，而当日在京城见到他时，他甚至连4品都不到。尽管江湖流传他在云州独挡2万叛军时就已经是4品，但我不知道不是，我曾近距离观察过他。你什么时候近距离观察过我？许七安吃了一惊。柳云继续道：许银罗又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踏入超凡领域，成为3品不死之躯的武夫？李少云、袁毅和汤元武眼睛里骤然绽放光彩。许七安摇头道：我并不是那位才情绝世的许银罗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踏入超凡领域，但如果他是吞服血丹晋升，那么千年已降，唯有此人。千年已将唯有此人，好想确认许银罗是不是千年来第一人。柳云抿了抿嘴，多谢前辈告知。我听佛门的和尚说，许银罗废了，
是否真有此事？袁毅问出了心里困扰许久的问题。他不是纯粹的武夫，身为益州都指挥使，许七安废或不废，对他来说这一点太重要了。此子经才绝艳，岂是说废就废？徐谦笑道。袁毅微微颔首道：我也不认为许银罗会夭折，许银罗将来的成就绝对超过镇北王。这些年西域风平浪静，表面上百姓认为是镇北王这位军神坐镇边关，才保大凤国土安宁。其实佛门忌惮的是魏公，现在魏公捐躯，将来如果还有谁能让佛门忌惮，便只有许银罗了。他若遭了意外，大凤就真没人了。感觉我的名声快比肩魏公巅峰时代了呀！许七安有些欣喜，尝到炒作的甜头了。其实大凤顶尖战力不弱，一品的坚正，二品的魏渊，二品的不当人子，二品的贞德，二品的骆玉衡，三品的镇北王，三品的孙玄机。这还没算江湖中的武林盟老匹夫，堕落的地宗道手，以及没得感情的天宗。可惜要么当了二五仔，要么陨落，要么没得感情，要么疯魔，要么天天想着双修，要么被一群徒弟折腾出高血压。内斗太厉害，底子全消耗了。最后许七安看向李少云道：你想问什么？李少云侧着头认真的思考许久，无奈道：我还没想好，我觉得你需要一本算术习题集。许七安心里嘀咕，他本想说我用大智慧法相给你启智，但考虑到这个粗鄙镇抚将军可能会当场翻脸，便忍住了冲动。送走了李少云等人，许七安站在窗边目送雷州武夫们离去，消失在黑夜里。他旋即转身看向孙玄机：二师兄，你之前说什么来着？木南之光洁的额头青筋直跳。他说他用天机术把浮屠宝塔遮掩了。圣子呢？圣子受不了他，逃到了第二层，说怕自己忍不住把孙玄机的嘴给撕碎。黎明，遍布着残垣断壁的三花寺，供奉着佛陀、菩萨和罗汉的大殿群在炮火中化作废墟。好在僧人们居住的禅房保存完好，肚南金刚坐在禅房的蒲团上，双眸微合，他的下方左边是静心静远等西域带来的僧人，右边是盘龙主持为首的三花寺长老。巫神教的伊尔布带着2名双胞胎离开了三花寺，每一位僧人的面前都有一张纸，纸上写着：浮屠宝塔被夺，龙气被夺，敌人叫徐谦。屏蔽天机的强弱与因果纠缠的深浅成反比，因果越深越难屏蔽。浮屠宝塔在三花寺屹立数百年，塔内封印着神术的断壁，不管是对三花寺的僧人，还是肚南这群来自西域阿兰陀的僧人，都有着极深的因果关系。正如金銮殿的消失会给金棺带来强烈的割裂感，浮屠宝塔的消失短暂地蒙蔽了三花寺的僧人，包括肚南金刚。但很快他们就会想起浮屠宝塔的存在，从而想起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而后又很快忘记，如此循环。最后见多识广的肚南金刚便让人在纸上写下相关信息，时刻看到，这样就能保证记忆不错乱，但也错过了最好的追踪机会。至于破除屏蔽天机之术，需要3人以上的三花寺僧人再次见到浮屠宝塔。谭龙主持道：伊尔布以卦术占卜，没能算出浮屠宝塔的方位，我们彻底失去了这件至宝。顿了顿，他接着说道：我们调查的重点是徐谦这号人物。据雷州商会的文人施主交代，此人是跟随他的如意郎君李灵素来到雷州，具体身份他并不知晓。但是文人施主说，李灵素对这位徐谦毕恭毕敬，甚至有点害怕。此人的真实身份不简单，就算是李灵素本人也不清楚，只知道对方是活了几百年的人物，监正与他对弈都输了。能赢监正的人，岂不是意味着能胜天半子？这是李灵素的原话。事后三花寺的和尚亲自问询雷州商会的文人倩柔，那位女施主很配合，有问必答。盘龙主持检验过内容真假后，便没有为难他。在场的佛门僧人脸色变得极其古怪，净元武僧难以置信道：可他的修为甚至都不如我，全依仗蛊术诡谲。盘龙主持摇头，这确实是一大疑点。另外消息就是那位徐谦散布出去的所谓的飞燕女侠是李灵素易容。一位长老皱眉道：李灵素是何方神圣？盘龙主持回答：此人是天宗圣子李妙真的师兄。天宗圣子是雷州商会大小姐，文人倩柔的如意郎君。天宗修的不是太上忘情吗？众僧心里闪过疑惑。这时静心道：李灵素易容成李妙真，这样的话早就应该被认出来，为何没人识破他的易容术？除非是一种特殊的能瞒过高品强者的易容术。盘龙主持颔首，如此一来，那个徐谦很可能也是易容。静心和尚开始说起自己的调查结果，道：我仔细询问过2位东方女施主，那徐谦曾在途中与他们偶遇，还劫走了他们的如意郎君李灵素。此人初见时平平无奇，但手段诡异莫测，防不胜防。此外，东方女施主还提到一个事情，梦境中时我们曾与他有过冲突，
东方女施主失手被擒，那人明明元神孱弱，却坚韧的超乎想象，一时得意，曾说过自己是3品的元神，这就附和文人倩柔的说辞了。此人的确另有身份，且是超凡层次的人物。且慢，盘龙主持纳闷道：“你方才说李灵素是2位东方女施主的如意郎君？”静心点头。这一刻，众僧脑海里再次闪过疑惑：天宗修的不是太上忘情吗？净元武僧似乎想到了什么，道：“我想起来了，在第2层的时候，恒英曾经想杀了此人，法器却无法穿透对方的皮肉，他极有可能是个武夫。”众人讨论许久，暗暗猜测徐谦的身份。肚南金刚睁开了眼，做总结：易容与司天监有极大干系，有法器有火铳，为龙器而来，3品超凡，武夫，实际修为却不及4品。大奉什么人附和这些条件？短暂的沉默后，静心和静元等西域来的和尚呼吸猛地急促起来。静心深吸一口气，平复激荡的内心，道：“肚南师叔，你是说他？”肚南金刚淡淡道：“除了不知浮屠宝塔为何跟他走，本座基本可以断定便是此人。”净元武僧沉声道：“他竟还敢出来行走江湖，想杀他的人比比皆是，真是胆大包天。”西域众僧人神色激动，哪怕是静心这样的禅师，方才也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三花寺的和尚云里雾里，盘龙主持看了眼静心和静元，又看一眼护法金刚，问道：“夺难师兄似是实属此人了。”肚南金刚没有作答，语气低沉的开口：“所有人退出去，不得靠近。”众僧目光交换，沉默的起身，躬身合十，离开了禅房。待所有人退走，肚南金刚从袈裟中取出一面背部雕刻金刚怒目的铜镜，把铜镜放在身侧的蒲团上。他嘴唇开合，无声的念动咒文，额请铜镜射出柔和的金光，打在梁上。金光之中盘坐一道略显虚幻的法香。这尊法香通体金色，无虚无眉无法，宛如黄金铸造，肌肉虬结，充满力量感。他甫一出现，室内便充斥着至刚至阳的气息，如高山厚重，如大海广阔。这并非力量的具象化，而是法相所象征的意义。伽罗树菩萨。肚南金刚双手合十，微微垂手，行了一礼伽罗树4大菩萨之首，掌控金刚法香，不动明王法香，佛门战力第一人，号称防御无双的金刚神功，便是金刚法香的简化版。何事？法香不曾开口，虚空中却有飘渺威严的声音传来：“佛子已现，如何定夺？”肚南金刚把争夺龙器、浮屠宝塔被夺之事原原本本的告知。金刚法香凝眉半晌，缓缓道：“1刻钟后再唤我。”说罢，金刚法香消散。1刻钟后，肚南金刚知道伽罗树菩萨这是要召集佛门高层商议此事。阿兰陀圣山中，撇开那位失踪300多年的法纪菩萨，现有2位罗汉、2位金刚、3位菩萨。其中2位金刚、1位罗汉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伽罗树菩萨，支持小乘佛法。广贤菩萨和度厄罗汉则提倡弃小乘，修大乘。琉璃菩萨属中立派，但更偏向大乘佛法，不然他当日不会亲自去大奉，试图把佛子带回阿兰陀。阿弥陀佛。外头，盘龙主持不解道：“静心失职，那徐谦似还有另一层身份。”他知道徐谦不简单，不知道的是他隐藏的那层身份究竟是何人。根据方才静心等人的对话，似乎已经明悟徐谦的真实身份。刚才静心和静元几人的失态，盘龙主持看在眼里。等闲之人不足以让2名4品高手这般失态，更不可能让肚南金刚平退众人。静元哼道：“还能是谁？徐谦便是许契安。”许契安。盘龙主持只觉脑门有天雷，接二连三的砸下来，脸色变了又变，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双手合十，连续念诵几遍佛号。等彻底平静后，他沉声道：“何以见得？传闻那许契安已是3品武夫，若真是他的话，在浮屠宝塔内。”静心摇头，主持有所不知，那许契安身中封魔钉，一身惊天动地的修为尽数被封，本该是废了的，没料到转修了蛊术。这样的话就能解释了。盘龙主持喃喃道：“难怪肚南金刚说他已废，封魔钉的事他并不知晓。”彻底平静情绪后，盘龙主持又问道：“肚南金刚方才是？”静心道：“阿兰陀的争执，主持想必有所耳闻吧？”盘龙主持颔首：“正是此子提出大乘佛法理念。佛门与道门不同，道门的理念与修行之法息息相关，佛门更为新。在部分佛门中人看来，许契安提出的大乘佛法理念是把整个佛门的教义往上推了一个层次，大乘佛法更适合传教，远比小乘佛法更有前途。”静心道：“此子是大乘佛法开创者，与佛门因果极深，他若能皈依佛门，佛门昌盛便是天命所归。更何况此人身负大奉半数国运。”禅房内，
铜镜散发出的金色光束中，金刚法相再次凝结，恢宏威严的声音回荡在禅房内。杜秦罗汉和杜凡金刚会率教众前往中原，擒拿佛子，皈依佛门，汝从旁协助，务必带回佛子。佛门能否将佛光洒满九州，就看佛子能否皈依佛门。凡祖饶尔等度化佛子之人，皆可灭杀。果然如此，杜南金刚猜到了这个结果，双手合十，谨遵法旨。顿了顿，他问道：那监正，自有人对付他，尔等无需担忧。明白，此事不得声张，不得泄露。说罢，金刚法相散去。不得声张，不得泄露。徐谦还是徐谦，杜南金刚双手合十，躬身行礼。浮屠宝塔内，许七安找来天宗圣子，说道：三花寺首座恒阴的魂魄还在此处，将他召唤出来，我要问灵。召唤他作甚？我好不容易积蓄了些魂力，不好浪费。李灵素不情不愿地掐动法诀，口中念念有词。招魂是6品阴神境才拥有的能力，他虽然修为被封，但品级还在。李灵素依旧是4品，只是发挥不出太强的实力。这点和许七安是不同的，毕竟东方婉容的封印术不可能比肩佛门之宝封魔钉。随着招魂咒念动，第3层阴风大作，一道虚幻的声音浮现，面目呆滞，圆润发胖，正是恒阴。许七安满意点头，退避一下。李灵素没想太多，转身往第2层走，走到楼梯口，发现所有人都没动，他猛地醒悟过来，就我一个退避，不然呢？许七安斜了他一眼，你这是没把我当自己人呀？李灵素瞪着眼睛，呸，男人最忌讳做同道中人，我和你这渣男是不一样的。许七安挥了挥手，把他打发到第2层。踩踏阶梯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后，许七安望向恒阴，问道：杜南金刚等人此行是为龙气而来？恒阴脸色木然地回答：是。他们怎么发现龙气的？多日前，主持看见一道龙影自远空而来，融入浮屠宝塔，他探寻无果，便将此事汇报给圣山阿兰陀。恒阴语气空洞，正如他木然的神色。许七安点点头，又问：佛门也想抢龙气？恒阴目视前方，喃喃道：杜南金刚说，攫取龙气之后，便行走中原，将龙气的宿主度划入佛门。把龙气的宿主渡入佛门，这帮死秃驴居心叵测呀！许七安心里一沉，又问了些细节问题后，他喊来李灵素，散去恒阴的魂魄。监正说过，得了龙气便拥有逐鹿中原的资格。许屏风想要龙气，巫神教想要龙气，佛门也想要龙气，我的对手有点多呀。换个思路，各方同样是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有效的办法抽取龙气，但可以把龙气宿主招揽到所属势力，效果也是一样的。缺点就是我对付他们的时候，完全可以利用阴险的手段抢人，让他们防不胜防。散碎的龙气可以不必管，但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必须拿到手，如今我已经收集了一条。许七安当即制定计划，把解印神书的任务往后推一推，先搞定龙气再说。毕竟神书的残躯线索太少，一个个的找犹如大海捞针，但他现在急需实力来应对敌人，因此养蛊比寻找神书残躯的难度要低，可行性也高很多。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看向塔林老和尚，不由想起了那位失踪300多年的法纪菩萨，佛牌应该是偶然间落入我手吧。我不信这一切都在法纪菩萨的预料之中。不能这么想，我当初也觉得监正不可能预料到一切，但事实证明我被打脸了。监正能做到这一步，依仗的是天命师的独特，是职业技能。但那位法纪菩萨掌控的是大智慧法相，在没有完全了解大智慧法相的能力前，不能妄加论断。也不知道塔林能不能解开封魔钉，不能直接说，先试探一下。他旋即看向孙玄机，道：二师兄，带他们去第2层。好。孙玄机脚下一踏，传送阵法卷住木南枝和李灵素，消失在第3层。许七安双手合十，朝塔林老和尚行礼：大师可知我是何人？老和尚微笑道：我在三花寺听过不少关于你的传闻，我还以为你两耳不闻窗外事。许七安反问道：何事？李少云说，这和尚拥有神鬼莫测的算术能力，智商很高。许七安怕他诓自己，故而再行确认。老和尚直言不讳。施主们第一个走到佛陀座前，想来是因为大乘佛法的缘故。他果然知道我的身份。许七安笑道：大师，你可听说过封魔钉？传说佛陀当年在西域传教，遭遇修罗族的阻扰，后来大部分修罗族都被佛陀感动，皈依佛门。是被感动还是被洗脑？许七安心里吐槽。但修罗王桀骜不驯，连佛陀都没法，于是用封魔钉将其封印，镇压在阿兰陀49年，才将其炼化。塔林说。许七安直呼内行，问道：那您可见过封魔钉？知晓该如何使用它吗？老和尚摇头：施主，贫僧只是塔林。什么意思啊？许七安表情略有僵硬。塔林是无法修行的，
贫僧本质上是这座浮屠宝塔诞生意识，与寻常生灵不同。贫僧的能力来源于主人的祭炼，就是说，塔灵的能力是固化的，浮屠宝塔有什么能力，塔灵就有什么能力，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修行法术，也无法施展法器不具备的法术。那也就是说，我的太平刀以后只懂得砍人，不愧是武夫的法器，果然粗鄙。老和尚的话我只信一半，回头问问二师兄，他是术士，没人比他更懂法器。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答案，好在他本身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便不再纠结封魔钉的事，转而指着神书断臂道：“大师，我能否与他沟通？”塔灵老和尚沉吟一下，道：“可以。”许七安当即取出手环，走到阵法边缘，摇了摇，铃声清越。神书的左臂食指动了一下，叮叮叮，铃声愈发激烈，左臂的手指动得也越快。额顷，一股强烈的恶意涌起，笼罩整个第三层。这宛如实质的恶意，让许七安心跳加快，仿佛置身在狼群，被择人而噬的油绿眼睛盯着，没有一丝一毫的安全感。神书，许七安是叹道。他能坦然地在塔灵面前提及神书，首先佛门已经知道神书在他体内，这个秘密就和气运一样早已曝光。其次，之前他试图解印神书的意图完全暴露在塔灵的眼前。随着许七安道出名字，低沉的充满恶意的声音从手臂里传来：“你是何人？知晓本座名讳？”偶然间知晓你名讳的人，许七安斟酌一下，道：“受人之托，前来问你些事，脚环就是信物。”你还记得这个脚环的主人吗？不记得了。神书喃喃道。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想起来了，你过来些，我告诉你。”许七安面无表情：“你是不是想骗我过去，趁机对我做坏事？”神书森然道：“小东西还挺敏锐。”许七安恍然大悟：“你果然想对我做坏事。”神书没再说话，片刻后，他突然狂暴了，以手指做脚，左冲右突，锁链绷得笔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佛陀，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咆哮声回荡在第三层空间内，震得整座宝塔微微颤动。许七安皱了皱眉，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的跳动，血液仿佛要冲破血管，头疼欲裂。他强忍着头疼，大声问道：“佛陀当年对你做了什么？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认识万妖国的九尾天狐对不对？你们是什么关系？”但神书不理他，疯狂咒骂佛陀，震得浮屠宝塔颤抖不止。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平静下来，轻叹道：“想知道吗？你过来，靠近些，我告诉你。要不你出来一些。”许七安撇嘴：“你可知自己困在塔中多久？”听到这个问题，神书收敛了部分恶意，下意识地追问：“多久？”塔中不知年岁。许七安一本正经：“5000年了。”神书沉默一下，低声笑道：“你骗我。”他的语气很笃定。“咦，他凭什么断定我骗人？塔内不知年岁，他不可能知道我骗人。”许七安眉头一皱。神书充满恶意，仿佛能穿透灵魂的声音传来：“我自然有办法分辨，我还知道我不会超过800年。800年是某个参考数值。”许七安道：“确实，你被封印在浮屠宝塔内500年。”500年。神书的语气变得飘渺，似是有些恍惚。神书大师，你若是识得脚环，就该知道我是值得信任的人。顿了顿，见神书没有反驳，许七安追问道：“你的其他残躯在何处？”神书问道：“你要助我解除封印？”许七安忍不住看向塔灵，见他安静盘坐，不理会这边，心里松了口气。在此之前，我还有个问题，你知道封魔钉吗？佛陀炼制的法器。神书回答：“那你能解吗？”哼，小事一桩。闻言，许七安脸上喜色浮动，而后便听神书说道：“你过来一些，我告诉你。”你特么的！许七安嘴角抽搐一下。不管你问封魔钉的原因是什么，与我无关。你解开我的封印，我告诉你使用封魔钉的口诀。神书低沉的嗓音补充道：“解开你的封印，我人就没了。而且这只左臂一看就是地宗道手类型的邪道之人。他说他知道封魔钉的控制口诀，谁知道是不是骗我？”许七安没有纠结这个，转回正题：“你的其他身体在哪里？”神书断臂低沉的笑道：“不用那么麻烦，只要找到我的头颅，我便能自行解除封印。”你的头颅在哪？许七安眼睛一亮：“或许在阿兰陀。佛陀不亲自镇压我的头颅，他不会心安。关于这一点，你可以去打探。如果佛陀自500年前就开始沉睡，那么我的头颅必定在阿兰陀。阿兰陀，佛陀亲自镇压。”许七安满脑子都是卧槽，能下这个副本的只有武神了吧？一品武夫都不可能。当年那位半步武神的万妖国主不一样死在佛陀手里。我要有横推阿兰陀副本的实力，我还用得着你？你说佛陀是背信弃义的小人，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你和万妖国有什么关系？
说完，他屏住呼吸，准备好聆听了不得的秘辛。小东西，以你的修为，还不足以知道这个层次的事。至于我和万妖国的关系，我记不清了。你可以自己去查当年佛门灭南妖的真相。邪恶的神书笑生呼地嘶哑起来。当然，如果你现在就解除封印放我出去，我就告诉你再见。许七安见打探不出更多的消息，转头便走，朝塔林合十行礼。大师，我问完了。塔林睁开眼，点点头，屈指弹出一道金光。神树的左臂挣扎着，却又无法抗拒地陷入沉眠。中原西北部荆州下辖的玉阳县，楚元枕坐在马背上，行囊里装满鲜血淋漓的人头。他的左边是穿道袍的美貌坤道李妙真，右边是苦大仇深的恒远，身后跟着玉阳县的衙役们。衙役们步行跟随，把县里为数不多的马匹让给3位大侠骑乘。他们满脸疲惫，却脸色兴奋。玉阳县附近为祸多年的恶狼寨终于铲除了，这是一件值得欢呼庆祝的大喜事。恶狼寨的大当家是炼神劲武夫，骁勇无比，时常劫掠县内村镇，打劫过往商队，历任县令都拿恶狼寨没有法子。直到前几日，县里来了传说中的飞燕女侠与她的2位同伴。飞燕女侠真不愧是鼎鼎有名的大侠，一听附近有山匪作乱，立刻找到县老爷，主动要求剿匪。短短半天时间，未获玉阳县的恶狼寨就彻底灰飞烟灭，200名山匪杀得精光，一个不留。楚元稹看向恒远，道：我们不是出来找许七安，助他搜集龙气吗？为什么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被李妙真带着到处铲奸除恶？恒远一愣，阿弥陀佛，贫僧也不知道。李妙真秀眉轻蹙，行侠仗义难道不好吗？许七安这狗贼故意不理睬我们的传书，摆明了不想和我们会合。那好，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楚元稹摇了摇头，你的名声太大，与他走一起会暴露他身份的，万一被他亲爹盯上怎么办？3人到衙门交了人头，领了赏金。李妙真说道：咱们把银子换成粮食，再成施粥吧。楚元稹嘴角抽搐，妙真，我想换双靴子了。李妙真正要说话，目光忽然一凝，看向街边某个客栈的墙壁，那里用简笔画了一朵9瓣莲花，这是我们天宗的联络暗号。李妙真目光一闪，撇嘴道：两位，你们待会儿能见到7号了。嘿，这家伙竟从东方姐妹手里逃脱了。7号，恒远和楚元稹面面相觑，原来7号真的是天宗圣子，没想到在这里偶遇他。楚元稹目光一闪，对那位素未谋面的7号产生了些许兴趣。早在李妙真混迹云州剿匪时，天地会成员就知道7号和他有极为亲密的关系，不然也不会在被人追杀的危难之际将的书碎片交给李妙真保管。再结合天宗有圣子圣女的制度，不难猜测那位7号极可能是天宗的圣子，李妙真的师兄或师弟。不过李妙真本人对此讳莫如深，绝不提及，因此猜测只是猜测，没有坐实。而今听了李妙真这么说，楚元稹才真正确认7号就是天宗圣子。呼，总算能见到一个正常的天宗弟子了。楚元稹心里吐槽，他快受够李妙真了，路见不平铲奸除恶就罢了，还喜欢仗义疏财，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不就是银子2字吗？3人最惨的时候连客栈都住不起。对此李妙真的解释是，对我们来说露宿和住客栈有何区别？楚元稹竟无言以对。还是许七安好啊，如果是和他一起行走江湖，肯定吃香喝辣，尝遍当地美食，看遍当地美景，夜里还能去青楼或教坊司喝花酒。走吧。李妙真率先踏入客栈，此时不是饭点，大堂内只坐了零星几个酒客。他径直走向客栈柜台，询问掌柜，店里有没有住进来一位非常俊美的年轻人。李妙真很有自信，以那个人间渣子的容貌，掌柜的只要见过就绝对有印象。掌柜的想了想，有些迟疑道：非常俊美是何等俊美？李妙真回头指着楚元稹，比他更俊。掌柜一看楚元稹的颜值，摇头，没见过，这位公子风度翩翩，世间难寻，怎么可能有比他更俊的男子？楚元稹满意的收回长剑。李妙真眉头一皱，沉吟一下道：近来有没有道士住店？有。是何人？掌柜的目光掠过李妙真的肩膀，看向他身后道：不就在你身后吗？李妙真吃了一惊，回头看去，只见3人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一位气质冷艳的美人，身披雨衣，头戴莲花冠，眉毛长直，眸子是罕见的淡琉璃色，五官精致如刻。师傅！李妙真惊喜起来，步履匆匆地来到冷艳美人面前，道：师傅，你怎么下山了？你怎么在这里？2年不见，徒儿好想你。咱们能在这里见面，真是缘分。冰夷元君漠然地看着他，我一路追踪你过来的，飞燕女侠走到哪里，杨明到哪里，不难找。顿了顿，
他无喜无悲地说道：“仅凭你刚才一席话，罚你面壁3年也不为过。哪怕阔别10年，天宗门人见面，也应该是面无表情的颔首示意。”李妙真吐了吐舌头：“我这不是还在历练吗？3品之前，弟子无法领悟太上忘情之道。”他连忙给师傅介绍朋友：“这位是仁宗记名弟子楚元稹，原本是大凤的状元郎；这位是青龙寺的武僧恒远。”冰夷元君眼神淡漠地看了他俩一眼。剑胎、舍利子4人在桌边坐下，冰夷元君淡淡道：“下山游历2年，可有领悟太上忘情？”李妙真眼珠子胡乱转动，道：“啊，这徒儿还在努力。”冰夷元君冷漠道：“把手伸出手。”李妙真茫然照做，一道淡金色的光芒从冰夷元君袖中窜出，把李妙真双手手腕紧紧缠缚。缚灵锁！李妙真大吃一惊，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展开，愕然道：“师傅，您这是作甚？”冰夷元君脸色冷漠，语气同样没有感情起伏。奉天尊法旨，捉拿李妙真回宗门，重新研读天宗宝典。楚元稹和恒远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为什么？李妙真摸不着头脑。冰夷元君面无表情：“天宗弟子忘情寡欲，虽红尘历练，却不能沾染过多因果。天尊认为你偏离了天宗教义，需重新研读宝典，何时明悟，何时放你出来。天宗弟子下山历练，正确的姿势是以旁观的角度看红尘中的悲欢离合。李妙真不是，李妙真是欢快的在红尘这个泥潭里打滚。我就说吧，李妙真是天宗的异类，明明修的是太上忘情，却热衷于行侠仗义，迟早要完。”旁边的楚元稹满脑子都是槽点，李妙真不服：“弟子这是红尘炼心。”冰夷元君点头：“回宗门和天尊解释吧。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助玄成师兄捉拿圣子。”圣子？天宗连圣子也要捉拿？楚元稹心里疑惑，忍不住看向恒远，发现对方眼里也有同样的疑惑。冰夷元君起身，牵着李妙真就往外走：“师傅，我不要回宗门，我还有1年的历练时间。您怎么断定我无法太上忘情？您替我向天宗求情。”李妙真被牵着踉跄前行，不停地开口求饶。恒远慌忙起身，沉声道：“前辈，李……”还没说完，便被李妙真喝止。飞燕女侠转音道：“不要试图阻扰，他会杀了你们的。领悟太上忘情的人，不会因喜怒善恶杀人，好人恶人在他们眼里没有区别。但如果他们觉得你是阻碍，就会毫不犹豫地斩杀，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犹豫。千万别阻拦他。但也别放弃我，回了宗门，我恐怕这辈子都出不来了。”恒远传音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李妙真咬牙切齿：“去找许七安，那家伙虽然废了，好歹有个3品的架子，等闲死不掉。还有机会，师傅还要捉拿李灵素那个家伙，暂时不会把我押回宗门。”冰夷元君牵着李妙真出了客栈，召来飞剑，师徒俩跃上剑戟，御风而去。见状，楚元稹连忙召出法器长剑，与恒远一起踩上，远远地跟在冰夷元君身后。狂风迎面而来，苍茫大地就在身下，江河蜿蜒如银带，山川纵横如沙堆。楚元稹传音道：“恒远大师，你速速联络许七安。”“阿弥陀佛，贫僧已经在联络了。”恒远大师回应道：“漳州郑家墓园。”许七安把小母马拴在小道边的树干上，撇下木南之李灵素，还有披着斗篷带着斗笠的傀儡恒英，独自前行。离开雷州后，他们立即返回漳州，找杨会长要回小母马，然后来到郑兴怀老家。漳州下辖一个比较贫困的县城，郑家是本地很有势力的大族，在郑兴怀没有发迹前，郑家什么都不是。后来郑兴怀官越做越大，最后当上楚州布政使，郑家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成为当地大族，还建了墓园。郑兴怀的墓一眼就能看到，最豪华最气派。随着楚州屠城案盖棺论定，郑兴怀得以风光大葬，这个叫做平康县的县太爷心思活络，迅速让人建了城隍庙，把郑兴怀捧为城隍爷。如今香火极为旺盛。郑大人，我来看你了。许七安在坟前摆开吃食，一壶黄酒，2个杯子，他喝一杯，在坟前倒一杯，期间没有说话，时间静静流淌。那是谁的墓？李灵素趁机打探，希望能从这些蛛丝马迹里窥探出徐谦的真实身份，一个可敬之人。木南知道，可敬之人。李灵素眼珠子一转：“夫人，能与我说说吗？以他这个该死的魅力，夫人断然不会拒绝的。”“没心情。”王妃翻了个白眼：“咦？夫人今日心情不好。”李灵素干笑一声。很快，一壶酒喝完，许七安看了眼墓碑，略作犹豫，以纸代笔，写了一行小字：“功名利禄一纸书，不过扬灰于尘土。”这是郑兴怀目睹楚州城化作废墟，半生心血毁于一旦时，于悲痛中有感而发。这位一生坎坷的读书人，
最后为这句话付出了生命。许七安朝墓碑作揖3拜，祭拜完正大人，他打算回雍州参加武林大会，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20天。雷州和雍州之间隔着一个漳州，正好一路不紧不慢地走过去，沿途借助自身对龙气的感应以及聚合效应，或许能收几条小龙气。这时他大脑像是被人狠狠拍了一巴掌，预示着有人找他私聊。许七安没搭理，但巴掌一个接一个，对方似乎很着急。他当即小心地取出地书碎片，拢在袖中，一缕元神沉浸入地书碎片中。灰蒙蒙的镜中世界，8道光圈晕染出混沌色的柔光，其中一道忽明忽暗，光晕涟漪荡漾。恒远大师。许七安的元神化作触手，连通了代表6号的光圈。许大人，大事不妙。见许七安有了回应，恒远松了口气。何事？李妙真道友被他师父抓走了。许七安脑海闪过一串问号。大师，你把前因后果说明白些。恒远说道。你离开京城后，楚施主还有李道友结伴离京，一边寻找你的踪迹，一边行侠仗义。可就在今日午后，李道友见到了天宗的联络暗号，那是他师尊留下来的。李道友随后与师尊相逢，聊着聊着，那位天宗高人突然掏出法器绳索，将李道友制住。这是为何？许七安大吃一惊，惊讶程度就仿佛听到朋友说，我约了一个漂亮妹子开房，结果洗澡时他掏出一个比我更大的，差不多就是这么荒诞。那位天宗高人说，李道友偏离了天宗教义，为防止他在红尘中沉沦，得带他回山重新研读天宗宝典。但李道友说，他一旦被带回天宗，很可能再也无法下山，经此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我他妈就说李妙真是个异类，一个天宗圣女，硬给他修成了一代女侠，吃早药丸。许七安面皮抽搐，神念交流，所以他希望我能救他。你和楚元稹没有出手，这说明妙真的师傅至少是个3品阳神吧？以我现在的状态，如何救他？再说，我连你们在哪都不知道。恒远说道。还是有机会的。那位天宗高人说，这次下山不但要带回李道友，还要连同圣子一起带回去。接下来他会去寻找圣子。李道友说，圣子在东海郡一个叫东海龙宫的江湖势力，许大人一定要赶在天宗的人找到圣子前，提前与他会合。此事非常重要，一定要找到圣子，不能让他也被抓走，否则就再也没机会了。好巧，那个死渣男就在我身边。许七安传音道，你替我向他传句话。恒远问道。许大人请讲。许七安权衡之后，根据目前的状况分析道，让他好好稳住咱师傅，圣子的事交给我，他现在要考虑的不是我为什么时候去救他，而是他能拖延多久。恒远大师道，明白了，贫僧会一字不漏地转述给他。许七安接着说道，近来修行如何？恒远大师回复，已在参悟金刚神功，短则半月，长则2月便能踏入金刚神功门槛。这代表恒远大师真实战力已经不弱4品，有了修行金刚神功冲击3品金刚境的资格。许七安心里一喜。离别前，他把金刚神功传授给了恒远大师。修行金刚神功需要特定的资质，但他相信身负罗汉果位的恒远大师肯定能修成金刚神功，这点毋庸置疑。修成金刚神功是踏入3品金刚境的前置条件，恒远大师将来至少是3品，这意味着我将来会有一位金刚充当打手。前期在恒远大师身上下的投资，现在总算看到苗头。许七安心情顿时好了起来，转而问道，楚元稹呢？楚施主尚未踏出自己的剑道。恒远大师说道。许七安叹口气，这瓜娃子品如的衣服不穿，偏要穿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有这么简单？如果楚元稹能成功，他大概才是天地会成员里天赋最可怕的人物。不过有一说一，养翼这个秘法确实厉害，变相的积蓄力量，当时间长度达到一定程度，菜鸡也能爆发出砍死大佬的战力。当初楚元稹10年剑意，一剑清净，直接破了3品5副的体魄，造成不小的杀伤。结束私聊，许七安背过身，收好的书碎片，转身走向墓园外。木南枝坐在小母马背上，怀里抱着小白狐，许七安牵着马，与李灵素并肩而行，傀儡恒音走在前头。天宗的太上忘情是怎么回事？许七安忽然问道。之前在平州时，我不是在你的梦境里和你说过了吗？李灵素心里嘀咕，笑道，戒烟不动情，若遗忘之者，你最好说人话。许七安斜了他一眼，其实也简单了，根据天宗宝典记载以及我自身的理解，太上忘情根源在于忘。何为忘？是忘记吗？不是。是无情吗？也不是。李灵素侃侃而谈，是有情，却超脱于情，不为情牵，不为情困，达到超然俯瞰的层次。我举个例子，救天下苍生和救一人，前辈会怎么选？
突然就哲学起来了。许七安思考了一下，没有回答，因为他觉得回答会暴露自己的性格。李灵素等了一下，没等来徐谦的回答，便自顾自道：正常人自然会选择救苍生，弃一人；如果那人是亲朋挚爱，则会选择救一人，弃苍生。为何？因为他选择的时候被情所困。太上忘情之人会选择救苍生，而非救一人，哪怕这个人是亲人。许七安思考道：如此说来，李妙真匡扶正义，把天下苍生放在第一位，岂不正是太上忘情？不！李灵素连连摇头。他行侠仗义，多管闲事，正是为情所困的表现，是他的正义感在促使他铲奸除恶。另外，如何师妹真的爱上某个男人，我敢保证他会选择救一人而弃苍生。这么说来，你的路子走对了。许七安笑盈盈道：那是自然。李灵素昂起下巴，接着他发现徐谦的眼神有些不对。天宗圣子心里一凛，前辈何故如此看我？许七安笑而不语。前辈的眼神让我非常不安。李灵素追问道。许七安还是笑而不语。如果太上忘情是1到1加1等于几的数学题，李妙真的回答是3，天宗圣子则在一旁哈哈嘲笑说：蠢货，明明是等于9。殊不知身后的数学老师握着教鞭，露出了和善的笑容。对于如何解救李妙真，许七安的想法是拖到七绝谷再上一层楼，再考虑如何救人。只要好好控制李灵素，与天宗的高人都圈子就行。而天蛊斗转星移的能力是比屏蔽天机要更强的隐蔽手段。等到他有了足够的实力，充足的准备，再把李灵素丢出来当鱼饵。如果操作得好，我甚至能借天宗的力量对付佛门和巫神教，还有许屏风。想到这里，许七安问道：对了，令师修为如何？3品阳神。李灵素道：很好。许七安笑了起来。走着走着，他忽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坍塌出的深坑，一边按捺住蠢蠢欲动的心，一边说道：我去办点事，你们先回客栈。众人不疑，也没多问，继续往前。小白狐从木南之怀里探出手，伸出小爪子挥了挥，目送众人背影越来越远，直至消失。许七安迫不及待地钻进深坑，就像回了家一样，露出满足的笑容。青州边界的一座小城广汉郡，城中最好的酒楼香山居，雅间内姬玄端着一盘油炸虫蛹，吃得不亦乐乎。好吃，卖相虽然难看，吃起来却别有一番风味。元双妹子吃一盘。许元双秀眉轻蹙，许久不曾动筷，似是被影响到了胃口。宽敞的雅间里共有7人，明眸皓齿的许元双，习惯性板着脸冷峻严肃的许元怀，以及本次团队的核心人物姬玄这3人之外，其余4人从左到右依次是穿着浆洗发白道袍的蕉叶老道，留着山羊须，头发花白，眼角鱼尾纹深刻。蕉叶道长是云游道士，山医命相卜，样样精通，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这些旁门左道上，自身修为不高，但在江湖上一个所学博杂经验丰富的老前辈，重要性甚至要强于化境武夫。然后是披着五彩斑驳长袍的枯瘦男子，名叫启欢丹香，此人是新古部的云游古师，在云州时偶遇乡绅欺凌百姓，便操纵毒虫灭其满门，性格偏激可见一斑，因此被云州官府通缉，后机缘巧合加入乾隆城，成为城主府客卿。启欢丹香左侧是一名千娇百媚的妖娆女子，脸蛋尖翘，烈焰红唇，眼睛大而妩媚，水汪汪的，像是会勾人。初冬时节，穿着露香肩、腰肢和小腿的轻薄纱裙，尽情地展现成熟女子动人的魅力。她叫柳红棉，出身建州万花楼，与师妹萧月奴争夺楼主之位失败，愤而离开建州，被乾隆城吸纳，成为城主府客卿。最后一人身份特殊，他并不能称之为人，外形虽是一位孔武有力、富有威严的壮汉，本体却是一只白虎，是国师许屏风培养的28星宿组织中的4首领之一。白虎这4人每一位都身负异能，手段高超，再有许元双这位术士存在，整个团队几乎没有短板。新古师启欢丹香笑道：青州西部紧邻南疆，这种吃法是我们南疆传过来的，不过中原人更讲究，知道用油炸和香辛料去腥味。南疆人吃这东西大多是生吃，或用沸水煮，最多再撒些盐巴。姬玄很快吃完一盘，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感慨道：子阳居士不愧是儒家正统，把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乾隆城要能得儒家正统的支持，大业何愁不成？元怀，你说国师为何不找儒家？古板冷峻的少年闻言皱了皱眉，略一沉思，然后摇头。许元双淡淡道：因为大奉气数未尽，儒家最看重气数，也最懂气数。儒家何时出手，便意味着王朝气数已尽。比如当年乾中大儒撞碎大周龙脉，断了大周最后的气数。当年武宗皇帝谋逆，儒家既没帮忙，也没阻拦，这其实是好事，证明这次儒家同样会袖手旁观。
等舅舅登基称帝，取代大凤，还怕儒家不能为我们所用？姬玄竖起大拇指，元双妹子若是男儿身，当个首辅没问题。许元双脸色冷淡，并不搭话。姬玄摸了摸下巴，干笑两声，环顾众人，道：昨日收到隐卫的密报，第一道龙气出现在雷州三花寺，依附在浮屠宝塔内。10日前，雷州江湖人士因此事与三花寺发生冲突。隐卫是乾隆城培养的密探组织，遍布中原13州，专负责搜集情报，与打更人的案子性质相同。许元双眼睛一亮，问道：结果如何？姬玄啧啧两声，道：根据参与过此事的雷州武夫透露，龙气被司天监的孙玄机和一个叫徐谦的人夺走，连同浮屠宝塔一起。再度南金刚和伊尔布的眼皮子底下夺走。孙玄机当时抹去的是浮屠宝塔以及塔内所有人的存在，随着那些江湖人士离开，暴露在公众视野下，屏蔽天机之术便自行破除。就如当日许屏风出现在京城众目睽睽之下，屏蔽天机之术立刻失效。焦业道长抚须说道：这正如我们所料，司天监在收集龙气，而且进度比我们更快，已经获得了9道龙气之一。另外，佛门果然也在搜集龙气，想必巫神教亦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水浑的很啊。另外，徐谦是何人物？出身万花楼的柳红绵娇笑道：水魂也有水魂的好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红棉姑娘说得不错。姬玄赞同的点头，接着回答焦业道长：因为没有查出此人的根脚，只知道此人善毒，应该是古族的人。众人当即看向启欢丹香，新古师皱皱眉头，这显然是中原人的名字，容貌也可以伪装，但能在2位3品的手中夺走龙气，此人就绝不简单。所以能猜出他的身份吗？姬玄问道。启欢丹香摇头，古族的蛊术虽然很少外传，但终归是有个例，比如秦古部的族人很喜欢招惹外族人，把他们强留在族中。那些身中秦蛊的人，或自愿或迫于无奈留在古族，时间久了便学会了蛊术，一旦逃离，蛊术也会随之传到各处，4品之下都有可能，无法断定是古族的人。白虎淡淡道：会不会是许七安？许元双和许元怀眉头同时一挑。姬玄皱眉，没有根据的揣测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启欢丹香补充道：蛊术修行艰难，需自幼植入本命蛊，那许七安是武夫，不可能一夜之间转修蛊术，并拥有一定的火候。白虎点头。柳红棉咯咯笑道：可惜了，听说许七安此人风流好色，是京城教坊司的常客，倘若是他的话，人家的美人计就10拿9稳了。许元双嗤笑道：愚蠢，他是那种看到女人就走不到的人。柳红棉笑容不改，妩媚动人，我又不需要图谋他什么，我只要睡他就够了。咦，元双妹妹似是不忿，姐姐明白了，原来你也心仪许银罗。砰！许元双拍桌起，怒道：你说什么？这些客卿并不知道许七安的身世。姬玄笑着打趣道：红棉姑娘想睡许七安，大可去京城找她，但在那之前，我们得去一趟雍州。雍州？焦业老道反问：雍州近期会召开一场武林大会，据说是当地的江湖大势力，公孙家和龙神堡联合举办，为雍州高手制定排名，但凡想扬名者都会去雍州。姬玄道。焦业老道恍然，抚须大笑，届时便可在这些人中甄别龙气附身之人。司天监地底，杨千焕站在某个房间门口，用后脑勺对准房内的钟离，沉声道：钟师妹，我不陪你待着了，老师已经答应放我出去。披头散发的钟离一愣，软如的嗓音道：杨师兄打消弑君的念头了。杨千焕哼了一声：且容皇帝小儿得意几天，将来若是重蹈远景的覆辙，我杨千焕定当着京城300万百姓的面将他斩在金銮殿。他不会承认，是因为自己屈服了，监正老师才网开一面放他出来。昨日太子已经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永兴，京城百姓看不到金銮殿的。钟离小声避避：你说什么？杨千焕没听清。钟离摇摇头，就说：那岂不是失去目标了？出去又有何意义呢？杨千焕后脑勺灼灼地盯着他：我早已想好如何扬名，并有了详细计划。许七安此辽不在京中，千载难逢的良机，此时不崛起，更待何时？等他将来回京，会发现京城百姓早已不记得许银罗，心目中只有杨千焕。杨师兄的语气里透着沉着的自信。钟离好奇道：详细的计划？杨千焕缓缓道：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我终于明白自己和许七安的差别在哪里。差在哪里呢？钟离像个合格的捧哏。杨千焕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钟师妹可还记得许七安是从何时开始受百姓爱戴的？钟离歪着头，发丝垂落，露出一双明亮的眸子，声音轻软：经查时连破大案，那会儿钟离作为一个小可怜被镇压在楼底，
还不认识许七安，后来慢慢的才了解许七安的过去。并不是，经查时他虽出尽风头，但名声只在官场流传，市井百姓略有耳闻，但远谈不上爱戴。杨千奂声音低沉，娓娓道来。真正让京城百姓记住他的是佛门斗法和云州之行，后来蔡氏口刀斩国公，名声达到巅峰。但这些也好，后续玉阳关的传说以及弑君的壮举也罢，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顿了顿，他以一种揭开迷雾背后真相的语气说道：因为他在不停地给自己树立为国为民的形象，百姓自然就爱戴他。他杀远景是斩昏君，我要是杀永兴，我就是奸贼。钟离听了甚是感动，杨师兄总算看明白了。杨千奂继续道：因此我要开始为百姓谋福祉，让全京城的百姓对我感恩戴德。那杨师兄打算怎么做呢？钟离柔声道：我打算在京城开几家铺子，无偿的帮助京城百姓，久而久之，我便能超越许七安，成为京城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杨千奂说的掷地有声。杨师兄真厉害，想出这么好的办法。钟离替他高兴，得到钟师妹的认同和赞扬，杨千奂踌躇满志地走了。寒风呼啸，荒草起伏，远处天边凝固着一团团厚重的乌云，随着狂风急速卷来，一行人走在荒山小道，马背上的木南枝裹紧了狐裘大氅。他皱了皱眉，扭头朝许七安说：我有点冷。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刚入冬不久，屋檐已经挂霜了。许七安点点头，手掌贴在小母马腹部，气机绵绵输入。他如今已能炼精化气，化出不少气机，相当于8品炼气境。小母马感受到来自主人的热量，欢快的嘶鸣一声，扭过头来蹭了蹭许七安的脸。姓徐的。木南之气的咬牙切齿，难道他还不如一匹马？对你来说，挨冻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啊。走江湖太悠哉，便没了趣味。话虽这么说，许七安还是握住他的小手，度送气机。李灵素把两人的互动看在眼里，心说夫人不够漂亮，因此徐谦这个糟老头子才这么嫌弃。想起自己的一群红颜知己，个个都是出挑的美人，圣子难免有些优越感，同时猜测徐谦是不好美色，还是不擅长和女子打交道，否则以他的身份修为，什么样的美人得不到？不过徐夫人尽管姿色平庸，却极为耐看，越相处越觉得她和普通女子不同，这大概就是徐谦娶她的原因吧。李灵素暗想。气机流转几周天后，木南枝浑身暖洋洋的，甚至还泛起慵懒的睡意。他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把小狐狸放在马背上，然后从行囊里取出，大奉的礼制，翻看了几下，脸色顿时微变。他悄悄咽了咽口水，低声道：书上说襄州2大特色，水鬼和赶尸，他们所在地界正是漳州下辖的襄州。小白狐一听，害怕的缩起脑袋，和木南枝一样没出息的结巴道：什么？很多水鬼啊？许七安没好气道：你一头妖，怕水鬼？小白狐耸了半边，小声道：我怕鬼的。李灵素说道：襄州水系众多，河往星罗棋布，纵横交错，每年溺死之人无数，水鬼多也正常。至于赶尸，倒是说来话长。见两人一壶看过来，李灵素解说道：相传大概在180年前，湘西突然出现一位奇人，御尸手段登峰造极，以13具铁尸打遍襄州无敌手，于襄州开宗立派。传承至今，襄州的许多江湖势力多少都有棘手御尸手段，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柴家。柴家主营的就是赶尸活祭，把客死异乡的死者送回老家。但凡是柴家接手的尸体，就不会腐烂发臭。许七安牵着小母马问道：这是巫神教育尸手段，还是尸骨部的手段？李灵素笑道：尸骨部的手段。那位奇人出身襄州，年少时全家遭仇人杀害，他不知为何没死，被仇人卖到南疆为奴，在古族学了一手不俗的御尸手段，自觉修为大成后逃出南疆，回襄州报仇，并开宗立派。此人叫柴思明，就是柴家的先祖。不过他的御尸手段有缺陷，只能修到5品境界。后来柴家发展武道，族人通常是5谷双修。当代柴家的家主只是5品，不过柴家历史上出过好几任4品家主。许七安诧异道：你以前来襄州游历过？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因为我的一位红颜知己恰好是柴家人。李灵素露出人生赢家的笑容。干，一不留神又给了你装逼的机会。许七安心里吐槽，他点点头，语气平静。明日就能抵达襄州城，正好去拜访一下柴家。李灵素脸色微变，悄悄捂住了腰子。风越来越大了，乌云压顶，眼见大雨就要瓢泼而下，一行人加快速度，走了半刻钟，坐在马背上的木南枝指着远处，喜滋滋道：那里有座破庙。小白狐喜滋滋的附和：有座破庙呢？破庙就在路边，走得近了，发现是座山神庙，面积颇大，
想来当年也有过风光的时候。庙门朽烂，半敞开着，仿佛一推就倒。许七安搀扶木南之下马，三人一马进了庙，跨过门槛，院中落满枯枝败叶，散发淡淡的腐味。庙内供奉的山神雕像倾倒，布满裂缝，缠绕着蛛丝。许七安大致扫了一眼，目测此庙荒废至少10年。庙中有几处炭灰，似是以前在此处歇息的人生完篝火后留下。啊！木南之突然低呼一声，指着南边墙角，结结巴巴道：“棺材。”靠南的墙边摆着一具乌木棺材，色泽暗淡，似乎有些年头了。荒废的破庙，陈旧的棺材，再加上临近黄昏，乌云盖顶，狂风呼啸，怪瘆人的。木南之胆子小，顿时怕得不行。明明自己是狐妖的白姬，似乎也被影响了，主动爬到木南之怀里，两个雌性生物抱团取暖。许七安瞧了一眼棺材，便收回目光，看向李灵素：“到外面捡些柴火，今晚在庙里将就一下。”李灵素出去才一会儿，雨就下了起来，凄风苦雨的。许七安从储物的锦囊里取出2件袍子垫在地上，让木南之可以坐着。等了片刻，李灵素抱着一大捆柴火返回，分量十足。庙里很快燃起篝火，驱走寒意。许七安架起锅，煮了一锅肉羹。不多时，浓郁的肉香飘散，木南之也就不害怕了，捧着瓷碗享用羹汤。小白狐也有一碗，快乐的舔舐。这时，许七安耳廓一动，听见了急促的脚步声。庙门口，2道人影匆匆跑进来，2男1女，其中一位男子穿如衫戴如冠，背着书箱，似乎是个读书人；另一个男子腰挎长刀，穿着黑色劲装，看打扮则是习武之人。至于女子，面容姣好，穿着利落的短打，长发像男人那样高高的竖起来，不过肩背与脖颈没了点缀，反而越发显得纤细单薄。好香啊！腰挎长刀的年轻男子进了庙，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铁锅。读书人拱手作揖道：“2位兄台，山道难寻，偶遇寒雨，不知能否行得方便？”李灵素笑眯眯道：“自便就是。”2男1女当即走到一边，在距离棺材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因为冒雨赶路的缘故，身上湿漉漉的。黑色劲装男子摘下佩刀，看向角落里的陈旧棺材，纳闷道：“庙里居然有棺材，正好把它劈了当柴烧吧。”年轻书生脸色微变：“使不得，王兄，这不吉利，死者为大，莫要惊扰了人家。”木南之听了，小手一抖，叫道：“就是你好端端的砍什么棺材，作死呀！”天已经完全黑了，雨点噼里啪啦的落下。荒山破庙里，篝火被卷入庙中的寒风吹得摇曳不止，人影在墙壁上扭曲出畸形的轮廓。黑色劲装的年轻男子眉头一皱，道：“与你何干？”他转而朝同伴嘀咕道：“棺材里有没有死人还不一定呢。”这时，那位容貌秀丽的女子说道：“不管有没有死人，都不吉利。王兄，我等习武之人，气血旺盛，不惧寒冷。只是吕兄你……”读书人连忙摆手：“不碍事，不碍事。”女子摇摇头，起身走到许七安等人面前，抱拳道：“2位兄台，能否让我们一起过来烤烤火？”“坐吧。”许七安在木南之的斜眼注视下，保持着高冷姿态，没让自己露出暖男笑容。于是3人就在篝火边坐了下来。许七安注意到他们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铁锅，盯着里面的肉羹汤。“不介意的话，就用我们喝过的碗吧。”许七安没当着他们的面暴露自己有储物法器的事。“多谢多谢。”读书人大喜，连连作揖。脾气不太好的黑色劲装男子闻言，脸色也转柔了几分。秀美女子喝了一大口肉汤，用袖子擦了擦嘴唇，说道：“小女子冯秀是梅花剑派的弟子。”他看向黑色劲装男子，介绍道：“他叫王俊，松云宗弟子，我们2家师门世代交好。这位吕兄是我们在山中偶遇的朋友。”读书人接过话题道：“在下吕为青山郡人士，新君登基，明年将开恩科，因此打算复籍游学，走到京城去。”太子登基了。许七安一愣，于大凤而言，这是好事。远景修道的唯一好处就是子嗣不多，否则皇子夺嫡，只会把局势闹得更乱更糟。李灵素搭茬道：“2位是结伴游历江湖？”冯秀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柔声道：“我们是响应柴家姑姑号召，前来襄州参加屠魔大会。”雨水沿着眼角流下，形成时断时续的水帘，被寒风一吹，飞花碎玉般的斜斜打入。襄州位处西南，冬季寒冷干燥，下雨时则阴冷潮湿，寒意进到骨子里。众人围坐篝火，柴火充足，烈焰驱散雨夜的凄冷。柴家姑姑召集的屠魔大会。李灵素表情一下古怪起来，追问道：“屠魔大会，屠谁？柴家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许七安拨弄着篝火，忽然明白为什么天宗要把圣子圣女一起抓回去。李妙真的行侠仗义，在天宗眼里未必是错，他真正的错在于膨胀的正义感
在于为情所困。同理，李灵素真正的错不在于他到处睡女人，圣子若是拔掉无情，天宗或许懒得管他的破事。他错在对每一个倾囊相受过的女人都抱有感情。一听和柴家有关，这小子就坐不住了。兄台不是漳州人士？冯秀有些意外地问道。襄州是漳州下辖的州，他直接点出非漳州人士，这说明所谓的屠魔大会已经不局限于襄州，而是整个漳州都人尽皆知了。许七安得出相应的推测，随后听李灵素笑着回答：我们此行目的地是雍州，途径襄州而已，对于此地的事了解不多。冯秀恍然点头，不动声色地打量几眼李灵素俊美无愁的脸庞，说道：柴家半个多月前出了一件大事，家主柴建元在府中被人杀害，杀人者是其养子柴贤。此人杀死对他恩重如山的义父后，又发狂，连杀府上数十人一路杀了出去，从此音信全无。柴贤，李灵素喃喃念到这个名字，似乎对此人并不陌生。许七安添了一块柴火，笑道：听姑娘的意思，这个柴贤还在漳州境内，没有离去。这人非常敏锐。冯秀有些诧异，轻声道：阁下说的没错，柴贤杀人之后，非但没有逃离漳州，反而声称自己是冤枉的，是有人栽赃陷害。他扬言要查清此事，还自己一个清白。但后来漳州各地频频闹出命案，尤其襄州最为严重，有人亲眼看见他杀人炼尸。起先杀的都是江湖人，后来连普通百姓都遭了他的毒手。襄州官府开始介入此事，柴家姑姑趁机召开屠魔大会，号召漳州各地的江湖人士共赴襄州，联合官府一起讨伐柴贤。黑色劲装的王俊冷哼道：邪魔外道，残害百姓，人人得而诛之。书生吕维沉默不语，悄悄朝众人靠拢了几分。许七安摘下水囊喝了一口，又给小白狐的碗里添了些水。他伸出粉嫩的小舌头，默默舔舐。小白狐矜持优雅，毛色鲜亮，纤尘不染，加上小小的一只，玲珑可爱，最能撩拨女子的心。冯秀直勾勾地盯着，欣喜道：好漂亮的小狐狸，我可以抱它吗？小白狐抬起头，刚想说不行的，木南枝抢先一步把他抱起来，顺势挡住他的嘴，淡淡道：不行。冯秀一脸失望。黑色劲装的王俊见心仪的女子碰了钉子，哼道：一只狐狸而已，有什么稀罕？冯师妹，等明日雨停，我去山里替你抓一只。冯秀摇头：算了，不必麻烦。他只是觉得小白狐可爱，想抱一抱，但真要他养一只在身边，却也没那个精力和兴趣。说话间，他又下意识地看一眼李灵素，恰好与对方目光碰撞，这位风度翩翩的俊美男子竟朝自己抛了个媚眼。冯秀立刻撇开目光，心头小鹿乱撞，脸蛋也随之火烧火燎。哎，我这该死的魅力！李灵素叹息一声，宛如高处不胜寒的绝世强者。然后他就听见了徐谦的传音：那个柴家姑姑是你的姘头？你怎么知道？李灵素瞠目结舌，险些脱口反问：我不记得自己说过。他传音回复：你听到柴家的血案，只有惊讶没有担忧，这说明你确认自己的姘头没有意外，所以我才是那个发起号召的柴家姑姑。许七安道：前辈明察秋毫。李灵素传音道：你对此案怎么看？许七安传音问询。李灵素陷入了回忆，悠悠道：我以前和妙珍师妹来过漳州游历，偶然间结识柴家人，当时领队的是一位丁香花般结着愁色的女子，叫人怜惜。漳州水系发达，我们在游船中相遇，那年初春，杏花微雨，她穿着水绿色的长裙，撑着一柄油纸伞，站在船边看雨。她当时丧夫不久，意志消沉，我请她喝酒，一醉解千愁，她起初没有理会，对我态度冷淡，后来嫌烦了，甚至恶语相加。丧夫，如与曹贼何异？许七安惊了。后来他说，漳州有处千绝谷，谷中有一对异兽，雌雄从不分离。他们的巢穴附近生长着一种叫做白首的奇花，若能得到那种花，便能和相爱的人厮守终生，白头偕老。如果我能摘来那种花，他就陪我喝酒。听到这里，许七安缓缓点头。你得到了那朵花，因此俘获了美人芳心。圣子摇摇头。千绝谷里的确有一对异兽，凶狂无比，有神魔血脉，别说五品，4品高手去了都应付不了。雌雄双兽的巢穴附近也没那种花，他是骗我的。但我依旧去了，与2头凶兽大战一场，摘下他们的一根尾羽，重伤逃走。我找到他，把尾羽交给他，然后就走了。这就走了，和我想的不一样。许七安皱皱眉头，传音道：后来呢？李灵素嘿嘿2声，传音道：他追出来问我，双眼含泪，质问我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明知道谷里没有所谓的奇花，明知道他是骗我的，为什么还要以身涉险？我说：美丽的姑娘，钟情你是我一生不变的信仰，走进你的内心是我梦寐以求的渴望，
这发自内心的感情不会因为河流改道而改变，不会因为高山坍塌而埋葬，哪怕是你的一个小玩笑，我也愿意用生命去尝试。可惜的是，我的姑娘，我无法走进你的内心，所以我要离开这里，走向远方。他不顾一切地扑入我的怀里。好家伙，请问天宗还收弟子吗？我想去进修几年。许七安冷冰冰的传音打断。够了，说正事。李林素意犹未尽地结束话题，传音说道。那柴贤我见过几次，是个秉性纯良之人，不像是会做出是负杀亲恶行的贼人，此中或许还有隐情。他欲言又止。满脑子都是弑父念头的许七安说道。有话就说，我想去柴家看看他，了解一下案情。李林素试探道。徐谦给他的感觉温和中不乏高冷，不像是那种会多管闲事的人，因此估摸不准他的想法。许七安点头，不得超过3日。他竟然答应了，李林素心里一喜。夜色渐深，雨水淅淅沥沥，众人或盘坐或侧躺，在凄冷的夜里休息。篝火暗淡下来，火红的木炭散发热量，努力地驱散着寒意。寂静的黑夜里，微弱的火光扭曲着影子。南边墙角那具陈旧的棺材的棺材板在无声的黑暗里缓缓掀开，一只青黑色的手从棺材里探出来，指甲漆黑，按在棺材边缘。哐当，沉默几秒后，棺材板猛地掀飞，重重摔在地上，发出巨响。一道人影从棺材内直挺挺地起身，他的膝盖仿佛不会弯曲。巨大的响动惊醒了夜宿荒庙的众人。黑色劲装男子王俊，还有利落短打的冯秀最先醒来，下意识地抓向身边的武器。铿锵，刀剑同时出鞘。木南之长途奔波数日，疲惫不堪，被吵醒后揉了揉眼圈，睁眼看去，只见王俊和冯秀握着兵器，背着众人，面朝南边棺材。而那具瘆人的棺材里直挺挺地站着一个人影，他隐藏在黑暗中，只看清一个大致的轮廓。双方似在对峙。这时棺材里的人影轻轻跃出棺材，他跳跃的姿势很古怪，膝盖仿佛不会弯曲，直挺挺地跃。火光照亮那人的模样，白铜青黑色的皮肉布满溃烂，头发稀疏，穿着破烂衣衫，一股古尸臭扑面而来。这哪里是人，分明是具尸体，会动的尸体。木南之瞳孔略有涣散，表情凝固，几秒后发出高分贝的尖叫。呀！小白狐也发出稚嫩女童的尖叫声，人立而起，两只前爪抱住许七安的小腿，瑟瑟发抖。尖叫声仿佛刺激到了他，他口中发出瘆人的嘶吼声，双腿一弹，扑向众人。书生吕维尖叫起来，吓得逃到角落里。是血尸！黑色劲装的王俊低吼一声，长刀竖斩，要将血尸斩为2半。血尸是一种靠吞噬活人精血生存的邪物，血尸之上是铁尸，铁尸的防御力相当于6品的铜皮铁骨，当年柴家先祖就是靠着13具铁尸打遍襄州无敌手。李灵素传音解释道。血尸双手一合，夹住刀刃，王俊用力抽了几下，竟没抽出来。这具血尸的力量远超他想象。冯秀娇斥一声，急走2步，一个直踹正中血尸胸口，砰！一抹灰尘炸起。血尸身躯宫缩如虾，但双脚稳稳扎根，没有动弹半分。下一秒，他一个挺身震飞了冯秀，接着他横身摆臂扫飞王俊。2位初出茅庐的年轻男女朝不同方向摔去，疼得呻吟不止。王俊被血尸扫中胳膊，大臂骨裂，他强忍疼痛，一边运气缓解，一边捡起佩刀，正要继续战斗，突然双腿一软，丹田如刀绞。啊！另一边，冯秀似乎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疼得脸色苍白，绵软无力。中毒了！王俊心里一凛，顿时明白了自身处境。王兄，冯姑娘不愧是名门大派出身的高手，中了我的软筋散，到现在才发作。角落里，书生吕维笑眯眯地走出阴影，来到篝火边。他脸庞清秀，却没了之前的温和，火光映照下，甚至有些狰狞。是你？冯秀大吃一惊，完全没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发展。你是养尸的人，难怪你刚才不让我劈砍棺材，是因为还没机会下毒。王俊拄着刀，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脸色铁青。吕维颔首道：没错，我这具血尸还未大成，虽说杀你俩没问题，但你们若是想逃，他可追不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冯秀修为不如王俊，已经站不起来了。吕维正要回答，忽听那个盘坐在篝火边无力动弹的青衣男子接话道：当然是为了祭炼血尸，提升修为。吕维审视了他几眼，确认他只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笑眯眯道：没错。许七安又道：所以你伪装成书生，徘徊在附近，诓骗过路的行人。看着之前有不少篝火余晖，想来没少害人吧？冯秀和王俊脸色瞬间难看起来，他俩就是被诓骗的路人。吕维面带笑容，再次审视着青衣男子。这条路频频闹人命，官府不管，
李林素拨弄一下篝火，问道：“今时不同往日，那柴贤到处杀人炼尸，闹得满城风雨。我们这样的散修，只是跟在他身后喝口汤，反正最后把罪过甩在他头上便是。”吕维眼神阴沉，似是不愿再废话，道：“先拿你们普通人打牙祭。”操纵着血尸走向李林素。为什么第一个死的人是我？难道就因为我太过俊俏？李林素有些生气。普通人的精血用处不大，但日积月累也能积少成多。我看几位身体健康，气血在普通人中算是极为旺盛。吕维说话间，血尸已经弹跳到李林素面前，张开腥臭扑鼻的嘴，狠狠咬向圣子。李林素摇摇头，侧身避开，顺势起身摘下束发的玉簪，轻轻抛出。玉簪电射而出，射穿血尸的半张脸，簪间刺出一只黑色的丑陋蛊虫，它宛如被赋予了生命，一个折转回到李林素面前。血尸踉跄往前走了2步，颓然倒地，再也没有声息。什么？吕维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他辛苦积炼数年，比炼气境更加强大的血尸，竟然这么简单就被对方破除。震惊、愕然、难以置信等情绪最先涌起，随后是恐惧和焦虑，冷汗唰地涌了出来。显而易见，他遇到真正的高手了。也许下一刻他就和血尸一样，彻底变成一具尸体。冯秀和王俊绝处逢生，又惊又喜又茫然。不过相比起纯粹死里逃生而满怀欣喜的王俊，秀丽的冯姑娘痴痴地望着李林素。原来她那么强大。许七安招招手，射来玉簪，凝视着簪间的蛊虫，摇头道：“变异的尸骨不够正宗。”他说话的时候，吕维表情经过一连串的变化，终于心一横，以极快的速度冲出破庙，试图逃离。咻！玉簪呼啸而出，刺穿了书生吕维的胸膛，带出一股嫣红的鲜血，人随之倒地。目睹吕维像草芥一般被杀的冯秀和王俊，深吸一口气，压住内心翻涌的复杂情绪，语气毕恭毕敬：“多谢2位前辈救命之恩。”许七安往火堆里丢了一块柴，叹口气：“襄州已经这么乱了吗？”冯秀抿了抿嘴，弟子在宗门时，只听说柴贤在襄州以及其他郡县作乱，闹得不得安宁。如今看来，这其中有部分命案是吕维这样心术不正之徒浑水摸鱼。是我和王兄信错了人，今日若非2位前辈也在庙中，恐怕我们难以活命。他再次感谢了救命之恩，但一双妙目大部分时间都聚焦在李林素身上，认为这个俊美绝伦的男子才是小团队里的核心。李林素微微颔首，把血尸处理一下，继续休息，等明日上路。木南枝看着王俊把血尸拖走，胆战心惊的扭头瞪一眼许七安：“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棺材里有鬼？”许七安摇头：“不知道，不过破庙里摆棺材，绝对有古怪。这里常有人落脚歇息，桌子都被劈成柴烧了，唯独棺材完好无损。如此大的破绽，一眼就出来了。至于后来那书生偷偷把迷烟丢进篝火，根本瞒不过用毒专家的他。”木南枝哼了一声，搂着白姬躺下，侧对着许七安，腰肢和臀部曲线勾勒得极为动人。难受，不要抱着我睡了。小白狐挣扎起来。许七安侧身躺下，揽住木南枝的纤腰，他娇躯僵硬了一下，但没反抗，也没说话。次日清晨，木南枝醒来，发现自己蜷缩在许七安怀里，昨夜受了惊吓，在睡时便下意识地贴着他，寻求安全感。她像个未出阁的少女，脸蛋微微发红，偏又强撑着假装若无其事。不多时，众人陆续醒来，许七安烧了一锅热水，先给每人1碗热水就冷馒头，然后用剩余的热水刷牙洁面。众人结伴上路，途中许七安问道：“襄州有什么特色美食？”李林素想了想，道：“腊肉不错，等进了城，我带前辈去品尝品尝。”许七安看向木南枝，见他一脸异动，于是笑道：“好。”冯秀和王俊有些拘谨地跟在身后，没敢主动开口说话，只是听李林素恭敬地称呼青衣男子时，有些诧异地对视一眼。他称呼那人为前辈，态度颇为恭敬。冯秀圆圆的眼睛微微睁大，难道他猜错了？这个青衣男子才是核心人物。午时前，一行人来到襄州城，城墙高3丈，行人稀疏，衣着普通，极少看见鲜衣怒马的人。襄州并不富裕，甚至还不如魏楚边陲的雷州。进城之后，冯秀和王俊告辞离开，李林素前头带路，许七安牵着小母马，哒哒哒地跟在后面。半个时辰后，他们在一座大庄园外停下来，漆红大门上挂着柴幅匾额。年轻力壮的门房迎上来，拱手道：“几位是哪个门派？”李林素回答：“无门无派。”“可有请帖？”“没有。”李林素摇头。门房眉头一皱，正要说话，便听这位俊美的年轻人说道：“我与柴仙儿是故交，你进去通报，就说李林素求见。”门房见这位年轻公子一表人才，俊美不凡，不像是坑蒙拐骗之辈，略作犹豫，道：“公子稍等。”
他转身匆匆跑进府，大概1刻钟后，急促脚步声传来，一位女子飞奔着冲出来。她穿着素色长裙，眉如远黛，樱桃小嘴，皮肤白嫩白嫩，像是能掐出水来。30出头的少妇，穿着朴素却难掩傲人身材，发丝间别着一朵白花。她最让人侧目的是淡淡的忧愁，没来由的让人怜惜。仙儿，李灵素面带微笑，风度翩翩的一枚卓氏家公子。柴仙儿愣愣地望着他，眼圈一红，冷冰冰道：“李公子不是自称江湖浪子，心无所依，唯有行走江湖才是唯一的归宿吗？今儿是哪来的风，把您刮到我这里来了？”李灵素叹息一声，心有牵挂的人是走不远的，他终将回到所爱之人的身边。柴仙儿别过脸去，倔强的不让泪水滚落。这小子当初离开时肯定是不告而别，留了封信之类的。许七安心里暗暗猜测，否则这位小少妇怨气不会这么重。另外，相比起东方姐妹和文人倩柔，这位柴家姑姑的性格恐怕相当倔强。李灵素张了张嘴，似是想说些甜言蜜语，又感觉环境不对，咳嗽一声道：“这位前辈是我的朋友，与我一起来襄州游历，听说了柴府发生的事，特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杏儿，你尽管开口。”年轻的门房人都傻了，这个公子哥竟然一口一个杏儿的喊柴姑姑。柴杏儿深吸一口气，朝许七安颔首，声音清冷客气：“前辈远来是客，里边请。如果真的没有感情，这会儿应该把我们轰走。哎，又是一条被渣男吃定的鱼。”许七安抱拳示意，牵着小母马进了府，把小母马交给柴府下人妥善安置后，3人随着柴杏儿去了大堂。杏儿，柴贤真的杀了柴家主？待柴杏儿平退下人，李灵素迫不及待地询问：“这不该啊，柴贤性情温厚，不是这种大逆不道之徒，其中是不是有误会？”误会。柴杏儿素白的脸庞露出冷笑：“此事我亲眼所见，柴府上下亲眼所见，岂会有假？”李灵素沉吟道：“或许是有贼人易容。”柴杏儿摇头：“易容术瞒不过我的眼睛，再者招式路数、随身物品以及御师手段等等都是佐证，容貌可辨，这些却变不了。”李灵素哑然皱眉半晌，问出了一直以来的疑惑：可他为何要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柴杏儿道：“因为我大哥打算把小兰嫁到皇甫家，你知道的，小兰和柴贤青梅竹马，他一直爱慕着小兰。得知此事后，他多次请大哥收回决定，表示要娶小兰为妻。柴贤虽然天资不错，但大哥认为把小兰嫁给他只是锦上添花，并不会给柴家带来太大的利益。但如果能与皇甫家联姻，双方结盟，对柴家的发展更有好处。柴杏儿是柴家家主的胞妹，她上一任丈夫是赘婿。”听到这里，李灵素眉头皱得更深。小兰并不爱他，只是把他当哥哥而已。对了，小兰呢？柴杏儿闻言脸色凄然：“小兰被掳走了。”在李灵素的追问下，他娓娓道来，事发当日，府上众人被交手动静惊醒，连忙赶往家主院子，发现家主已经被杀害，凶手正是义子柴贤。柴贤见事情暴露，狂心大发，操纵4具铁尸一路杀了出去，就此逃之夭夭。我善后时发现，小兰早已不在房内，这半个多月，我派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找到她的下落。柴杏儿满脸担忧。李灵素问道：“杏儿，你就没觉得此事有不合理之处？”柴杏儿淡淡道：“当日他杀出柴府时，我一出手阻拦。要说最不合理之处，就是柴贤的修为不知为何竟突飞猛进，已不在我之下。但你知道的，柴家的御师手段脱胎于古族的尸骨术，除了本人，外人难以驾驭。”李灵素嘶了一声，表情凝重且困惑。他本能地觉得此事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无法有效归纳，更不知道该如何查起。柴杏儿见他锁眉沉思，语气冷淡：“你认为柴贤是冤枉的，想查清此案，还他一个清白？”李灵素摇头道：“是还柴家一个真相，我既然来了，自然要帮你把此事解决。”柴杏儿冷冷地看着他：“那你什么眉目？”李灵素顿时语塞，摇了摇头。丁香花般素雅忧愁的少妇沈笑一声：“你当自己是许银罗，专破奇案？”李灵素苦笑道：“杏儿，你又何必这般挖苦？我知道你恨我当初不告而别。”独独。这时敲桌的声音打断了这对痴男怨女。柴杏儿蹙起精致的眉头，看向青衣男子。许七安缓缓道：“有几件事想问小姑娘。”小姑娘，柴杏儿眉梢一挑，她的身份非同寻常，柴家老祖宗在她面前都是黄毛小子。李灵素害怕红颜知己顶撞徐谦，惹这个老家伙不快，连忙传音解释。柴杏儿知道长寿意味着什么，花容微变，态度立刻变得拘谨起来，柔柔道：“前辈请说，家主柴建元对柴贤如何？柴贤此人品性如何？”许七安问。柴杏儿回答：“柴贤年幼时是个孤儿，饱受欺凌，家兄见他可怜，将他收为义子，
不但养育他成人，还教他御师手段，教他武道修行，说一句恩重如山并不为过。至于柴贤此人，若不是发生这件血案，大家还蒙在鼓里，认为他是个忠厚之辈。许七安点头，也就是说，柴家主对他恩重如山，而他之前的性情也不像是忘恩负义之徒。那么，即使他真的心生怨恨，无法容忍柴家小姐嫁给别人，直接掳走柴家小姐，远走天涯，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对，就是这样。李灵素猛地击掌，所以他才觉得此事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柴希儿凝眉沉思，道：前辈说的有理，但那天我亲自与他交手，确认柴贤就是本人，府中许多人都可以作证。那几具铁尸也的确是他的。有人证，许七安分析道，尸骨是可以从上往下兼容的，强大的尸骨师可以释放子骨，强行控制别人的傀儡。如果有人假扮柴贤，并强行控制他的铁尸呢？李灵素沉吟道，所以他的修为才突飞猛进，其实根本不是本人。柴希儿摇头，不，如果真的有人伪装成他，反而不会暴露实力才对。而且符合条件的强者寥寥无几，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只是嫁祸柴贤。许七安深深看他一眼，笑道，这可就得好好查一查，当然如果能活捉柴贤更加省事。京城司天监2楼大堂，杨千焕站在窗边，面朝窗户，背对众人。在他身后有20多位术士，他们都是杨千焕这个派系的，在司天监内部被同门们称为后脑勺党，这显然是一个不礼貌带着嘲讽意味的名称。但其他派系同样有着不那么好听的名字，比如宋清的派系叫做疯子党，孙玄机的党派叫做哑巴党，钟离的派系叫做鬼见愁党。楚采薇因为等级太低，还没有资格带师收徒，因此没有派系。不过明年他就有资格教徒弟了。言归正传，大堂内气氛很不好，众人面色严肃。不是说关铺子了吗？这群人还有完没完？给不给人留活路了？简直胡闹！这群刁民是想榨干我司天监吗？实在不行就调动禁军来镇压吧。但这样一来，杨师兄的名声就不可挽回了。反正已经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众术士你一言我一语，愁眉苦脸的商议着。前阵子杨师兄心血来潮，打算在城中开铺子做善举，京城百姓但凡有困难事、不公事等等，都可以来找为国为民的英雄杨千焕解决。最初京城百姓并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大好人杨千焕事务所无人光顾，但这难不到集才华和智慧于一身的杨师兄。他找了托，是一个苦难的女人，丈夫是赌成性，婆婆重病在床，没钱医治，走投无路之下，求到了杨千焕事务所。立志要成为英雄王的男人杨千焕义无反顾地帮助了这个可怜的女人。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百姓向杨千焕求助，并得到了满足，一传十，十传百，司天监杨千焕的名头迅速崛起，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善人。可没多久，味儿就变了，百姓们就像一个无底洞，可劲儿的白嫖杨千焕，得到满足视为理所应当，得不到满足则破口大骂。杨千焕被嫖来嫖去，眼见大业难成，伤心的关掉铺子，躲回司天监。但百姓们并没有放过他，群聚在观星楼外的广场，要求给个公道。明明说好了白嫖到天荒地老，做人要有契约精神。窗口的杨千焕朝下俯瞰，只见观星楼外的大广场聚集了数百名百姓，都是些什么事？念来听听。他语气低沉，饱经沧桑，像极了被社会毒打后浑身都是故事的过来人。众白衣术士松了口气，其中一位抓起桌案上厚厚的信纸，展开第一份，阅读后说道：住在咕噜街的张大婶说，隔壁杨大婶家又添了一个孙子，他也想要抱孙子，希望司天监能想想办法。杨千焕点点头，这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司天监近来亏损极大，但一包药钱还是能给的，那就给他儿子开些补肾壮阳的药。他说。那位白衣术士脸色古怪道，可是张大婶只生了3个女儿，他哪来的儿子？杨千焕沉声道，下一封。杏花街王掌柜说，隔壁新开了一家铺子，抢了他的生意，他希望司天监能帮忙赶走对方，触犯律法的事不做。下一封。平康街赵府的婢女小翠觉得自己容貌比小姐好，性格比小姐好，不甘心一辈子当丫鬟，请我们帮忙，让她也成为富贵人家的小姐。杨千焕憋了半天，下辈子投个好胎。下一封。李家村的李二，他媳妇怀孕6月要生了，李家一脉单传，他想给媳妇买点安胎药，但没银子，所以求到我们这里来了。不等杨千焕开口，那位术士无奈道，一副安胎药倒是好说，但我觉得李二首先要做的是原谅他媳妇。杨千焕心累的摆摆手。下一封。混混梁三希望找一个轻轻松松就能日进斗金的活计，如果可以，他更希望咱们司天监能送他一座金山。杨千焕叹口气，金山没有，
日进斗金的活计都写在大奉律法里，让他自己挑一个喜欢的。咦，这封是许家主母许银罗的婶婶写的信。白衣术士惊喜道。杨千唤语气缓和了些，道：说说看他有什么事，我与许七安那狗贼相识一场，他婶婶的要求我会尽量满足。白衣术士点点头，说道：他说自己幼女饭量太大，府上穷得快揭不开锅，如果可以的话，他还想把幼女送到司天监来学艺，吃住都在司天监。他幼女还有一个师傅是南疆姑娘，也一起过来，希望我们不要介意。杨千唤语气里透着疲惫。太蠢，当不了术士，除非监正老师亲自教导。这都是些什么破事？寂静的甬道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钟离走到门口，探头望向昏暗的甬道，细声细气道：杨师兄，你怎么回来了？杨千唤语气空洞：人间不值得，我打算回来歇息一段时间。顿了顿，他狐疑道：钟师妹，我记得你说过我的主意很好，定能成大事。钟离天真无邪的回复：我有说过吗？记不得了。钟离小声问道：你的事业进展如何？杨千唤思考了一下，沉声道：我觉得还是弑君更稳妥些。襄州柴府后花园凉亭，裹着狐裘大氅的木南枝抓着一把饵料抛入池中，引来锦鲤争相夺食。他身后的石桌边，许七安把毒草和毒果丢进捣药罐捣碎，再以瓷勺刮出，吃进嘴里。服毒从未停止过，他无比庆幸自己带着花神转世一起游历江湖，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服食品质极高的变异毒草毒果。同样也庆幸带着小母马一起出来，与小母马的互动交流，缓解了新骨的后遗症。尸骨的后遗症，许七安最近摸索到了一个极好的办法，那就是操纵恒英的尸体，让他说话办事，达到与世共舞的目的。就像现在，李灵素火急火燎地奔过来，后立在庭外的恒英拦住，沉声道：施主，请不要当电灯泡。李灵素诧异地看他一眼，懒得思考这死鬼怎么突然开口说话，匆匆越过，进入凉亭，沉声道：大事不妙，我听府上管事说，方才来了几个和尚，为首的自称静心。木南之脸色微变，反应比许七安还剧烈。臭和尚追到这里来了。许七安眉头皱了一下，问道：什么情况？说话的时候，他目光望向后花园入口，只要一看见光头僧人的身影，就立刻开启战斗模式。我刚才旁听片刻，他们是为屠魔大会来的，静心等人路过襄州，听说了柴贤弑父恶行，特意上门问询情况，打算干预此事。哼，佛门僧人向来喜欢行侠仗义，以此彰显佛门慈悲。李灵素讥笑道，他目光不可避免地落在捣药罐上，深吸一口气，然后果断后退。剧毒之物，不过好歹是4品的底子，等闲毒药影响不了他。这老怪物不出意外是个武夫，半途转修蛊术，他想做什么？五蛊双修吗？李灵素暗暗猜测。其实这类操作在他看来相当正常。许多单一体系走到瓶颈无法突破的高手会尝试修行其他体系，这在3品以下很罕见，毕竟人的精力和天赋是有限的，人生匆匆100年，走一条体系已经非常艰难。但在超凡境界的高手中，双修相对常见，达到3品后寿元漫长，完全有时间和精力另辟蹊径，寻求突破。组合方式通常是古武、道武、巫武、儒武，理由很简单，武夫的修行体系属于公共资源，很轻易就能得到。而其他体系的修行方式，中低品还好，4品以上，包括4品，外界基本没有流传。如此看来，柴府不能待了。许七安的话打断了李灵素发散的思绪。佛门僧人应该是来找我的，夺回浮屠宝塔，顺便抢走龙脉。没猜错的话，肚南金刚也在其中。我虽然不惧4品，但3品金刚能锤爆我。哼，真是缘分啊，竟然在襄州遭遇。这么看来，柴家的事我就不便掺和了，至少不能明目张胆的参与。想到这里，许七安做出决定，我们现在就离开柴府，圣子你作为碟子留在柴府，为我们打探消息。李灵素花容失色，我留下，万一被佛门的和尚认出来，当场就把我给超度了。许七安吃完最后一勺毒药，笑道：柴希儿知道你天宗圣子的身份吗？李灵素摇头，我没透露给他。你刚才在大堂旁听时，静心有认出你吗？李灵素还是摇头。很好。许七安颔首，文人倩柔已经把你身份透露给佛门，这是我们事先就商量好的，这样才不会波及到他。既然柴希儿不知道你的身份，那么你只要让他隐瞒你的名字便成了。雷州时你只是个旁观者，静心压根没注意到你，而当时你有易容乔装，如今这副真实面目，佛门的人不可能认出来。李灵素仍觉不够稳健，迟疑道：话是这么说，但……许七安摆摆手，你不是想查清柴贤的案子吗？那你要多盯着柴杏儿。圣子脸色当即一变，紧紧盯着他。你什么意思啊？之前你也在场，
我问你，如果真有一个擅长操纵尸体，且用充足动机嫁祸柴贤的人，那个人是谁？不等圣子回答，许七安说道：当然是你的小相好，柴家主死了，整个柴家就是他的。而柴贤修为不弱，天资又好，且品性极佳，这样的人必然有一定的威望，对他来说是个威胁。因此一石二鸟的嫁祸计划是极妙的法子。李灵素神色严肃地摇头：仙儿不会这么做的。许七安拍拍他肩膀：那就留下来好好盯着他。大堂内，李灵素去而复返，柴仙儿还在招待静心和静元，除了2人之外，堂内还有3名和尚。见他返回，柴仙儿仅是看了一眼，继续与佛门僧人说起柴贤弑父杀人的经过。阿弥陀佛，此等恶人留着一时祸害。柴施主放心，贫僧会助柴家一臂之力，除了这个祸害。静心禅师双手合十：多谢大师。柴仙儿和实行礼。静心笑了笑，目光随之落在李灵素身上，道：这位施主是？李灵素抢在柴仙儿开口前传音道：别说我的名字。柴仙儿笑容轻冷：他是我的故友，听闻家中事变，特来探望。静心和尚颔首。柴仙儿继续道：几位大师从西域而来，一路奔波，不妨就在府上住下，总好过在客栈落脚。那就多谢柴施主了。静心道：佛门的人喜欢白嫖，不管是吃的住的还是银子，能白嫖就白嫖。在佛门的理念里，钱财是身外之物，过于在意容易坏了心境，所以哪怕佛门并不缺钱，他们还是喜欢白嫖。安顿好佛门僧人后，柴仙儿领着李灵素进了闺房，蹙眉道：你与这些和尚有仇隙？算是吧，以前发生过冲突。李灵素没提徐谦的事。柴仙儿点了点头。徐前辈有事要办，先行离开了。李灵素又道：那你呢？柴仙儿盯着他：我当然是留下来帮你。柴仙儿清冷的脸庞渐转柔和，嗯了一声。另一边，静元坐在桌边，喝了一口温热的茶水，说道：师父让我们10日后在雍州会合，此件事的尽快解决，否则会耽误行程。静心盘坐在床榻，回应道：那柴贤是5品化境，即便有4具铁狮相助，战力依旧不及4品，他若是敢出现，随手除之便是，影响不大。停顿一下，他沉声道：我倒也觉得此事疑点颇多，那柴贤若是真凶，他何苦嚷嚷自己是冤枉的，在漳州境内流连不去？可他若真是冤枉，柴府目睹他行凶之人不少，事后襄州境内频发命案，也有人目睹他杀人炼尸，这些都是铁证，不容他狡辩。奇怪，奇怪。静元淡淡道：有什么好奇怪的？抓住他，一问便知。佛门有戒律能力，想让一个人说真话，太容易了。静心颔首。柴施主说2日后便是屠魔大会，按照柴贤的行事风格，他或许会在当日出现。这时，一个僧人从外头进来，手里捧着木盆，纳闷道：为何感觉襄州的天气比西域还要苦寒几分？襄州城最好的客栈，头等厢房里，圆桌上放着一只小火炉，炉上炭火熊熊，舔舐着陶瓷酒壶的底部。许七安站在窗边，望着行人不多的街道，感慨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今年的冬天会很冷，比以往都冷。直觉来源于天蛊的能力，在蛊族，天蛊部能制定黄历，观测天象，是蛊族农耕领域的权威者。木南枝也有明显的感受，但他不明白原理，娇声道：为何今年会特别冷？如果是上辈子，我会回到你是因为温室效应，冰川融化。许七安摇头：国之将亡，天灾人祸不断。这个话题有些沉重，木南之便没有多问，也不想去思考这些不开心的事，把注意力集中在滚烫的美酒上。喝完酒，许七安躺在小榻上沉沉睡去。黄昏时醒来，看见木南枝坐靠床头，专心致志地读着闲书。真不愧是大凤第一美人，尽管容貌平平，这份优雅的气质也要远胜寻常女子。许七安重新闭上眼睛。客栈后院，掌柜养的橘猫轻盈地跃上墙头，离开客栈，它在大街上飞奔，速度极快，跑跑停停，2刻钟后来到柴府大门外。夜色降临，柴府大门紧闭，橘猫绕着围墙转悠一圈，找到一个狗洞，钻了进去。许七安以心骨操纵橘猫，准备夜探柴府。有些事人不好查，但动物可以百无禁忌；有些话不会当着外人的面说，但当着动物的面可以畅所欲言。他始终觉得柴贤的案子有古怪，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明显柴仙儿嫌疑更大。此外，他还得监听一下佛门僧人的谈话，了解他们目标和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希望我不会染上金莲道长类似的上猫恶习。他嘟囔一声，有目的性地直奔柴仙儿的房间。猫的4肢有厚厚的肉垫，平地奔跑，悄无声息。即使是耳目聪明的高手，若非仔细聆听，
也不可能捕捉到橘猫奔行的动静。当然，就算听到了，也没人会在意一只野猫。许七安在柴府待了半天，对柴杏儿的住所只知道一个大概方位。橘猫漫无目的的在内院走走停停，不多时，终于找到柴杏儿的闺房。那是一座四合小院，主屋的厢房里烛火摇曳。橘猫在檐下缓步而行，走到门边，侧耳倾听。李郎，你如实告诉我，你回襄州真的是为了我吗？烛光明亮的卧室里，柴杏儿清冷悦耳的嗓音从门缝里传出来。当然。李灵素低沉而隽永的声音。我说过，有牵挂的人是走不远的，哪怕他在天涯海角，但迟早有一天会回到心爱的人身边。那你发誓，以后都不离开我了？杏儿，你知道我是个浪子。李灵素语气一转，但你如果愿意跟我走，我发誓这辈子绝不离开你。撒谎！橘猫心里嘀咕，这渣男明知道对方不会在这个节骨眼放弃柴家跟他远走天涯，才故意那么说。他看不到里面的情况，猫的个子也够不上窗户，无法戳个洞窥探。再说，一只猫趴在窗边偷看，这一幕也太奇怪了，傻子都能看出有问题。所以橘猫优雅地趴在门口，竖着耳朵继续偷听。柴杏儿叹息一声：“李郎，柴家遭此大变，我如何能跟你走？”李灵素温柔的声音响起：“我可以留在这里等你，待柴府事了，我们就一起浪迹江湖。”屋内一时沉默。柴杏儿清冷的声音：“李郎，并非我不愿意陪你浪迹天涯，只是这世道若能安平喜乐，何必颠沛流离呢？柴家虽遭此大难，但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个好机会？”你什么意思啊？李灵素的声音变了一下。我大哥只有3个儿子，长子夭折，次子平庸无能，幼子纨绔，只知享福。如今柴贤大逆不道，做出这等恶事，柴家家主的身份，以后只能是我做了。柴杏儿柔声道：“李郎，我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子嗣，你留在襄州好不好？将来我们的孩子就是柴家家主。”李灵素没有回答，沉默了许久，缓缓道：“杏儿，你告诉我，柴贤的事真的与你无关？你不信我？”柴杏儿语气一变：“我自是信你的，只是此案颇为蹊跷，我当时又不在场。”李灵素还没说完，便被柴杏儿打断，冷冰冰道：“我累了。”李灵素叹口气，当即道：“你好好歇歇，我先回房。”几秒后，门外的橘猫忽然听见扑通的倒地声，似乎有人摔倒，而后传来圣子震惊又愕然的声音：“杏儿，你……”橘猫许七安心里一凛，知道他中了毒。柴杏儿为什么要毒倒圣子？我的本体在客栈，根本赶不过来救人。对了，可以去找佛门的和尚驱虎吞狼。念头闪烁间，他听见柴杏儿悠悠叹口气：“李郎，你变了，换成以前的你，会不顾一切的抱住我，安慰我。可你现在只想着离开。你忘记当初的海誓山盟了吗？忘记你为了讨我欢心，不顾生命危险闯入千绝谷，是什么让你变了心？”“不，姑娘，他不是变了心，他只是肾亏了。”许七安以吐槽的方式在心里回答柴杏儿的问题：“你到底想做什么？”李灵素缓和过来，语气平静，只是有些无奈。见圣子没有惊慌失措，许七安打算再观望片刻，毕竟引来西域僧人的后遗症极大，会暴露李灵素的身份，从而暴露他的身份。关键是他现在还不确定渡南金刚在何处。柴杏儿柔声道：“当然是想给你生个孩子，老天在这个时候把你送到我这里来，安排的妥妥当当，我甚是欢喜。那你又何必用毒？因为在那之前，我问你3个问题，你若说谎或不回答，我便剪断你的命根子。”说话间，许七安听见剪刀开合的声音，以及李灵素颤抖的嗓音。“什么问题？这尼玛是个病娇啊！”橘猫许七安龇牙，下意识地并拢双腿，然后发现俯身的是只小母猫。他突然就期待起后续的环节。“你爱过我吗？”柴杏儿柔声道：“自然，我对你的心，天地可表。如果有半分假意，就让我永世不得超生。”李灵素大声道：“虽然我对杏儿一片痴情，但你如何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李灵素苦笑道：“李郎，你不用试探，实话与你说吧，我在你方才喝的酒里下了秦蛊，当日你不告而别，我伤心欲绝，亲自去了南疆，向秦蛊部求来了秦蛊。你若真心爱我，秦蛊便不会反噬，反之则痛不欲生。此外，母蛊在我体内，我问的问题你都不能撒谎。我这辈子是跟秦蛊八字不合吗？”李灵素脸色苍白。柴杏儿淡淡道：“第2个问题，你还爱过其他女人吗？”芜湖圣子的丁丁保不住了，许七安的猫脸难掩笑意。反正圣子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其他的问题就不大。对于一个渣男来说，鸡飞蛋打是最好的惩罚。李灵素没有回答他。柴杏儿眯着眼，在他身边蹲下，柔声道：“李郎为何不回答我？”李灵素叹息道：“我只是觉得悲伤。当初我们初见，看到你的一瞬间，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你是我将来要守护的、宠爱的女人。
我遵从心的意志而行，却没有追究原因。如今我才知道，原来你缺的是安全感。正因为如此，当初我才会不顾一切的想要守护你。想来我当日不辞而别，对你打击极大吧？唉，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除了你以外，我看过其他女人，比如我的母亲。杏儿，我很庆幸自己在这个时候回来，和你共同面对柴家的风风雨雨。除了母亲之外呢？你把话说清楚。好家伙，一大堆情话里夹杂着一个半真半假的回答，以为这样就能瞒过别人。橘猫安大怒，哐当，剪刀摔在地上，接着是柴杏儿欢喜而泣的声音。李郎，李郎。橘猫安在门外等了一刻钟，听见了女子的喘息声和摇床声，知道圣子开始被迫营业了，他才离开。病娇女人要不得呀，否则成哥的今日就是你的明日。柴杏儿的嫌疑确实不小，根据犯罪动机来判断，他是最大的受益者。一边寻找佛门僧人的住所，一边想着，不多时，他找到了和尚们所在的院子。僧人作息规律，院子里除非了西边的房间还亮着灯，其余房间都是黑的。橘猫安无声无息地进入院子，并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西厢房的门敞开一条缝，几名身材魁梧的僧人坐在火炉边，炉上架着一口大锅，锅里蒸汽腾腾，肉香就是从里面飘出。武僧和禅师不同，武僧不用守清规戒律，酒肉穿肠过，佛陀心中留。此外，武僧和武夫一样，走的是炼精化气的路子，饭量极大。许七安透过门缝看了一眼，没有发现四品武僧进园，也没有禅师在房内，心里稍安。你们可知度难师祖为何中途离去？一位武僧吃得满嘴流油，扫了一眼同门，不知。其他武僧摇头，肚南金刚不在。橘猫安心里一喜，旋即本能的思考，有什么事比追回浮屠宝塔更重要？要知道，里头关押着神书的断臂。其实我觉得静心师叔太爱多管闲事，咱们尽早赶到雍州，就能尽早打探情报，埋伏那人。掐着时间点去，这是失了先机。方才说话的武僧摇头道：无妨无妨，那人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况且这次除了杜南师祖，还有杜秦罗汉和杜凡金刚帅一众同门相助，就算那人插上翅膀，也休想逃走。一位武僧喝着肉汤，嘿了一声：那人是谁？杜秦罗汉和杜凡金刚率领佛门僧人一起出动。许七安心里一沉，略作思考后，他有了猜测，佛门是冲我来的，联想到自己在雷州时暴露的线索，佛门猜出他的身份虽然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出动了一位罗汉，2名金刚，佛门对我还真是重视啊。庆幸的是，监正老头子把琉璃菩萨干趴下了，否则我根本逃都别想逃。这位掌控行者法相的女菩萨，速度可以称之为当世第一人。橘猫安又庆幸又沉重。又一名武僧说道：我觉得静心师叔有他自己的考量，你们别忘了，前几日要不是他插手一起山匪祸乱村镇的事，我们也不会遇到那位得了龙气的山匪头子。嘿，如今他放下屠刀，洗心革面，皈依了我佛门，谁在那里？武僧突然喝道。与此同时，敞开一条缝的大门彻底开启，橘色的光晕照亮了门槛边的橘猫。喵！橘猫轻柔的叫唤一声，琥珀色的瞳孔悠悠地盯着铁锅，原来是被香味吸引来的猫。那位发现他的武僧脸色转柔，夹了一块肥肉丢到门槛边。卧槽，能来块瘦肉吗？橘猫安不情不愿地叼起肥肉，在武僧们的驱赶下逃之夭夭。出了院子，没走几步，他忽然看见一道人影从黑暗中走来，是个面无表情的壮汉。橘猫安原以为是柴府的人，本没在意，走得近了，猫躯忽然一僵，此人面色与常人无异，但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像是一具行尸走肉。这是一具尸体。柴家虽以控尸闻名，但应该没有谁大晚上的有操纵尸体胡乱走动的习惯。念头闪过的同时，他看见尸体与自己擦身而过，绕过和尚们居住的院落，朝内院走去。跟上去看看，橘猫安轻盈地跟在身后。大概一刻钟，那具尸体在内院某处僻静的院子停了下来。他在院外停顿片刻，直挺挺地弹起，越过2米多高的院墙，落入内院。什么人？院里传来呵斥声。下一刻，砰砰连响，伴随着闷哼声、倒地声，一切风平浪静。橘猫安在外面等了几分钟，猛地窜出，在墙上如履平地，轻松翻过墙头，也进了院子。这完全是橘猫自己的能力，心骨只能控制智商不高的生物，无法授予能力。还好我控制的是一只猫，要是一条狗的话，说不定已经进了那群武僧的肚子。他心里腹诽着，琥珀色的目光扫过院内，2具身体倒在院子里，昏迷不醒。主屋的门敞开着，漆黑一片，阴森恐怖。橘猫安快速掠过昏迷的2人，窜入黑漆漆的房间里。房内陈设简单，靠窗位置有一个黑洞，延伸向地底深处。石盖板高高支起，这个洞口刚被人打开。橘猫没有任何犹豫，钻进了洞口。洞口修建着一条台阶，朝着地底延伸，微弱的光芒从地底升起，
那是油灯散发的光晕。接着微弱的光晕，橘猫无声无息地行走在台阶，几分钟后抵达了台阶尽头，陈腐的气息扑面而来，伴随着一股刺目的味道。橘猫安险些昏厥过去，猫的嗅觉是人类的数十倍，胃太冲了，橘猫安摇摇晃晃地站稳，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是尸臭味，这个地窖里全是尸臭味。他发现地窖很大，四通八达，更像是一个微缩的地底迷宫。悄然行走片刻，一条甬道出现在他面前，甬道两边一具具尸体寂静地站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穿着寿衣的，穿着长裙的，穿着儒衫的。他们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却又像是随时都会醒来。另外，地面落满了头套，可以想象这些头套原本是套在尸体头上的，但现在被人扯了下来。客栈里，木南枝看完闲书，舒展腰肢，打算钻入被窝里睡觉。可他忽然听见一阵急促的呼吸声，隔壁的小榻上，许七安侧着身，闭着眼睛，呼吸粗重。怎么了？木南枝吃了一惊，对他还是很关心的。许七安没有睁眼，梦一般的回复：人间天堂，做梦了。木南枝仔细审视他，过了一阵，见没有发生不好的事，顿时松了口气。臭小子，臭小子！他伸出手削了许七安几个头皮，一阵暗爽。王妃悄悄发泄着一路上被冷落的不满，虽然这家伙对自己还算不错，除了偶尔几次露宿荒山，大多数时候都住最好的客栈，吃最美味的食物，但未免也太相敬如宾了吧。除了孙玄机那次他稍稍做得过分些，平日里顶多握一下他的小手。老娘就算换了一副面孔，那也是大凤第一美人，就那么没有吸引力。你打许银罗。床铺里的小白狐探出小脑袋，乌溜溜的眼睛盯着木南枝，像是发现了大秘密的孩子，娇声道：我要告诉他。木南枝白眼道：大不了你也来打他一顿，我不说。小白狐歪着头想了想道：好吧。他利索地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跃下床，来到小榻边，用力一跃。哎呀，他没能跳上去，小肚子撞到了床边。没用的东西，就你还日行几千里。木南枝撇撇嘴，把他抱到床上。前行和速度是我的本命神通，但太消耗法力，我还小嘛，本身力量太弱。说着，他爬到许七安身上，两只前爪左右开弓，啪啪地扇他耳瓜子，边打边娇斥：让你睡夜姬姐姐不给银子，让你睡夜姬姐姐不给银子。力道虽然不大，但气势虎虎生风。等他打完，木南枝笑眯眯地抱起小白狐道：何姨说说什么叫睡夜姬姐姐不给银子。他只知道夜姬是小白狐的姐姐，许七安的旧情人。地窖里仿佛回了家一样的许七安，忍受着刺鼻的味道，痛并快乐着。他循着被揭开头套的尸体，弓着腰悄然前行，直到看见那具行尸走肉。他不停地揭开尸体头套，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他是谁？或者说背后控制他的人是谁？怀着这样的疑惑，许七安保持耐心，静静等待着。时间悄悄溜走，就这样过了2刻钟。他仔细查看完了所有尸体之后，又进了某一扇小门。地窖中的地窖，墙上油灯散发昏黄光晕。就在许七安考虑要不要进去时，他出来了，轻轻关上门，转身朝来时的路返回。他要走了，橘猫安不做犹豫，立刻撤退。他赶在行尸前离开地窖，跃出小院，在院外的绿化带边隐藏好。没多久，一道黑影直挺挺地弹出院子，啪嗒一声落地。之后他悄无声息地朝着柴杏儿的住处前行，在院子里旁听了翻云覆雨的动静后，毫不留恋地离开。此人对柴府非常熟悉，巧妙地避开府上子弟的夜巡，一路有惊无险地离开柴府。在这个过程里，许七安一直跟在他身后。寒夜里，行尸速度极快，穿梭在大街小巷，规避着巡街的城防军。这并不困难，像襄州这样的郡级小州，夜巡力度有限，不可能像京城那般严密。不过因为近来柴贤到处杀人的缘故，官府加强了巡逻力度，黄昏后城门就关闭了。橘猫安跟着行尸东绕西绕，终于来到一条小河边。扑通，水花溅起，行尸干脆利索地跳进水中，消失不见。他发现我了，不对，被操纵的尸体不具备本体的神意，除非这具尸体本身是炼神境，但这样的话，他早就该发现我才对。橘猫安目光顺着河流望向远处的巍峨城墙，豁然明白对方的意图。他打算潜入河中，沿着这条河出城。橘猫沿着河岸狂奔，等临近城墙时方才跃入水中。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猫的体力不足以在水中游上100米，还得考虑后续的追踪。河水冰凉刺骨，浑浊的难以视物。橘猫在水底滑动四肢，顺利地通过城墙，出现在城外。漆黑的水面上涟漪荡漾，橘猫奋力划水，来到岸边。通常来说，这种穿城而过的河道底下会设置铁网，但又不是绝对，毕竟这个时代的百姓卫生观念极差，什么垃圾都往河里丢，很容易造成阻塞。
因此是否设有铁网，全看当地官府的自觉。上岸后，橘猫安微微抬头，抽动鼻翼，嗅到了似有似无的尸臭味。他如利箭般激射而出，不多时，在暗淡的月光下，看到了行尸的身影。一人一猫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行了1个时辰。这个过程中，许七安多次停下来休息，以补充体力。猫科动物的特点是速度快，但耐力极差。这一路长途奔波，橘猫的体力耗损严重。换成是狗的话，许七安觉得陪它走到天荒地老都不成问题。穿过田埂、密林、荒地，终于前方出现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寂静无声的黑暗里，能操纵行尸走这么远，操纵者的修为不低啊！本身就是尸骨专家的许七安心里暗想，至少他现在没有这个实力。行尸轻车熟路地沿着泥泞小道来到一户人家的院门外，院子里有2个高高的草垛。行尸抬手轻叩门扉，黄泥屋的门打开，有人提着灯笼蹦蹦跳跳出来，个头不高，似乎是个孩子。孩子打开院门迎接行尸进院，富儿关好院门，又回了屋子。然后小窗里透出了火光。贤叔，有找到小兰姐姐吗？声音软如清脆，是个女孩。没有，一个透着疲惫的声音回复。橘猫立刻跃上城墙，蹲在院中偷听。那怎么办呀？可恶，到底是谁在陷害贤叔？女童不忿地说道。那声音没有回答，过了半晌，愈发疲惫地说道：不知道，时候不早了，二丫，快些睡吧。哦，女童回了一声，之后烛光熄灭，没了声息。贤叔，小兰姐，潜入柴府的行尸是柴贤。橘猫安当即做出判断。襄州城内客栈里，许七安睁开眼睛，他猛地坐起身，把缩在被窝里说悄悄话的木南枝和小白狐吓了一跳。你们刚才是不是打我了？许七安怒道。是他打的。木南枝和小白狐同时甩锅。回头再收拾你们。许七安嘀咕一声，而后沉声道：我出去一趟，你们先睡。木南枝也懒得问，伸手摸了摸小白狐的脑袋，有这个小东西陪伴，他就不会那么害怕。许七安化作阴影离开小村庄。橘猫安正要悄悄离开，等待本体的到来。朋友，原来是客，何必急着走呢？话音落下，橘猫安听到身侧的草垛里传来响动，4道身影从草垛里钻出来。月光朦胧，4人衣着破烂，面无表情，死气沉沉，死寂的眸子悠悠地看着橘猫。被发现了，我现场卖个萌，不知道能不能蒙混过关。他心里想着，口吐人言，轻笑道：柴贤。黄泥屋的门打开，一个穿布衣的男子提着灯笼走出来。他五官清俊，身高有1.8米，气质温和内敛，眉宇间郁结难解。见到此人的瞬间，许七安脑子轰的一阵，涌起无边无际的惊喜。在他的视野里，此人金光缭绕，体表隐隐有龙影游走，气象不凡。龙气宿主。相比起那位被他一刀斩首的县霸，这位的龙气浓郁了不知道多少倍，这是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之一。刚才没有发现对方是龙气宿主，是因为他本体不在，地书碎片也不在，与龙气之间没有感应。直到此刻亲眼见到此人，许七安才看到龙气。原来柴贤是龙气宿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要不是心血来潮，遇到襄州案件频发，我可能根本不会在襄州久留。不，这不是运气，这是龙气与我之间的聚合效应。许七安惊喜的差点要喵出声阁下是谁。他收敛情绪，语气平静的回应：一介游侠罢了。柴贤审视着橘猫，点点头，轻声道：此地不宜说话，随我来。离开院子，两人来到一处僻静的小巷，许七安主动开口：我听说了襄州柴家的事，对此颇为好奇，于是夜探柴家，没想到恰好与你撞上。柴贤淡淡道：所以。许七安直言不讳：我已经了解事情经过，关于你师父的事疑点颇多，恐怕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吧。柴贤似乎有些意外，不太信任地说道：阁下不妨说说看，疑点颇多，多在哪里？最大的疑点就是弑父，虽然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不当人子的父亲，但柴家家主对你还算不错，哪怕你再怎么钟情柴家小姐，只需要带她走便成，何必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呢？如果说你是纯粹的恶人，非要恩将仇报，那么人也杀了，青梅竹马的女人也带走了，早该逃之夭夭才对，何必又流连襄州？橘猫侃侃而谈，思路清晰。柴贤沉默了一下，叹口气：可惜世上像阁下这样的聪明人太少，义父不是我杀的，小兰也不是我劫走的，我留在襄州是想查清楚背后陷害我的人。哦，说说看，你都查到了什么？你怀疑谁？橘猫安乐的拖延时间，等待本体赶来。柴贤没有立刻回答，措辞片刻，道：我自幼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在襄州乞讨为生，后来义父收养了我，他待我极好，甚至比亲儿子还要器重，因此3个兄长都讨厌我，
憎恶我。唯独小兰真诚待我，从未因为我的过去而瞧不上我。说到这里，柴贤恍惚了一下，仿佛又回到多年前那个炎热的盛夏，浑身脏臭的小乞丐被领回柴府，躲在屏风后的少女探出脑袋，悄悄打量，两人目光相对，他自卑地低下头。少女笑容明媚，听着柴贤讲述过去，许七安恍惚了一下，想起了魏渊。上官皇后当年就像一道明媚的光，照进了魏渊悲苦的少年生涯。当日晚膳过后，府上仆人传话说义父要见我。我知道他是因为小兰的事，在这之前我们因为小兰的婚事有过数次的争执。我钟情小兰，想让义父把她嫁给我，可义父却觉得我本身就是柴府的人，注定要为柴府效力。小兰嫁给我只是锦上添花，与皇府家联姻更符合家族利益。橘猫安呵呵笑道，这并没有错。柴贤眼神略有暗淡，继续说道，打发走仆人后，我便去见了义父，半途察觉到义父房间里有交手的动静，便连忙赶了过去。我晚了一步，赶到时义父已经被人杀死在房间里，凶手不知所踪，我又悲痛又愤怒。这个时候姑姑带着族人们赶到，他和族人二话不说，指责我杀害义父，并要清理门户。我百般解释，他们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无奈之下，我只好召来铁狮，一路杀出柴府。义父虽然不是我杀的，但那晚我的双手确实沾染了不少柴家子弟的鲜血。逃离襄州城后，我躲在这里养伤。那户人家受过我的恩惠，始终愿意相信我，没有因为外面的流言蜚语认定我是杀人凶手。橘猫安打断道，小兰是不是你劫走的？柴贤摇摇头，事后我不放心小兰，曾暗中偷偷潜回柴府，但没有找到她。私底下逼问了柴府仆人，才知道她早在义父死的那天晚上就失踪了。我怀疑她凶多吉少。橘猫安心里一动，你今晚潜入藏尸的地窖是在找小兰？柴贤点头，眼里有着庆幸。我没找到她。橘猫安再次问道，在漳州境内四处制造命案杀人炼尸的恶人是谁？我不知道。柴贤脸色铁青，语气和表情里透着恨意。有人假扮成我的模样，到处杀人制造命案，这是要把我逼到绝境，彻底无法翻身。起先动手杀的是一些江湖人士，后来是一些小帮派，到现在已经连平民百姓都不放过了。这场屠魔大会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橘猫安氏叹道，你为什么不逃呢？柴贤反问，我为什么要逃？义父死得不明不白，小兰下落不明，陷害我的凶手没有找到，在外面四处作恶，我为什么要逃？老哥，你性情有点偏激啊。许七安忽然想到，如果幕后真凶对柴贤的性情了如指掌，那么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逼他留下来。阴谋阳谋用得不错。柴贤忽然叹口气，这段时间来，我不断的外出追索幕后真凶，找那些经常闹出命案的地方，但抓住的都是一些冒用我名讳、打家劫舍或炼尸的宵小之辈。橘猫安说道，在你心里肯定有怀疑对象了吧？柴贤略作犹豫道，我怀疑是姑姑在陷害我。橘猫的脸上露出人性化的表情，啧了一声道，说说看。回应橘猫的是短暂的沉默，然后柴贤叹息道，除了姑姑还能有谁呢？大哥夭折，二哥和三哥都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如果义父死了，能威胁到他的只有小兰和我。这次事件一弹三鸟，不是吗？今夜之前我虽一直怀疑他，却没有把握和证据，但今夜我潜入柴府，在他院子里亲耳听见他和野男人在床上欢好。姑姑她变了，以前她断然不会如此放荡，欲望让她变得丑陋啊。那个野男人你大概也认识，就是当年大明湖畔的李灵素啊。橘猫安心里默默吐槽，除了野男人这一点评估错误，柴贤的判断与他的猜测基本吻合。刑侦学上有个基本观点，在一个刑事案件中，谁得利谁就是嫌疑人。在柴府的案件里，柴希儿堪称唯一得利者，因此他有作案动机，当然这并非绝对，因此是嫌疑人。但根据案件后续的发展，柴贤在襄州乃至漳州其余地方屡犯命案，并不符合一个罪犯正常的行事作风。许七安之前对此困惑不解，直到现在见到柴贤，如此小兰的失踪以及命案的栽赃，都是为了留住柴贤呢。于是这里又得有一个前置条件，那就是幕后凶手对柴贤的性情了如指掌，不熟悉的人是做不出这种操作的。多谢告知，事情的经过我已经明白，如果阁下真的被人冤枉，我会试着查清，还你一个清白。橘猫安道，但在这之前你得先把龙器还给我。他刚这么想，便听柴贤低声道，多谢阁下与我说这么多，是在等待本体到来吧？橘猫安的猫脸僵硬，险些喵一声蒙混过关。柴贤叹了口气，抱歉，我现在谁都不相信，你若真想帮助我也可以，咱们以此地作为联络地点，有什么进展或有事与我联络，可以把信纸交给二丫。
这样一来，不管我是善是恶，都暂时无法伤害这家人。橘猫暗沉声道。好。话音方落，柴贤弹出一道契机，击晕了橘猫。1刻钟后，许七安本体匆匆赶来，在黑暗中宛如鬼魅，身影忽闪忽现，出现在小巷里。除了一条昏厥不醒的橘猫，小巷空荡荡，一个人影都没有。许七安跃上一栋黄泥屋的屋顶，四下眺望，没有感应到龙气的气息，这意味着柴贤已经远离了这片区域。还蛮小心的嘛。他轻飘飘落地，抱起昏厥的橘猫，捏了捏眉心，缓步离开。心蛊控制动物分2种模式，一种是影响，能够让兽群虫群为己所用；一种是附身，一缕元神沉浸其中，把动物当作替身。通俗解释，影响是大范围的技能，附身则只能对单一或2、3个动物施加影响，视元神强弱而定。他能操纵橘猫跑这么远，全依赖3品元神的韧性。另外，尸骨操纵形式的方式与心蛊的附身异曲同工，不同的是，心蛊需要自身元神为动力，尸骨则是在尸体内植入子骨，本身消耗不大。他一边奔跑，一边阴影跳跃，终于回到客栈。木南枝和小白狐已经入睡，小白狐的上半身埋在被窝里，2只后腿伸出被窝。许七安阴影跳跃回房间时，恰好看见他2只后腿抽搐般的蹬了几下，10几秒后又抽搐般的蹬了几下，如此反复几次，许七安猜测他可能是缺氧，便把他的脑袋从被窝里拎了出来，果然就好了。翌日清晨，穿着浅蓝色棉袍，脚穿银纹靴，玉簪束发，风流倜傥的天宗圣子来到了客栈。他踏入大堂，目光扫视，迅速锁定窗边的那一桌。桌边坐着相貌平庸的男女，桌上趴着一只喝粥的小白狐。他时不时抬头看一眼许七安，又低头喝粥。你总是看我做甚？许七安茫然道。这只小狐狸从早上起来就用古怪的眼神看他，黑纽扣式的狐眼里带着3分敌意，3分畏惧，3分委屈，1分可怜。总之就是这种复杂的感觉。小狐狸细声细气地说，我昨天梦到你报复我，要把我掐死，我都向你求饶了，你都不放过我。他露出委屈的表情。难道不是因为你自己睡姿太差，脑袋埋被窝里缺氧了吗？许七安嘴角一抽，反问道。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准确地说，我为什么要报复你？还不是你自己昨晚做了坏事，心虚了。小狐狸年纪太小，哑口无言，呜呜2声。李灵素快步靠拢过去，在桌边坐下，边揉着腰边笑道，这小东西昨晚做了什么坏事？木南枝冷冰冰道，他能做什么坏事？不像某些男人，好色风流就算了，人妖不济就算了，有时候啊，死的活的都不计较了。李灵素和许七安脸色陡然僵硬。夫人这话说的，李灵素干笑2声道，妖也有好妖的，不能以族类分善恶。另外，什么叫死活不计较？独独这家伙心虚了，他还有妖族相好。许七安敲了几下桌子道，你有什么事？李灵素立刻压低声音，前辈，我遇到了点麻烦。顿了顿，似有些羞于出口，声音愈发的低了。我又中情蛊了，您是蛊术高手，能否为我拔除情蛊，并教女人少招惹呀？许七安道。柴馅儿中的蛊。李灵素面露悲苦之色，点了点头。这时店小二靠拢过来，躬身问道，客官要吃点什么？李灵素看了眼木南枝和徐谦的吃食，想了想道，店里补肾壮阳的菜都拿上来。店小二古怪地看他一眼，好好。他目光旋即落在小白狐身上，讨好般的夸赞道，他可真有精神，不像我们掌柜养的猫，今儿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好像是病了。不，他只是身子被掏空了。许七安心说。店小二说完便退了下去。木南枝幸灾乐祸道，我看你是命中犯桃花，先被东方姐妹软禁半年，榨干了身子，之后又被柴馅儿种情蛊，啧，你总有一天会死在女人手里。咦，徐夫人很少这样嘲讽我的，是因为吃醋了吗？我这该死的魅力，我们是不可能的。李灵素礼貌一笑，与这位容貌平平的徐夫人保持距离。木南枝不知道圣子的内心戏，否则会啐他一脸口水。不过你既然跟了他，可以向他讨教如何处理女人之间的矛盾。这家伙和你一样，桃花债一身，而且那些女人不管身份地位容貌，都要远胜你的相好。木南枝冷嘲热讽，一身桃花债，容貌身份地位远胜我的红颜知己。圣子看了徐谦一眼，并不相信。看徐夫人的容貌，他就知道徐谦是什么品味了。这货将来要是看到木南枝的真容，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和国师约定的期间似乎临近了。许七安喝了口粥，沉声道，小心柴馅儿这个女人，我昨晚遇到柴贤了。什么？圣子声音陡然拔高。木南枝也看了过来。许七安把昨晚的事简略地说了一遍，当然隐去了圣子和柴馅儿的床戏，并不是要给渣男留面子，而是这样会显得徐谦没格调。李灵素一边揉着腰，一边严肃地说道，
我仍旧不相信希儿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如前辈所说，他确实嫌疑最大。但嫌疑只是嫌疑，找不到证据，就不能证明他是幕后真凶。柴贤所说的一切，不也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吗？许七安嗯了一声，嚼着香软的馒头，说道：所以现在的关键人物是柴兰，不管是生是死，都要找到他。另外，你去柴府问一问事发当晚的经过，柴杏儿的说辞、柴贤的说辞以及柴府子弟的说辞，三方对照，看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明日就是屠魔大会，到时候静观其变吧。静心和静元为代表的佛门僧人也插手了此事，那么他现在首要的事情，其实不是查清楚案件的真相，而是找到柴贤，抽取龙气。否则，一旦被静心和静元发现柴贤是龙气宿主，势必将他渡入佛门。以他现在的修为以及浮屠宝塔的威力，要对付这群和尚，只能说五五开。对方奈何不了他，他也杀不死对方。关键是，静心和静元或许拥有联络渡南金刚的办法，拖延太久，他或许将直面一名三品，甚至是罗汉。对了，屠魔大会明日在城外的香河举行。李灵素道。豫州，熙熙攘攘的街道，兵夷援军牵着猎徒李妙真，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中进入某间客栈。客栈外的墙壁上画着一朵9瓣莲花。李妙真被牵着进了客栈，兵夷援军在客栈大堂停下，浅色的双眼徐徐扫过2楼，像是在寻找什么。几秒后，他牵着猎徒穿过大堂，射击而上。咚咚，兵夷援军目的性明确地敲开某间房门。吱，房门无声无息地敞开，李妙真一眼便看见了房内的景象。陈设简单，床榻上盘坐着一位中年道士，面容清瘦，清须垂到胸口。玄成师兄。兵夷援军表情冷淡地开口招呼。玄成师叔。李妙真脸色冷漠，语气没有丝毫波动。玄成道长睁开眼，不含感情的目光扫过师徒俩，最后落在李妙真身上。他微微颔首。不错，已经踏入4品，且稳住了根基。稳住根基的意思是至少踏入4品中期。多谢师叔夸赞。李妙真依旧面无表情，仿佛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足以让他产生情绪变化。玄成道长顿时看向兵夷援军，说道：相比起下山时，性情改变了许多，颇为不错。天尊的情报是否有误？兵夷援军淡淡道：都是装的。李妙真一秒破功，从冰山美人降为成活泼小美人，翻了个白眼。师尊，程大侠只是我太上忘情之路的一段经历，我将来肯定能太上忘情的，您就放我走吧。回了宗门，我还怎么红尘问心，怎么太上忘情？兵夷援军不搭理他，在桌边坐下。圣子有消息了吗？根据他在南疆古族的情人透露，消失的大半年里，他一直与东海郡江湖势力东海龙宫的2位公主在一起。玄成道长淡淡道：我便去了一趟东海郡，没有找到他，询问了东海龙宫门徒，才知道李灵素在不久前被2位公主带走，去了雷州。兵夷援军颔首，问道：天尊的情报属实？玄成道长沉默一下，点头。只多不少。2位道长陷入沉默，好一会儿，兵夷援军提议道：倒也好解决，人间王朝有公行，去了子孙根的男人便不会再有男女之间的念头，部分残疾并不会影响修行。李妙真冷漠无情的附和：我觉得甚好。玄成道长缓缓道：还是先带回宗门，由天尊处置吧。客栈里，一座暗金色的玲珑宝塔摆在桌上，房间里只有木南枝和小白狐，前者摆弄着地上的毒草毒药以及屏风后的大水缸，后者坐在4方桌上，抱着一颗酸甜枣子啃，时而舔一口花茶。姨呀，你泡的花茶为什么有灵气？小白狐眯着眼，享受着唇齿间的芳香。可能是因为我过于美丽吧。木南枝随口回应。浮屠宝塔内，许七安握着脚环，怀里抱着橘猫，朝着远处的神书断臂说道：大师，你真的懂解开封魔钉的口诀？你过来些，我就告诉你。神书充满恶意的声音回复：好嘞。许七安丢出橘猫，操纵着它走到阵法前，口吐人言：大师，现在可以说了吗？断臂沉默半晌，冷笑道：小东西，心思还挺多，你本人过来。许七安操纵橘猫说道：我并非佛门中人，却抢走了浮屠宝塔，你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这是天赐良机，可你呢，控制不住内心的恶意，满脑子想着吃我。哼，一个没有智慧的邪物，哪怕再强大也上不得台面。佛门费尽心机封印的就是你这种愚蠢之辈。还是说这些道理你都懂，但控制不住自己的恶意？神书断臂冷哼一声：低级的激将法。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从中倾倒出一把黑色的似铁非铁的小剑。这把剑出现的刹那，神书断臂不再怒喝，塔林老和尚也睁开眼望了过来。孙玄机交给他的这把剑，专破封应用的。
当日闯伏屠宝塔，就是为了蒸龙器，解开神书残肢封印。道具早就准备好了，不然凭什么解开神书封印？上一次没拿出来，是因为许七安觉得左臂太邪性，本能的抵触破除封印。你若不想出来，我这就离开，再也打扰大师。许七安脸色平静，甚至有些冷峻。这一次，神书却没有嘲讽和不屑，他沉默了许久，充满恶意的语气说道：封魔定有9枚，每一枚钉子的解除口诀都不同，我只记得2根，一根是气海，一根是百会。气海就是丹田，百会在头顶，封的是元神。许七安眼睛一亮，如果解开这2根封印，我的战力就能解封一部分，再配合七绝骨的能力，芜湖。许七安转头看向塔林老和尚，后者双手合十，给予确认。9根封魔钉需要不同的口诀，这条信息虽然没问题，但塔林也知道，可塔林并不会解印口诀，难保神书不是在骗我。先把它当作预留手段。许七安按捺住内心激动的情绪，说道：多谢告知，不久的将来，我会与你交易。接着他转向老和尚道：大师，你会阻止我吗？塔林摇头。呼！老和尚出乎意料的佛系啊，许七安心里暗喜。柴府。李灵素躺在床榻上，翘着2郎腿，双手枕在脑后，思索着今日打探到的情报。事发当日，柴府的许多高手都察觉到了气机波动，赶到时发现家主被柴贤杀害在卧室里。柴贤见恶行败露，操纵铁狮杀了出去。这里杏儿和柴贤的说法有点不同，柴贤说的是杏儿和柴家人二话不说便认定他是凶手，要擒拿他，而杏儿的说法则是柴贤狂性大发，杀出柴府。柴家人的说辞基本与杏儿一致。关于这一点，无非3种可能：一，杏儿和府上的人串供；二，柴贤在骗人；三，杏儿还有帮手，那个帮手伪装成柴贤杀死柴建元，然后在漳州各地屡犯命案，嫁祸柴贤。柴兰失踪了，在柴建元被杀的那晚失踪的。柴贤说有人嫁祸自己，那人必须精通控尸之术，且不是杏儿本人。会不会是柴兰？这个想法在李灵素脑海里升起，便一发不可收拾。没有证据啊，这不行。就在这时，府上的丫鬟进来送热茶，是个清秀的小丫鬟，身段纤细，屁股蛋小了些，却圆滚滚。她提着滚烫的长嘴茶壶，打开桌上瓷壶的盖子，将热水注入其中。李灵素随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小丫鬟细声道：回大爷，小女子杜鹃。她微微垂手，不敢去看李灵素的脸，抬起头来说话。李灵素道。丫鬟杜鹃略有犹豫，而后抬起头，勇敢地和李灵素对视。在府上多少年了？奴婢自幼便被卖进府了。李灵素立刻从床上坐起身，望着小丫鬟。那我问你，大小姐和家主的关系如何？我们下人哪知道这些东西？小丫鬟垂手摇头，深谙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道理。李灵素起身离开床榻，走到桌边，双手撑在桌面，身子前倾，以侵略性极强的姿势俯视着小丫鬟，嘴角挑起。小丫头要听话乖巧，才讨人喜欢。杜鹃小脸倏然涨红，低着头，不敢直视李灵素，弱弱道：就知道一点。爷，你得答应不透露出去，否则奴婢就惨了。双眸明亮，如寒星辰，五官俊美，气质不凡。但凡是怀春少女，又有谁能抵挡我这该世的魅力呢？李灵素高处不胜寒般的叹息一声：你放心，我不会透露出去。她微笑地给出承诺。大小姐和老爷的关系自是极好的，不过大小姐似乎并不愿意嫁给皇府家，曾经多次向老爷恳求，为此还绝食了几天。柴兰不愿意嫁给皇府家，为了反抗，甚至还绝食过。李灵素皱紧眉头，心说杏儿怎么没告诉我这一点？那大小姐和柴贤的关系呢？李灵素沉吟着问道。亲如兄妹，杜鹃说道。他们之间有没有男女之间的情分？李灵素试探道。这奴婢怎么知道啊？杜鹃为难道。他接着又问了柴家几位核心人员的关系。问到柴杏儿和柴建元关系时，杜鹃说道：姑姑和家主以前是闹过矛盾的。李灵素眯了眯眼，不动声色道：哦，详细说说怎么回事。杜鹃犹豫一下道：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前姑爷姓刘，刘家与柴家是世交，后来刘家落魄了，姑爷就入赘了柴府。后来姑爷和家主外出时遭遇了意外，没能活着回来。不过我听说姑爷的死似乎有内幕，姑姑和家主大吵一架。他顿了顿，没有继续往下说。说到这里已经很过线，而且具体内幕他一个丫鬟也不清楚。杏儿的前夫死得有蹊跷，我和他好上的那段时间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李灵素暗暗皱眉，他旋即想通了，大家当然不会在他这个柴家姑姑的新欢面前提及姑姑前夫的事。多谢杜鹃姑娘告知。李灵素露出堪比中央空调的温暖笑容，
在寒冬腊月的季节里，让小丫鬟通体舒泰，脸颊桃红。把这位叫做杜鹃的丫鬟送走后，李灵素返回房间，倒在床上，试图在混乱的迷雾中抓住事件的真相。柴兰不愿意嫁给皇甫家，如果我是柴贤，我直接带着对方私奔不就好了吗？希儿的前夫是怎么死的？看起来似乎和柴建元有关，要不然两人为何大吵一架？除了最大受益者之外，他又多了一条杀人动机。李灵素叹息一声，翻身坐起，打算去一趟客栈，把打探来的消息告诉徐谦。真是的，我完全可以自己查下去。徐谦虽然修为高，但不代表他会查啊。他以为他是谁？许谦吗？李灵素嘀咕一声，但没有打消向糟老头子汇报消息的念头。京城徐府烧着炭火的内厅，婶婶手里包着橘子，说道：过几日你们去了王府，一定要懂礼安分，不能让王府的夫人和女眷们轻视，明白吗？说话的同时，他抬起头，目光离开橘子，看向身边眼巴巴等着吃橘子的幼女。说的就是你。婶婶没好气道：成天就知道吃，迟早把你送进司天监学艺。她今天穿了一件绣云纹的襦袄，搭配一条深色带褶皱的长裙，精致的发髻里点缀玉簪和金步摇，端庄且美艳，乍一看去很有豪门贵妇的气派。当然，熟悉婶婶的人都知道她是个金玉其外的绣花枕头。好呀好呀，那样就能跟着采薇姐姐玩了。扎着童子发髻的许灵英开心地说，她真正想说的是，采薇姐姐有大把的银子，总能买各种好吃的。但她现在不是以前的许灵英了，现在是娘，我现在几岁了呀？许灵英大声问道。婶婶不搭理她，扭头对许灵月说道：但也不能被欺负了，知道吗？像王府那样的高门大户，里头的夫人们没一个是好相与的。你性子软弱，被人欺负了也不会吭声，如果被欺负了就找私募，总之自己把握分寸，知道没？对了，王府大公子和二公子低根儿年纪和灵英相差不大，小孩子之间最头疼，说不清楚道理，别让灵英把人家打坏了。许灵月一声，知道了娘。许二郎和王家小姐要定亲，两家之间需要一些礼节上的走动，婶婶作为一家主母，肯定不能随便露面的，不符合她的身份，因此女眷间的往来就交给灵月和灵英姐妹俩。但婶婶不放心啊，想她一个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的奇女子，除了生出一个还算有出息的二郎，剩下的两个女儿都差强人意。许灵月过于软弱，是个说话细声细气的受气包，许灵英不太聪明，憨憨的蠢丫头一个。婶婶就怕他们去了王府被王家人欺负，这可不是婶婶杞人忧天。王府那样的高门大户，优越感是很强的王家小姐嫁给二郎，完全是下嫁。王家女眷能有多看得起许家？虽说不至于摆臭脸，但绵里藏针的敲打，想来是不会少的。以许灵月软弱的性子，唉，婶婶恨铁不成钢的叹口气，她不再去想这些破事，抱怨道：那个杨千唤，好歹和你们大哥相识一场，我写信给他，想请司天监收灵英当弟子，竟然迟迟不给答复。许灵月包着橘子说道：娘，司天监已经给答复了，我昨儿收到的信，忘记与你说了。婶婶眼睛一亮，惊喜起来。司天监怎么说？许灵月细声细气道：杨师兄说灵英天赋异禀，非他能教，他把灵英引荐给监正，但监正没有理会他，甚至不让他上八卦台。原来是因为灵英天赋异禀。婶婶心里好受多了，想了想，觉得还是先让他跟着丽娜修行吧。时至今日，婶婶也放弃大家闺秀要从娃娃抓起的想法，期待着二郎和王家小姐早日成婚，给她生一个孙女。自己养的号不中用，只能期待儿子养的小号了。想到这里，婶婶露出些许欣慰表情。思慕才情不错，聪慧，虽是女子，却饱读诗书。二郎更是读书苗子，将来他们的孩子肯定聪明。说着，他扬起手，雪白纤细的号腕上是一对翠绿的镯子。这镯子是我当年嫁给你爹时他送给我的，说你们的祖母传下来的。婆婆她走得早，没能亲自传给媳妇，便把镯子托付给她，让她将来成亲时亲手交给媳妇。婶婶缅怀了一下自己的青春，笑道：以后我就传给思慕了。只给一只，剩下一只要给大郎的媳妇。哇，好漂亮！许灵英伸出胖乎乎的小手，娘，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婶婶还是很宠幼女的，摘下镯子递过去，叮嘱道：小心些，别磕坏了。正说着，许平志抱着盔甲，腰挎长刀进了内厅。许平志现在是御刀卫千户，职位高，权力大，成为京城5位中的新贵。虽说没有爵位，但一般的勋贵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婶婶嗅了嗅，蹙眉道：怎么又买青桔了？家里有甜的，最近爱吃酸的。侄儿和儿子不在，许平志面不改色的睁眼说瞎话。这时他看到了幼女许灵英手腕上的镯子，吃了一惊。
你怎么把家传的镯子给他了？磕坏了怎么办？许灵英扬起胖乎乎小手，炫耀道：“爹，你快看，看我像什么？像什么？”许平志下意识地反问。许灵英脆生生道：“像你娘不？”许平志看了他一眼，默默放下头盔，拎起刀鞘。许灵英的哭嚎声响彻徐府。柴府。李灵素离开房间，穿过大院，看见府上子弟脸色严肃，人人佩刀，把守长廊、庭院等入口出了何事。他靠拢一名柴府子弟，问道：“昨夜有贼人闯入地窖？”那位柴姓子弟沉声道：“地窖。”李灵素茫然不解，又听边上另一位子弟解释道：“地窖是存放行尸的地方，柴府的副业里有赶尸这个业务，地窖就是用来存放尸体的。此外，一些尸体另有用途，比如柴府子弟籍贯后，可以从地窖里领取一具行尸作为傀儡。旁系子弟只能领取普通的尸体，嫡系则能领取血尸，血尸是经过前辈祭炼的，最低也是炼精进的战力。若是能把血尸祭炼成铁尸，那么在御尸一道上算是登堂入室了。铁尸的力量、防御堪比6品铜皮铁古劲的武者，但战力要弱一些，毕竟没有契机和炼神境时磨练的对危险的预知。徐谦说过，昨夜柴贤入侵过地窖，是在找柴兰的尸体，柴贤怀疑柴兰已经死了。李灵素当即改变主意，不急着找徐谦，问清了地窖的位置后，转身离去。不多时，他来到内院深处一个僻静的院子，这里被10几名柴府弟子把守，拦住了他的去路。李公子，这里是柴府禁地，您不能进去。李灵素皱眉，不悦道：“姑爷的路也敢拦？”推开众人，大步进院。柴府子弟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沿着台阶往下，来到地窖，李灵素立刻捂住鼻子，难闻死了。很快，他看见了一排排的尸体，像是一动不动的雕塑。徐谦那个糟老头子肯定很喜欢这里。李灵素嘀咕道：“他好歹也是在南疆古族待过一段时间的，知道尸骨部的古尸是什么德行。”李灵素敲了敲眉心，瞳孔瞬间淡化，视野立刻变得不同。这一具具尸体并不是纯粹的行尸走肉，他们的地魂被紧紧束缚在肉身里，宛如沉静的死水，寂寂无声。但只要用适合的方法唤醒他们，他们就会变成不知疼痛、悍不畏死的战士。在南疆古族，御兽的心骨部和御尸的尸骨部，以及用毒于无形的毒骨部，向来是最让人头疼的存在。他大步往里走，半刻钟后，总算见到活人。几名柴家子弟守在一扇木门前，木门半敞开着，烛光从里面透出。地窖中的地窖，里面存放着什么？李灵素靠拢过去，再次遭遇阻拦。谁在外面？柴希儿清冷的声音从木门里传出来。是我。李灵素道。门内沉默半晌，柴希儿低声道：“让他进来。”守在门口的柴家子弟让开道路。李灵素推开半敞开的房门，里面的景物映入视野。一间不大的房子，站了2排直挺挺的尸体，他们曾经戴着头套，现在全被摘除，丢在地上。2排尸体间是柴希儿和3名族老，一位头发稀疏，一位身材魁梧，一位则是断臂，这些就是铁尸。李灵素移动视线，看向了浅蓝色长裙的美丽人妻，后者也在看他，双眼宛如清澈的秋潭，带着几分温柔，几分不满。你怎么过来了？听说昨夜有人入侵地窖，便过来看看。李灵素无视3名族老审视的目光，走到柴希儿身边，笑道：“没有丢失什么吧？”柴希儿摇摇头，转头对3名族老说道：“贼人能深夜潜入柴府，不惊动守卫，打扰看守地窖的族人，说明他对柴府的环境防卫了如指掌。”一位头发稀疏的族老沉吟道：“希儿的意思是柴贤干的？除了他还有谁？”柴希儿冷笑反问。身材魁梧的族老喃喃自语：“摘掉所有行尸的头套，不出意外是在找人，他要找谁？”断臂族老淡淡道：“小兰失踪多日，他莫非以为小兰已经死去，并被炼成了行尸？这小子真是得了失心疯。”柴希儿正要说话，余光瞥见李灵素站在一具尸体面前，漠然地审视着。那具尸体有着清朗的五官，30岁左右，想来活着的时候是个俊朗不凡的男子。他是我丈夫。柴希儿淡淡道。李灵素嗯一声，抬手在男尸肩膀捏了捏，确定这是一具铁尸。3位叔伯。柴希儿看了3位老人一眼，族老们微微点头，暂且退出房间。待木门关上，柴希儿走到李灵素身边，与他并肩立，平静地看着男尸，柔声道：“我很少和你说他的事，不想知道。”李灵素转身就走。李郎。柴希儿拉住他，小手冰凉，语气变得有些急，道：“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不等李灵素说话，他语速极快地解释：“当年大哥和他外出办事，途中遭遇仇家报复，他身受重伤，命悬一线。大哥为了活命，将他炼成铁尸，这才逃过一劫，带着部众逃回。
我知晓此事后，与大哥吵了一架，而后离家出走散心，没多久便遇到了你。不是因为我对他旧情未了，才把他炼成铁尸留在身边。李灵素略作沉默，道：我相信你。柴杏儿的前夫死在柴建元手里，并被炼成铁尸。客栈里听着李灵素的汇报，许七安仿佛嗅到了家庭狗血剧。这样一来，柴杏儿是幕后真凶的可能性又增加了几分。虽然他前夫当时重伤在身，命悬一线，如果无法破局，被杀是唯一的结局，但终归是死在柴建元手里，还被炼成铁尸。能立刻炼成铁尸，说明柴杏儿前夫至少是6品铜皮铁骨。柴建元将他炼成铁尸，仇家心里估计都骂娘了。好不容易干掉一个，又以另一种方式满血复活，向柴家族老打探一下他前夫的事。就这，李灵素皱了皱眉头，许七安喝了一口茶，点点头。李灵素默然几秒，无奈道：倘若他真是幕后主谋，你待如何？许七安看着他，师兄，连犯命案，死罪。李灵素脸色一下有些难看，沉默半晌，沉声道：我会废去他修为，将他带回天宗，一辈子不让他下山。如果前辈要杀他，可以试着先杀我。他拱了拱手，转身离去。啧，这个天宗圣子还挺有趣的。木南之笑道：以太上忘情为目的，招惹那么多女子，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忘掉他们吗？结果似乎对每个女子都动了情，所以天宗要回收伪劣产品啊，圣子走的是邪道。许七安心说。桌底下，木南之轻轻踢了他一下，促狭道：风流多情的许银罗，如果你是李灵素，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犯了大罪，你会怎么做？许七安认真想了想，道：如果是那个叫木南之的红颜知己犯大错，我一定公事公办。你说什么？木南之大怒，做出凶巴巴的表情，似乎要把许七安碎尸万段。但下一刻，他脸上的怒火被窘迫取代，脸蛋一红，啐道：你胡说八道什么？谁是你红颜知己？臭不要脸！噔噔噔，桌底下狂踩他的脚背。等他气发完了，许七安说道：刚才我是敷衍李灵素的，随便给他丢点活干。对我们来说，查案其实并不重要，拿到龙器才是关键。案子不急，柴贤反正被冤枉了这么久，不在乎这一时半刻。但静心静园这群和尚也在襄州，简直是卧榻之处有只猛虎，威胁实在太大。他和浮屠宝塔的塔灵有过约法3章，不得用它对付佛门弟子，但可自保，比如缩进浮屠宝塔里，驾驭宝塔逃离。换而言之，许七安最多能保住自己不败，欠缺硬刚的实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柴贤面对面的与静心等人打一个照面，柴贤是龙器宿主的事就绝对瞒不住。佛门既然入中原收取龙器，就肯定有辨识龙器宿主的办法。因此，真正急的不是案子，而是找出柴贤。对了，9色莲藕培育的怎么样？木南之骄傲地哼一声，侧着脸，昂起下巴。3个月之内便能彻底成熟，再3个月便能结出莲子。不愧是花神转世，进度很快嘛。莲子的事倒是不急，先把莲藕切给武林盟老匹夫，助他破关踏入2品。许七安满意点头，又道：再过几日，国师可能会来找我，有事要办。到时候我可能会跟他离开几天。闻言，木南之扭回头，皱了皱眉。作甚？就是办事。就是办事啊，我不是说了吗？许七安低头喝茶。木南之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嘀咕道：神神秘秘，什么事你说嘛？他这个人不好相遇，而我与他关系极佳，可以在你们中间调和。啊，王妃啊，这种事等大家熟了之后再尝试吧。许七安随口的搪塞过去，然后转移话题。我出去一趟。许七安换了一身普通的棉袍，出了客栈。他打算怂恿柴贤在屠魔大会上与柴杏儿对峙。柴贤肯定不会真人出面，多半操纵行尸，但操纵行尸是有距离限制的。以许七安现在对龙气的感知范围，只需要驾驭浮屠宝塔在空中俯瞰，不难找出柴贤的藏身之地。柴府，佛门僧人落脚的院落。柴杏儿喝了口茶，放下茶盏，侧头说道：静心大师，明日的屠魔大会，希望你能出面主持公道，呼吁正道中人一起联手铲除柴贤这个忘恩负义之辈。漳州是大奉粮仓之一，虽说也有像襄州这样偏贫困的地方，但大体上还算丰衣足食。众所周知，越富饶的地方，当地的人战斗力越弱，越是穷山恶水，越容易出汉民刁民。加之朝廷对漳州产粮地的重视，有意打压江湖势力，杜绝大型江湖帮派的诞生，以至于漳州的武道从古至今就不昌盛，4品高手可谓凤毛麟角。我等游历中原，对于襄州近日来发生的事深感痛心。静心缓声道：可惜大奉朝廷禁止佛门传教，以至于大奉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困苦，流民遍地。他边上势力的2位僧人双手合十，低声念了声佛号，
一副事实就是如此的姿态。大凤早些让佛门传教中原，世道也不会变得这般不太平。又闲聊几句后，柴仙儿便告辞离开。静元说道：“此案颇为可疑，那柴贤的作为先后矛盾，师兄可用戒律问询柴仙儿施主。你也怀疑是他？”静心微笑：“查案于我等来说并不困难。那许七安在大凤有断案奇才之名，用的不过是奇技淫巧。”静元傲然道。静心点了一下头，而后说道：“此时问询柴仙儿施主，若人是他所杀，该如何？若柴府上下都已被他掌控，我们此举便是与柴府为敌。若是要以戒律问询，也得在明日屠魔大会上。另外，在未见到柴贤之前，我不会贸然行事，尔等也要谨记。”见几名年轻和尚似懂非懂，茫然居多，武僧静元笑了起来，替静心解释道：“之前柴仙儿所说，柴贤修为莫名其妙的突飞猛进，很有些意思。我急着让师兄以戒律示之，便是想一探究竟。他说的若是真话，那柴贤极可能是龙气宿主；但他若是说谎，在此时闹翻并不是最好的时机，明日才是好时机。”许七安依循记忆来到小村庄，依循记忆来到昨夜柴贤藏身的那户人家。家里的男人外出劳作了，院子里一个年轻的妇人晒衣服，还有一个10岁左右的女童在摘菜叶子。见到陌生来客，母女俩有些紧张和警惕。年轻妇人犹豫一下，用俚语说道：“你找谁？”许七安道：“会说官话吗？”“我会说，跟村里的秀才老爷学过。”小姑娘带着几分炫耀的语气道。她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有多次缝补的痕迹，大概是营养不良的缘故，脸色有些蜡黄。许七安没有要求进屋坐坐，因为这很失礼，家里没有男人的情况下，这样做甚至会造成一些流言蜚语。当然，许七安知道母女俩的警惕和紧张，不是因为以上的顾虑，而是心里有鬼。“小丫头，你认识柴贤吗？”许七安问道。听到这句话，小姑娘整个人傻了，愣愣地看着他，有一种因为年纪太小而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的茫然。年轻妇人听不懂官话，但见女儿脸色呆滞，立刻意识到不对劲，急忙靠拢过来。许七安蹲下身，赶在小姑娘尖叫前伸出手抚摸她脑袋，趁机发动心骨能力，微笑道：“我是你贤叔的朋友，他昨晚没跟你说吗？”而在小姑娘眼里，这个陌生的叔叔立刻变成了亲切的、善良的、无害的人。小姑娘用力点头。她说：“如果有陌生叔叔来找她，就记下他说的话。”许七安顺势把小纸条递到她怀里，纸条帮忙交给她。说完，看了眼小姑娘手背的冻疮，还有薄薄的、几乎没御寒能力的鞋子，想来这双小脚丫子也是布满冻疮了。于是又掏出几粒碎银和纸条一起塞给小姑娘，银子拿去买糖吃。小姑娘收了纸条，但没拿银子，扭头看向母亲。年轻妇人抿了抿嘴唇，盯着银子，既想要又不敢要，纠结姿态。对于一个贫苦人家来说，这些碎银可以让一家人吃好几天的肉，给孩子卖一件过冬的棉袄。年轻妇人用力点头。小姑娘伸出布满冻疮的手，紧紧握住银子。许七安当即告辞离开，刚走出院子，身后传来小姑娘的喊声，回头看去，她却没有追上来，而是跑回了屋子，很快抓着一把晒干的地瓜干，怯怯的讨好般的递过来。许七安目光一下柔软起来，结果地瓜干。小姑娘眼睛瞬间亮起，露出一个干净的笑容：“我再问你一些事，你回答我，我就再给你一些银子。”许七安笑道。小姑娘想了想，用力点头：“柴贤和你爹是什么关系？”小姑娘说道：“爹让我叫他贤叔。至于父辈过去的事，他不知道。”“柴贤在你家住了多久？”小姑娘想了想，说：“很少住我家里。”“很少。”许七安皱了皱眉，道：“你觉得柴贤叔叔是好人吗？”“和叔叔你一样。”小姑娘点头，孩子有非常敏锐的直觉，叫哥哥更好一点，毕竟我永远18岁。许七安笑道：“还有什么？”随口一问。经常做噩梦，发呆。小姑娘歪着头想了想，眼睛一亮，贤叔有6个脚趾头。许七安按照约定把银子递到他手里，挥挥手离开村庄。柴府，禅师静心返回院子，找到武僧静元，说道：“我查了一下，发现当年柴仙儿施主前夫的死与家主柴建元有关系。”静元颔首，详细说来。拥有戒律的禅师想查什么事，基本是手到擒来。虽说不方便对柴仙儿施展戒律，但折中一下，问巡抚上仆人是没问题的。静心问的最多的是柴贤的事，柴仙儿只是顺带问询。听着师兄娓娓道来，武僧静元皱眉道：“若一切都是柴仙儿说谎，那柴贤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得了龙气。原来柴仙儿施主曾经丧夫，我还以为他身边那个男人便是柴府姑爷。”静心沉吟道：“此人倒是可以问询一番，知道的想必更多。
夜里，炭火熊熊，李灵素拥着美丽人妻躺在床榻，身上盖着锦被，刚做完运动，两人都出了一身汗。柴希儿慵懒地蜷缩在他怀里，露出圆润白皙的香肩，指尖在李灵素胸口画圈，语气懒散道：“你在查我？”陷入闲者时间的李灵素瞳孔略有收缩，旋即恢复如常。“我能感觉到你还有事瞒我。”柴希儿叹口气：“李郎，柴家的事你别管了，只要你待在我身边，我便知足了。想查我的不是你，是那个徐谦吧？”希儿的直觉还是这么可怕。李灵素道：“不关他的事。”柴希儿扭了扭小腰，调整睡姿道：“他身上有股特殊的气质，我说不上来，但觉得这个人不够真实，处处伪装。当然，他若是你说的那般是超凡境的高人，有所伪装也是正常。”停顿几秒，他又道：“徐谦和佛门有仇吧？”柴希儿的语气非常肯定。“何以见得？”李灵素面不改色。“那些和尚一来，你们立刻离府，李郎甚至不敢在他们面前暴露姓名。”柴希儿神色清冷，笑容淡淡。那群和尚里有2个四品，按理说徐谦若真是超凡境的高人，怎么会害怕他们？要么是另有原因，要么这些和尚背后还有人，对吗？李郎，不能再聊下去了。李灵素翻了个身，把美丽人妻压在身下，笑道：“希儿冰雪聪明，为夫好好疼你。”次日清晨，许七安牵着小母马，马背上坐着木南枝，哒哒哒地离开香州城。屠魔大会在香河举办，之所以选在这里，是为了避开好事的百姓。江湖和百姓向来是区分开的，这是江湖人和朝廷的共识，唯独平头百姓自己没这个意识，喜欢凑热闹。官府在香河岸开辟出一块场地，搭建台子，铺设木板，划分区域等等。凡是报备过的江湖势力都能分到一个凉棚，至于没有报备的势力以及江湖散人，就只能站着围观。出了城后，许七安翻身上马，和木南枝一起骑乘马背，哒哒哒地赶往目的地。小半时辰后，终于见到屠魔大会的举办点，这里已是人头攒动，有配备各种武器的江湖人士，有负责维护秩序的官兵。河边风大，寒冷刺骨，棚内也有许多江湖势力入座。像许七安这种散修，便只能在官兵的阻拦之外远远围观。前辈！突然身后传来惊喜的喊声，许七安回头看去，正是当日在荒山破庙里患难与共的王俊和冯秀，两人都是有帮派背景的，只不过许七安忘记他们所属帮派了。是你们啊！许七安微笑颔首。木南枝高居马背，高傲地俯视两人。配刀的王俊疑惑道：“以前辈的身份，怎么没有进去？凑个热闹而已。”许七安随口解释。王俊还是一身黑色劲装，但样式有了变化，不是当日那一件。冯秀则换下了利落短打，上身是勾勒少女身段的褂子，下身是蓬松的长裙。这身装束让她看起来既有女子的端庄温婉，又不会造成束缚，无法施展身手。诸位！洪亮的声音传开，压住了嘈乱的声浪。数百人规模的屠魔大会安静下来，一道道目光望向那明站在高台上的官员。那是香州的知府。冯秀低声道：“知府大人在台上慷慨陈词，痛斥柴贤的罪孽，并为香州乃至漳州各地的命案深表痛惜。此人嗜杀成性，1日不除，香州便不得安宁。诸位侠士今日能云集于此，实是深明大义。恶徒柴贤在香州，距离柴府命案已经过去2旬，这期间柴贤四处杀人，起先杀的是江湖人士，先后共有3个帮派覆灭。死在柴贤手中的江湖人士足有643人，死在柴贤手中的普通百姓人数更多，因为许多心术不正之辈趁机作乱，或模仿柴贤杀人炼尸，或者入室行凶。许七安旁听许久，才知道柴贤竟在漳州境内犯下这么多命案，难怪会闹出屠魔大会这样的风波。不对啊，杀这么多人只是为了栽赃柴贤，然后留下他。名侦探许七安皱了皱眉，察觉到其中的诡异。之前他的推测是幕后真凶利用柴贤偏激的性格栽赃陷害，再以柴兰为人质留住柴贤，然后伺机铲除。可是有能耐杀这么多人，却追踪不到一个柴贤。而我刚来香州的第2天就遇到了柴贤，固然是龙气之间的聚合效应，但也侧面证明柴贤的躲藏没那么隐秘。况且柴贤本人也在追查陷害他的人。如果幕后真凶是要杀柴贤，只需在某处犯下命案，就可以引蛇出洞，把柴贤给调过来。遇到这种情况，只有2种解释：要么是我的推测是错误的，要么幕后真凶是个变态，对柴贤恨之入骨，不能以正常人的思维来判断。知府大人朗声到即日起，本府与柴家的柴姓儿以及在座的帮派家族联合，共同发布通缉令，诛杀柴贤者必有重赏。各个帮派家族纷纷响应，外围的江湖人士亢奋不已，终于要除掉魔头了。相比起普通百姓，各地帮派家族更想铲除柴贤，因为武夫精血旺盛，
适合养尸；若是6品铜皮铁骨的武夫，则可以直接炼成铁尸。故而此前命丧柴贤之手的，以江湖人士居多。知府大人压了压手，侧头看向柴杏儿，后者心领神会，走出凉棚，登上台子。柴杏儿是寡妇，柴府又出了凶杀案，因此她今天穿的是素色长裙，化了淡妆，气质清冷，柔柔弱弱，很能激发男子的保护欲。感谢诸位同道的响应，此事因柴家而起，连累了诸位同道，杏儿万分愧疚。他刚说完，便有人高声道：柴贤忘恩负义，弑父杀亲，又和柴姑姑何干？就是柴家亦是受害者。柴杏儿抱拳致谢，继续说道：此次屠魔大会，由官府、柴家、黄甫家、春雨堂组建人手巡查各地，务必找出柴贤。希望在座的各位也能抽调出弟子参与进来。他刚说完，便有人说道：柴贤本身便是5品化境，又有4具铁尸助阵，巡查小队遭遇他十死无生，又当如何？柴杏儿扭头看向捏着佛珠端坐的静心，道：本次屠魔大会，柴家有幸请来佛门高僧相助。在场的豪侠们立刻看向静心等人，和尚们矜持的双手合十，念诵一声佛号。一位帮主朗声道：佛门高僧，奇了，老夫在襄州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次见到佛门中人，几位高僧打算如何相助？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静心摘下挂在脖子上的佛珠，道：这串佛珠陪伴贫僧10几年，受经文洗炼，日久通灵，72颗佛珠是一体，可由搜寻小队领取1颗，遇到了柴贤，便向珠子灌入契机，贫僧就能知晓。众人眼睛一亮，而后转为质疑。知府大人笑呵呵道：几位高僧远道而来，不知修为如何，不介意的话，可否向大伙展示一下？柴杏儿看向静心，没有说话。虽说有他的引荐，这群匹夫们不至于无礼，但想让人信服，佛门和尚们不能光靠嘴皮子。静心看向师弟静元，后者颔首淡然出列，环顾群雄，谁能让我后退一步？他以平静的语气说出狂悖之语，仿佛在陈述事实。在场的江湖人士眉梢同时一挑，对武夫来说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静元说完，双手合十，眉心一点金气亮起，迅速游走全身。额颈他仿佛一尊灿灿金人。这是一位穿着华服的帮主，审视片刻，不太确定到莫非是佛门的金刚神功。据说就算在佛门，能修成金刚神功的也少之又少，这和尚有些本事。议论声瞬间响起，嗡嗡嗡的到处是交头接耳的声音。王俊喃喃道：我要是能修成金刚神功，我就是漳州第一高手。冯秀则想到了另一件事，传闻许银罗也会金刚神功。两人回过神来，王俊左顾右盼，诧异道：前辈呢？冯秀这才发现，那位在荒山破庙的前辈早已不见踪影。远离屠魔大会地点的某处高空，一座巨大的宝塔悬空而立，许七安站在窗边朝下俯瞰。香河蜿蜒如银带，田地不规则的分布，山川像是隆起的土包。他握着地书碎片，驾驭着浮屠宝塔，在方圆数十里游曳巡视，却怎么都没有看到金色龙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临近晌午，许七安终于放弃，于隐蔽处收了宝塔，牵着小母马返回屠魔大会地点。这里刚刚散场，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们乘坐马车离开，徒步而来的江湖散人也四下散开。前辈，许七安又遇见了冯秀和王俊，从两人口中得知，佛门的高僧在大会上出尽风头。那位修成金刚神功的高僧在台上站了1刻钟，先后10几人上场，无人能撼动分毫。好厉害的金刚神功，有这样的高僧参与，何愁柴贤不除？佛门真是强大。王俊兴奋道。冯秀则摇了摇头，就怕柴贤逃之夭夭。回到客栈，许七安捧着茶杯站在窗边远眺，可能是没有收到你的纸条。木南之分析道，毕竟他已经离开了，也许要好几天才会去一趟，有这个可能。不过以柴贤的性格，他按理说不会放弃屠魔大会这么好的机会，操纵行尸与柴杏儿对峙，对他来说最多损失一具行尸，微不足道。许七安眉头紧锁，他不是一直想证明清白吗？他在顾虑什么？柴贤没有出现，许七安趁机抽取龙气的计划落空，他心里隐约有些不安，思来想去道，我出去一趟。他骑着小母马出城，一路飞快，小母马穿过官道、田埂、小路，抵达了那座小村庄。许七安在村民好奇的注视中来到小院门口，院门紧闭，他嗅到了一丝血腥味。哐当，许七安一脚踹开院门，冲入屋中，看见3具尸体，他们倒在血泊中，男人的尸体在桌边，年轻的母亲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母女俩身下的血液干涸粘稠。两人的尸体则在床边，尸体冰凉僵硬，死去多时。根据尸体的分布可以推测，男人率先被杀，女人惊恐中下意识地抱紧女儿，
试图保护他，随后也被杀死。许七安额头的青筋跳了起来，一根根凸显。阳光从格子窗里照射进来，尘埃浮动。寂静的环境中，许七安默默地站在屋子里，好一会儿，额头跳起的青筋才收回去。他没什么表情地开始检查现场，桌椅等陈设摆放完整，没有战斗痕迹。男人的颈动脉被利器割破，左侧太阳穴塌陷，瞬间毙命。母女俩的死因是被利器同时刺穿，母亲被刺穿了心脏，但小女孩是右胸被刺穿。许七安摸过她脑袋后，发现真正的死因是被击碎天灵盖。他接着翻转过3具尸体的身子，撩开他们背部的棉衣，查看了尸斑的凝聚程度。死亡时间不超过4个时辰，是早上被人杀的。不对，昨夜的气温差不多是2度，如果是夜里被杀，实际死亡时间会更早。低温具备保鲜效果，会影响死亡时间的判断。虽然屋内没有打斗痕迹，但这不能说明是熟人作案，因为要对付普通人实在太简单，可以做到瞬杀。可是无缘无故的，谁会杀死这无辜的一家人？许七安坐在桌边，指尖轻扣桌面，笃笃生理，他的脑内信息素宛如沸腾。除了我和柴贤，还有谁知道这里？如果没有人的话，凶手不是他就是我。如果有人知道这里，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在我传信之后杀人灭口？目的不是柴贤，而是为了阻止柴贤去屠魔大会。可意义在哪里？在这里埋伏人手，直接干掉柴贤不是更好吗？所以杀人灭口的是柴贤？也不对，动机不合理。许七安突然双眼圆瞪，想到一个可能：我画猫跟踪柴贤那天，同时也被人跟踪了。柴贤无法发现我的跟踪，因为行尸不具备反追踪能力。可我同样没有这个能力，我当时只是一只猫，不是本体。如果那天晚上有人悄悄跟在我们身后……许七安豁然起身，离开屋子，反身关好门，骑上小母马，飞驰而去。柴府，李林素双手捧着滚烫的茶杯，抿了一口甜滋滋的液体，洁白细腻的杯里泡满了枸杞，以至于为数不多的茶水显得格外的甜。唉，这一天天的，李林素叹息一声。道门在超凡之前，对身体的增幅有限，远不如五夫体魄那样变态。而这半年里，东方姐妹刻意的榨干她精力，导致她时刻处在亏空状态。原以为脱离了东方姐妹，能好好养精蓄锐，积攒精力，谁知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去陪伴其他的红颜知己。从文人倩柔到柴杏儿，都是干柴烈火。也许我该试着修行五夫体系，虽说五夫炼气境前不能破身，但那是针对没有根基之人，早早破身无法炼气。我若是恢复修为，以4品的道行强行炼气，倒也不难。还是得从炼精境开始，否则缺乏了对身体打熬的过程，我基本不可能踏入5品化境。等等，我走五夫路子又不是为了战力，练气境就可以了。浮想联翩之际，忽然听见一道人影从茶几的阴影里钻出来，正是相貌平平的徐谦。前辈。李林素吃了一惊，没想到徐谦亲自过来，不怕被佛门的和尚发现。他刚想这么问，突然察觉到徐谦的状态不对劲。天宗有格物致知的能力，对于相处许久的人物特别敏感，稍有变化就能立刻察觉，属于天人合一的前置能力。李林素对徐谦虽然不算了解，可也算有过不短的相处时间。往日的徐谦是一潭沉静的深不可测的水，现在的徐谦是暗流汹涌的海面。许七安点了点头，道：柴杏儿昨晚在哪？在我床上。李林素道：一直与我在一起。许七安提醒道：你确定？也有可能趁你睡着了出去做某些见不得人的事。李林素皱了皱眉，昨晚我们一直到子时2刻才结束。另外，我的封印冲破了一小部分，睡得不是太沉，枕边人要是离开，我不可能察觉不到。说到这里，李林素下意识地揉了揉酸疼的腰子。子时2刻，你他妈真的肾亏。许七安缓缓点头，没说废话。2刻钟后在北城外汇合。他化作阴影消失在房中，神神秘秘。李林素当即离开房间，找柴府管事要了一匹马，沿着主干道直奔北城门口。仅用了1刻钟，2人就在北城门外汇合。李林素注意到徐谦又变了一个模样。许七安微微点头，不做解释，一夹小母马的肚子，策马而去。驾！李林素挥舞马鞭，立刻跟上。临近村庄，许七安放缓马速，丢了一件袍子和兜帽给他，道：穿上，村子里发生了命案，你去招魂问灵，查出凶手是谁。等李林素变装结束，许七安翻身下马，打了个响指，小母马和李林素骑成的马匹乖顺地进了路边的林子，藏了起来。御兽骨的能力真好用啊！李林素羡慕地想。心骨又被称为兽骨、御兽骨，因为心骨师常用它来控制毒虫猛兽。2人并肩进入村庄，临近目的地时，许七安发现小院外站满了村民，哀凄的哭声从屋里传来。村民们或站在院中，或站在院外，
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许七安隐约听见几句：“王老四一家是招惹到什么人了吗？谁知道啊，连孩子都不放过，凶手真是丧尽天良。哎，会不会是那个柴贤干的？肯定是他，听说这是个疯子，连养父都杀。哎呀，那我们岂不是危险了？”他和李灵素挤开村民，进入院子。屋子里架起了简易的木板，一家三口躺在上面，盖着脏兮兮的白布。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跌坐在木板边，嚎啕大哭。一对年轻的夫妇在屋子里忙碌，他们穿着普通的布衣，双手粗糙，脸色黝黑，一看就是干惯了粗活的人。你们是谁？见许七安和李灵素进来，年轻夫妇有些警惕，尤其李灵素披着袍子，戴着兜帽。官府的人。许七安沉声道：“谁让你们擅自挪动尸体，破坏了凶手留下的线索怎么办？”他上来一顿质问，问的年轻男人手足无措，认为自己犯了大错。李灵素则趁机进了里屋，也就是凶案现场，并关上门，不给年轻人反应的机会。许七安板着脸又问：“你们和这一家什么关系？”年轻男子回头望向男性死者，木讷的脸上流露出悲伤：“他是我哥，我爹是他叔。晌午的时候，邻居看见一个陌生人进来，然后很快又走了。他过来看看情况，喊半天没人应，进来一看，发现人都被杀了。”说着说着，眼眶变红了。许七安面不改色道：“把周围的邻居叫过来。”年轻男子走出门槛，朝院外看热闹的人群里扫了几眼，用方言说道：“官爷有话要问，你们过来一下。”他指着其中几名邻居。很快两个老妈子就进来了，都是左邻右舍。老妈子们有些畏惧，又克制不住好事者的本性，目光频频看向木板上的3具尸体。有什么奇怪的人来过这里？许七安询问，得到了晌午有个陌生男人来过的答案。早上有什么奇怪的人来过吗？两个老妈子面面相觑，摇了摇头，一个说没注意，一个说没看到。小村庄人虽然不多，好处是如果有陌生人进村，非常瞩目，晚上行凶的可能性更大。他暗暗思考。这时李灵素从屋子里走了出来，朝他摇头：“魂魄被打散了。”李灵素传音道。许七安脸色一沉，缓缓点头。两人没再多留，匆匆离开村庄。返回途中，李灵素低声道：“发生了什么？”“我那天跟踪柴贤，一路找到了这里。柴贤就是躲藏在这户人家，算是落脚点之一。”许七安坐在小母马背上，目光远眺，道：“当日我们约定以此为联络点，互通消息。我打算怂恿他去屠魔大会找柴仙儿对峙，借机锁定他的位置。当日我是以心骨操纵一只猫跟踪，当我本体赶来时，他已经离开了。这里忽略了他为什么要找柴贤本体。”李灵素虽有疑惑，但没有细问，沉吟道：“但柴贤今日并没有出现在屠魔大会上。”“是的。”许七安点头。于是我来这里做确认，却发现他们被人灭口了。李灵素抽了一口凉气。灭口的目的是不让柴贤参与屠魔大会。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灭口的人知道柴贤今晚会过来，不然柴贤收不到你的纸条，他多半不会出现，那也就不必杀人灭口。这句话点醒了许七安，他沉声道：“或许不是为了阻止纸条被柴贤得到，而是为了吓退柴贤。”“怎么说？”李灵素问。“我对柴贤了解不多，但知此人性格有些偏激，他留在襄州是为了自证清白，查出幕后真凶。哪怕没有我的纸条，他多半也会借屠魔大会的时机申冤。”许七安分析道：“纸条是我多加的一道保险，但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也不能确定昨夜柴贤一定会过来，但幕后之人怎么确定柴贤昨夜会来？杀人灭口的前提是柴贤得到纸条，明日在屠魔大会搅局，但许七安都不能确定柴贤昨晚会来小山村，如果他不来，就见不到纸条，杀人灭口的动机就不存在。可这一家三口还是被杀了，说明幕后之人知道柴贤昨晚会来。”李灵素听懂了，纸条不是关键，关键是幕后凶手知道柴贤昨夜会来这里，他提前杀了那一家三口，吓到了柴贤，让他觉得自己当日遇到的神秘人，也就是前辈你，是包藏祸心之人。出于谨慎，他打消了在屠魔大会上搅事的念头。可凶手的目的是什么？许七安没能给出答案，摇头道：“缺少一个关键信息，此案中除了柴杏儿和柴贤，还有一个隐在幕后的人，是他在到处杀人。锁定这个人的身份，真相基本就解开了。”李灵素想到了一个人物，会是柴兰吗？这个人物从未出现过，他在柴建元死亡当日离奇失踪，再也没有消息。许七安反问道：“他有这份修为吗？”柴兰修为不错，但应该没有达到4品，甚至都没到5品。不过并不能确定他是否有隐藏实力。李灵素无法确定。许七安道：“这2天不用来找我了。”“为何？”“我会暗中查案，找出幕后真凶，然后杀掉许七安。”面无表情道。柴府。一名僧人返回院子，叩响静心的房门，
得到允许后，他推门而入，看见静心和静元在手谈。两位师兄，柴希儿施主让我转告，襄州城西边30多里外的小布村发生了一起灭门案，疑似江湖人士所为。官府组织的搜寻队问询情况后，已经排除是柴贤所为。不过根据村民所说，今日晌午有个穿青衣的男子来到村庄，事后没多久，又有2个打扮古怪的外人进村，自称是官府的人，但衙门已经做过确认，这2人并不是官府的人。他详细的说了一家3口的死状。静心捻着棋子啪嗒落下，声音温和：知道了。那僧人何时退下？许是江湖游侠吧？静元说道。他指的是后来的那2个冒牌官府的人，不曾摄取精血，不求财，杀人是为何？静心皱眉沉吟，或许是仇杀，或许是邪道之人浑水摸鱼，不必太过在意。若想早些解决此事，还是得除根。静元沉声道。屠魔大会后，官府和几大江湖势力对照黄册，在城里挨家挨户的搜查，乡镇之中也有搜查小队入驻。能做到这一步，襄州官府已经算是很有作为。今夜你便出城巡视去，记得招摇一些。静心道。静元颔首。静心割下棋子，从布袋里取出一本古籍，书页翻动间停在某一页。南疆尸骨部有一个以尸养尸的秘术，此术脱胎于养蛊之术，行尸之间相互吞噬，攫取精华，最后胜出者便是尸王。铁尸之上是飞尸，飞尸不具备炼神境武夫对危险的预警，不具备化境武夫对力量的极致掌控，不具备4品武夫的翼，但飞尸能短暂御空飞行，战力不弱4品，甚至更强。因为他们攫取了足够多的精血，在体内凝聚出了血丹雏形，拥有血肉再生的能力。静心缓缓道。杀了那么多武夫，有部分被攫取精血，有部分尸体不翼而飞。幕后之人怕是想练一具飞尸，他断然不会放过修成金刚神功的你。静元笑道。尤其我在屠魔大会上展现出的修为勉强5品。正说着，又一名僧人进来，递上来一张纸条。静心师兄，柴府管家弟来一封信，说是门外有人送来的，指名道姓的要求给您。静心带着疑惑拆开信封。许七安回到客栈，敲了敲门。是谁？木南枝充满警惕的声音在门后响起。我。许七安听出他声音有些不对，道：开门，怎么了？吱。房门打开，木南枝站在门后，脸色严肃。2只巴掌大的小白狐乖巧地蹲坐在他脚边，稚嫩的童声故作严肃：有人在监视我们，你再不回来，姨都要吓得钻床铺底下了，被人窥探了。许七安一愣，走到窗边，目光锐利地四下扫视。额请收回目光，你怎么知道被人窥探？他并没有被人窥探的感觉，虽说3品武夫的修为被封印，但天蛊在这方面只会更敏感。是你走了之后，他突然说有人在看着我们。木南枝有些后怕，可我在窗边看了半天也没发现被窥探，把我给吓坏了。许七安脸色沉重地看向小白狐。你有这方面的天赋神通？小白狐摇头，娇声道：我的天赋是前行和速度。许七安质疑：不是你的错觉？小白狐一个劲儿地摇头：我的直觉从来都不会错的了。我明白了。许七安道：你们俩暂时待在浮屠宝塔里，我最近查案确实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他唤来客栈小二，准备了些干粮和清水以及日常用品，然后寄出灵浮屠宝塔，将木南枝和小白狐收入其中。做完这一切，许七安没有立即离开，走到桌边，摊开纸张，习惯性的复盘柴家的案子。之前虽有一定的关注和分析，但许七安始终把攫取龙器放在第一位，对案情的推敲点到极致。直到今天目睹了一家3口的死亡，许七安决定把龙器暂且放一边，全身心的投入案子，和幕后之人好好玩一玩。跟踪我，杀人灭口，监视木南枝，好，陪你玩玩。他有着相当丰富的刑侦经验以及罪犯心理学的知识，分析问题远比这个时代的聪明人要精准敏锐。一切的源头是2旬前柴府发生的命案，死者柴建元，嫌疑人一子柴贤，目击者柴杏儿，包括柴家众人。杀人动机，因为爱情。注：大小姐柴兰失踪。许七安没有停笔，继续书写。动机不足以支撑嫌疑人弑父杀亲，或另有原因，或被人陷害。柴杏儿前夫因柴建元而死，心怀怨恨，柴建元子嗣平庸，无力继承家业，因此柴杏儿是最大得利者，同时具备充足的杀人动机。这段话写完，许七安做了总结：第一嫌疑人柴贤，第二嫌疑人柴杏儿。虽然在他的推测里，柴杏儿比柴贤更有嫌疑，但柴贤是凶手这件事是有人证的，查案不能违心，因此柴贤依旧是第一嫌疑人。许七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保持着端杯的姿态，10几秒后开始书写第2阶段的案情。事后，柴贤在襄州乃至漳州境内屡犯命案，专挑江湖人士下手，后波及百姓。注：
这不符合一个为了爱情弑父的嫌疑人的行为。简而言之，就是柴贤的作案动机和后续在襄州兴风作乱的举动是完全矛盾的、不合理的。这无外乎3种情况。得出结论，柴贤的杀人动机可以推翻，并非为了爱情，另有原因。柴贤遭人陷害，此案另有隐情。案情梳理完毕，许七安接着写下2个疑点：小村庄杀人灭口的人是否为幕后真凶？在襄州连犯命案的目的是什么？许七安放下笔，仔细分析。如果昨晚杀人灭口的是幕后之人，那么他完全有能力埋伏柴贤，将他铲除。可幕后之人没有这么做。如果幕后之人是柴杏儿，不应该将柴贤除之而后快。这里又出现了矛盾。整个案子有3处矛盾的地方。如果柴贤是凶手，那么柴府凶杀案和后续的大肆杀戮案是相互矛盾的。基于这个矛盾，凸显出了柴杏儿这个既得利益陷害柴贤的可能性。但昨晚小山村的灭门案又一次与柴杏儿是幕后凶手这个推测发生了矛盾。第一阶段的案情，柴府凶杀案将嫌疑人锁定为柴贤；第二阶段的案情，襄州命案频发，将嫌疑人锁定为柴杏儿；第三阶段的小村庄灭门案又减轻了柴杏儿是幕后之人的嫌疑，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柴兰呢？柴兰去了哪里？假设柴杏儿是幕后黑手，但小山村灭门案是柴兰干的，那么前面的推测就勉强可以成立，不用推翻。但柴兰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不能做这样的推测。柴兰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也没有与他相关的线索，贸然做出这样的假设，只会把我带入死胡同。分析到这里，许七安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是一个老侦探的直觉。许七安腰背后仰，靠在椅背，闭上眼睛，这个过程保持了10几分钟。他睁开眼，心里已有答案。混乱。对，柴家案子最大的问题在于混乱，处处都有矛盾，但真正让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是动机。所有的矛盾在于动机不合理。柴贤杀柴建元的动机不合理，小村庄灭门案的动机不合理，杀那么多人只为留下柴贤，动机同样不合理。给人的感觉就像大炮打苍蝇。柴贤若是个痴情种子，肯为柴兰弑父，那么只要藏好柴兰，以此为人质，他就不会离开襄州。所以这个案子另有隐情，不是表面那么简单。追本溯源，从柴家开始查起。许七安抖手点燃纸张，让它化作灰烬，随手丢入洗笔的青瓷小水缸，离开了客栈。半个时辰后，客栈的掌柜坐在柜台后拨弄算盘，整理账本，耳边传来温和的念诵佛号的声音。阿弥陀佛。掌柜抬头看去，是一个有着西域人特征的和尚，穿着便于出行的内衣，沉稳内敛。大师要住店还是打尖？掌柜的笑容满面。他在襄州经营这家上等客栈大半辈子，见到和尚的次数屈指可数。在中原，佛门僧人可是稀罕物。年轻僧人双手合十，语气温和如春风。贫僧想问，进来店里是否有住进来一对男女？男子穿着青衣，女子相貌平平，坐骑是一匹战马。这个和尚的话仿佛有着让人信服的力量，掌柜的心里升起怪异的感觉，仿佛对面的和尚是威严的父辈，是有这么一对客人。掌柜的如实告知，您要说是一对相貌平平的男女，我是没印象的，但要说战马，那就知道大师说的是谁了。但是不巧，这位客官刚刚退房离开。静心颔首道：多谢掌柜告知。深夜，柴府一道阴影在黑暗中前行，悄无声息。巡逻守卫的火把光辉扭曲了绿化带的倒影，有那么一瞬间照出了这道前行的阴影。但在下一刻，他无声息的消失，出现在了更远处的漆黑里，继续朝着目的地而去。不多时，他来到了一座僻静的小院，没有立刻进入，因为小院附近有增添了不少守卫，其中不乏练神境的武夫。但黑影没有因此退去，他绕了一个方向，来到小院后方。屋子里烛光明亮，浓郁的肉香弥漫在房间里。3名汉子围坐在桌边，吃着古董羹，也就是火锅。自从柴贤入侵地窖后，柴府加强了对这里的防守，不但在外面加派人手，屋子也有高手日夜驻扎。许七安在一墙之隔的屋外凝神感应，里面3人都是炼神境之上的武夫，偷袭只会让他们提前感应到我的存在，从而引来外头的守卫。如果是以前的我，大概只有靠武力莽进去，但现在的我已经不是粗鄙的武夫了。10几秒后，院子的地基下，地洞里，一只酣睡的老鼠醒了过来，睁开血红的眼睛。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它浑身都是毒，毒素随着它的呼吸喷出，感染周围的一切生物。屋内，柴贤为什么要回来？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说道。听族老说是找小兰，这疯子以为小兰被杀了，藏在地窖里。另一位汉子摇摇头，小兰不是被他掳走了吗？正说着，他们听见了滋滋的叫声，循声看去，是一只肥大的黑鼠。他站在墙角的阴影处，一双赤红的眼睛默默地盯着3人。身为对危险有极强预感的武夫，
3个汉子看到老鼠的瞬间，直觉便开始预警。他们本能地抓起靠在桌边的武器，并要大声呼喊，通知外头的守卫。但下一刻，3人软绵绵地倒在桌上，昏死过去。几秒后，一道阴影从桌底下钻出，许七安环顾一圈，侧耳聆听，确认院外的守卫没有察觉到里面的动静。他转身来到地窖入口，拉开沉重的石盖。屋里3人中的是独有强烈的麻痹效果，不会危及生命，至多是虚弱几天便能恢复。随着石盖打开，黝黑的洞口出现，许七安取出准备好的蜡烛点燃，举着橘色的光晕，沿台阶进入地窖。他穿过一排排尸体，脚步轻快，只觉得这里是世上最安心、最舒适的地方。但查案要紧，他强行忍住了和尸体说话、互动的冲动，直奔地窖深处那间密室。柴府有个习俗，族人死后，要么火葬，要么把尸体贡献给家族，炼成行尸。这是为了防备族人的尸体被外人挖掘。行动之前，许七安已经从李灵素那里得到情报，柴建元的尸体被柴杏儿炼成了行尸，储存在地窖里。柴杏儿的说辞是，柴家遭逢大变，急需力量护卫家族平安。这个理由赢得柴家人一致认同，但许七安相信这里面有以牙还牙的私心。当然，柴杏儿的想法并不重要，许七安这趟潜入是验尸来的，尸体能给出很多信息，窗口的模样、伤情等等，可以告诉许七安是否是熟人作案。很快，他来到了地窖深处的那间密室外，密室门紧锁着。许七安掌心贴在锁芯，猛地发力，哐当一声，锁芯直接被震飞，震出蒙蒙的灰尘。密室里尸体不多，左右各有4具，戴着头套，穿着清一色的灰衣，款式一样。从微微鼓起的胸脯看出，其中有3名是女尸。许七安摘掉尸体头套，经过辨认后，认出左侧第3具尸体是柴建元。有趣的是，右边第3具尸体是个五官清朗的男尸，根据李灵素的描述，他就是柴杏儿的前夫。则两两相望，柴杏儿果然对柴建元心有怨恨。许七安没做耽搁，踢倒柴建元的尸体，扒光灰衣，举着蜡烛审视尸体。柴建元的胸口处有个经过缝合的窗口，但遍布的尸斑破坏了其他伤痕的痕迹。许七安移动蜡烛，橘色的光晕从胸口往下移动，在双腿之间停下。他用灰衣包住手，掏了一下鸟蛋，排除袭击裆部。这个位置对铜皮铁骨的武夫来说是比较薄弱的地方。再往下移，蜡烛的光晕照亮了柴建元的双脚。昏暗中，许七安的瞳孔略有扩大，目光定格。柴建元的左脚有6根脚趾，6指柴贤。这是许七安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并为此震惊的脑海刹那间闪过无数念头，无法冷静思考。几秒后，他冷静下来，深吸一口气，仔细审视柴建元。第6根脚趾明显畸形，紧贴着小指，丑陋又难看。他摸了摸柴建元的脸，确认没有异容，想判断一具尸体的年龄，除了最直观的容貌，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肤质、骨骼、牙齿等。中年人和年轻人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对于经验丰富的许七安来说，要判断这具尸体是谁并不难。真的是柴建元，他也有6根脚趾，有趣了。许七安撬开尸体的嘴，看完牙齿后嘿了一声。柴贤有6根脚趾，柴建元也有6根脚趾，是巧合吗？柴建元只有柴贤一个义子，柴贤是孤儿，父辈与柴建元没有关系。而柴建元本身有儿有女，只有一个义子，说明他本人没有广收义子的爱好。这些本来没什么，可以理解为柴建元和柴贤投缘，但2人都有6指，这就很有意思了。按照柴杏儿以及柴府其他人的说法，柴建元死活不同意柴贤的请求，执意要将柴兰嫁给皇甫家。虽然利益最大化的说法也算合理，但把女儿嫁给义子，亲上加亲，让义子彻底死心塌地为柴家效力，同样也是合理的。把女儿嫁给义子，爱徒的现象比比皆是。可是如果这个义子是私生子呢？倘若柴贤是柴建元义子的话，2人都6根脚趾，这么明显的特征不可能瞒住所有人。柴杏儿知道柴贤是柴建元的私生子吗？若是知道，那么他杀兄嫁祸柴贤，可谓一石二鸟啊。因为照剧情发展下去，柴贤最后肯定会成为柴府的继承人，成为柴家家主。就在许七安的推理渐入佳境之际，他忽然意识到一个不合理的 bug。等等，如果柴贤是柴建元的私生子，那柴建元完全没必要隐瞒。一个实力强大的花镜武夫，一家之主，有私生子怎么了？完全可以堂而皇之的公之于众，根本没有隐瞒的必要。江湖势力也不是注重繁文缛节的豪伐望族，要考虑礼义廉耻和名声。除非有什么原因让柴建元不得不隐瞒柴贤的身世，柴贤肯定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否则不会喜欢上自己的亲妹妹。而如果知道，那么为了爱情的作案动机就不存在。因此，只要见到柴贤，问清楚他是否知道自己身世，杀害柴建元的凶手基本就可以判断了。他一边嘀咕着，一边取出的书碎片轻扣背面。
太平刀从境内世界钻出，发出嗡嗡的鸣颤声，传达出委屈和兴奋兼具的意念。然后他自动脱离刀鞘，刀尖叮叮叮的往许七安背上撞，以此来表达热情。别撞了，别撞了，疼死我了！许七安反手握住刀柄，刀尖抵住柴建元的喉部，用力划开。柴建元被练成了铁狮，想要解剖，就得太平刀这样的绝世神兵才能精准锋利地割开皮肉。他之所以解剖，是怀疑柴建元死前中毒了。理由有2点：一，柴家没有4品，不管是柴贤、柴建元还是柴杏儿，都是5品化境。众所周知，武夫出了名的耐操，哪怕偷袭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杀死对方。而一旦无法快速解决战斗，柴府中的高手绝对会瞬间反应过来，因此不会出现赶到书房时发现家主被柴贤杀死这样的情况。2，柴建元身上伤势极多，柴建元确实没有被瞬杀，经过刚才仔细的检查，除了致命的心脏创口，柴建元身上的暗伤极多，这证明他死前经历了极为激烈的战斗。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战斗激烈却又迅速结束的现象？单方面殴打。柴建元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被单方面施暴，很快被破开了铜皮铁骨的防御，死在凶手的屠刀之下。合理的解释是柴建元中毒了。暗红色的血肉被割开，检查完喉部，没有发现明显的中毒迹象，于是他又割开胃袋，终于有了发现。柴建元的胃袋里残留着微黑色的物质，这些物质更像是毒素和胃酸反应之后形成。许七安通过毒蛊的能力做了初步解析，只解析出3种毒草的成分，时间隔得太久，再多就不行了。这3种毒草具备致幻和麻痹神经的作用，复合性毒药相当高级。以这个时代的制药水平，复合性毒药基本是简单粗暴的把几种毒药混合，这样势必会产生气味和颜色，不管以什么方式下毒，都瞒不过武者的危机预感和敏锐的嗅觉、味觉。这毒药应该是无色无味，一般人炼不出这种水平的毒药，只有2种职业可以，术士和毒蛊师。对了，柴杏儿，他在李灵素体内植入了情蛊，他去过南疆求情蛊，再求一位能无声无息毒道化境武夫的奇毒不难。想到这里，他不禁捏了捏眉心，能炼出这种毒药，直接毒杀柴建元不是更干脆利索？何必多此一举呢？许七安是个聪明人，立刻想到原因。当然不能毒杀，毒杀了的话，怎么证明人是柴贤杀的？这是一个局，针对柴贤的局。现在有一个快速推进案情的办法，那就是抓住柴杏儿，严刑逼供。许七安旋即打消这个念头。首先，他没有忘气术，也没有佛门的戒律能力。浮屠宝塔第1层是不杀生戒律，是固化的，不杀生和不说谎显然没关系。塔灵更不会戒律法术，塔灵就是浮屠宝塔，不可能施展出浮屠宝塔没有的能力。心蛊能短暂影响智慧生灵，柴杏儿是化境武者，心蛊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让他有问必答。其次，一定对柴杏儿对粗，圣子的态度还在其次，事后他肯定因此翻脸，把徐谦的存在告诉佛门。这样的话，静心的重心就从除魔卫道转移到自己身上，甚至直接联络肚南金刚。如此一来，别说查案，连龙气都会被佛门夺走。今晚就在这里将就一下吧，正好借助地窖里的尸气温养尸骨。许七安盘坐在地，背靠着墙壁，两侧的尸体静静站立着。他在这样寂静又可怕的环境里怡然自得，感觉就像回了家一样。尸骨在这一刻得到无比强烈的满足。许七安后颈处微微鼓起，额颈一只蟑螂大小的虫子钻破皮肤，接着是第2只、第3只，它们是7绝骨孕育出的尸骨子骨。尸骨现在最多只能孕育出4只子骨，其中1只寄生在了3花4手座横阴尸体上，剩下3只刚刚诞生。子骨们刚一出世，便兴奋地朝周围的尸体爬去。2只就近原则，选择了距离最近的铁尸，剩下1只在密室里装了几圈，选择了一具胸口微微鼓起的女尸小伙子有前途。许七安啧了一声，然后闭上眼，感应了一下3具铁尸的情况。他们体内毫无生机，2具铁尸只保留肉身原本的力量和防御，女尸则保留身前部分能力对危险的预知。这种能力可以直接回馈给操纵尸体的主人，这意味着女尸是在死后不久便立刻炼成行尸，因此保留了部分能力。行尸的使用寿命不超过5年，炼尸手法有点粗糙啊，不够正宗。也对，柴家先祖是南疆奴隶出身，不管是偷学还是得了尸骨部的传授，肯定都无法正宗的秘术。许七安收回对子骨的控制，专心分析今夜的收获。柴贤极有可能是柴建元的私生子，但因为某些原因，柴建元一直隐瞒了他的身世。柴建元死前中毒，这才被人杀死在书房里，下毒者是亲近之人，柴贤、柴杏儿以及那位失踪的柴兰都有可能。接下来要查的方向是柴建元为何隐瞒了柴贤的身世，调查柴杏儿。这一点就靠海王圣子了。他一边思考，一边吸纳地窖里的湿气，温养尸骨。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见一丝异动，立刻睁开眼。蜡烛已经燃烧到尾部，再过片刻就要燃尽。微弱的火光中，女尸趴在地上，撅起臀部。一具男尸趴在女尸背上，另一具男尸则趴在她身上。你们在做什么呀？许七安险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他当即以母骨绝对的威严控制住了3只子骨，终于明白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在做本能的繁衍。搞什么呀？交配不脱衣服的吗？呸！当纸工具虫不是很好吗？工具要有工具的自觉，你们是没有交配权的。许七安制止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何有些尸骨师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与行尸发生超出主人和傀儡的关系，那是受到了尸骨繁衍本能的影响。同样的深夜，远在雷州的文人府，大小姐文人倩柔的闺房里，炭火熊熊，室内温暖如春，五官柔美，除了发际项偏高，基本没有什么瑕疵的文人倩柔盖着锦被，呼吸绵长。姑娘是文人倩柔。平淡中透着冷漠的声音惊醒了睡梦中的文人倩柔。她豁然起身，警惕地环顾室内，并高喊出声：来人！喊人的同时，她看清了室内的不速之客，共3人，分别是穿着玄色道袍、一丝不苟的中年道士，穿雨衣，戴莲花冠，看不出年纪，但美若天仙的坤道，以及双10年华、英姿勃勃、俏丽动人的少女。少女双手被一根绳子捆绑着，绳子的另一端握在莲花冠女道士手里。为什么在别人的梦里，我还要被师傅捆着？李妙真无力地吐槽了一句：你们是什么人？文人倩柔没有喊醒丫鬟和侍卫，这让她意识到桌边的3人身份不凡，贫道法号玄成，乃天宗无望封主，姑娘可识的李灵素。中年道士淡淡道，另外2个坤道则沉默不言。你是？文人倩柔表情略有变化。李灵素是我弟子。玄成道长淡淡道。文人倩柔大惊失色，掀开被子下床，行跪拜大礼。弟子文人倩柔见过师尊。文人倩柔知道李灵素是天宗圣子，啧，这是以儿媳妇自居了呀。李妙真侧头看一眼师伯的反应，没什么反应。玄成道长面无表情。半个月前，李灵素曾到过雷州，如今去了哪里？文人倩柔摇摇头，李郎怕连累我，并没有告知去向，怕玄成道长不清楚情况，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玄成道长和兵仪元君耐心听完，尽管来此之前他们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等文人倩柔说罢，玄成道长问道：文人姑娘可知那徐谦的身份？文人倩柔摇头，那位前辈身份神秘，就连李郎也不太清楚，只知是活了几百年的前辈，与司天监的监正关系匪浅。与监正关系匪浅？玄成道长皱了皱眉，这倒是他不曾调查出来的。文人倩柔点点头，解释道：李郎说，那位前辈不但和监正关系不一般，还与监正对弈，赢了监正一局，是真正的高人，并且那位高人能使唤监正2弟子孙玄机，地位可见一斑。赢了监正一局，玄成道长和兵仪元君对视一眼，冷漠淡薄如他们，也不禁有些诧异。赢了监正一局，活了几百年的高人，是他了，是他没错。这熟悉的风格，李妙真差点双手捂脸。许七安这混蛋，说大话的臭毛病还是没改，以后被李灵素知道真实身份，看他怎么做人。不，以他的阴险程度，李灵素估计已经漏洞百出，真实身份揭晓后，李灵素才真正没脸见人。想到自己的遭遇，李妙真愤愤地想。玄成道长问道：你还知道些什么？文人倩柔想了想，听李郎说，徐前辈有恩于他，正是这位前辈将他从东方姐妹手中救出，让他脱离了水深火热的生活。玄成道长微微颔首，又问了几句后，淡淡道：搅了姑娘清梦，还望见谅。说罢，3人一起消失在房内。文人倩柔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床上，一时间分不清刚才发生的是梦境还是真实。雷州城某处客栈，盘坐在大床上的玄成道长以及盘坐在小榻的李妙真师徒，3人同时睁开眼。师妹可曾听说过超凡境界中有一个叫徐谦的？玄成道长皱着眉头提出疑问。兵仪元君摇头：我等避世不出，不问红尘，消息难免阻滞。不过这世上能胜监正义局者。他想了想道：恐怕连天尊都不敢说一定可以。玄成道长嗯了一声，没什么表情地说道：或许是监正未出全力，这里面有太多可能，不必执着。为今之计是要循着此人的踪迹找到李灵素。兵仪元君接话道：可以确定此人并无恶意，不过李灵素若是不肯跟我们回去，这个徐谦多半会阻止。我们如今不知道他深浅，3品便罢了，我2人足矣。若是2品乃至1品，如果是2品的话，就得好言好语的商量。如果是1品，对方说什么那就是什么。想要带走李灵素，只有回山请天尊出面。兵仪元君视线的余光察觉到李妙真抿着嘴，一脸憋笑的模样。
这位看不出年纪的大美人淡淡道：“妙真，你笑什么？”“我没笑。”李妙真不承认。“你想笑？”冰夷元君语气冷漠。“师父，我没有，我是天宗圣女，修的是太上忘情，等闲不会笑。”李妙真冷漠无情的姿态。“不行了不行了，我快忍不住了。”李妙真身体里的小灵魂在拍着大腿狂笑。冰夷元君冷漠地看他一眼，转头又和玄成道长说起正事。根据我们打探来的情报，那徐谦夺走了三花寺的浮屠宝塔，佛门不会就此罢休。打探出西域僧人的去向，或许就能追踪到徐谦。冰山大美人淡淡道：“师父还是一如既往的冰雪聪明啊。”李妙真感慨。清晨，李灵素还在沉睡，被一阵短促的敲门声吵醒，以及一位女子的叫唤声。“姑姑，姑姑大事不好！”柴希儿睁开眼，气质清冷柔弱的美丽人妻，姿态慵懒，柔声道：“李郎，帮人家开门去。”李灵素皱了皱眉：“先穿衣吧。”柴希儿摇头，声音慵懒无力：“都说了有急事，快去快去。”女子穿衣比较麻烦。李灵素披上一件袍子，走到门边，打开房门。门外站着的是个柴家的女性，叫柴平，穿着利索的短打，有修为半身。柴平满脸焦急，但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李灵素俊美无愁的脸上，以及半敞开的袍子里，肌肉匀称的胸膛展露在少女眼前。柴平强迫自己挪开目光，行了一礼，然后跨过门槛进了屋子。此时的柴希儿已经坐起，正穿着白衣里衣，遮住嫩绿色的肚兜。“姑姑，地窖又被人闯入了。”柴平汇报道。柴希儿穿衣的动作不停，镇定自若。“可有尸体被盗？”“没有，但家主的尸体被人解剖了。”柴平说道。柴希儿的手微微一顿，缓缓点头：“知道了。”他打发走柴平，穿好罗裙，素手捻起玉簪，简单的挽了一个发髻，道：“李郎，我去地窖看看，你若还困，便再睡一会儿。”李灵素哦了一声，突然拉住柴希儿的手，在他困惑的目光中把他拽入怀里，接着在柴希儿白皙细腻的脸颊用力吧唧一口，笑道：“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柴希儿怔怔地看着他，眼里似有水光闪烁，嫣然一笑。房门再次关上，李灵素一人坐在桌边，想着柴平汇报的事。柴建元的尸体被解剖了，应该是徐前辈做的吧？他说过要查清楚这个案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收获。李灵素忽然涌起期待感，想立刻找到徐谦，问他查出了些什么。正想着，没有锁的房门被推开一条缝，一只橘猫钻了进来。徐前辈。圣子见到橘猫钻进屋子，先是一愣，继而喜色浮动，低声道：“前辈怎么来了？不是说最近几天都不见面吗？”橘猫口吐人言道：“是让你别来见我，没说我不见你。”顿了顿，他纳闷道：“你怎么认出是我？前辈之前不是说过以心蛊控制了一只猫潜入柴府，遇到了柴贤吗？”李灵素笑道。然后圣子发现橘猫僵在那里，陷入了沉思。“我说错了什么话吗？”李灵素脸色茫然。该死，我不知不觉也染上金莲道长的嗜好了。不，我没有，主要是因为猫能飞檐走壁，来去如风，狗根本潜入不了柴府，哪怕潜进来，也可能被和尚宰了做成狗肉火锅。许七安心情复杂的嘀咕。李灵素有很多问题想咨询，但见高深莫测的前辈突然开始思考人生，他不好打扰，只能干巴巴的等着。额请许七安缓过神来，道：“倒杯茶，我有点渴。”渴的不是他，是猫。但饥渴的感受同步反馈给了附身其上的许七安。李灵素当即翻开倒扣的茶杯，满了一杯温水。橘猫顺势进来，跃上桌面，他没有即刻舔舐茶水，而是看了眼凌乱的床铺。猫的嗅觉是人类的数10倍，因此他轻易闻到了糖味。苦苦忍耐情蛊副作用的许七安喝了一声，日子过得逍遥快乐呀。闻言，李灵素脸色垮了下去，愁眉苦脸：“前辈，你何时替我取出情蛊？我现在每次看到希儿就克制不住自己的冲动，脑子里想的全是他。他勾勾手指头，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扑上去。”他边说着边搂住了自己的腰。老凡尔赛了。许七安面无表情，语气冷漠道：“等事情解决，我会替你解除子蛊，现在解除会打草惊蛇，让柴杏儿发觉，也只能这样了。”李灵素叹息一声，想着改天炼一炉丹药补益补肾。他随后想起地窖的事，道：“方才有人通知杏儿，说地窖被人闯入，柴建元的尸体遭人解剖。”说着，他压低声音：“前辈，是你做的吗？”许七安点头，果然是他。得到正确答案的李灵素连忙追问：“可有查出什么？”“柴贤极有可能是柴建元的私生子。”许七安说道。他随后看见李灵素脸色发生剧烈变化，睁大眼睛，震惊又不敢置信的模样。隔了一阵，李灵素压低声音：“确定吗？柴贤有6指，柴建元也有6指，可能是遗传，不然没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李灵素沉默半晌，难怪柴建元非要把柴兰嫁到皇甫家，他不可能同意柴贤和柴兰的婚事。他猛地反应过来，柴贤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这很好推断，如果知道自己是私生子的身份，就不会爱上柴兰。不，也有可能他知道，因此一怒之下杀了柴建元，埋藏自己是私生子的秘密，然后独占柴兰。李灵素脑洞打开，出拳要讲章法，推理要符合逻辑。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嗤笑道：你怎么断定柴贤知道自己身份，又怎么断定柴贤知道柴府只有柴建元知道他私生子的身份？六根脚趾虽然隐秘，但最亲近的人长辈多半是知道的。李灵素表情一僵，也是哦。橘猫安舔了几口茶水，继续说道：另外，柴建元死前有中毒迹象，因此才被杀死在书房里，下毒的多半是亲近的人。前辈怀疑的是？许七安迎着李灵素质询的目光点了点猫头，没错，我怀疑是柴杏儿。那种毒非一般人能炼，除非是毒蛊师亲自出手。柴杏儿不是去过南疆吗？还求了情蛊。李灵素脸色变得难看，她自认对女人还是很挑剔的，但凡有过情缘的红颜知己都有独特的气质和性格，且容貌身段都必须出挑。其次，性格方面绝不能是大奸大恶之徒，否则三观冲突，无法谈情说爱。就算是东方姐妹也不是嗜杀之辈，虽说在雷州时与徐千多有冲突，但那是立场不同，厮杀在所难免。在他的认识里，柴杏儿有心机，有野心，有手腕，气质宛如接着哀愁的丁香花，楚楚可怜，本质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但柴杏儿绝不是道德沦丧之辈。可这段时间以来，随着案情的深入调查，他对此渐渐产生怀疑。我过来不是找你闲聊的。橘猫安抬起爪子拍一下桌面，打断了李灵素发散的思维。前辈请说。李灵素低声道：柴建元为什么要隐瞒柴贤的身份？你有想过吗？李灵素一愣，过了几秒才明白徐谦的意思。对于一方势力的家主，私生子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可为什么柴贤是以义子的身份养在柴府这么多年？李灵素沉吟道：如果不是柴建元的原因，那问题就是出在柴贤身上，他的身世有秘密。橘猫安轻笑一声，答案揭晓前，任何假设都有可能，但要记得去求证。我记得道门阴神在远古时代充当着城隍的职责，专勾人魂魄。李灵素嗯了一声。远古时期有两套规矩，一套是阳间律法，一套是阴间因果之报，道门掌阴法，不过后来这套阴法渐渐衰弱，直至废除。是了，这段历史我在天宗的古籍里看过，但一直没想透彻，前辈可知？徐谦这样的老怪物，肯定知道很多别人不知的隐秘。橘猫安沉吟一下，结合自己从古师那里得来的隐秘，说道：远古时期只有两种修行之法，一种是武道，另一种是道门的道。道术体系比武夫体系更加完善，也更早。换而言之，远古是道术的天下，这便是阴法存在并盛行的环境。可渐渐的，武道开始昌盛，南疆人族琢磨出了蛊术，佛陀正道，巫神出世，道术在南主宰天下，阴法自然也就绝迹。至于儒家和术士，则是近代才出现，儒圣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术士则与国同龄600载。远古时期只有武道和道术，这就能理解阴法的出现了。后来各大体系出世，再不是道门说了算。徐谦真是个老怪物啊，知道这么多隐秘。李灵素感慨道：我道门当年也是无比昌盛的，而今衰弱成只有道门3宗。他边说着边看向徐谦，想再打探出一些隐秘。许七安不搭理他，淡淡道：言归正传，道门的入梦法术可能如梦巫一般，梦中审讯。李灵素皱眉沉吟，做不到梦巫那般绝对主宰梦境，阴神入梦勾魂，只能勾凡人或与自身品级相差极大的弱者。审讯的话，若对方是个凡人，亦能做到。前辈如果想让我审讯杏儿，别说我修为还没解封，纵使全盛状态，怕也做不到。杏儿是5品化境，除非是4品梦巫出手。橘猫安摇着猫头，不是他，是柴建元的儿子。你挑一个最弱的审讯，问一问他关于柴贤的事。柴贤年少被带回柴府，与柴建元的子女一起长大，没人比他们更了解柴贤。李灵素点点头，表示没问题，似乎想起了什么，道：对了，前辈，昨天夜里我发现杏儿深夜离开了许久，大概有2刻钟才回来。我阴神出窍跟踪他，发现他往南院深处而去。武夫的直觉过于敏锐，我没敢跟得太近，所以不知道他去了南院哪里。橘猫安的猫脸露出凝重之色。什么时辰？李灵素道：大概子时。啊，你这个肾亏的狗渣男，又趴到这么晚。你不肾亏谁肾亏？许七安缓缓点一下猫头。我知道了。根据他和教坊丝花魁深夜畅谈人生的经验，每次谈完，花魁们都是大汗淋漓，极度疲惫，立刻睡去。柴杏儿大半夜不睡觉，离房而去，绝不正常。
晚上召集柴府的蛇虫鼠蚁，好好调查一番。许七安心道，他渐渐喜欢上七绝谷，手段多，能力强，诡计多变，很好用，也很有逼格。不像武夫，遇到问题直接莽，容易打草惊蛇叶里。三水镇是位于襄州城北面26里的大镇，镇子人口有8000之多。三水镇背靠崇山峻岭，山中多药材，因此镇上的百姓多以采药种药为生。镇上最大的药商是一个叫药帮的组织，帮主是个练神境的高手，勉强上得了台面。屠魔大会时，药帮也参与了，积极响应官府和大势力的号召，派出30名帮派成员加入民兵队伍，彻夜巡逻。除了官府组织的民兵以及药帮成员，巡逻队伍里还有一位佛门僧人，正是当日在屠魔大会大放异彩的武僧净元。巡逻队伍总60人，10人为一队，手持火把，在镇子各处夜巡。陈耳是药帮的小执事，底下管着10号人，在药帮，执事是中层，也是最累的头目，专门处理一些琐碎事件。遇到不能解决的或无法决定的，便汇报给帮派高层。大师，多亏有你加入，兄弟们都放心多了，夜里巡逻胆倍增。手持火把的陈耳侧头看向身边的武僧，这位五官立体、眼睛深邃的西域武僧淡淡道：“只是这里更方便撤离而已。”陈耳没听懂，在问时，年轻的武僧闭口不答，没有理会他。这里更方便撤离，什么意思？西域的和尚脾气真古怪。陈耳心里嘀咕几句，干笑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净元双手合十，步伐稳健，走在前头。镇子北边有一条小河，贯穿小半个镇子，沿河是一座座民居。寒风迎面而来，巡视了2刻钟后，这支队伍穿过石板桥，来到河边的酒肆。这里是药帮的产业，炖着火锅，温着浊酒，专给巡逻队伍做些脚用。队伍里都是些习武的好手，但除了执事陈耳是练精进，其他人没有品级，因此需要这样一个酒肆休息，喝酒暖身体，不然很容易的风寒。这见鬼的天气，初冬就已经这么冷了。陈耳骂咧咧地进入酒肆，闷头先灌几口药酒，回头招呼道：“兄弟们，进来喝酒。”半炷香后继续巡逻。队员们纷纷入座，大口吃着猪下水，喝着三水镇独有的药酒，抱怨着这见鬼的天气。陈耳不忘谄媚道：“大师，这是我们三水镇独门秘方酿造的药酒，您暖暖胃。”净元颔首，默不作声地喝酒吃肉。身为武僧，吃饭怎么能少了肉食？喝了几口酒，他闭上眼睛，凝神感应周遭，没有发现异常。净元在三水镇夜巡已有2夜，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此地背靠苍茫山脉，镇外还有河，非常适合撤退逃跑。当然不是净元逃跑，而是那个为非作歹之徒逃跑。此人练事多日，怕已到了瓶颈，断然不会放过你这具金刚体魄。安心待着，那人自会前来。这是静心说过的话。净元认同师兄静心的决定，也认为这是最快的引出幕后之人的办法。行尸没有呼吸和心跳，也不存在杀意和恶意，但他们只要大规模行动，就会有动静，比如脚步声。净元没有察觉到异常，睁开了眼睛。今年这个冬天难挨啊，不知道又要冻死多少人。一个汉子灌了一口酒，摇头感慨：“哟，你张牛子还是个为国为民的好汉啊，不如把家底都捐给官府赈灾吧。”捐给官府，那还不如直接在大街上撒银子呢，至少乡亲们还能抢到几个子儿。捐给官府的话，乡亲们钱拿不到，反倒是官老爷府上又添一名小妾。众人纷纷调侃：“就是，张牛子不如捐给我吧，我还没讨到媳妇呢。”说话的是个身材瘦小，有几分属相的男人。张牛子骂了句俚语粗话，道：“你李二娶不起媳妇，但你会睡自家嫂嫂啊，啧，娶媳妇的钱也省了。媳妇哪有嫂子好？老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什么来着？好玩不过嫂子。”有人接了一嘴，众人哈哈大笑，酒肆一下就热闹起来。李二的大哥和大部分镇民一样，采药种药为生，某次上山采药跌下悬崖，大难不死，但一双腿就此废了，整日卧榻在床。家里没了干活的男人，生活质量急剧下降。李二的婶婶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妇人，没到半年就和李二搞上了。陈耳听着下属们相互嬉笑怒骂，眼角余光瞥见静元放下酒杯，侧头看来，耳边紧跟着响起武僧的声音：“襄州冬天都这般严寒。”陈耳连忙正过身，以示尊敬，恭敬回答：“哪能啊，要是每个冬天都这样，襄州百姓还怎么活？今年特别冷，这才入冬不久，夜风便刮骨一般，再过半旬，屋檐下都要结冰棱子了。”说着，陈耳举杯一饮而尽。也不知今年冬天会冻死多少人，不过哪年冬天不死人，这世道也就这样，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哎，柴贤那个挨千刀的，害大伙大冷天的出来巡逻，我看他早就溜走了，哪还敢在襄州待？陈耳喋喋不休的唠叨，半炷香时间很快过去，他抓起短刀，
吆喝道：“别喝了，别喝了，麻溜的起来，都给老子巡街去！啊，这就半炷香了吗？我感觉才坐下来，再喝半炷香吧。这么冷的天，那狗日的柴贤说不定在哪个女人的被窝里快活呢，肯定不会出来捣乱。”巡逻成员们七嘴八舌的抱怨。这时，静园耳廓一动，听见了轻微的、不同寻常的水流声。“闭嘴！”静园喝道。满堂的嘈杂声为之一静，没人敢说话，都茫然地看着他。静园没搭理他们，闭上眼睛，把听力放大到极致。哗啦啦的水声传入耳中，与正常的水流声音不同，更像是暗流，十几数十的暗流。不是暗流，是有什么东西沿着9寺外的小河朝这边游来。大师，陈耳压低声音试探了一句。见静园一副聆听周遭动静的严肃姿态，堂内众人也跟着紧张起来，握紧手里的刀，警惕地环顾四周。他们夜里巡街，防的是谁？可不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柴贤。没遇到异常的时候，大伙可以嘻嘻哈哈，但一有风吹草动，这群江湖底层的巡逻队员们心里立刻耸半边。毕竟柴贤在襄州是巅峰级的人物，五品化境，据说还能操纵4具铁狮。在河里，静园睁开眼，沉声道：“河里。”陈耳心里一凛，下一刻他听见了哗啦声从9寺外传来，似有什么东西破水而出。堂内众人也听见了，十几道目光同时望向禁闭的9寺大门，如临大敌。水声接二连三的响起，越来越多的东西破水而出。紧接着9寺大门哐当巨响，被暴力强行撞开。一道人影冲入9寺，他穿着破烂衣衫，浑身散发臭味，枯稻草般的头发被河水泡湿，紧贴着毫无血色的脸庞，双眼一片浑浊，死寂沉沉。而在他身后是更多的同伴，他们平静且冷漠地望着9寺内的众人。乍一看去，至少有40多具。这阴森恐怖的一幕，换成普通人或是其他郡县的底层江湖人，恐怕要吓得肝胆俱裂。好在襄州人士对形势并不陌生，耳濡目染，没有那种惧怕鬼神般的恐惧。形势对他们来说和山中的狼群没有区别。兄弟们，准备家伙！陈耳大吼一声，从脚边的篓子里抓出一张大网，豁然甩出，笼罩向行尸。紧接着他3步并作2步，手起刀落，狠狠斩向那具撞开9寺大门行尸的脖颈。噗！刀锋卡在脖颈处，没能把头颅斩飞。行尸虽然没有铁狮的刀枪不入，但生前都是江湖好手，经过精血喂养，体魄要比一般的炼金境更强。行尸张开腥臭扑鼻的嘴，一口黄牙朝陈耳脖颈咬来。他扑击的速度太快，不至于练气境的高手，以至于陈耳完全做不出规避动作，心里涌起绝望的念头。大师救我呀！陈耳心里狂呼。然后他的视线里，行尸的头颅旋转飞去，身躯陡然凝固，继而直挺挺倒地。静园握着戒刀抖了抖刀锋的湿水，淡淡道：“破窗逃走，这些行尸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以幕后之人的御师手段，想解决这群不入品级的底层人士，轻而易举。”陈耳松了口气，没有逞强，告诫道：“大师，快用佛珠通知其他同道。”静园没有搭理，弓步迎向扑来的行尸群，手起刀落，斩飞一颗颗脑袋。见状，陈耳等人再不犹豫，朝大堂两侧的窗户飞奔而去，撞窗逃离。没有行尸去追击他们，目标明确地扑向静园。噗噗噗，一颗又一颗人头飞起，行尸在武僧静园的刀下没有一合之力，但他有很好的控制自己的力量，保持在5品初期的样子。毕竟一下子展现出4品巅峰的战力，只会吓走对方。当他一刀斩向某具行尸的脖颈，终于失去了势如破竹的架势。那具行尸的头颅没有飞起，脖颈炸起刺目的火星一闪而逝。铁狮，这是一具铁狮。遭受断头攻击的铁狮浑然不在意静园的刀锋，张开双臂反抱住他，张开腥臭的嘴咬向静园的脖颈。咔吧，黄牙崩飞，他像是咬到了黄金。静园浑身金灿灿，宛如黄金铸造的雕塑，在铁狮抱住他的瞬间，静园就开启了金刚神功。未等静园挣脱铁狮的怀抱，又有3具行尸冲了过来，撞飞沿途拦路的同伴，一具箍住静园的后颈，一具抱住他的双腿，一具反绞他的双手，强人所难。下一刻，静园的武者直觉给出反馈，察觉到了危险。头顶的房梁上，一道穿黑衣戴兜帽的人影扑了下来，手里握着一柄钢锥，锥上裹挟着契机，刺向静园的天灵盖。幕后之人出现了。静园面不改色，那一鼓舞，不再掩饰实力，凶猛的契机像是火药一般从体内炸开。轰！4具铁狮瞬间炸成尸块。静园抬手一握，握住黑衣人的手腕，然后一个凶猛的过肩摔，将他狠狠灌在地上。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夯实的地面皲裂。静园握拳，在黑衣人腹部一记重拳，直接击破对方的铜皮铁骨。这时他眉头一皱，
脸色略有僵硬，因为他握住对方手腕的地方没有脉搏。静元扯下对方的兜帽，里面还有面巾，但已经不需要去扯面巾了。静元看到了对方的眼睛，浑浊空洞，死寂一片，有气机，但没有脉搏和心跳。这是一具比铁狮更强大的傀儡，中计了。静元当即反应过来，幕后之人没有出手，他用这具狮王伪装成活人，出手偷袭。如果自己在刚才的攻击中受伤，那自己确实是五品修为，幕后之人就会立刻现身，配合行施为杀他。反之，则说明自己隐藏实力。出乎意料的稳健。静元走出酒肆，望向苍茫夜色，他丝毫不慌，似乎有着十足的把握。烛光燃烧，温暖的卧室里，李灵素披着袍子坐在桌边，享用着运动后的美食。他刚刚喂饱了美丽人妻，趁着柴杏儿还在余韵中，李灵素借口说自己饿了，然后出门换来丫鬟帮忙温酒热菜。众所周知，剧烈运动后体能消耗巨大，会伴随着饥饿，因此柴杏儿没有怀疑，慵懒地蜷缩在被窝里沉沉睡去。李灵素喝了几口酒，吃了几口菜，假装自己不胜酒力，单手托腮小憩过去。一道阴神悄悄离开，穿过房梁，袅袅挪挪地去了某处院落。这是柴建元次子的院落。柴建元总共3个儿子，长子病死于少年时代，次子修行没有天赋，帮柴家管理铺子。柴仲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在喊自己，睁开眼看去，一道黑影坐在桌边，背对着自己。谁在哪里？柴仲喝道。这儿，我是你爹。那道人影转过身来，正是柴建元。爹！柴仲惊叫出声，似乎被吓到了。他用力推搡着身边的女人，大声呼喊侍卫，但都得不到回应。这里是你的梦，柴建元解释道。梦？柴仲半信半疑地反问了一句，抬手给自己一巴掌，果然不疼，于是相信了这是一场梦。他心里稍安，默默嘀咕，为什么我的梦还要爹你来告诉我？仲儿，我这些年对柴贤极好，你有没有怪爹偏心？柴建元问道。柴仲苦笑道，柴家以武立足，我没有修行天赋，只能帮家族管管铺子，做做生意，爹不重视我也是正常。柴建元点了点头。那你知不知道爹为什么那么看重柴贤？柴仲理所应当地说道。自然是因为柴贤天赋高，资质好，以前家族里人人都说您会演石珠，找回来一个天才。说罢露出愤恨之色，谁想是引狼入室，带回来这么个祸害。看来他并不知道柴贤是柴建元私生子的真相。柴建元顺着这个话题叹息道，为父也没想到会是这般，早知道如此，当日就不该带他回来，可惜这么多年竟无人看出他是个狼心狗肺之徒。柴仲哼道，柴贤性格偏激，他喜欢小兰，你又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又问了一些问题后，李灵素离开了柴仲的梦境，袅袅挪挪地去了柴家三爷柴凯的院子。夜色深了，但柴凯的院子依旧灯火通明，他正在和侍妾们玩行酒令。这些侍妾娇媚动人，在温暖的室内披着轻纱，内里春光若隐若现。柴凯是个皮相颇为不错的公子哥，练气劲的修为得益于年少时柴建元的严加管教，他度过了武夫最难挨的日子，成功炼精，但随后渐渐堕落，沉迷女色，大半夜的还不睡觉。李灵素暗骂一声，耐心的在外头等候。终于他看见柴凯左右拥着2名娇美侍妾，身后跟着2名侍妾，一共5人，掀开帷幔进了大床。很快垂下的帷幔内部传来了女子动人的娇吟。这场多人运动维持了半个时辰才消停，李灵素羡慕的不行，区区练气劲，还是个纵情声色的，都能应付这么多女子，武夫体系有时候也很让人羡慕。又等了片刻，确认柴凯睡去，他不再拖延时间，迅速入梦。柴凯昏昏沉沉间听见有人呼喊自己，睁开眼发现原来是死去的父亲柴建元。爹，你不是死了吗？柴凯扇了自己一巴掌，发现并不痛，恍然大悟，原来是在做梦。孽畜！柴建元破口大骂，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你要有柴贤一半出息，老子也能含笑九泉。原本能梦到父亲还是很开心的柴凯，脸色瞬间垮了下去，冷笑道，和他一样有出息，然后杀了你吗？柴建元被噎了一下，脸色转柔，沉声道，爹很后悔自己当初带回柴贤，但你可知我为何带他回来？柴凯闻言露出茫然之色。柴建元又问道，你可知柴贤有什么奇特之处，比如6根脚趾？柴凯一愣，摇头道，他有6根脚趾。柴贤对自己脚趾的畸形很在意，连少年时代相处的伙伴也不知道。这2个伙伴关系不好也有原因。李灵素又问了他是否知道为父有6根脚趾，依旧得到了否定的答案。不过对于柴贤，柴凯满腹怨念，说柴贤一个外人的野种，抢了柴建元对自己的宠爱，抢了他和2哥的风头，小时候打架柴贤差点掐死他等等。
我就是骂他娘是个勾栏里的女人，她是个野种，她就差点掐死我。柴凯是这么说的。和徐谦说的一样，柴贤的性格有点偏激啊。李林素发现没有太重要的线索，结束了行动。三水镇后的山林中，一道人影在黑夜中奔行，时而腾跃，时而狂奔。他穿着黑衣，披着斗篷，越过一处山涧时停了下来。微弱的清冷的月光下，山涧边的大石上站着一位穿青色衲衣的年轻僧人，腰间挂着布袋，双手合十，目光平静。他望着黑衣人影，语气温和：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西域的和尚。穿斗篷的黑衣人摘下兜帽，露出真容。他五官清俊，气质温和内敛，眉宇间郁结难解。随着此人露出真容，静心的布袋里佛光隐隐照射出来。静心打开布袋，取出一口金钵，金钵滚烫，亮起澄澈的佛光。他将金钵对准黑衣人，钵口射出一道澄澈明净但不刺目的金光，照射在柴贤身上。静心看到金光中，柴贤的体内隐约有一道粗壮的龙影缠缚。龙气宿主，静心收了金钵，深深看一眼黑衣人，道：施主高姓大名？黑衣人眉头微皱，语气沉稳：柴贤。柴贤。静心目光闪烁一下，不动声色道：施主怎么会在这里？柴贤皱了皱眉，反问道：大师又为何在此？静心收起金钵，凝视着几丈外的黑衣人。贫僧与师弟静元引蛇出洞，以佛门金刚神功诱出兴风作乱的幕后之人，贫僧一路追到山中，偶遇了施主。说到这里，俊朗的和尚双手合十，满脸慈悲：阿弥陀佛，柴施主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柴贤沉声道：原来大师也和其他愚蠢之人一样，认定了我是凶手。静心脸色不变，保持合十姿势，道：施主若不是凶手，为何出现在此？柴贤回答：义父死后，我就卷入了一场阴谋之中，有人刻意陷害我，小兰也因此失踪。为了找到他，查出幕后凶手，我一直在暗中调查。今日在查案途中，恰好与大师碰上，当下把自己的遭遇详细的告诉静心。柴贤清俊的脸庞布满真诚，说话的时候平静的与静心对视，眼神没有闪躲，坦荡诚恳。静心目光一眨不眨的凝视他，等他说完，皱眉沉思许久，道：其实想证明施主清白，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柴贤眼睛一亮，追问道：大师请说。静心缓缓道：贫僧能把自己遵守过的戒律施加在柴施主身上，出家人不打诳语，你便无法说谎。届时一问便知。柴贤想了想，点头：此法甚好，若我不是凶手，希望大师能替我作证。我此前也遇到过一个愿意相信我的，但没想到他的脸庞扭曲了一下，透着恨意。没想到那是个虚伪残暴的恶徒，杀害了无辜的一家三口。静心闻言问道：在我之前还有人见过你，是谁？柴贤摇头：我并不认识他，他当时附身在一只橘猫身上，自称是途径香州的散修，且认为柴家的案子疑点重重，凶手另有其人。我与此人约好，以一家农户为联络点，传递消息。可没想到隔了一天，那一家三口就被人杀了。除了他之外，没人知道我曾经藏身在那里。外乡人途经此地，附身在橘猫身上。静心沉吟片刻，忽然露出恍然神色，没有再问，道：柴施主不打诳语。话音落下，柴贤只觉震耳发聩，一股浩瀚无形的力量施加在他身上，让他真诚地认为说谎话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人如果不说真话，就不能称之为人。静心问道：柴建元是不是你杀的？柴贤摇头：不是我杀的。静心缓缓点头，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意外，接着问道：方才操纵行尸袭击三水镇的是不是你？柴贤依旧摇头，脸色诚恳：不是我。听到这样的回答，静心终于皱眉，眼里闪过一丝困惑。趁着戒律时间没到，他追问道：你知道杀柴建元的人是谁？袭击三水镇的人是谁？柴贤如实回答：我怀疑是姑姑柴杏儿，袭击三水镇的人是他的同党，也就是那个从未出现过的幕后之人。戒律法术还有片刻，但静心却不再问了。他垂眸思考许久，道：柴施主，佛门慈悲为怀，既然今夜与你相遇，那便快刀斩乱麻，一并把此事解决了吧。柴贤谨慎问道：大师打算怎么做？静心道：带你回去与柴杏儿施主对峙。柴贤一步步后退，摇了摇头：大师，我经受住了戒律的考验，问心无愧，可你又如何证明自己？他谁都不信，尤其经历了二丫一家被杀事件，他对于这些外乡人最后的信任也荡然无存。大师若真想为我证明，我可操纵一具行尸跟你走，你召集襄州各路英雄豪杰以及官府，再开一次图谋大会，我会当众把事情说清楚，到时大师为我作证即可。明日我会操纵行尸到柴府外，
大师真要有心，我们明日以行尸联络。说完，柴贤退入林中，打算离开，回头是岸。这时，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无形而磅礴的力量施加在柴贤身上，让他本能的转身返回山涧边。静心那衣的袖子里窜出一条金线编织的绳子，瞬间把柴贤捆绑。非但如此，柴贤发现丹田内气机宛如死水，无论他怎么调动都毫无反应。两人之间差了一个品级，对于静心来说，擒拿柴贤轻而易举。三水镇外，黑沉沉的夜幕里，火光炽烈。武僧静元持握火把，一动不动地站在路边。他僧衣单薄，在夜风中紧贴着身躯，勾勒出魁梧的肌肉轮廓。静元耳廓微动，望向前方漆黑夜幕。额顷，两道身影从黑暗中走来，轮廓渐渐明显，橘色的光晕照出他们的容貌，分别是穿着同样纳衣的静心，以及被暗金色绳索捆绑的柴贤。此人便是柴贤。静心说道。静元呼出一口气，冷峻的脸上露出笑容。总算带住他了，如何？静心脸色凝重，摇摇头。杀柴见元的不是他，方才操纵行尸袭击镇子的也不是他。静元眼睛微微睁大，似是非常意外。怎么可能？静心先是点头，旋即露出笑容。不过我们的猜测没错。他回头看了一眼柴贤。静元立刻明白了师兄的意思，脸上难掩喜色，传音道：柴贤真是龙气宿主。静心颔首道：而且还是那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之一。他们无法抽取龙气，甚至要借助法器才能看到龙气，但要找龙气宿主是有规律可以依循的。龙气宿主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好运，迅速崛起，获得奇遇或做出大事，不会默默无闻。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大凤璎罗许七安。因此两人来到襄州，听闻柴姓儿召开屠谋大会，柴府的案子闹得满城风雨，静心静元师兄弟便猜测柴贤极有可能是龙气宿主。如此的话，师兄即刻将柴贤渡入空门，交由师傅或渡秦罗汉，由他们带回西域。静元脸色振奋，此等人物落袋为安啊。静心点头，又摇摇头，脸色严肃地传音道：我方才试过了，此人执念太深，难以立刻度化，除非助他查清此案。另外，师弟莫要忘了，许七安也在襄州，我正要与你商议此事。静元脸色一肃，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有2条路：一，带着柴贤藏起来，最多2日，渡难师叔便能赶来襄州，届时大局能定，可也会吓走许七安。2，带柴贤回柴府，找柴杏儿对质，查清此案。静元明白了，而李灵素也在柴府，必然想尽办法通知许七安，我们可以趁机调出许七安。李灵素的身份，他们早就查清了。静心颔首，无奈道：虽不知他如何精通数种蛊术，但确实棘手，我们找不到他，只能以此阳谋，请君入瓮。这里便需要师兄弟做一个取舍，是龙气宿主重要，还是佛子更重要？答案不言而喻。静元传音道：用柴贤做诱饵，值得一试。许七安手段诡谲，但真实战力不及4品，正好借此机会制服他。他若不来，我们也没有损失。商议结束，静心转头朝柴贤核实道：柴施主，贫僧这就带你回柴府，我会用戒律问询柴杏儿施主，到时便能真相大白。柴贤叹了口气，回望静心：我还有选择吗？只盼大师说到做到。柴府某处储存蔬菜的地窖里，李灵素的阴神来到地窖门口，看见一只橘猫趴在地上睡觉。前辈，他喊了一声，橘猫不搭理他，看了一眼门后。李灵素意会，轻易地穿过紧锁的门，钻入地窖。他在漆黑无光的环境中看到了一具盘坐的身影。前辈，我已问过柴仲和柴凯。李灵素说道。他把梦境中的对答经过详细地转述给徐谦。除了柴贤性格偏激，半点有用信息都没有。许七安心里嘀咕，表面沉稳道：我知道了。李灵素轻轻点头，告辞离去。黑暗的环境里，许七安盘腿坐在地上。之所以选在这处储存蔬菜的地窖，只要是此地距离柴府南院不远，在他心骨能覆盖到的范围内。无声无息间，这片区域的所有动物同时苏醒过来。它们包括但不限于老鼠、蛇、狗、猫、虫子，其中主力是虫子、老鼠和蛇。它们或生活在墙洞里，或生活在地基深处，数量最多也最隐蔽。至于猫和狗，它们只能在屋子外面转悠，能打探到的东西有限。家蛇从冬眠中醒来，在阴暗隐蔽的角落游走，老鼠钻出地洞，爬行在房梁之间，虫子更是出现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刻，许七安感觉自己的元神被分裂成无数碎片，每一个碎片对应一只动物。头好疼，我最多只能撑5分钟。一般情况下，心蛊师操纵兽群，只是简单的下达命令，驱使兽群攻击敌人，这并不会对自身造成太大的负荷。
像许七安这样的，则属于精细操作，控制几只动物没问题，数量一旦扩大，对元神的负荷极大。还好南院这边院子不多，5分钟后，不管有没有收获，我都中断控制。李灵素阴神出窍许久，消耗极大，回归后便立刻爬上床，拥着美人儿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中，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额请，耳边响起柴希儿睡觉被打扰，因此有些恼怒的声音。何事？姑姑，静心大师和静元大师回来了，说要见您。丫鬟的声音透着古怪。柴希儿柳眉轻蹙，何事不能等到明日再说？丫鬟低声回复。2位大师还带回来柴贤。柴贤。李灵素瞬间清醒了，接着听见身边的红颜知己沉默片刻，声音沙哑柔媚。请2位大师去内厅，我立刻过去。说罢，柴希儿立刻掀开被子，以极快的速度穿戴好衣裤，捻起玉簪，简单挽了个发髻。做完这一切，他回头看向已经睁开眼睛的李灵素，后者眉头紧皱，眼神疲惫，似乎还残留着酒意，捏了一下眉心，道：希儿，我陪你去。柴希儿点点头，却等不及了，道：我先去内厅。李灵素要的就是这句话。好。柴希儿离开房间后，他立刻阴神出窍，朝着徐谦所在的地窖掠去。这个时辰，除了巡夜的侍卫，柴府上下基本都已经歇息。南院的房子大多是一些存放书籍、兵器以及一些器物，还有一座祠堂。住在这片区域的人不多。许七安只花了2分钟时间，便窥探了南院的所有房间，没有发现异常，只剩一个祠堂没有探索。他操纵着蛇虫鼠蚁朝祠堂而去。这时许七安心有所感，先一步通过守在外头的橘猫看到了李灵素的阴神。下一秒，圣子阴神穿过地窖的门，出现在他面前。前辈，静心和静元抓住柴贤了，被截胡了。许七安眸光一凝，精神瞬间紧绷，被这简短的一句话激起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为什么静心和静元能这么快抓住柴贤？这不合理啊！小村庄灭门案后，柴贤更加小心谨慎，就算是我有龙气雷达，都找不到柴贤的藏身之处，何况是静心和静元，他们不可能在茫茫人海中看透龙气宿主，一定是我忽略了什么，或者静心和静元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机密。定了定神，许七安淡淡道：我知道了。李灵素当即道：我先去盯着希儿那边，前辈有什么打算？保护好你自己。李灵素嘴角抽动一下，点点头，穿透地窖的门，消失不见。圣子一走，许七安立刻呲牙，感觉到了棘手。静心和静元是4品巅峰，禅师和武僧的组合，基本能压得同境界任何体系抬不起头，恐怕只有儒家的4品才能靠嘴皮子反制佛门的戒律。塔林老和尚不允许我用宝塔来镇压击杀佛门弟子，用来自宝可以，可我现在是要干佛门僧人，浮屠宝塔就指望不上了。柴贤是9道龙气宿主之一，绝对不能落入佛门之手。幸好敌在明，我在暗，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许七安当机立断，切断了一半的蛇虫鼠蚁，操纵剩下的一半继续探索柴府祠堂。空余出来的元神用来操纵橘猫。地窖外，慵懒酣睡的橘猫睁开了琥珀色的眼睛，树瞳悠悠，它竖起傲娇的小尾巴，宛如利箭窜了出去。黑夜中，柴希儿没有带侍从，也没通知柴家族人，独自一人在廊道中疾行。寒风呼啸，悬在檐下2侧的灯笼摇曳，红色的光晕照亮他清秀的脸庞，映入他的瞳孔，明亮如宝石。行了片刻，内厅在望，明亮的烛火从门窗里透出。内厅外站着10几名西域僧人，似已将周围化为禁区。柴希儿靠拢过来，推开内厅的大门，看见静心和静元师兄弟坐在椅上，一人站在堂内，被暗金色的绳索捆绑。柴贤。柴希儿妙目圆睁，素白的俏脸因愤怒而扭曲，急走2步，二话不说朝着柴贤一掌拍去。静杀声。静心适时施展戒律，打消了柴希儿的攻击念头。柴希儿施主稍安勿躁。静心起身，双手合十，语调不疾不徐道：我已经用佛门戒律问询过柴贤，他并非杀死柴建元的真凶，亦非这段时间以来在襄州兴风作乱之人，幕后真凶另有其人。柴希儿眼波流转，见3人都在盯着他看。静心大师此言何意？柴希儿柳眉轻蹙，难不成你怀疑是我冤枉他，是柴府上下冤枉他，是襄州英雄豪杰冤枉他？武僧静元随之起身，气势逼人的上前，淡淡道：我等返回此地，正是因为这件事。佛不惩戒无辜之人，也不会放过任何有罪孽的人。看来在2位大师眼里，我家希儿才是有罪孽之人啊。这时内厅的门被推开，穿着黑袍俊美无愁的李灵素跨过门槛。李灵素、静心和静元对视一眼，深知他的真实身份，但刻意忽视了他的存在，简直目中无人。本圣子若是全盛时期，打你们俩轻轻松松。李灵素感觉到自己被无视，
心里嘀咕了一句。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柴贤，笑道：“柴贤兄，好久不见。当初他和柴杏儿好上时，与这柴贤有过几面之缘。相比当初，柴贤似是沧桑了许多。另外，李灵素敏锐地察觉到静园站的位置，正好是可以最快速度支援柴贤。而静心始终双手合十，保持着随时施展戒律的准备，防御得很严密啊。即使以徐谦暗谷的手段，也很难当着两人的面劫走柴贤。李灵素面不改色地心想：是你？柴贤显然认出了李灵素，恍然道：前些天我还以为姑姑放荡堕落，原来是你。柴仙儿恶狠狠地瞪一眼柴贤，只能在两位高僧面前妥协，深吸一口气，反问道：你们想怎么做？静心搭话道：很简单，贫僧以戒律质问你，若能经受考验，你便是无辜的；若不能……他没有往下说，但意思不言而喻。现在已经抓住龙气宿主，没必要再顾忌柴家和柴杏儿，以他们的修为，别说襄州，就算是漳州也能横推。武僧静园凝视着柴杏儿，气势强盛了几分。众人说话的时候，一只橘猫站在窗下，贴着外墙，竖起耳朵，做专心聆听姿态。抓住柴贤后，佛门已经不需要顾虑什么了。这股子傲气立刻显露出来，橘猫抖动了一下耳朵，听声辨位，发现静心和静园距离柴贤很近。就算本体过来以阴影跳跃劫人，恐怕还没现身就被武僧静园给发现。今晚看来不是抢人的时机啊！猫脸露出了人性化的愁容。厅内，柴杏儿微微颔首：好，大师问便是了。闻言，在场众人以及外头的许七安几乎同时屏息凝神，等待答案。静心双手合十，多谢施主配合。他当即施展戒律，沉声道：柴建元是不是你杀的？话音落下，无形但磅礴的力量施加在柴杏儿身上，让他觉得人应该生而真诚，说谎话的人不配当人。在这样的状态中，他无法说出任何谎言，回答道：不是我杀的，柴建元不是他杀的，这和我想的不一样啊！难道不是他下毒，然后迅速击杀柴建元，再引诱柴贤过去，嫁祸柴贤？静心已经用戒律问询过柴贤，他没必要在这件事上说谎。可如果不是柴杏儿杀的，也不是柴贤杀的，那会是谁？窗户底下的许七安念头浮动，忽然意识这案子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静心和静园相视一眼，都是眉头一皱。不是杏儿杀的，我就知道杏儿不会做这种事，那柴建元是谁杀的？李灵素一边欣喜一边皱眉，只觉得案子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静心沉声再问：在襄州各地杀人炼尸之人是你吗？柴杏儿摇头：不是我，是柴贤干的。他在戒律的法术施加下，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不是你还有谁？柴贤暴怒，情绪有些失控。你还有同伙？你还有同伙？静心眼睛一亮，趁着戒律法术还在，追问道：你的同伙是谁？是不是你的同伙做的？柴杏儿坦然道：我没有同伙，大哥不是我杀的，外面的命案也不是我做的。没有说谎。这静心和静园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诧异和茫然。到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柴杏儿是无辜的，既没杀人也没同伙，不可能是幕后之人。但案子也随之陷入了新的僵局。柴贤喃喃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窗户底下的许七安沉思起来，不是柴杏儿，也不是柴贤，那么柴兰的可能性就极大。可问题是，这位姑娘从头到尾就没出现过，线索太少，无法做出判断。许七安感觉又回到了当初在京城时，面对各个案子呕心沥血到头秃。李灵素突然说道：柴兰呢？诸位是不是把柴兰给忘了？听见李灵素的话，柴贤从喃喃自语的思维混乱中挣脱，怒目相视：小兰早就失踪了，你怎么诬赖都可以。柴杏儿道：我不知道为何戒律对柴贤无用，但大哥确实是他杀的，襄州命案也是他干的，这是柴府众人亲眼所见，外界目睹他行凶者亦有不少。大师为何不信呢？静心道：柴贤不可能抵御贫僧的戒律，他确实没有说谎。另外，先前柴杏儿施主，你的说辞有诸多疑点。柴贤者并非秉性至恶之人，如何会为了柴兰施主的婚事杀死恩重如山的义父？相比起如此，私奔不是更稳妥吗？聪明，这和尚和徐谦想到一处去了。李灵素微微点头。柴杏儿叹息一声，说道：是我有所隐瞒了，其实柴贤他是我大哥的私生子。这句话像是惊雷，响在众人耳畔。静心和静园微微动容，很是震惊。徐谦说的没错，柴贤真的是柴建元的私生子。杏儿果然知道这件事。李灵素因为早已知晓这个秘密，因此并不惊讶。至于柴贤，他瞳孔像是遇到强光，剧烈收缩，面部呈现石雕般的僵硬。从他呆滞的目光、木然的表情可以看出，此时脑子是混乱的，无法思考的。
柴杏儿继续道：“他自幼性格偏激，大哥怕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此一直隐瞒不说，当作义子养在身边。随着他越长越大，竟渐渐对自己妹妹产生爱慕之情。大哥没办法，只好和皇甫家联姻，尽早把小兰嫁出去。没想到柴贤因此心生怨恨，竟杀了大哥，性格偏激至此。”“你胡说！”一声暴喝打断了他。柴贤额头青筋怒战，显然是怒极了。“柴杏儿，你休要信口雌黄！我自幼父母双亡，义父见我可怜且有资质，才收养了我。你诋毁我便罢了，还要诋毁他！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武僧静元眉头紧锁，质问柴杏儿：“你有什么证据？”柴杏儿侧头看向门口，道：“证据来了。”紧接着便听守在厅外的武僧呵斥：“什么人？”静元望向大门方向，高声道：“发生何事？”门外的僧人回应：“静元师兄，有行尸靠近。”静元看了一眼柴杏儿，道：“让他进来。”内厅的门被推开，穿着灰色衣衫的人走了进来，双眼死寂，皮肤惨白无血色，宛如一具行尸走肉，正是死去2旬的柴建元。义父！柴贤嘴皮子颤抖，柴杏儿操纵行尸入座，让他自己脱掉鞋子，露出左脚。众人定睛一看，发现柴建元有6根脚趾，但这能说明什么？柴杏儿道：“柴贤也有6根脚趾。”静心、静元、李灵素齐刷刷看向柴贤，却见他已是目光呆滞，怔怔地看着柴建元的左脚，脸庞血色一点点褪尽。俊朗的禅师问道：“柴贤施主，你可有6指？”柴贤嘴唇动了动，下颌一阵痉挛，像是失去了语言功能。静心和静元明白了，后者质问柴杏儿：“你为何不早说？”柴杏儿凄然摇头：“大哥死于义子之手，柴家上有颜面；死于私生子之手，此等丑闻传出去，柴家如何在漳州立足？2位大师终究是外人，我怎么能告诉你们实情？若非事情到了这一步，我断然不会公开的。”“不对，只是因为性格偏激，就不告诉他。”窗户底下的橘猫皱了皱眉。静元点点头，算是接受了柴杏儿的解释，不解道：“但柴贤通过了戒律的考验，杀人者不是他。”“不。”静心摇摇头道：“是他。”说罢，在众人困惑度的表情，这位4品禅师凝视着柴贤道：“有件事一直没有问施主，你说你去三水镇追查幕后主使之人，那么施主是怎么知道幕后之人会袭击三水镇呢？”闻言，柴贤像是被人在头顶敲了一棍，瞳孔瞬间涣散，低下了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他呆呆立着，低着头，不停地喃喃自问。这个过程维持了大概10几秒，忽然低低的笑声响起，逐渐高亢，最后变成狂笑。柴贤抬起头，清俊的脸庞一片扭曲，双眼布满癫狂的恶意，笑声高亢且嘶哑。“我怎么知道？因为杀人的就是我呀！”刹那间，他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没错，柴建元是我杀的，襄州的命案也是我干的，一切都是我做的。”他神经质的大笑道：“我从出生就没有父亲，母亲郁郁寡欢，为了抚养我，积劳成疾死去。我自幼沦为乞丐，受人欺凌，吃尽苦头，他死有余辜。你们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活得连条狗都不如，但是没关系，只要小兰还陪着我，我可以抛弃前嫌。可他连小兰都要从我身边夺走，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死吗？不该死吗？”此时的柴贤和那个温和清俊的形象判若两人。离魂症。李灵素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他有离魂症，人格分裂症。”窗户底下的许七安同样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案子会那么混乱，每个阶段都会产生矛盾，因为有2个柴贤。正常的柴贤当然没有杀害柴建元的动机，但另一个知晓自己身世的柴贤有这个动机，这是一个无比偏执的人。正常的柴贤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有个幕后之人陷害他，因此执意不肯离开襄州，试图查清真相，但其实那个幕后之人就是他自己，是另一个人格，这就造成了案子的前后矛盾。小山村的灭门案也是他干的，许七安终于明白了，柴杏儿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也没那个必要。当初他就觉得奇怪，如果杀死那一家3口的是柴杏儿，那为何不趁机埋伏柴贤？杀几个无辜的村民根本没有意义。但对另一个人格来说，必须要阻止柴贤参加屠魔大会，因为凶手就是他本人，一切命案都是他干的，他根本就不无辜。去了屠魔大会，死路一条，就像现在这样。咦，祠堂那边有进展了。橘猫安闭上了眼睛。另一边的地窖里，许七安收到了一只老鼠的反馈，老鼠告诉他，祠堂底下有一座密室，他是通过地洞潜到密室中的。祠堂内外所有的蛇虫鼠蚁同时失去控制，老鼠开始捕捉身边的虫子，冬眠中醒来的蛇则遵循进食的本能捕捉老鼠。祠堂底下的密室还真有收获，
许七安放弃了他们，专注控制橘猫和那只发现密室的老鼠，这让他的负荷一下子减轻，头疼的感觉也随之消失。空气略显沉闷的密室中，墙壁凹陷处放着几盏油灯。密室深处，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被铁链困住四肢，坐靠在散发腐烂气息的稻草堆上。她的嘴巴被皮革制成的嘴套塞住，脑袋无力地耸拉在一边，胸部微微起伏，呼吸还算平稳，似是睡着了。柴杏儿前天夜里来南院这边，就是见了这个女人，是柴杏儿把她关在这里的。老鼠在油灯暗淡的光晕中穿行，停在女人面前，口吐人言。醒来。女人脑袋动了动，慢慢苏醒，看见身前的老鼠，她明显愣住了，半天没有反应。老鼠说道：你是谁？女人凌乱的发丝下，双眼猛地一亮，像是绝境之人看到了希望。她剧烈挣扎起来，极为激动，挣得铁链哗啦作响。你是谁？老鼠又问道。她低头看了眼自己小小的两只前爪，说道：你可以写字。女人的手指颤巍巍地在墙上写了2个字：柴兰。柴兰，她是柴兰。地窖里，许七安豁然睁开眼睛，险些无法维持对老鼠的控制。消失的柴兰原来在这里，她一直被柴杏儿秘密关押在祠堂密室。他定了定心神，操纵老鼠，说道：是柴杏儿将你关押在此。蓬头垢面的女子点了点头。所以柴兰的失踪确实与柴贤无关，一切都是柴杏儿所为。我明白了，终于理清脉络。许七安叹息般的吐出一口气，然后他爬到柴兰身边，沿着她臭烘烘的身体爬到肩膀，终于看清了凌乱发丝之下的秀丽也肮脏的脸蛋。和画像上的一样，确实是柴兰。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许七安道：你不用管我是谁，待会儿会有人来救你。柴兰呜呜的摇头，似乎想说些什么，对老鼠的承诺并不相信。我没有骗你的必要，许七安补充了一句。柴兰慢慢停止了出声，隔了一阵微微点头。老鼠也点头，了一声。下一秒，这只肥大的老鼠惊恐的左顾右盼，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来到了这里，瞧了柴兰一眼，迅速溜走。阿弥陀佛，原来是这样。静心禅师颇为感慨地念诵一声佛号，伴随着叹息声道：柴贤施主，你执念太深了，手中更是杀孽累累，死并不足以消弭你的罪过，就让贫僧带你回西域，遁入空门吧。慢着。柴希儿跨前一步，并不接受静心的提议，道：大师，柴贤弑父在先，残杀襄州江湖同道在后，必须交给官府处置，必须让襄州众同道一起处置，岂能由你们说带走就带走？静元也跨前一步，鼓荡气机。柴希儿胸口如撞，踉跄后退，跌入李灵素怀里。武僧静元淡淡道：佛门做事不容施主智慧，柴贤罪恶多端，当由佛门来处理。狂妄！李灵素大怒，拂袖冷哼：这里是大凤地盘，不是西域。柴贤手中命案累累，自然有官府会处置，何时由你们西域佛门说了算？静元语气冷淡，目光平视前方，不看李灵素。你大可通知官府，贫僧不会阻拦，且去问问襄州知府敢不敢从佛门手中夺人，去问问襄州的江湖人士敢不敢从贫僧手中夺人。李灵素脸色阴沉，显然被佛门狂傲的态度气到了。柴希儿吸了一口气：两位大师，柴贤是我柴家的人，当由我柴家来处理，请两位大师高抬贵手，将他交给我啊！他突然一声惨叫，身子倒飞出去，鲜血狂吐。静元松开拳头，脸色冷峻。静心摇头道：天亮之后，我等便会离开襄州，在此之前不愿妄动干戈。柴希儿施主何必召唤行尸，徒惹事端。说着，他看一样窗户方向，淡淡道：柴贤对我们至关重要，非带走不可能。柴希儿施主莫要螳臂当车，我等早已通知渡难师叔，天亮后他便会能抵达襄州。别说是柴府，就算是整个漳州也没人敢拦。窗户底下的橘猫庵心里一沉，渡南金刚天亮就到了，3品的金刚我绝对无法对付，何况还不知道他身边有没有罗汉。换而言之，天一亮我就再不可能抢回龙气宿主，就算找来孙师兄也无法对付佛门的罗汉和金刚。机会就在今夜，则佛门果然是我收集龙气途中的最大敌人。橘猫一脸凝重，这时他又听静心笑道：素闻天宗太上忘情，历代圣子圣女游历江湖，句式点到即止，怎么到了李施主这里，竟沉沦女色，无法自拔了。东海龙宫的2位东方施主，雷州商会的文人倩柔，襄州柴家的柴希儿施主，都是李施主的红颜知己。施主就是这般修太上忘情的。听到静心的话，厅内的柴希儿、李灵素以及窗户底下的橘猫庵难以遏制的涌起惊愕等情绪。李灵素暴露了，静心等人既然认出了他，那肯定也猜到了我的存在，难怪他们说渡南金刚天亮就能到，
明明今晚才抓住的柴贤，就算立刻通知，也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原来是早就通过李灵素猜到我在襄州，因此提前通知了肚南金刚。不对，他们怎么确定李灵素一直和我在一起？许七安陡然一凛，在心里迅速分析形势。李灵素的内心戏和许七安差不多，震惊和茫然居多，惊恐随后。柴希儿关注的重点却是红颜知己和天宗圣子2件事上，尤其是前者，他猛地推开李灵素，从他怀里挣脱，美眸含着一包泪，气道：东方姐妹是谁？文人倩柔是谁？啊，这是你的好姐妹啊！李灵素低声哄道：希儿，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事后再跟你解释。柴希儿泪水模糊的双眼里有着失望、伤心、愤怒、凄楚等情绪，就像把丈夫捉奸在床的妻子。但在下一刻，这些感情尽数收敛。她吸了一口气，沉声道：两位大师想如何？回应他的是静心的戒律以及一根金丝编织的绳索。无色。柴希儿和李灵素内心各种情绪消除，一片清明，连飞射而来的绳索都不能激起他们的求生本能，瞬间被捆绑在一起。武僧静元缓步走到两人面前，面无表情地说道：李施主，你伙同徐谦夺走佛门至宝，罪不可赦。按理来说，当由贫僧在此将你击杀，但你是天宗圣子，身份终归不同，就有肚南金刚来处置你。李灵素眸光一转，立刻求饶：大师，我和徐谦萍水相逢，没有太大的交集，出了雷州便分开了。佛门的宝贝我一点都不知情。对了，我听徐谦说，他打算去一趟北地。他机智地和徐谦撇清关系，并胡乱指了一个方向，试图干扰佛门僧人。静心淡淡道：不必多说，李施主先想好明日如何应对肚难师叔吧。说完，他就听到静元传音道：他走了，要不要追？静心微微摇头，传音道：那不是本体，追不追都没有意义。我们抓了李灵素，控制了龙气宿主，并暗示了天一亮，肚难师叔就会抵达襄州，就是为了引出他。静元沉声传音：这可能会吓走他。静心点点头，说道：但击他孤注一掷的概率更大，对我们来说，佛子若是因此吓走，那就再找机会擒他便是。可对他来说，一旦柴贤施主被送回西域，他将彻底损失这道至关重要的龙气。另外，我刻意没有点明李灵素会遭遇什么惩罚，亦是在给他施加压力。佛子是个重情义的人，在尚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他会竭尽全力尝试抢人。静元转头看向门外，道：所有人进来吧。门外守卫的武僧、禅师纷纷进入内厅，无需语言交流，他们似乎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禅师们盘坐在地，组成一个大圆，把李灵素、柴希儿、柴贤包围在当中。静心随之入圈，面带微笑：听经时当盘坐。他说完，闭上眼睛，念诵经文。一众禅师随着他一起念诵。柴希儿微微蹙眉，起先只觉得和尚念经嗡嗡的吵人，不多时竟渐渐听得入迷，产生了聆听佛法的冲动。他心里一凛，强行驱散了这种被强加的认识。这是佛门的禅师渡人的经文，听到此经之人会渐渐对佛门的理念产生认同，并不顾一切地加入佛门。李灵素低声解释：守住本心，时刻强调自我，回想起我们愉快的经历，能有效抵抗经文。说话的同时，他侧看一眼柴贤，这位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满脸桀骜不屑，仅是眉头微皱。李灵素收回目光，道：执念越深的人越难夺化。希儿，你爱我吗？柴希儿赌气的别过头，语气冷淡：不爱。地窖。许七安在低氧的环境里点上了一根蜡烛，他凝视着烛光，瞳孔逐渐涣散，思维也随之发散。天亮之前必须夺回龙气，否则就再没有机会了。这下连李灵素都被他们抓走，哎，圣子啊，是我连累了你。不是你这个渣男遭天谴，我是被你连累的。有点难办啊，今晚就出手的话，我要面对2名4品巅峰以及一群实力不俗的僧人。静心和静元是怎么知道李灵素身份的？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如果他们很早就知道了，那也许肚南金刚已经潜入在襄州，就等着我自投罗网，这个可能性要考虑进去。这一点好办，我先给恒阴易容，让他冒充我去试探。如果肚南金刚没来，我只需要解决静心和静元。昏暗的烛光里，许七安脸色阴晴不定，许久后，他似乎下了某个决定，掏出地书碎片，从镜中取出8掌大的浮屠宝塔，宝塔金光一闪，许七安便进入了塔内。他径直来到3楼，首先看到的是木南枝和小狐狸愉快玩耍的身影。花神转世，手里拿着一块银锭，时而往左丢，时而往右丢。小白狐高高跳起，叼住银锭，送回木南枝手里。一人一狐玩得不亦乐乎。呀，许银罗回来了！小白狐立刻不去搭理银锭，狐尾摇曳窜了过来，昂起小脑袋，
黑纽扣般的眼睛闪着希冀的光。我们能出去了吗？过了今夜就可以出去。好了，去你那边。许七安轻轻一脚把他踢向王妃。木南枝连忙伸手接住他，小白狐委屈地控诉道：他欺负我，娇气。如果是林英，会要求再踢一次。许七安朝塔林老和尚点了一下头，脚步不停地来到神书断臂前，摇响了准备好的脚环。叮叮叮，铃铛清脆的声音里，神书意识苏醒，充斥着恶意和疯狂，感觉就像在召唤宠物狗。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道：我帮你解开第一重封印，你替我解开百会穴和丹田的封魔钉。神书嘿了一声，以居高临下的语气道：你不怕我反悔吗？许七安语气平静，对我来说，你只是选择之一，你可以反悔，我也可以把浮屠宝塔还给佛门，自己掂量着吧。神书恶狠狠道：你敢威胁我，就凭你。少废话，要么与我合作，要么被送回佛门，你自己选。现在的情况是你500年来唯一的机会，孰轻孰重自己斟酌，不管你以前多厉害，现在只是个阶下囚，少给老子摆谱。柴府里的压力让许七安没了耐心，不打算惯着神书的这条断臂，直接就对。神书冷笑道：你在外界遇到麻烦了吧？否则不会进来与我交易。你先斩断坚正的封印，我必须挣脱一部分反应，才有足够的力量解开封魔钉。不过事先声明，9根封魔钉是一体，牵一发动全身，过程会相当痛苦，希望我的积蓄的力量能够拔出2根，能比刺入封魔钉时更痛苦。许七安点头，好。他刚才说的是心里话，如果神书反悔，不替他解开封魔钉，许七安就想办法把浮屠宝塔送回佛门，让他永远别想出来。这不单单是对断臂的报复，更是因为这只手臂属性邪恶，斩断坚正的封印，他会在几十年后出世。那许七安的选择是让他永远别出来。如果神书的其他残肢都是这般邪恶，我和万妖公主的约定就不能遵守。这个念头在许七安心里闪过，他轻扣的书碎片，镜中落出一把非铁非石的小剑，用为数不多的契机灌入小剑，操纵着它劈砍铁链。叮叮声里，剑光舞动，9条锁链应声而断。舒服，舒服啊！神书狂笑起来，震得浮屠宝塔剧烈颤抖。木南枝立刻抱着小白狐蹲下。隔了一阵，神书道：脱掉衣服，过来。我的力量恢复了部分，可以尝试拔出封魔钉。许七安脱掉袍子和衣衫，赤着上身走到断臂镜前，被一道无形的淡金色屏障挡住。啊！木南枝低低的惊呼一声，怔怔地看着许七安肌肉线条清晰的上身，看到那一根根嵌入脊椎、心脏、前胸、丹田等处的暗金色钉子。钉子周围的血肉无法愈合，又竭力地自愈着，似乎已经和钉子合二为一。木南枝虽然见过许七安心脏处的钉子，但其他地方是没见过的，这才是头一次看见。小白狐昂起头，看见木南枝眼眶发红。咦，你怎么哭了？木南枝不承认，是你掉毛太厉害，进我眼睛了。我才不会掉毛，你就是哭了。小白狐不服气，然后被木南枝削了几个头皮。他服气了，弱弱道：是我掉毛了。神书的左臂凸起一根根青筋，肌肉膨胀，呈现发力状态。许七安能感受到可怕的力量从这条手臂中复苏，并迅速朝着食指凝聚。食指骤然抬起，指向许七安的小腹，一道暗金色的光束激射而出，却被淡金色的屏障挡住。前辈。许七安扭头遥遥看向塔林老和尚，老和尚不言不语，双手合十，但下一刻暗金色的光束便突破屏障，照射在许七安丹田。紧接着他听见虚空中传来嗡嗡的念咒声，无处不在，密密麻麻，听不清是什么语言。许七安低头看去，只见封住气海的钉子亮起刺目的光芒，正一点点地从血肉中抽离出来。随着封魔钉的抽离，他身上的其他封魔钉在这一刻产生了共鸣，心脏处伤口皲裂，中丹田伤口皲裂，8根钉子似乎要被连着一起拔出。仅仅是一刹那，许七安浑身浴血，汗水与血水混合流淌，痛得面目狰狞。他紧咬着牙，咬破嘴唇，忍耐着非人的折磨钉。终于，丹田处的钉子跌落在地，发出脆响。其余8枚钉子重新平静。钉子拔出体内的刹那，可怕的气机波动宛如决堤的洪水，狂暴地宣泄而出，让浮屠塔再次震颤起来。原来是个3品武夫。神书喝了一声，气机如此磅礴，根基很扎实吗？他的声音透着疲惫，似乎消耗巨大。呼呼呼，许七安跌坐在地，不停地喘息，残余的痛苦还在折磨着他的，但3品武夫强大的生命力已经开始修复伤势，血肉蠕动，一点疤痕都没留下。大师，其实我1年半之前还是个炼金巅峰。许七安边喘气边说道。神书嗤之以鼻。他们时间休息半刻钟后，神书手臂的血管再次凸起，肌肉膨胀，凝聚力量。这一次凝聚力量的时间是刚才的1倍。
正如神书所说，拔出封魔钉会消耗他的力量。狰狞可怖的手臂抬起食指，即射出暗金色的光束，这一次照在许七安的眉心。后者情绪地感应到大脑的异常，里面的钉子松动了一下，然后开始缓缓升起，要从他脑袋里钻出来。剩余7根封魔钉互生感应，又一次崩裂了伤口。轰！许七安只觉得灵魂炸成了无数碎片，所有的念头随之消散，意识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他这回连疼痛都没感觉到。许久之后，灵魂碎片重聚，他苏醒过来，脸皮不停抽搐，身子痉挛。隔了一阵，他总算恢复过来，虚脱般的吐槽道：“痛苦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地上落着2根钉子，许七安先把它们收回来，之后才是闭目凝神，感应身体的变化。丹田封印解开，气机能够调动了。虽然上丹田和任督二脉的几处穴位依旧被封印着，气机途径这几处穴位会遭遇阻滞，可总算是恢复部分实力。元神已经彻底解开，我引以为傲的画面捕捉能力又恢复了。如此一来，肚南金刚如果在附近，我能立刻感应到危险。肉身的气血之力还不能使用，否则根本不用气机，一拳就能把4品锤爆。许七安睁开眼，呼出一口气，笑道：“合作愉快。”神书没有回应，他的力量耗尽，在许七安昏迷时陷入了沉睡。许七安在第2层召来傀儡恒音，把他易容成徐谦的模样，两人离开浮屠宝塔，出现在地窖里。两人在夜色中穿行，很快来到内厅，里面烛光通明，外头只有2个武僧看守。许七安看了一眼恒音，后者行了一个军礼。Yes sir， 这就是与尸体的互动，能充分满足尸骨的需求。以后傀儡多了，许七安还能操纵他们说相声、2人转、脱口秀。穿着青袍的恒音昂首阔步走出黑暗，迎向内厅。什么人？左侧的武僧喊道。他刚要上前阻拦，檐下的灯笼光芒照出了来人的脸，赫然是雷州时出现过的徐谦。扑通声里，2名武僧直挺挺地摔倒，四肢麻痹。接着恒音一脚踹开内厅的门，看见了做成一圈诵念经文的禅师，以及守在2侧的6名武僧，看见了遭遇捆绑的李灵素3人，看见露出振奋之色的静心和静元。你果然来了。静元笑了起来。话音落下，静元快如鬼魅地拖出残影，眼皮子一眨间杀到恒音身前。回头是岸。恒音双手合十，垂手悠然道。戒律的力量瞬间扩散，影响了内厅所有人。静元以违背力学原理的姿势，无视惯性一个折转，又回到了原地。对于化境武者来说，打牛顿的脸是家常便饭。你不是他，你是恒音师兄。静元眉毛扬起，认出了他的身份。同时这位4品武僧有些愤怒，柴贤也好，许七安也罢，一个两个的都喜欢用傀儡伪装骗人。恒音嘴角一挑，纠正道：“不，我是大明湖畔的恒音。”静元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他会这样回答。不等他有所反应，守卫在一圈禅师身边的武僧，其中一人突然无力跌倒，四肢酸软麻痹，稍一运转气机，立刻感受到火烧火燎的剧痛。另外几人立刻屏息。有毒！静元双手往前一推，气机喷薄，哐哐连声，内厅的窗户尽数打开。徐前辈来救我们了。李灵素喜滋滋道，他也中毒了，四肢酸软无力，之所以能站立，是因为他和柴杏儿被同一根绳子捆绑着。柴杏儿及时屏息，没有被毒气入侵。他能行吗？柴杏儿精致的柳眉轻轻蹙起，对徐谦的实力并不抱多大期望。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他是超凡领域的前辈。李灵素道。柴杏儿没好气道，那为何要躲？2个臭和尚不是说师门长辈没在襄州吗？李灵素语塞，一时间回答不上来。徐谦老怪物，这点我可以确认，但这一路走来，我多半能猜出他出了问题。想到这里，李灵素顿觉悲观。不对，徐谦这种老谋深算的人物，没有把握怎么可能出手？他有我不知道的底牌。李灵素立刻精神抖擞起来，觉得或许能通过这次交手，更一步揭开徐谦的神秘面纱。他想以毒逼我们离开厅里，从而借机抢走柴贤，救走李灵素。静心和尚看一眼圈内的3人，转头目光掠过恒音的肩膀，望着门外漆黑的夜色，高声道：“徐施主，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佛门的禅功不惧剧毒，禅师是佛门体系6品的称呼，这一品级没有战力加成，只修一样东西，那便是坐禅。枯坐3天3夜是入门级，禅功练到高深境界，甚至能与天地契合，感悟玄而又玄的天地法则。在西域常常有高僧一坐就是几年乃至10几年。西域僧人一旦进入坐禅状态，便可不吃不喝，不惧外邪入侵，甚至有一定的防御力。眼下10几名禅师组成阵法，明面上是诵经渡人，其实也把李灵素3人护在其中。许七安施毒是想逼他们散开阵法。随着静心话音落下，厅内众人目光一直在四处转动，搜寻着可能会突然出现的徐谦。
静元率先察觉，把目光投向恒英脚下的影子，影子变得漆黑扭曲，钻出一个相貌相同的布衣男子，手里握着一把剑，黑色剑鞘。准确地说，这是一把刀，只是刀鞘弯曲的弧度不大，乍一看去会让人误以为是剑。刀！李灵素还是第一次见到徐谦用武器，这和以往的形象不同，以至于他立刻就注意到了。静心目光微闪，双手合十，放下屠刀。戒律的力量笼罩内厅，施加在许七安身上。恒英双手合十，无效。戒律的力量当即消弭于无形。果然只有戒律才能对付戒律。许七安目光平静，他已经确定夺南金刚没有埋伏在附近，甚至不在襄州，那就没什么好顾忌的。戒律失效，静心并不在意，面带微笑。许施主，你中计了。他脸色忽然一肃，右手轻轻一抖，将缠在手腕上的念珠握在手心，沉声道：风。10几名禅师做出同样的动作，抖动手腕，握住念珠，齐声道：风。一层金光宛如涟漪扫过厅内，地面豁然亮起一个万字。柴希儿耳廓微动，发现自己听不见外界声音了，脸色微变。这里被封印了。李灵素脸色凝重的点头。静心和静元早就知道我在府上，知道徐前辈要来夺龙器，之前的那番话包括柴贤都是诱饵。圣子心里一沉，涌起焦虑的情绪。目前为止他见过徐谦出手全是依仗蛊术，来无影去无踪。现在他最大的依仗没了，此处被封印，内厅空间不大，纵使还可以阴影跳跃，但短距离的冲刺武者是无敌的。静心双手合十，淡淡道：只要拿捏住龙气宿主，就不怕你不上钩。早发现你藏在窗户底下了，说那么多就是为了引你出来。相比起柴贤，我们更在乎你。这个封印叫小无色界，在4品的境界里，能破除它的人寥寥无几。为了抓住你，我们准备了许多法器。小无色界是专对付你的阵法，正好克制你的蛊术。阿弥陀佛，徐施主，随我们回佛门吧，佛门才是你唯一的归宿。他没有武僧静元的张扬气焰，但这股子温和平淡，却让人觉得比武僧显得更加狂傲。一切尽在掌控，因此平淡。许七安无视缓步靠近的静元，目光望着远处盘坐的静心，道：夺南金刚也是你们故意说的，引我出来。静心语气温和：雕虫小技罢了。许七安点点头：那你们又是如何抓住柴贤的？为何笃定他一定会袭击你们？静心回答：南疆尸骨部有一秘法，以养蛊之术养尸，不管凶手到底是谁，既然屡犯命案，杀人炼尸就绝不是单纯的陷害而已。故而让师弟出面试探了一下，果然引来了柴贤施主。柴贤冷哼一声：这世上什么都是假的，唯有力量是真的。掌控了力量，就掌控了一切。很小的时候我便明白这个道理，可惜我的飞师只差一步，否则我将拥有4品的实力，成为雄踞一州的强者。在漳州，4品是绝对的无敌者。尸骨部的秘术还有这么一种养尸的方法，这是信息差的缘故啊。许七安缓缓点头。静元武僧听到这里，插嘴道：师兄不必跟他废话，快些制住他。静心缓缓点头，手腕反转，掐住佛珠，道：风。许七安脚底下那个万字符急速旋转，带着淡淡的金光气旋，将他牢牢吸附。接着静心取出一面黄澄澄的铜镜，手掌抚过镜面，铜镜立时绽放光明。劳烦徐施主的元神在镜中待上一段时日，此镜能摄人魂魄，并封在镜中，3品之下无能人幸免。佛门最擅长的就是封印领域的法器、法术以及阵法。静心很清楚许七安的真实品级，同样也知道他被封魔定封印，元神虽有3品的坚韧，却没有3品的威能。这把铜镜封印许七安的元神绰绰有余。静心翻转铜镜，对准许七安，镜面立刻映照出他的模样，然后毫无反应。怎么会？心骨对元神有如此可怕的增幅？静心眉头紧皱，再次催动铜镜摄魂，依旧没有反应。静心露出了凝重的神色，无法理解眼前的情况，猜测是许七安另有手段或心骨的加成。无知。许七安淡淡道：我的元神之坚韧远超你的想象。他的元神现在是实打实的3品，没有任何封印的那种。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徐前辈还是徐前辈，没让我失望。李灵素紧绷的心松弛下来，吐出一口气。柴希儿眼里也随之涌现几分希望。师兄，我来吧。静元抬起手指，轻敲眉心，一点金漆从眉心亮起，迅速游走全身。刹那间，他化作一尊明灿灿的金身，无法摄取元神，那便以武力镇压。静心缓缓点头，有劳师弟了。他维持着阵法，束缚许七安，免得出意外。虽然对静元无比信心，3品之下能胜过静元的存在寥寥无几。静元传音道：许七安，你依仗我佛门的金刚神功纵横大凤，
当你以坚不可摧的神功应对敌人时，可曾想过，如果有朝一日面对同样掌握此法的高手，该如何破解？我只出一刀。许七安回答，不是传音，而是正常说话。一刀？什么一刀？内听被封，李灵素正觉棘手，就听见了许七安的话，一时没能反应过来。许七安嘴角翘起，道：一刀破你金身。平淡的声音在厅内响起，带着无与伦比的自信。一刀破金身。李灵素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就连桀骜不驯的柴贤也被吸引了注意力，微微皱眉。他想使诈？静心眉头一皱，他认为这句话只是为了掩盖真实的用意。许七安还有更深一层次的打算。静元的金刚神功比正常的4品巅峰武夫还强，除非是同境界的道门梦巫直接针对元神，想凭蛮力打破金刚神功几乎不可能。许七安的心骨术距离撼动4品高手的元神还差远。再说，有我在旁略阵，可报静元的元神无碍。浮屠宝塔是师祖法祭菩萨的法宝，不可能帮助许七安对付同门。种种念头在静心脑海闪过，最后的判断是虚张声势。一刀。静元自打修成金刚神功以来，便再没有遇到过能打破他金身的对手。同门中不乏4品武僧，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修成金刚神功。那些同境界的武僧对静元的金刚神功屠乎奈何，毫无办法。许七安右手握在了太平刀的刀柄，坍塌气息，收敛情绪，久违的天地一刀斩蓄力。同一时刻，静元撩起僧袍，抽出戒刀，朝着许七安怒斩。枪！烛光明亮的厅内，众人清晰地看见暗金色的刀光一闪而逝。紧接着，震耳欲聋的狮吼声响起，震得在场众人气血翻涌。厅内，许七安和静元面对面站，静元高举戒刀，许七安依旧按住刀柄，保持着之前对峙的姿态，好像刚才的刀光只是众人的错觉，其实两人都没有出刀。静心突然睁大了眼睛，惯常的温和平静不见了，满脸错愕。静元体表的金光宛如瓷器，布满裂缝，额颈崩溃成金色的碎光。金刚神功破了！这还不止，静元前胸出现一道从胸口蔓延至小腹的伤口，鲜血如喷泉般涌出。你！静元死死盯着许七安，嘴唇开合，艰难地吐出话语：别说话，一边待着去。许七安掐住他的咽喉，随手一丢，砰！静元被丢了出去，一路翻滚，在地上拖出累累血痕。他努力挣扎了几下，却始终没能站起来。可怕的刀意在摧毁着他的生命力，消磨着他的精神。内厅瞬间陷入死寂，所有人都怔怔地看着许七安。李灵素一边担忧着徐谦会不会阴沟里翻船，一边又对这位超凡境的老怪物保持信心。他有想过徐谦或许有办法解决静元，但绝对不会容易。事实是就是这么简单。号称9州第一护体神功的金刚神功，竟然被他一刀斩开。他真的是超凡境的强者。柴馅儿喃喃道。他下意识地扭头看向静心，发现这位从容镇定的年轻和尚额头竟沁出了汗珠。柴馅儿忽然涌起一阵快意，这才是强者，这才是我想成为的强者。柴贤满脸渴望，眼神炙热。静心喉头滚动一下，你恢复修为了。他平静的心湖此刻掀起惊涛骇浪，眼前这一幕告诉他，许七安恢复修为了。那个斩杀2品皇帝、叱咤风云的许七安解开封印了，恢复修为。李灵素就像鲨鱼嗅到血腥味，猛地精神一震，望向了静心。然而他没能听到更多的东西，静心说完便没再开口。许七安淡淡道：这世上没人能压我，佛陀也不行，因为佛陀懒得压我。他在心里补充一句：好狂妄。他怎么敢这么说？他到底是什么人？李灵素因为这句话浮想联翩，低声道：徐前辈的身份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可怕，这难道不是一句随口的狂言吗？柴希儿心里嘀咕。许七安拄着刀睥睨众僧：你们现在有2个选择：1. 撤去阵法，把龙气宿主交给我； 2. 我亲自劈开阵法，伤亡不论。静心一阵纠结后叹息一声。事已至此，贫僧和众同门只能任由施主施为，当即让禅师们撤去阵法，又为李灵素和柴希儿松绑。禅师们哗啦啦地涌到静心身侧，武僧则去查看静元的伤势。一番检查后，如释重负地回头，低声说了一句：还没死，前辈。李灵素牵着红颜知己的手，开心地奔向许七安，只觉得有靠山的感觉真好。许七安表情冷淡地嗯了一声，转而看向静心：小和尚，我有事要问你，这群秃驴能不能活，就看你的表现了。静心沉声道：许施主有话便问。许七安操纵着横音上前一步，施展戒律，不打诳语。戒律的力量盈满厅内。许七安问道：佛门此次可有菩萨出山？静心摇头：没有，只有渡情罗汉以及渡难渡凡2位金刚。
还有208位僧众，是为我而来。是，他们在哪儿？不知，但杜南师叔与我等再约好在雍州碰面。为什么要在雍州碰头，而不是同行？杜南金刚中途去办其他更重要的事。许七安问出了这个疑惑，静心道：小僧不知。又问了几句后，许七安转过身子看向柴贤，叹息道：二丫一家是你杀的。柴贤脸色一下僵硬，旋即恢复，黑道：我本来不想杀他们的，我甚至从未在他们一家面前现身过。但那天他回到村子，收到了你的纸条，此时我仍然没打算出面杀人。可二丫告诉我，他把我有6根脚趾的事告诉了那个好心肠的叔叔。柴贤脸色一下子狰狞起来。离开村子后，我趁着他睡觉，又返回了二丫家，把他们全杀了。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他就该死。许七安拄着刀，手背青筋突起，但脸上却一片平静，轻声道：他到死都没有穿上一双新鞋子。柴贤不知道你的存在。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是个懦夫，拒绝面对真实的自己。这个柴贤冷笑道：这就是个人格分裂症患者呀。许七安沉吟片刻，扭头看向李灵素：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离魂症？李灵素为难道：我若修为恢复，倒是可以进入他识海，消弭那个人格。现在的话，这时静心核实道：佛门能帮他洗清孽障，许施主抽取龙气后，可以把他交由佛门。许七安没搭理和尚，俯视着柴贤：我要见他。柴贤没有说话，只是垂下头，安静几秒后，他重新抬头环顾四周，眼神里有着明显的茫然。还真不知道许七安心骨已经登堂入室，仅是感应一下对方的情绪变化，便知柴贤此刻一脸懵逼。柴贤看了看佛门的僧人，又看一眼许七安等人以及地上的血迹，猜出这里可能发生过冲突。我就是那天夜里在村子里和你做过约定的橘猫。许七安道。双手被捆绑着的柴贤一愣，继而脸色狂变，竟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似乎要撕咬许七安。李灵素抢先出手，一巴掌把柴贤拍翻在地。柴贤声嘶力竭地咆哮：为什么要杀死他们？他们是无辜的呀！你这个畜生！你才是畜生！李灵素怒骂道。许七安缓缓道：柴贤，所有人都是你杀的，凶手就是你自己。你有离魂症知道吗？柴贤又愤怒又茫然。你说什么？许七安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告知这个可怜的家伙。尽管对柴贤来说现实是如此的残酷，但事实就是事实。胡说八道！柴贤收敛了怒火和恨意，清俊的脸庞流露出不屑，淡淡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既落入阁下之手，任打人杀随你便。但想诋毁我，还是少费劲了。记忆选择性遗忘，难怪那个柴贤说这个柴贤是懦夫，害怕面对自己。许七安指着柴建元的行尸道：你忘记自己昏迷前都看到了什么？柴贤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柴建元还坐在椅子上，左脚脱掉的鞋子没有穿上，6根脚趾赫然在目。见到这一幕，柴贤表情忽的僵硬，宛如石化，愣愣地看着柴建元的脚趾。就在众人以为许七安咄咄逼人，压迫柴贤时，他却说出了让在场众人极为意外的一句话：这案子其实还没到结束的时候。你说对吗，柴杏儿？柴杏儿露出无辜且茫然的笑容。徐前辈此话怎讲？怎讲？许七安笑眯眯地反问。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难道不是你吗？李灵素脸色微变，静心等和尚也诧异地看了过来，包括已经醒转、脸色苍白的静元。柴杏儿摇摇头：前辈，你误会我了。女人不愧是戏子，她的眼神语气诚挚又无辜，看不出丝毫心虚。你在堂堂大凤许银罗面前装模作样。许七安呵了一声，先别急着否认，听我说完。这段时间以来，我对柴建元的案子查得还算深入，咱们从头梳理案件。首先，按照你的说法，柴建元是在书房被柴贤杀的，时间是夜里。当你们赶到的时候，看见屋内有柴贤和柴建元，而后者已经死了，对吗？柴杏儿点头。这是柴府众人有目共睹的事，前辈难道以为我说谎？你当然没有说谎，你看到的都是真的，但未必是事实。许七安道。柴建元和柴贤都是五品化境，铜皮铁骨防御了得，即使柴贤出其不意的偷袭，想在短时间内杀死柴建元根本不可能。可是你们赶到的时候，柴建元已经死了，柴府就这么大。李灵素眼睛微微发亮，想起了许七安说过的话，是中毒，柴建元事先中毒了。静心微微点头，认可了李灵素的说法。其他和尚默默听着。许七安接着说道：为此，我刻意潜入地窖，解剖了柴建元的尸体，发现他确实有中毒的迹象。说话的同时，他走到柴建元身边，撕开他胸口的衣衫，露出里面的被缝合好的伤口。柴杏儿神色一下复杂起来，道：原来如此，当晚潜入地窖的人是你。顿了顿，他沉声道：
看来是柴贤早有预谋，暗中给大哥下毒。众人的目光旋即落在怀疑人生中的柴贤，他低着头，碎碎念着什么，对周遭的事物完全不在意。自闭了，阿弥陀佛。静心摇摇头，低声念诵佛号。不，下毒的人不是柴贤，是你柴杏儿。许七安朗声说道。众人豁然转移目光，看向柴杏儿。李灵素睁大了眼睛。柴贤的碎碎念停了一下，柴杏儿俏脸略显僵硬。前辈还是不相信我。许七安不理会，侃侃而谈。诸位还记得吗？为什么柴建元不告诉柴贤他的身世？仅仅是因为怕他受到打击。能修炼到五品化境的，哪个不是心智坚韧之辈？这点打击算什么？最初我也没想明白，可当我看到柴贤的离魂证，突然就明白为何柴建元会隐瞒他的身世。这样只会加重他的病情，甚至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结局。众人若有所思。李灵素恍然，旋即皱眉问道：但这和杏儿有什么关系？许七安看了一眼亲历的人妻，柴杏儿的前夫因柴建元而死，你心生怨恨，于是你借父子俩因为柴兰婚事闹矛盾这个契机，暗中让柴贤知道了他的身世，刺激了离魂症加重，同时给柴建元下毒，让他合理的死在柴贤手中。柴贤自幼偏激，他的另一面更加偏激狠辣，发现柴建元就是导致他悲惨童年的罪魁祸首，也正是柴建元要把他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内厅忽然安静了，柴杏儿能感觉到那些目光在此刻尽数聚焦在自己身上。他只是看了一眼李灵素，说道：徐前辈，这些都是你的猜测，没有证据。而且小兰至今下落不明，他和柴贤关系亲近，未必就不知道柴贤的身份，或许早就看过他的六指，因此他才不会爱上柴贤。这一点你们问一问柴贤，是否知道他左脚有六指就知道了。柴杏儿继续说道：他不愿意嫁给皇甫家，于是给大哥下毒，并暗中透露柴贤的真实身份，然后逃离，至今他都下落不明。前辈，我的这番推测是否合理？还不承认？仅仅是因为不愿意出嫁。一个年轻的和尚忍不住开口质疑。那杏儿也不会因为柴建元将前夫炼成铁尸，便害死自己的亲大哥。李灵素低声道：前辈，柴建元是逼不得已才将杏儿前夫炼成铁尸，并非刻意，杏儿即使心有怨念，也只是怨念而已。许七安不理，笑了一下。你的动机我确实不太明白，这是后话。柴杏儿，祠堂底下的密室里关着的是谁？需要我说出来吗？柴杏儿脸色瞬间苍白。许七安环顾众人，接着看向柴贤。柴兰就被柴杏儿关在祠堂密室里，我已经找到他了。柴贤猛地抬起头，嘴皮子颤抖。他可好？李灵素，你去把人带过来。许七安朝门口抬了抬下巴。我。李灵素指了一下自己。难道是我？许七安反问。可我不知道密室在哪里啊。李灵素本能的不想去，害怕揭开真相，但他看见门口站着一只橘猫，不悦的抬起爪子拍了一下门槛，于是知道再不去徐谦这个死老头子就要生气了，只得硬着头皮迈步出门。那天安静下来，谁都没有说话。佛门的众僧半期待半忌惮，期待的是案件的进展，忌惮则是不知道待会儿许七安会如何处置他们。禅师们还有一战之力，可自问面对那神鬼莫测的一刀，没有半分胜算，而且对方也有一具傀儡可以施展，抵消戒律。至于静心，他是最知道许七安身份和修为的人，其他人或许还有搏一搏的念头，静心完全不抱这方面的侥幸。半刻钟后，李灵素横抱一位蓬头垢面的女子进来，刚才一起离开的橘猫没有跟来。柴杏儿脸色又白了几分。柴贤死死地盯着女子，距离近了，透过凌乱的发丝看清了女子的面容。小兰，她颤抖着发出类似哭喊的声音。柴兰张了张嘴，情绪激动之下无法成言，嚎啕大哭起来。小兰，小兰。柴贤扭动身子挪到她面前，仔细地审视了好几遍，悲喜交织。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许七安审视着漂亮人妻，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柴兰的出现是指控柴杏儿的铁证，强行狡辩没有意义，因为还有戒律在等着他。柴杏儿明白这个道理，他没有再说什么，缓步走向李灵素，抬起双手捧住圣子俊美的脸，柔声道：李郎，我早知道你是浪荡子，从见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叹息道：我本不想理会你，可你偏要招惹我。你从千绝谷回来后，我就再难违背本心的爱上你。那时候想的是，纵使你是个浪子，可一个愿意为你豁出命的男子，就算是个浪子，我也喜欢。杏儿，你这是何必呢？李灵素怜惜道。为了一口怨气，何至于此？仅仅是因为柴建元将亡夫炼成铁尸。李灵素难以理解，他刚想说些什么，捧着他脸颊的柴杏儿突然掌心反转，朝他自己眉心拍去。变化来得太快，
李灵素猝不及防，只能在瞳孔急剧收缩间，看着蕴含气机的掌心往柴希尔眉心拍去。突然，一只手出现在李灵素的瞳孔里，握住了柴希尔的手腕。想自尽，我允许了吗？许七安冷笑道。徐前辈。圣人一下子惊喜起来，心说前辈你真是太靠谱了，你永远是我的靠山。旋即涌起一阵后怕的李灵素按住柴希尔的双肩，又惊又怒又怜惜。自尽？口口声声说爱我，反手就自尽？为什么？柴希尔没搭理他，侧头望向许七安，苦涩道：前辈，我已无话可说，只能以死谢罪，你也要管。话还没问完呢，现在想死是不是太急了？看着徐谦似笑非笑的表情，迎着对方灼灼的目光，柴希尔忽然有一种被曝光的感觉，什么秘密都无法隐藏。什么意思？幕后凶手已经认罪，案子真相大白，还有什么要问？众人诧异的表情里，李灵素道：前辈，我有2个疑点，想请柴姑姑解答。许七安扫过众人，诸位不觉得奇怪吗？柴希尔前夫死了近3年，为何这3年里他一直按兵不动，非得等到现在才出手？静心和李灵素眉头同时一皱，他们理解了徐谦的话，隐忍的前提是寻找机会或积蓄实力。但过去的3年里，有什么阻拦了柴希尔复仇？柴希尔抿了抿嘴，坦然道：我在等待一个机会，加重柴贤离魂症的机会。柴家和黄甫家联姻就是机会。哼，以柴贤的病情，冰冻3尺非1日之寒了。即使没有黄甫家的事，他恐怕也会做出弑父之举。当然，你非要说等待机会也可以。许七安表情沉稳，有着老刑警的冷静和自信。第2个疑点，你为何要囚禁柴兰呢？假设你的一切谋划都是为了复仇，柴建元是你仇人，柴贤是你工具，但柴兰是局外人，你为何囚禁他？柴希尔沉默许久，眼里闪过愤恨。你们可知当日我夫君和大哥外出办事，为何会遭到仇人伏击？他喝了一声，环顾众人，讥笑道：根本没有所谓的仇人，一切都是大哥设的局。胡说！柴兰激动的大声驳斥，哽咽道：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姑姑，你害了父亲，还要再污蔑他吗？柴希尔冷笑道：当然是为了他的孽种。我和夫君都是五品，夫君入赘柴家，便是柴家人，而他的2个儿子一事无成，唯有柴贤资质绝佳，却患了离魂症。他一边寻找治病方法，一边又担忧，如果无法治好柴贤的离魂症，以他养子身份，如何继承家主之位？族人是会支持一个外人，还是支持我们夫妻？他自信活着的时候能压住我们夫妻俩，可一旦他死去，柴家就是我们夫妻的囊中物。于是他要趁我没有子嗣，除掉我夫君，来维持平衡。这样，哪怕将来治不好柴贤的病，也能让柴贤以养子的身份协助老2或老3，让柴家的家主之位不落在我手里。他害我夫君惨死，我就要以牙还牙，对他最宠爱的女儿。可兰儿终归是我侄女，我还是没能狠下心来杀她。怎么会这样？李灵素完全没料到此案背后还有这样的隐秘。阿弥陀佛，功名利禄都是浮云。柴建元施主因一己之私犯下大错，柴希儿施主因放不下仇恨同样犯下大错。静心摇摇头，感慨道：我不信，我不信。柴兰拼命摇头。柴希儿望着许七安：徐前辈，你若不信，可以用戒律审我。我信。许七安点头笑道：但你还是说谎了。这下子大家又把目光从柴希儿身上挪到了许七安这里。柴希儿脸色一变：你说的是实话，柴建元当初或许真的害了你夫君，但这和你关押柴兰并无关系。你狠不下心，大不了就不杀他，狠下心便杀他。你言辞凿凿的说了一大堆，其实是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在我面前搞这套转移注意力、偷换概念的说辞。女人，你是不知道许银罗3个字怎么写。许七安只恨自己没有眼睛，无法犀利反光。另外，柴建元有2个儿子，你想报复他，难道不该选择2个侄子吗？怎么偏就选择了侄女？如果我猜的没错，你囚禁柴兰的目的是想把柴贤留在襄州。噔噔噔，柴希儿连连后退，他的表情很古怪，像是看到了魔鬼。他所有的秘密都被看穿了。你到底是谁？柴希儿尖叫道。李灵素和静心隐约听明白了一些，至于其他人，思维已经跟不上了，包括柴贤和柴兰。我是谁不重要，现在请你回答我最后一个疑点，你为什么要把柴贤留在襄州？柴希儿银牙紧咬，半个字都不肯说。许七安打了个响指，横英身子一正，脚下一踏，抬起手行了个军礼 Yes sir。 接着3花4手做双手合十，缓声道：不打诳语。无形但磅礴的力量将柴希儿笼罩，让他处在无法说谎的状态。为什么要囚禁柴兰？许七安问。包括李灵素在内，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柴希儿。
柴希儿脸庞一阵扭曲，终究无法违背本心，如实道：“为了把柴贤留在襄州。”还真是这样。在场众人顿时明白，一切都如徐谦所料。理由是什么？许七安问出最关键的问题。柴希儿秀美的脸庞已经完全扭曲，一字一句道：“他是龙气宿主，在上级还没赶来之前，我不能让他离开襄州。他知道龙气宿主。”许七安和静心脸色大变。龙气宿主又是龙气？什么是龙气？我被东方姐妹软禁的半年里，外界都发生了什么呀？李灵素茫然地想。浮屠宝塔里，他知道徐谦和佛门抢的那道金龙叫做龙气，但更多的信息就不知道了。徐谦没有告诉他。许七安脸色凝重，沉吟片刻，问道：“你的身份是什么？”柴希儿挣扎了好几秒：“我是天机宫的案子，为组织收集漳州、江湖方面的情报。天机宫是什么组织，属于什么势力？我并不清楚。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许七安沉声道：“不久前，组织传来情报，让我注意漳州地界是否出现异常。这包括一些突发的大事件，突然扬名立万的江湖人士，修为突飞猛进的高手等。情报上说，大凤龙脉溃散，龙气散落中原各州，责主寄宿。没多久，我便发现柴贤修为突飞猛进，竟在短时间内领悟了化境。要知道，他去年前刚踏入6品，而以他的资质，至少得5年才能领悟化境。我将情报上报给了上级，一边等待消息，一边观察柴贤。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既能报复大哥，又能顺势掌控柴家的机会，于是策划了这一切。”李灵素闭上了眼睛，叹息道：“希儿，是你把我和徐前辈的信息泄露给静心他们的吧？”柴希儿苦涩的点头：“我囚禁是小兰，是为留住柴贤，等待上级到来。可没想到等来的是你们，还有佛门。更让我无奈的是，你们都对柴贤产生强烈的好奇。为了不让你们找到柴贤，破坏我的事，我便将你和他的消息泄露给佛门，让你们专注对付彼此，忽略柴贤。可惜静心没能找到徐前辈。我有天蛊的移形换斗法术，当然找不到我。天机宫这熟悉的名称，要没猜错的话，是不当人子建立的叠子组织了。等闲的江湖势力根本不可能知道龙气溃散。作为龙气溃散的罪魁祸首之一，他怎么可能不搜集龙气？作为打算起兵造反的2品炼气士，他的眼线案子不可能只局限于云州。没想到这就让我碰上一个，我或许可以顺着柴希儿这条线，把不当人子的案子连根拔除。这样的话就太简单了，以不当人子的智商，不可能那么蠢。许七安捏了捏眉心。大凤龙气溃散，他们在说什么啊？李灵素莫名的觉得自己和时代脱节了。他连忙看向其他人，惊愕的发现，除了柴贤、柴兰兄妹俩和自己一样，其他人竟丝毫不惊讶，像是早已知道。等等，龙气、龙脉。李灵素豁然想起，曾经在天宗的古籍里看过关于龙脉的知识，他从而联想到了大凤皇帝被那个许银罗斩杀的事件，两者会不会有关？这时静心突然道：“徐施主打算如何处置他们？如何处置我们？”在场所有人的生杀大权尽握在许七安手中，他率先看的是柴贤。抽取龙气是必须的，至于柴贤，他犯下累累命案，却是个精神病患者，不是主观犯罪。按照我上辈子的法律，这种人应该关在精神病院里一辈子不能出来，但按照大凤律法，这种人凌迟处死。我果然只适合破案，做不成法官。许七安正斟酌着，这时柴贤抬起头说道：“能解开我的绳子吗？”他表情一片平静，语气也显得波澜不惊，似乎早有了决断。许七安抽出太平刀，刀光一闪，轻易地展开法器绳索。柴贤朝他颔首，轻声道：“我犯下的过错，我会以命赎罪。”他说的对，我太懦弱了，一直没敢正视自己。这个他指的是另一重人格。我8岁那年，母亲病逝，便开始乞讨为生，受尽了欺凌。疯了的时候，甚至要和狗抢吃的。最难挨的时候，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死了，死也是一种解脱。我无时无刻不在痛恨生父。后来义父找到了我，把我领回柴家。他侧头看着身边的柴兰，笑容温和。我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可惜这只是镜花水月。柴贤伸出手掌，想触摸柴兰的脸颊，手伸到一半就僵在半空。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不会进柴家，情愿这辈子没有遇到过你。僵在半空的手收了回来，拍在自己眉心。砰！骨裂声里伴随着柴兰的尖叫声，柴贤身子骤然僵住，眼眶里溢出鲜血，然后软绵绵的倒地。一道粗壮的龙气从柴贤体内飞出，张牙舞爪的冲向屋顶，要离开这里。龙脉脱离宿主的刹那，静心似有感应，抬头望向房梁。其他人纷纷抬头，看见了这道半透明半真实的龙气。与散碎的小股龙气不同，9道至关重要的龙气是可以被看见的。完整形态的龙脉，当初从地底被抽离时，
京城目睹过的百姓不知凡几，但寻找到宿主后，龙气就不可见了。许七安早有准备，隔着袍子轻扣藏在小腹的地书碎片，嘴唇开合，念动咒语，那道试图冲出屋子离开此地的龙气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扯，发出无声的咆哮，不甘心地钻入地书碎片。这在外人看来，就是龙气自动选择了许七安成为宿主。柴贤的这道龙气钻入地书碎片，立刻与里面的另一道龙气融合，身躯长度没有变化，但更加凝实了。同时，许七安的雷达范围也成倍增长，如今已能覆盖襄州城1/3的范围。如果能覆盖襄州1/3就好了。他不切实际地嘀咕一声，旋即看向了柴贤，叹了口气。对柴贤来说，弑父杀戮无辜，尤其是二丫一家3口，这个真相过于残酷。当他醒悟一切都是自己所为时，心中便萌生死志。而对许七安来说，人格分裂非主观犯罪，不能等闲而论。可小村子灭门案就是柴贤干的，精神病杀人也是杀人，造成的伤害不会改变。他并没有因为精神病而原谅柴贤。基于这样复杂的心理，许七安没有阻拦柴贤自尽。柴兰扑倒在柴贤身上，哭声嘶哑。善恶有报，因果循环。许七安接着看向另一个罪魁祸首，问道：柴仙儿，你的上级是谁？柴仙儿摇头，我不知道，下级不知道上级身份，这是天机宫的规矩。上下级之间以书信往来，若有急事，则通过信鸽传书。府上便有信鸽，前辈若想知道上级是谁，可以追踪信鸽。我没有试过去探寻上级的身份，但我猜测信鸽的目的地多半不是我上级的住处。下级不知上级身份，但上级多半是知道自己下级的身份，负责搜罗哪个区域的情报。许七安沉吟道：没有其他紧急联络方式。柴仙儿摇头，这是防止有案子落入敌人之手，会被连根拔起，牵连甚广。缺点是很容易造成情报滞后啊。许七安接着道：说一说天机宫的情况。天机宫的案子分9品，我是5品密探，下级是2名4品密探，都在漳州。下级的下级我就不知道了，这同样是天机宫的规矩，只能知道直属下级的身份。柴希儿没做隐瞒，在戒律的力量下如实的说出情报，都是些小喽啰，不值得浪费精力和时间去搜捕，倒是柴希儿的上级值得我出手。许七安想到这里，看了一眼佛门的僧人们，不行，得尽快离开漳州，渡南金刚说来就来，可能还会有罗汉，此地不宜久留了。你是怎么成为天机宫案子的？许七安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他主要是好奇案子是如何培养的，如何收服甘心自杀的案子。这一点，魏公和不当人子都是行业翘楚。魏公已经故去，无法再问，不当人子倒是巴不得他去问，顺势给他来一招慈父手中剑，游子身上劈。许七安只能采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横阴双手合十道：不打诳语。戒律的时间已经过去，需要他重新施展。柴希儿内心很抗拒，但嘴巴很老实。那是10年前，我还未出阁，只是柴府的大小姐。那年盛夏，我在院中修行，忽然听见有人笑着说：小丫头资质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公主，她穿着如雪般的白衣，堂而皇之地站在院子里，而周围的丫鬟对她视而不见。不当人子。许七安眉头一皱，以许屏风的身份地位造访柴家这样一个江湖势力，这不合理，更不可能因为柴希儿资质不错就现身说法。柴希儿继续道：我质问他是谁，他说自己是来寻宝的。寻宝？柴希儿点头。柴家先祖原本是南疆的奴隶，他少师家族被灭门，仇人把他卖到了南疆做奴隶，后学艺有成，回到襄州，这才有了如今的柴家。时至今日，鲜少有人知道当年柴家为何被灭门，先祖为何被卖到南疆。停顿了一下，柴希儿脸色严肃道：柴家原本是守墓人，守着一个年代久远的大墓，后来不知为何放弃了守墓人的身份，在襄州建立家族。当年之所以惨遭灭门，是因为有人要打那座大墓的主意。按理说，柴家守墓人的身份外界并不知晓，也许是家族中出了叛徒，泄露了出去，这些是100多年前的事了，其中细节我并不清楚。大墓，许七安的大墓恐惧症又要犯了。雍州城外的那座地宫就给了他很深的心理阴影。后来呢？许七安清了清嗓子道：那个白衣人进了大墓。佛门众僧似乎也很关注这件事，耐心地听着。柴希儿摇头：大墓的地图柴家只有半份，另外半份在南疆尸骨部手里，公主只拿走了柴家的那部分地图，后续如何我便不知了。那之后我就成了天机宫的案子，我能有今日的成就修为，都是天机宫这些年给予的栽培。能让许屏风在意的大墓里面的东西必然非同寻常，一半的地图在尸骨部手中，所以许屏风还没进过大墓。另外地图在尸骨部手里，这说明当年地图在年少的柴家祖先手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怎么会被卖去南疆当奴隶的？这不合理啊！许七安沉吟一下，道：“关于大墓，你还知道什么？大墓的存在，只有柴家的家主知晓。若非因为公主，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他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公主说，想打开大墓，需要守墓人的鲜血作为媒介，所以许屏风把柴府的柴姓儿发展成案子，当作棋盘中的一枚棋子。”许七安没有再问，转而看向静心和静元，道：“不久后，天机宫的上级会来柴府，各位大师好自为之吧。”他照出浮屠宝塔，托在掌心，第一层的塔门打开，气旋滚滚，将柴杏儿吸入其中。正在第二层接着，他按住李灵素和恒英的肩膀，化作阴影离开柴府。内厅陷入安静，静心望着门外沉沉夜色，双手合十，念诵了一声佛号。没杀我们，佛门僧人们吐出一口气，又庆幸又困惑。静心师兄，现在该怎么办？一名僧人问道。静心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静元，缓声道：“静元师弟需要静养，便先留在柴府吧，等待渡难师叔到来。”说完，他扫一眼柴兰，还得保住柴家，这是佛子放过他们的条件。只不过这是聪明人之间的心照不宣，不必说出口。城外漆黑夜色中，许七安和李灵素还有傀儡恒英走到官道上，迎着刺骨的寒风。圣子低着头，心事重重，一句话都不说。许七安目视前方，嗤笑道：“不为情牵，不为情困，达到超然俯瞰的层次，方为太上忘情。你说李妙真走的是邪道，他会为一人放弃苍生，你又如何？”李灵素猛地抬起头，张了张嘴，似想反驳或解释，但最后归于沉默。隔了一阵，他低声道：“我不知道。”许七安换位思考了一下，发现如果是自己，同样会这般纠结，便没有再嘲笑他。李灵素问道：“前辈打算如何处置在希儿？”许七安直言不讳道：“从头梳理案子，你觉得柴希儿为何要邀请各路豪杰以及官府召开屠魔大会？”李灵素是聪明人，控制柴贤，遏制命案。没错，他刺激柴贤是为了杀柴建元，后续柴贤逃出柴府，在襄州大开杀戒，多半不在他的预料之中，属于计划之外的事。或想补救，或是不愿事情闹大，于是他召开屠魔大会的原因。换而言之，屠魔大会不在他原先的计划中。柴希儿的计划其实很简单，用身世的秘密刺激柴贤，杀死柴建元，以此报杀夫之仇，然后再用柴兰做威胁，控制柴贤。但那晚柴贤直接杀出了柴府，虽然留住了柴贤，但后续的命案已经超出柴希儿的计划。为了遏制事态的恶化，他召开屠魔大会。这案子比许七安以前查的案件更麻烦，我还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天机宫的事。另外，那座大墓将来有机会也得去探究。许七安道。李灵素等了片刻，没等来后续的内容，皱眉道：“所以，我给他判了个死缓。”许七安道：“你的小姘头暂时不会死，那座大墓肯定很危险，柴希儿将来可以充当工具人使用。如果死在里面，是他命该如此；不死，他就废去柴希儿修为，让李灵素带回天宗，终生监禁。”李灵素神色复杂地吐出一口气，转移话题：“佛门虽然让人讨厌，不过底线还是有的，柴家应该不会有事。”许七安嗯了一声，他忽然停住脚步，表情古怪地探手入怀，摸出一枚符箓在黑夜中散发着淡淡的微光。紧接着，李灵素听见一个柔媚悦耳的声音：“你在何处？”青州和雍州的交界处，一座小镇，寒风卷过街巷，发出凄厉的呜咽声。穿着色彩斑斓、皮肤黝黑的启欢丹香走进肮脏的弥漫尿骚味的小巷，他俯身在墙洞口摊开手掌，一只灰溜溜的大老鼠钻出墙洞，跳进他的掌心。启欢丹相侧着头，聆听着什么。额请把老鼠放回墙洞，抬起头说道：“我的朋友告诉我，那小子刚从这里经过。”月夜下，小巷两边的屋檐站着6道人影，居中的是一位面带微笑的年轻男子，给人温和谦恭的形象。他笑道：“不愧是龙脉宿主，气运滔天，总能从我们手中逃脱。元双妹子，看看他往哪边逃了。”许元双瞳孔青光一闪，凝神远眺，看见东南边遥远处金光一闪而逝，是雍州方向。他淡淡道。蕉叶老道士眯着眼做眺望状，笑道：“那小子实力不强，下三滥的手段倒是样样精通，是个在江湖摸爬滚打的散修。雍州那边正在举办武林大会，多半想驱虎吞狼，解决掉我们。他们在前往雍州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龙气宿主，那小子修为不强，7品的炼神境，直觉倒是无比敏锐，小伎俩多到让人头疼，每次都能在他们手中险而又险的逃脱。”万花楼的柳红捻扭了扭腰肢，笑盈盈道：“岂不是正好？雍州之行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收获还要大。”他瞥见姬玄沉思不语，似有心事，媚笑道：“小城主何故心事重重？不如今晚
让奴家替你排忧解难。”姬玄苦笑道：“好姐姐，你别拿我寻开心了，谁不知道你柳红棉蛇蝎美人的大名？倒是袁怀还是只童子鸡，正适合你去调教。”许元怀面色冷峻，柳红棉目光在秀美少女身上一扫，掩嘴轻笑：“就怕某人会撕了奴家。”许元双冷哼一声。姬玄道：“我只是在想，国师是不是还有后手？”众人看了过来，佛门也好，司天监也罢，乃至巫神教，此次收集龙器都有3品高手参与，唯独我们没有。以国师的智谋，算不到这个。姬玄摸了摸下巴，要说他没后手，我可不信。许七安握住符箓，回应道：“正赶往雍州。”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沉默。3天之后到雍州城。好，符箓光芒熄灭。来了来了，国师来睡我了。许七安心情复杂的想：前辈，刚才是哪位？李灵素惊讶于那女子的声线格外动人，一个姿色平庸的女人而已。许七安也在圣子面前凡尔赛了一回。可惜了，看来徐谦的品味有些独特，不爱美人，专爱姿色平庸的女子。李灵素哦了一声，没再多问这家伙怎么不继续问了，我还没开始装逼呢。许七安也嗯了一声，埋头赶路，强行解释不符合徐谦的人设。反正3天后国师就来了，到时候在人前显圣也不迟，好叫天宗的渣男看看什么是高质量美人。京城昨夜下了场大雪，今早起来，院子里银装素裹，薄薄的积雪覆盖了花圃，青石板铺设的地面。婶婶的清晨是被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吵醒的，她下意识地去推身边的丈夫，发现他已经起床当值去了。婶婶蹙着精致的眉，在温暖的被窝里坐起身，舒展腰肢。屋内炭火熊熊，睡在卧屋的丫鬟每隔1个时辰就会添一些受精炭，这种炭烧起来没有一点烟味，反而有松脂的清气。今年冬天格外的冷，长宫主体续汉林院庶吉士许新年特命人送来30斤宫中御用的受精炭，临安公主也体恤庶吉士许新年兢兢业业劳苦功高，特命人送来30斤受精炭。于是婶婶就用上了这只有天皇贵胄才能享受的好东西。婶婶就很高兴，吃饭时重点表扬许二郎10年寒窗厚积薄发，非但得手扶赏识，还得2位公主如此重视。许二叔就笑婶婶还是太年轻，公主赏赐御用的东西讲究一个名正言顺，许家只有一个二郎上的台面，二郎只是2位公主照拂许家的一个工具。当然这些话许二叔是不会告诉婶婶的。吵吵嚷嚷，美妇人穿着单薄的里衣，青丝凌乱，搭配着迷迷糊糊的表情，竟有几分少女的娇憨。哐当，婶婶推开门，寒风迎面而来，她打了个哆嗦，仅存的睡意顿时没了。然而眼前的一幕让她连冷都忘了。院子里一大一小2个丫头正满地打滚，在雪上压出一道道痕迹。丽娜说：“这就是雪，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雪。”许灵英说：“这是我这辈子第很多次看到雪。”2人浑身沾满雪沫，就像2个雪人。许灵英，婶婶尖叫道：“严寒天气敢这么玩的，不是傻子就是不要命了。”小豆丁吓了一跳，昂起小脑袋往婶婶这边看了一眼，大声道：“不好，娘发现我们了，我们赶紧走吧。”丽娜连忙说：“好的。”然后2个人滚远了。许灵月睡到自然醒，早就听见外头蠢妹妹和她的蠢师傅闹腾，没搭理而已。今儿要去王府做客，应付一下王府的女眷，因此得好好打扮一番。大小姐，今儿去王家，穿什么衣衫合适？丫鬟歪着头做思考状，穿的素雅些，王家阔气惯了，咱们打扮的花枝招展，说不准人家心里嘲笑我们小门小户就是爱显摆。许灵月对镜梳妆，铜镜里少女瓜子脸，大眼睛，五官很有立体感，又精致又清丽。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袄子，蓬松的罗裙，外罩织锦香毛斗篷，玉足穿的是一双绣金线云纹的羊皮小靴，既不显得花枝招展，又穿出大家闺秀的气质。把东西给我带上。好的。丫鬟脆生生应道。她旋即带着丫鬟离开房间，在内厅吃了早膳。此时的许灵英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衫，并洗了个热水澡。小豆丁还是一如既往的同济，像是2个肉包子，但穿上了漂亮的小裙子，颇有几分淑女模样。只是和清丽脱俗的姐姐站在一起，也就勉强称一句可爱而已。婶婶看了严柏在厅内的水漏，催促道：“该出发了，二郎啊，你记得多照拂一下妹妹们。林月，你别总是这副谁都可以欺负的样子，你现在代表的不是你自己，是许家。林一，到了王家别贪吃，别胡闹，听明白没？今天休沐，许二郎要去王家找王首府议事，与妹妹们一道过去。”兄妹仨放下碗筷，用盐水漱口后离开许府，登上马车。车夫在布满坚冰的湿路街面小心翼翼地缓缓行。从许家到王家需要2刻钟，因为道路湿滑难行，用了半个时辰才到。
许二郎跃下马车，转身搀着许灵月下车，而许灵英已经从另一头蹦了下来。兄妹仨在管事的带领下直入王府深处。卧室里，王首府站在屏风边，由王夫人领着丫鬟替自己更衣。我记得司慕说过，那许家小姐是个不好惹的，老大媳妇势利，老二媳妇小心眼，待会见了人，你在旁看着些，莫要让闹不愉快。王首府说道。他俩眼窝子没那么浅，会把握分寸的。王夫人笑道。他有些惊讶，老爷竟对这些细枝末节的事上心。老爷，许大人到了。一名仆人站在房门外，朗声汇报。请他去书房吧。王首府看了一眼铜镜前的自己，抚了抚胸前的衣折子，看向王夫人道：礼物备齐了吗？王夫人笑着点头。内厅里，王思慕捧着茶盏，品尝着芳香的茶水，听着两位嫂嫂喋喋不休的唠叨。大嫂嫂叫李香寒，父亲是户部郎中，官不大，却和银子挂钩，因此有些势力。二嫂嫂叫赵雨荣，父亲的官位更小，只是大理寺的主簿。按理说，这样的家世是高攀不起王家的，即使二哥是个做生意的，地位不显。说起来，此中还有两段渊源。王真文宦海沉浮，未发迹前曾有过几次低谷，其中一次遭政敌陷害，获罪入狱。赵雨荣的父亲当时任职大理寺，与王真文关系较好，花银子上下打点，疏通关系，最终挺了过来。大嫂李香寒的父亲对王真文也有类似的恩惠，因此王真文发迹后，两位嫂嫂便嫁入了王家。大嫂李香寒说道：思慕啊，上次你去许府，那许家主母可有给你立规矩？王思慕摇摇头。二嫂赵雨荣看他一眼，笑道：想来是有的，你不是说那许家主母是个手腕高超的吗？思慕，别不好意思说，这新媳妇进门，婆婆总是要立规矩的。我和嫂子当年进门时，不也被婆婆敲打过吗？不过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是王家的千金，将来和许二郎成亲，那是下嫁。许二郎得依仗我们王家才能平步青云，以后你去了许家，简直可以作威作福。咱们这次啊，得给许家小姐也立立规矩，让她知道许家和王家的差距。谁给谁立规矩还不一定呢，就你们也想和许灵月那丫头摆手腕？王思慕心里嘀咕着，摇摇头。不必如此，灵月妹妹聪慧着呢，犯不着招惹她。大嫂李香寒以过来人的姿态，露出优越感十足的笑容。思慕这是没经验啊，成亲前两家女眷来往，联络感情只是其一，更重要的还是相互试探。你当婆婆心里没有这样的念头？那许家姑娘今日在这里的所闻所见，都会带回去告诉许家主母，咱们稍稍敲打她一下，好让警告许家主母，将来莫要欺负了你。自古婆媳关系可以用明争暗斗四字概括，争的是管家的大权，越是豪门，财政、家政大权的争夺就越激烈。这不好吧？王思慕强忍住挑起嘴角的冲动，蹙眉道。大嫂笑道：放心，嫂子们知道分寸的。王思慕无奈道：也罢，既然是约定俗成的规矩，那就依两位嫂嫂的意思吧。说着，他端起茶盏，做出饮茶姿势，掩盖微微翘起的嘴角。两家婚事，不管男女双方感情如何，家与家之间的博弈都是存在的。婆婆给未过门的媳妇立规矩，媳妇娘家则展现出足够深厚的底蕴，警告夫家要善待自己的女儿，都是人之常情。王思慕见两位嫂嫂如此热衷，顿时就放心了。上次去许家做客，许灵月这个死丫头没少从中作梗，她做初一，王思慕就做15。正说着，厅外走来一对姐妹，妹妹的个头还没到姐姐的腰，被牵着小手，是个有些憨憨的小丫头。至于姐姐，倒是让两位嫂嫂眼睛一亮，披着织锦香毛斗篷，蹬着羊皮靴子，修剪整齐的刘海，将小脸修饰得清丽可人，给人的感觉是柔弱温婉的小家碧玉。看到许灵月的瞬间，王家两位嫂嫂就知道吃定她了。就这种养在深闺里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小家碧玉，恐怕自己稍稍表现出不悦，她就会诚惶诚恐，手足无措。稍稍问一些刁钻的问题，就会憋着了脸，两只小手无处安放。欺负这样的小丫头，着实无趣。至于那憨憨的孩子，当然是被两位嫂嫂无视了。灵月妹妹来了。王思慕起身相迎，介绍道：这是我大嫂，这位是二嫂。灵月妹妹，随我叫吧。许灵月细声细气道。灵月见过两位嫂嫂。大嫂李香寒笑道：真是个俊俏的姑娘，将来不知道哪家的少爷能娶到咱们的灵月妹妹。许灵月矜持一笑，低头说道：灵英，快叫嫂嫂。许灵英抬起头，皱起两条浅浅的眉毛。为什么也是嫂嫂？她们也要嫁给二哥吗？四个女人脸色陡然一僵。二嫂赵雨荣立刻看向许灵月，见她憋红了脸，竟忘了训斥妹妹，只得干笑道：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王思慕看了一眼许灵月，不动声色地笑道：娘应该起了，我们去给她请安吧。这是要带许家姐妹去见老夫人了。
于是由王思慕带着一行人往王府更深处走去，穿廊过院，来到一间大屋里。屋内有2张软榻，铺着松软温暖的羊毛毯，榻上摆着4方小案，案上则是干果、肉脯、蜜饯、糕点等吃食。左边的软榻上坐着王贞文的原配王夫人。王夫人年过50，保养的却很好，不胖不瘦，气血红润，眼角细密的鱼尾纹增添岁月积淀出的魅力。娘、婆婆、老夫人，众女纷纷行礼，只有许灵英有些拘谨，她不习惯这种气氛。小豆丁从小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束缚。王夫人慈祥的点头，目光落在许家姐妹脸上。这是许家小姐儿。王夫人想起了许二郎俊美无愁的姿容，再看看许灵月清丽脱俗的可人模样，沉吟一下，笑道：姐妹俩各有千秋。说完招呼着他们入座。大嫂李香寒喝了口热茶，叹口气，开了个话题：这见鬼的天气，去年这个时候炭火烧一整晚，我就闷得难受，现在不烧一整晚得被活活冻死。二嫂赵雨荣搭话：谁说不是呢？这时候他发现小豆丁盯着半人高的炭炉发呆，里头烧着的是无烟的受精炭。这孩子多半是没见过这种不冒烟的炭。二嫂子心里一动，笑道：所以啊，陛下赐了我们王府10斤受精炭，这种炭没有烟味，烧起来还有股清香呢。二嫂子颇有优越感地看了一眼许灵月，却发现她面带微笑，没什么反应。莫非是不知道受精炭是什么？二嫂子补充一句：是御用的东西。许灵英手里握着蜜饯，大声说：我们家也有。书房里，王首府坐在案后，手里捧着茶盏，茶盖轻轻磕着杯沿，聆听未来女婿的汇报。首府大人，今年冬天百姓必定难挨，尤其是经受过旱灾、水灾的地区，当地百姓如何挨过这个冬天？许新年慷慨陈词：我上书陛下，要求核实各地粮仓，提前做好赈灾拨款的准备。您为何扣了我的折子？王首府耐心听完，抿了一口茶水，道：辞旧为官者欲成大事，首先得拔高眼界，看得到大局，才能提前布局。你只看到这个冬天百姓难挨，却看不到朝廷的难处。他放下茶盏，把一堆折子推到许新年面前，看看吧，户部的折子。许新年展开折子，一目十行，迅速看完，他脸色大变。王首府叹息道：朝廷已经没银子了。许新年喃喃道：怎么会？先帝折腾了20年，国库本就空虚，浮华之下，大粪根基早已摇摇欲坠。数月前，12万大军支援妖蛮，魏渊率领10万军队攻陷径山城。虽说大捷，可粮草、战马、装备，哪一个不是在消耗银子？国力孱弱，支撑那样规模的战争，消耗之巨大，不是你能想象的。王首府伸出双手，靠近炭炉，一边烘烤冰冷的手，一边说道：原本还能苦苦支撑，熬过今年就成，等来年秋收就能稳住大局。谁知人算不如天算，老夫活了几十年，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寒的冬天。朝廷内部沉疴难扫，天灾不断，国库空虚，烂摊子。许新年心头沉重，问道：可有解救之法？王首府盯着火炉，半晌没有说话。时间，他说。沉默许久，王首府又道：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若无外患，时间可抚平一切。许新年低声道：若有外患？天王大凤。王首府转说道：有他的消息吗？许新年知道王首府指的是谁，摇摇头。至今为止，大哥未曾有幸送回府上。说起来，许家当年也是大户人家。王首府没来由地感慨一声。许新年眼皮子一跳，沉默片刻，道：云州那边的事，朝廷打算如何解决？元景帝伏诛后，有2份卷宗被列为机密，封在内阁的密室里，其中一份只有正3品以上的实权官员以及大学士能查阅。卷宗内容是当年的探花郎兼正2弟子许屏风勾结500年前皇室一脉，在云州建立根据地，秘密发展，试图谋反。就是重提了前期党勾结巫神教，扶持云州山匪案，元景帝卖官鬻爵引起的禹州铁矿私运云州事件等。如今打更人、御史、大理寺在秘密严查所有京官，甄别可能存在的间谍。各地官员同样有遭遇秘密调查。另一份卷宗记载的是元景帝、镇北王和真德帝同为一人的真相。这份卷宗不公开，知情者寥寥无几。太子，哦不，永兴帝打算把这个秘密当家族秘辛传下去，以让青州、雍州边界不好防御。朝廷连下数道圣旨前往云州，要求云州都指挥使杨川南回京述职，但杳无音信。王首府沉声道：云州未反，但这是迟早的事。打更人在云州的案子还在，云州军队、官场也暂时没有动静。
可朝廷对他们已经失去掌控。你大伯在云州经营多年，布局深远啊。许新年皱了皱眉。所以朝廷的意思是静观其变。王守福点头，陛下打算来年秋天讨伐500年前皇室一脉，但在那之前，云州或许会先一步起事，朝廷已经做好准备了。许新年明白了，所以国库没有多余的钱粮赈灾了。王守府默然，宽敞的大屋里一阵子沉默。二嫂赵雨荣清了清嗓子，用给孩子科普教育的语气说道：小姐儿，你家的炭和这里的不同，这是御用的受金炭，只有皇宫里能用。其实以如今大凤贪污腐败的作风，黑市倒卖受金炭的行为很多，达官显贵家里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炭，但一般不会在待客的时候拿出来用，都是偷偷的享受，只有王家这样得赏赐的才堂而皇之的使用。大嫂李香寒捻起一块蜜饯放嘴里，看着斜对面的许灵月笑道：都是一家人，待会儿让下人打包2斤受金炭，索性也不是什么稀罕物。这句话透露的信息是，虽然是皇帝赏赐的，但对王家来说这不算什么。顶级豪门指缝里虽然漏点东西，都是寻常人家这辈子都无法享用的。王夫人笑盈盈地端杯喝茶，她需要2位媳妇来炫耀王家的底蕴，从而衬托女儿的金枝玉叶。许灵月细声细气道：谢谢大嫂，不过家里有60斤受金炭，这个冬天想来是够了。她声音轻柔，表情诚恳，看不出是在炫耀。屋内猛地一静，王家的几位女眷脸色古怪起来。势利的大嫂小声问道：黑市买的呀？60斤，这得多少银子？王夫人咳嗽一声，用眼神制止了大媳妇的询问，淡淡道：灵月，受金炭是御用的东西，虽说许多大户人家都偷偷买着用，但这种事只做不说，传出去宫里是会降罪的。往后啊，别在外头说，明白了吗？王夫人这番话不算委婉，是正儿八经的告诫。这许家也太大胆了，60斤受金炭可不是小数目，哪能这么买？仗着许家是新贵，便如此膨胀，将来怕是个会坏事的亲戚。二嫂父亲在大理寺任职，对这方面尤为敏感。在京城，像这类得势后便洋洋自得，走路都在飘的新贵，往往不会有太好的下场。许灵月摇摇头，天真无邪地说道：是怀庆公主和临安公主赏赐的。王夫人明显一愣，迅速恢复平静，不说话。大嫂诧异道：2位公主赏赐的？她和二嫂眼里的茫然不加掩饰。作为身居大院的豪门太太，他们对外界的消息组织只知道许家大郎很厉害，但各方面的细节并不清楚。比如许家大郎是3家姓奴，其中2家，一家是大凤才高8斗的皇长女，一家是曾经最受宠的临安。许灵月解释道：2位公主是看在大哥的颜面，才对许家多有照拂。许大郎啊，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许大郎的传说，2位嫂嫂顿时客气了许多，脸上笑容也热情起来。王夫人脸色一肃，道：听司慕说许英罗不在京城了，大哥外出游历去了。许灵月回答。接下来的闲谈中，大嫂和二嫂不停的炫富，总是不经历地展露出豪门大户的优越感，以此来凸显出王家的显赫。大嫂说，二郎在翰林院任职，虽说是顶级亲贵，却没有太大实权，等成亲后啊，争取过完年就外派。许灵月说，大哥走之前已经帮二哥安排好了。二嫂说，二郎出身云麓书院，才情高绝，只是官场人情练达才是文章，而人情是靠银子堆起来的。不过没关系，这些事公公肯定已经安排妥当。许灵月说，府上还有大哥留下的基金作坊一成分红，每年好万两收入。大嫂说，妹妹还未婚嫁吧，嫂嫂给你介绍几个家世才华顶尖的年轻俊彦。许灵月说，谢谢大嫂，有大哥一半本事就够了。大嫂。一番交战后，大嫂二嫂败下阵来。他们突然发现财富、人脉、家族显赫等多方面，王家在许家面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优越感突然不见了。蠢货！王思慕暗暗摇头。2位嫂嫂都被许灵月给带节奏了，逢着他们秀优越感，许灵月就搬出许七安，明明是王家和许家的总体实力对比，硬是被这个外表人畜无害的许灵月变成了王家和许七安对比。能比？偏偏2位嫂子被许灵月外表迷糊，自认为大局在握，没有问题，接二连三的语塞是因为王家确实比不上许家。这时候银铃般的笑声从屋外传来，额请一对孩子跑了进来，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虎头虎脑，穿着锦衣袄子，戴着狐裘帽子，皮肤略显黝黑，10岁左右。女孩子生得粉嫩可爱，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一看就是美人胚子，大概7岁。祖母，2个孩子收敛笑容，恭恭敬敬道，是浩哥和蝶姐来了。王夫人脸上露出笑容，招呼一对孩子到自己身边来。王思慕趁机介绍，这是我大哥的儿女。许灵月点点头。2个孩子在王夫人身边坐下，
女孩乌溜溜的目光打量着胖墩墩的同龄孩子，男孩也在审视着这个陌生的小姑娘。大嫂眼睛一亮，哎呀一声，不悦道：“浩儿，蝶儿，快跟妹妹问好。”两孩子当即向许灵英问好。许灵英专心地吃着糕点、干果和蜜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呆头呆脑，还馋嘴。两位嫂嫂暗暗摇头。王夫人脸色有了几分笑意。大嫂笑着问道：“还没问呢，灵英小姐启蒙了吗？”许灵月摇头，轻声道：“还没呢，灵英脑子笨，3字经都没会背，送去学堂也没用。”大嫂脸上笑意愈发明显，这可不行。虽说咱们女子不需要考功名，但琴棋书画的精通，我觉得可以把灵英姐儿送到咱们王家的私塾来。王夫人点点头，和颜悦色。每个月还有2天进宫和皇子一起读书的机会，聆听太傅教导。嗨，王思慕被茶水给呛到了，咳得眼泪冒出来。怎么了？王夫人看向女儿。家里的张先生和太傅年事已高，王思慕轻声道：“所以娘你就放过他们吧。”好啊，许灵月甜甜笑道：“多谢王夫人。”顿了顿，许灵月道：“其实灵英近来在习武，所以荒废了功课，我也觉得她应该多读书认字，练武啊。”一屋子的女人露出了这很粗鄙的表情。武夫本来就粗鄙，女子学武，粗鄙中的粗鄙。皮肤黝黑的王浩眼睛一亮，站起身，瞪着许灵英道：“你也习武吗？我们来比划比划。”男孩的提议立刻被他母亲否决。大嫂训斥道：“少说胡话，你是不错的好苗子，灵英小姐和你不一样，你这不是欺负她吗？”转而对许灵月说：“浩儿他根骨不错，府上的客卿夸赞是个好苗子，便收为弟子。公公也说习武能强身是好事，浩儿将来也算文武双全。”语气颇为骄傲。许灵月低着头：“我妹妹只有一股子力气，很是自卑的模样。”王浩平日里找不到同龄的对手，好不容易看见一个，火急火燎地说道：“祖母，我有分寸的，你让我和他比试吧，要是害怕我伤了他，可以请侍卫来看护。”王夫人还是觉得不太妥当，刚要拒绝，却听许灵月说：“好吧。”王夫人看了他一眼，只好说：“也成。”当即让丫鬟去喊来一位侍卫。王浩和许灵英则出了屋子，来到院子。许灵月、王思慕2位嫂嫂还有王夫人披着大氅站在屋檐下围观。中年侍卫单手按刀审视着2个孩子，道：“比试之前，我先看看你们的气力。”说着指向一旁的石凳：“挪凳子。”小孩子过家家，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刀剑无眼的情况，但稳妥起见，还是先试试力气。若是相差太悬殊，比试就没必要了。王浩率先走向石桌，俯身抱住桌边的石凳，一声大喝，把凳子抱了起来。他小脸憋得通红，额头青筋凸起，走了10步才力竭。过程中，王夫人一直在旁边喊：“慢些，走慢些。”二嫂夸赞道：“浩儿好本事。”大嫂笑容满面，哎呀道：“其实还是读书好，哎，本来不想让他习武的，实在是浩儿根骨太好。”大嫂无师自通凡尔赛奥义。中年侍卫赞叹道：“小少爷将来前途无量。”他随后看向许灵英：“不用勉强。”许灵英终于把手里的一把蜜饯吃完，舔了舔掌心，在众人的目光中走向石桌，他伸手抓住了石桌的桌沿。中年侍卫刚想说不是这个，突然双目圆瞪，只见石桌像是没有重量的红毛，被这个小丫头单手抓了起来，举到了头顶。单手，场面一下子死寂。大嫂睁大双眼，微微张嘴，浑身僵硬，似乎遭受到了无法承受的冲击。王夫人动容，王家小少年猛了。砰！许灵英把石桌丢回原位，憨憨地看向姐姐：“可以打架了吗？打完还要继续回去吃？”“不比了。”王夫人和大嫂同时尖叫出声。这时许灵月还是那小家碧玉的无害模样，自卑地说：“灵英什么都不会，就只有一股子力气，大哥也觉得她资质不行。”大嫂愣愣地看着她，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这王夫人和二嫂也没声音了。许新年在府上用过午膳，与王首府告辞后去了后院，在内厅口看见2个妹妹等候在那里，府上跟来的仆从捧着一大堆礼盒，这是王家送的礼物。他没有进内厅，站在远处微微颔首，等妹妹们带着仆从过来，兄妹仨离开王府。进了马车，车轮铃铃，许新年看了一眼妹子，道：“感觉如何？”许灵月笑道：“还不错，思慕姐姐挺讲规矩的。”讲规矩？许新年茫然地看了他一眼。许灵月嫣然一笑，他还是有些遗憾，要是王思慕下场交手会更有趣些。等许新年离开，王首府独自喝了一盏茶，便去了内厅。这里气氛有些凝重，发妻王夫人、2个儿媳妇以及女儿王思慕沉默地坐着。女儿倒还好，发妻王夫人满脸凝重，
两个儿媳妇则难掩沮丧和失落。王首府淡淡道：“闹不愉快了。”两个儿媳妇没说话。王夫人犹豫一下，道：“老爷，我只是觉得许家和我们结亲也不算高攀。”大嫂连连点头：“是啊是啊。”她想送号去许府习武。二嫂感慨道：“思慕嫁给二郎是门当户对，以后要对许家更重视一些。”她悄悄收起了自己优越感。王思慕忽然说：“爹，大嫂答应许家小姐儿来府上念书。”王首府反问：“有什么问题？这种小事不必与他商量。”王思慕悠悠道：“答应出去的事，反悔了的话，就让大哥自己去许府说，我可不做这个恶人。”王首府摆摆手：“小事而已。”此时的王首府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更奇怪，为何家里女眷突然一副吃了败仗、斗志全无的沮丧模样。返回许府，许灵英双手别在后腰两侧，展开俯身冲锋，找师傅丽娜，和她分享自己在王府吃到的美食。许灵月去了东厢房，向母亲汇报。婶婶见到女儿回来，劈头盖脸地问：“有没有被欺负？王府是不是看不起人？有没有受委屈？”许灵月摇摇头：“没有的事。王夫人和两位嫂嫂都很客气。”婶婶不信，戳了一下女儿的额头：“你这丫头，就算被欺负了，也会死忍着。”说着，招呼女儿到桌边坐下，语重心长：“把王家的经过告诉我，娘给你分析分析，哪些地方没做好，哪些地方应该怎么应对。你呢，就好好记着，以后嫁人了，用娘教你的去对付婆婆。”许灵月乖巧的点头：“那娘当年也是这么对祖母的吗？”婶婶撇撇嘴：“你忘了，我嫁给你爹之前，你祖母就过世了。”许灵月叹息道：“娘，你命真好。”襄州柴府，身高8尺，穿红黄相间袈裟的肚南金刚来到中门外，劳烦施主通报贫僧肚南。魁梧的和尚双手合十。此时的肚南金刚收敛了所有气息，除了铁塔般的身躯与普通人无异，脑后的火环也收敛。门房惊恐地看了一眼这个大块头，颤声道：“大师稍等。”静心和静元得到消息，带着众僧前来迎接。肚南金刚瞅见爱徒静元，一眼便洞悉了他的伤情，刀意在体内生生不息，难以磨灭。这是他打伤的。柴杏儿暗中派泄露消息后，静心便立刻以秘法通知夺南金刚。肚南已经知道许七安身在襄州。静元脸色苍白，微微点头，惭愧道：“弟子无能，未能留下佛子。”肚南金刚淡淡道：“进去再说。”众僧进了柴府，在大厅中入座，静心把襄州发生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知肚南金刚。那柴杏儿据说是天机宫探子，已通报给上级，佛子未杀我等，是怕探子前来，发现事情败露后大杀一通。静心做最后总结：“可惜了。”肚南金刚遗憾道：“我早些赶来一步，便可擒拿佛子，完成伽罗树菩萨的嘱咐。”他起身离矣，走到静元身边，手掌按住静元右肩，淡金色的气机涌入爱徒体内，震碎了脏腑，经脉中残余的刀意。静元身体各处皮肤骤然皲裂，鲜血长流。他闷哼一声，脸色煞白，豆大汗珠滚落。好霸道的刀意！肚南金刚点评一句，继而摇头：“不对，此意湮灭之际再度爆发，宁为玉碎。佛子的4品刀意。”静元脸色渐转红润，宛如大病初愈之人。见师傅神色凝重，问道：“此意如何？”3品金刚没有异，8品武僧直接晋级3品。实际的修行过程走的是武夫的路子，但在5品化境后，武僧可以越过4品，参悟金刚神功大成，直接晋升3品。换而言之，其实金刚神功的无敌防御便是义。此义以非霸道刚烈来形容，同境界之人与他交手，就必须做好玉石俱焚的准备。肚南金刚道：“为何？”静元皱眉：“因为这就是他的义，只为玉碎，不为瓦全。”肚南金刚缓缓道。静元和静心对视一眼，再次意识到许七安的可怕。佛子是当之无愧的同辈第一人。肚南师叔，您这次和杜秦罗汉、杜凡师叔去办何事？静心问道。肚南金刚沉声道：“本欲去一趟乾隆城，途中收到你的传书，我便折返回来。”乾隆城。静心看一眼静元，发现对方眼里有同样的疑惑，便问道：“何时能比收集龙器、擒拿佛子更重要？”肚南金刚不语。静心没再多问，试探道：“那我们接下来是直接去雍州，还是在此多等几日？”肚南沉吟片刻：“明早出发。”到了夜里，肚南金刚在柴府外院的房间里打坐吐纳，房门突然啪啪2声，有人在外面叩门。肚南金刚缓声道：“进来。”房门推开，一个披着斗篷的人走了进来，看身形是个男子。见过肚南金刚。斗篷人声音低沉，富有磁性：“你是天机宫的探子。”肚南金刚保持着打坐姿态，
甚至连眼睛都没睁开。正是。斗篷人回答。天机宫是那位二品术士的？肚腩金刚问道。是。斗篷人不做隐瞒，恭敬道。公主下达搜寻龙气宿主的任务时，曾说过佛门是可以合作的朋友，因此我来了。公主料事如神，从未错过。见肚腩金刚打坐不语，他继续说道。罢了，龙气既被佛门的去，天机宫无话可说。只是我已在柴府探查过，未见柴信儿。他是我天机宫的人，还望佛门高抬贵手，把人还给天机宫。肚腩金刚睁开眼，沉声摇头。柴信儿不在佛门手中。斗篷人沉默一下，笑道。看来香州发生了些意外，请金刚告知。房间内烛光如豆，橘色的光晕照不出5米之外。那人来了。肚腩金刚的一句话让斗篷底下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接着肚腩金刚把静心那里听来的始末告诉了斗篷人。斗篷人聚精会神，一字不漏地听完，思考了许久，说道。公主曾说过，那人迟早会入江湖搜集龙气，他在京城未能取回龙脉，江湖是一个新的机会。公主击碎龙脉，除了击毁大粪根基，另一重目的便是为此。一旦他未能取回那人体内的龙气，那就换个战场，在江湖猎杀他。公主料事如神，步步为营，早已将一切掌控在手中。大师，我们不妨合作。肚腩金刚审视着他。你一个密探，怎知道那么多？斗篷人笑了笑，没有回答。肚腩金刚道。你想怎么合作？他有隐秘气息的方法，易容手段高超，想找到他都难，何况抓住他。斗篷人默然几秒，笑了起来。有时候捕捉猎物并非一定要追捕，优秀的猎人懂得制造陷阱。对付他有2种行而有效的办法。一，利用龙气宿主引他出来，此计只可用1次，以他的智慧，第2次就难了。2，在他可能出没的地区奸淫掳掠，坏事做尽，但凡他知道就一定会过来，此计可多次使用。天机宫出龙气宿主。肚腩金刚直接舍弃第2条。佛门金刚不忌讳杀生，但只杀该杀之人，敌人、恶人、厌恶之人等等，滥杀无辜会让自己心魔缠身。斗篷人点点头，说道。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雍州的武林大会开幕在即，群雄汇聚，他绝对会去参加，搜寻隐藏在人群中的龙气宿主。我们只需要控制几名龙气宿主，安排他们在雍州城活动，严密监控宿主周围的动静，一旦那人现身，立刻收网，来个瓮中捉鳖。护法金刚缓缓点头，他已经挣脱部分封印，昨夜的冲突中，摄魂镜无法动摇他的元神，如猜测没错，百会穴的封魔定已经解开。斗篷人沉吟道。如此一来，3品武者对危机的预感会让埋伏难度直线上升。此事还得从长计议，为确保万无一失，我即刻传书公主，询问她的意见。这一天，5人团队经过1日1夜的加急赶路，抵达了雍州城。许七安舍弃了前世英俊潇洒的模样，换了一张平平无奇的模样，李灵素同样如此。至于恒英和木南枝，前者裹着斗篷，后者戴着围帽，就连小母马也做了一定的伪装。许七安把他的蹄子用染料涂成白色，把毛发染成黑色，于是小母马就从一头黄龙标变成了踏雪乌骓。许七安也意识到小母马还是太显眼了，也是团队里唯一的破绽。毕竟人可以易容，马很难易容，虽然在大部分人眼里马长得都一样。进了雍州城，许七安轻车熟路地前往雍州城最好的客栈之一，不醉居，但被告知客满，没有多余的房间。又找了几家客栈，还是没有客房。李灵素啧了一声，雍州正在举办武林大会，城里的客栈好的差的都住满了。奇怪了，你说雍州这种连个4品都没有地方，办什么武林大会？雍州是有4品的，但都有官职在身，是朝廷中人，江湖上并没有4品高手。龙神堡的雷震，公孙家的公孙向阳都是5品化境，距离4品只差临门一脚，却怎么都迈不过这个剑。木南枝坐在马背上，小腰随着颠簸轻轻摇晃，闻言轻哼一声，有人脑子一抽呗。李灵素笑道，徐夫人此言何意？大概是徐夫人3个字时在顺耳。木南枝看一眼许七安，道，就是这家伙提议的。李灵素脑海闪过问号，雍州的武林大会是徐谦组织的，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不对，他组织这个武林大会有什么用意？圣子看了一眼徐谦，见他没有解释的意图，便识趣的忍下好奇，没有多问。好在雍州城大，客栈数量繁多，寻来寻去，总算找到一家还算过得去且有空房的客栈。带着李灵素和木南枝入住后，许七安照例坐在书桌边，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雍州的武林大会对我来说是快速收集龙气的途径，但对佛门、巫神教、许屏风来说同样如此，他们势必会闻风而来，这点已经从静心他们口中证实。
佛门的下一站就是这里。反向推理，佛门和许屏风他们肯定也能想到，我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怎么做？哼，必然是抓住这个机会，收集龙气，以及对付我。但我有天古移形换斗的能力，掩盖气息，望气术对我都没用。他们会怎么找我呢？许七安捏了捏眉心，忽然有了想法。公孙家和龙神堡是地头蛇，让他们做我的眼线，打探消息。想到这里，他起身离开房间，叩响李灵素的房门。前辈。李灵素打开门，侧身请他入内，然后走到桌边，一边倒水一边说道：我正在尝试冲击封印，蓉姐是4品巅峰，我当初刚踏入4品，与她实力相差甚大，一时半会无法突破封印。如果能有一位道门高手助我就好了。我们何时去一趟京城？我师妹现在是4品，她可以为我解开封印。你师妹自身难保，还是让你师父来替你解开封印吧。许七安没有喝茶，干脆利索地说道：随我外出一趟。去哪儿？李灵素下意识地追问。去了便知道。李灵素哦了一声，转身走向屋外，却见徐谦没有跟上，困惑道：前辈。这时敞开的窗户外飞进来一只麻雀，振翅落在李灵素肩上，口吐人言。走。相处了这么久，李灵素已经适应了徐谦的不爱解释的高人格调，没有多问，在麻雀庵的指导下离开雍州城。2刻钟后赶到了18里外的公孙山庄。公孙山庄建在青山绿色间，春季时景色秀丽，严冬时也别有一番风味。穿过山脚高大的牌坊，涉级而上，在山庄大门外停下来。李灵素对着门房拱了拱手，道：劳烦通传，就说徐谦来访。门房当即去通传。半刻钟后，大腹便便，一副中年发福模样的公孙向阳，领着被定为继承人的公孙秀，脚步匆匆地奔出来。见到李灵素的刹那，父女俩皱了皱眉。公孙向阳拱手道：徐前辈。眼见地头蛇公孙家对徐谦毕恭毕敬，李灵素对木南枝的话信了几分。李灵素按照徐谦的指示了一声，不做过多言语。不过圣子老渣男看到公孙秀颇有些惊艳，是个不错的姑娘。当然这仅限于欣赏美人，圣子现在着实没精力展开下一段情缘，参悟太上忘情。在公孙向阳的带领下，他进了山庄，在烧着炭火的内厅里入座。未知前辈来访，招待不周，还请海涵。公孙向阳一阵客套，接着切入正题。武林大会正按照前辈的意思举行，此次雍州群雄聚集，不但是雍州，就连青州、漳州这些相邻的州也有武林人士过来凑热闹。很好。李灵素点头。比试地点在何处？在雍州城西南的大角场，那里原本是城防军驻扎的营房，有演武场，场地足够宽敞。现在城防军换了营地，我便把那地儿暂时租下来。这种大规模的集会，不是有一个擂台就够的，场地非常重要。营房远离居民区，又有足够宽敞的演武场，才能充当武林大会的场地。李灵素问道：替我办一件事，派人盯着雍州城，一旦发现佛门僧人的踪迹，立即向我汇报。公孙向阳道：好。这时公孙向阳听见徐谦肩上的小麻雀口吐人言，笑道：看来公孙家主近日过得太平，徐某就不打扰了，告辞。麻雀说罢，振翅飞出内厅，消失在天边。公孙向阳愣了半晌，后知后觉地看向李灵素。刚才。李灵素颔首，刚才的才是徐前辈。许七安这么做主要是稳一手，因为换位思考，佛门或者许屏风的爪牙来到雍州，很可能也会找当地的地头蛇，让他们在城中搜寻一个叫徐谦的人，或者一个拥有战马的小团队。大海捞针也是一种寻人的办法。现在看来，公孙家暂时安全。徐谦前辈变成了一只鸟，不，控制了一只鸟，真是诡谲莫测的手段啊！公孙秀内心无比震撼。公孙向阳眉头微挑，面带微笑地看着李灵素。那阁下是？李灵素颔首。我是徐前辈的至交好友，也是晚辈。他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又道：此行还有一个目的，我等在雍州城没能找到好的客栈，不知公孙家主有没有闲置的住处，最好别在公孙山庄。得到公孙向阳的肯定后，李灵素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道：公孙家主是如何揭示徐前辈？这……公孙向阳苦笑道：前辈曾嘱咐我等不能泄密。李灵素不甘心地问道：那公孙家主可知徐前辈的来历和身份？我与他相识在游历途中，对前辈身份格外好奇。他认为说谎不如说真话，表达自己的好奇。公孙秀接话道：我们知道的不比兄台多，同样好奇徐前辈的身份。顿了顿，他犹豫道：有句诗，不知兄台有没有听过？是。李灵素反问。公孙秀解释道：我曾问过徐前辈的身份，他未直言，但留了一首诗。什么诗？李灵素猛地直起腰杆，追问道：
得道年来800秋，不曾飞剑取人头。玉皇未有天福志，且或乌金混世流。公孙秀缓声道。时隔多日，再次念诵此诗，依旧有种难掩的震撼，叫人心潮澎湃。得道年来800秋，得道年来800秋。李灵素喃喃道。好一会儿，他捏了捏眉心，暗暗呲牙，徐谦这糟老头子的身份比我想象的更可怕啊。厅内众人不曾留意，麻雀在外头飞了一圈后，又折回了公孙山庄，静静地站在屋檐上，像是一个沉默的哨兵。客栈里，许七安满意地喝了口茶。那只鸟得留在公孙家当眼线，防止佛门和许屏风的人找过去。不过，我倒是希望他们来公孙家。这时，许七安心头一震，耳畔传来虚幻的龙吟声，怀里的地书碎片滚烫起来。他感应到龙气宿主就在附近，收集2条龙气后，许七安如今对龙气的感应范围大幅提升，能将周边大大小小10几条街道尽数纳入感应范围。如今，他清晰地感应到了龙气宿主的存在，离客栈不远。召开武林大会果然是明智之举，趁着佛门的人没到，打一波时间差，把雍州城能感应到的龙气统统收入囊中。不再犹豫，他扭头朝着木南枝和小白狐说道：“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怀抱小白狐，站在窗边看风景的木南枝嗯了一声，匆匆离开客栈。凭着对龙气的感应，许七安东折西绕，穿街过巷，终于看到目标人物。那是一个江湖客打扮的中年人，神色温和平静，背着一把用布条包裹的武器，独自行走在街道。人群熙熙攘攘，有不少江湖客混迹在人流中，假装是寻仇的，靠近对方，攫取龙气后立刻离开。许七安快步拉近距离，低调为主，没有施展阴影跳跃。双方距离不到3丈时，那位神态温和的中年人突然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盯着许七安。你为什么跟踪我？练神境，许七安没有和他废话，掏出的书碎片，镜面对准此人，默念口诀。距离足够的情况下，地书碎片配合口诀，能强行吸扯出龙气，这是他独有的能力。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位龙气宿主掌心里同步传来咔嚓声。在许七安的疑惑声里，龙气宿主中年刀客手中的某件法器碎裂，化作纯粹的青光，在两人之间凝聚成一道光门。光门中，一道若隐若现的人影出现，他身高9尺，肌肉膨胀，脑后似有火环。佛门钓鱼。许七安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心神慌乱，短暂的错愕后，他立即醒悟过来，倒转的书碎片的镜面，扣动镜子背面，一个暗金色的物件从地书中跌落浮屠宝塔。现如今，浮屠宝塔是他最大的依仗，虽说攻击效果一般，但作为菩萨的法宝，它足够坚固，防御足够强大。只要进入宝塔，驾驭着它逃离，哪怕金刚也未必能追上也闯不进来。浮屠宝塔下坠的过程中，许七安探手捞住，同时意念沟通的塔铃，但在下一刻，另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也握住了浮屠宝塔。许七安抬起头，看见一尊巨汉站在自己身前，穿着黄红相间的袈裟，脖子上挂着粗大的佛珠，浑身肌肉虬结，脑后燃着一道火环。他无发无须无眉，整个脑袋光秃秃的，皮肤呈暗金色，像是一尊活着的铜塑。阿弥陀佛，贫僧来渡佛子入佛门。渡南金刚的目光侵略性十足。砰！许七安还没反应过来，小腹挨了一脚，可怕的巨力让他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再无法握紧浮屠宝塔。他撞入了街边的商铺里，撞穿墙壁，撞断梁柱，撞得街边的行人尖叫着四散逃窜。嗡！渡南金刚手心一阵刺痛，浮屠宝塔震动着，抗拒他的持握。哪怕同为佛门中人，浮屠宝塔也只认主人，不会被他掌控。而就算他准备再怎么充分，也拿不出一件可以封印、压制浮屠宝塔的法器。此塔本身就已是最顶级的法器。渡南金刚当即做出最正确的决策，拧腰摆臂，用力将浮屠宝塔投掷向远方。浮屠宝塔化作黑影，消失在天边。狼藉的商铺里，许七安左顾右盼，看见商铺老板呆立在柜台后一动不动，像是被吓傻了。看见伙计抱着头倒在地上，身上被倾倒的柜子压着，受了伤，所幸无人伤亡。渡南金刚在用龙气宿主吊我，他怎么知道我在附近？刚才那道光门是怎么回事？传送不是术士才有的能吗？各种念头闪过，他没有耽搁，身体骤然消失，利用暗谷手段跳跃到20丈外的街边。他的身影跃出阴影，刚看清周围的景象，强大的气机威压紧随而至，9尺金刚的身影在身前凝结，握住拳头狠狠打了过头。许七安像是早一步预料到了，歪头躲过，身体染上一层阴影，旋即就要融入阴影中逃离。当！渡南金刚一拳锤在他胸口，打断了阴影跳跃。许七安本该被这一拳击飞，但身体刚刚腾起，便被渡南金刚一巴掌拍在地上，接着是疾风骤雨般的拳头。当当当！暗金色的拳头不停地捶在身上，打得气浪层层叠叠，
街面像是刮起风暴。许七安竭力招架，他拥有化境能力，本该不惧近身肉搏，但肚腩金刚亦有同样的能力，而双方在力量上不是一个等级。许七安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波流的困境中，只能等待被一套连招打死的结局。和其他体系不同的是，他的体魄也是3品，肚腩金刚短时间内打不死他。他的肉身很强，比我巅峰时还要强，佛门的3品金刚体魄比3品武夫还要强上一个档次，但似乎没有益。许七安也不是一味的挨打，他尝试用七绝骨手段反击，琴骨、毒骨先后尝试后发现没有效果，意志很坚定，没有因为吸入琴骨散发的气息而不可自拔的爱上我。毒骨也没用，没有半分中毒迹象，必须摆脱它才能逃走，不然迟早被打散金刚神功。许七安双臂交叉挡住对方的一拳后，强忍疼痛，突然尖笑一声，鹅请、犬吠声传来，猫叫声传来，街面出现了大量的狗，成群结队的老鼠，家家户户的石缝里钻出一条条褐色的蛇。他用心骨的力量招来了附近的动物，他们疯了一般扑过来，狗试图撕咬肚腩金刚，猫跳起来扑他的脸，遮挡他的视线，蛇和鼠紧随其后。另外还有几辆马车从街头冲来，马匹双眼赤红，不顾一切地撞向肚腩金刚。肚腩金刚抓起许七安，将他狠狠灌在地上，街面瞬间开裂。与此同时，他脑后的火光陡然膨胀，灼热的气流横扫，砰砰砰，猫狗鼠蛇纷纷爆炸，化作一团团染红街面的血迹。而许七安终于借此打断了夺南金刚的节奏，获得一线喘息之机。他没有施展阴影跳跃，这会被直接打断，就地翻滚，而后腾身跃起。这个时候他手里多了一把刀，太平刀，拇指一弹，铿锵的出鞘声里，暗金色的刀光一闪而逝。肚腩金刚胸前爆起刺目的火星，巨大的力道推得他往后退了一步。许七安的胸前则晕染出血迹，这一刀没展开肚腩的金刚体魄，反倒是破了自己行将破碎的金刚神功，但他的目的达到了。下一刻，他化作阴影消失在原地。哼！肚腩金刚冷哼一声，同样消失不见。3品金刚的元神能覆盖极广的距离，许七安的阴影跳跃一次无法脱离他的锁定。一追一逃间，两人渐渐离开闹市区，战场朝着城外转移。许七安的目标很明确，浮屠宝塔消失的方向。追逐了近1刻钟，双方离开雍州城，城外缺少建筑物，视野空旷，许七安只能利用树影跳跃，很不利于逃跑。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付追击的敌人，最好的办法是不走直线，借助阴影跳跃不停改变方向，打断敌人的追踪节奏，迫使对付也不停转向，从而减缓敌人的速度。但面对的是掌握化境的3品金刚，可以无视惯性，怒打力学原理的脸，折转和走直线没有区别。眼见肚腩金刚越追越近，许七安终于看见了浮屠宝塔，他已恢复原形，化作一座巨大的高塔，深深陷入田埂里。也就在这时，脑后劲风呼啸，狂暴的气机推在背上，像是饿狼的吐息。许七安不做考虑，催动丹田内的气机，把那穿过封魔定后只剩10之23的气机灌入太平刀中，然后猛地朝后甩出。太平刀发出凄厉的尖啸，刺向已在2丈外的敌人。叮！太平刀击撞在肚腩金刚胸前，炸起火星。这时候，许七安已经沟通塔灵，浮屠宝塔升腾而起，第1层的大门缓缓打开。可就在此时，许七安胸口猛地一痛，露出一截太平刀的刀尖。金刚神功已破，这把绝世神兵就像一杆枪，贯穿他的胸口，将他钉在地上。而此时，他距离成功只差1步。肚腩金刚甩出太平刀后，见成功阻拦住许七安，没有废话，大步奔来，试图抢先一步擒拿佛子。回头是岸。突然，低沉的念诵声在耳畔响起。恒音，3花寺首座恒音赶来了。许七安在遭遇肚腩金刚伏击的时候，早已暗中利用七绝骨沟通了客栈里的傀儡恒音，那本是留在客栈给木南枝充当保镖的。肚腩金刚掷出浮屠宝塔后，许七安当机立断，操纵恒音往这边赶来。最紧要的关头，这具傀儡成为了他的救命稻草。戒律力量之下，肚腩金刚的脚步出现一丝丝几乎微不可察的停顿，这改变不了结局。尽杀生，尽暴力，接二连三的戒律施展，层层叠叠，积少成多。肚腩金刚大怒，握拳摆臂，朝着侧方的恒音倒出一拳。砰！几丈外的恒音炸成尸块，一位4品的禅师彻底消失。哐！浮屠宝塔第1层的大门彻底打开，淡金色的光辉降下，笼罩许七安和太平刀，瞬间将他们吸入塔内。紧接着，大门合拢，浮屠宝塔冲天而起，就要化作流光遁走。想走？肚腩金刚双膝一沉，骤然跃起，攀附在塔身。浮屠宝塔带着他化作流光遁走。肚腩金刚紧紧攀附在塔身，沉沉低吼，浑身肌肉鼓胀，暗金色的皮肤亮起灿灿金光。当当当！
肚南金刚抡起拳头，疯狂地捶打塔身。许七安拎着太平刀，在剧烈颤动的浮屠宝塔中行走，穿过第一层，进入第二层。他看见了神容憔悴的柴杏儿，他被囚禁在2座金刚雕塑之间，犹如当时的纳兰天路。外头可怕的气机波动，让这位只有5品的女子瑟瑟发抖。许七安只是看了他一眼，自顾自地离开，涉级而上，来到第3层。塔林老和尚盘坐在榻上，眉目祥和，外面狂风暴雨，他却安之若素。大师，许七安在他身边盘坐，双手合十，虔诚道：我觉得我需要抢救，救救孩子吧。他受伤极重，被夺南金刚打铁似的一顿猛干，接着是玉碎的自残，后又被2五仔太平刀穿胸而过。3品体魄被封魔定封印，细胞活性微弱，自我修复要很久。塔林老和尚点头，药师法相可治。不见他有什么动作，南边那尊身材略胖，象征着药师法相的金身，手心托着的玉瓶里飘荡出细碎的绿色碎光，它们如有灵性，会入许七安体内。绿色光点入体后，灼痛的伤口一阵清亮，血肉快速蠕动，愈合，恢复速度竟不输3品的不死之躯。这不科学啊！这就是佛门9大法相之一嘛，不愧是1品菩萨才能修成的法相。许七安舒服的要呻吟出来。10几秒后，所有伤势愈合。砰砰砰，外面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像是2块巨大的铁坨子在碰撞。那是肚南金刚在捶打浮屠宝塔，宝塔内部剧烈震颤。大师如何摆脱这家伙？许七安希望塔林出手，把肚南金刚打下去。我已在抗拒他了，施主稍安勿躁，1个时辰内便能将他震下塔身。塔林回答：1个时辰？您可是1品菩萨的法器。许七安强调道：可他也不在塔内啊，而且贫僧不是攻击性法器，他若是进了塔，我倒是可以镇压他。塔林说道：那就让他进来。许七安眼睛一亮：他进不来。塔林摇头：4品以上进不了此塔，若想强行闯入，得2品罗汉才行。金刚并非禅师体系。2人说话间，塔林不停地震颤，肚南金刚的力量恐怖无比，捶得浮屠宝塔响声不断。要你何用？许七安眉头紧锁。他起身走到窗边，蓝天如洗，大地就在脚下，浮屠宝塔在空中飞掠。尽管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涌起强烈的危机感。不行啊，现在不知道杜秦罗汉和杜凡金刚是否在雍州，如果他们也在附近，很可能下一刻就赶来了。1位2品罗汉，2位3品金刚，我就算有浮屠宝塔半身，恐怕也只有乖乖被擒的结果。真去了佛门当佛子，我要这铁棒有何用？这肚南金刚怎么如此顽强？ Do him Do him Do him。 肚南金刚还在捶打塔身，若再摆脱他，情况会越来越危险。这时神书的断臂动了动，似是被惊醒，他蓦然感应片刻，嘿嘿怪笑：小子，你好像遇到了麻烦，原来招惹到了金刚。有没有兴趣再做一笔交易？许七安反问道：什么交易？解开封印，我帮你杀了他。金刚气血浑厚，是大补药，快馋死我了。神书的语气里充满了垂涎。裹上鸡蛋液炸一炸，你还不得馋哭了？许七安心里吐槽，懒得搭理他。释放神书与否，不是他说了算，是塔林说了算。再说这条断臂邪恶至极，在他没有恢复修为前，不考虑释放他。皱眉沉思片刻，他猛地一拍脑袋：对了，喊孙师兄来帮忙。不做犹豫，立刻取出法螺，传音道：孙师兄，我在雍州城附近，被肚南金刚缠了，快来救我。您不用回话，直接过来。法罗那边毫无动静，果然没有回话。这算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许七安脸色僵住，焦虑之中他忽有所感，愣了一下，继而狂喜，忙倾倒地书碎片，一枚3角保护符坠落。许七安探手接住符箓，听见里面传来骆玉衡清冷的嗓音：我已至雍州地界，国师到了。许七安险些喜极而泣地喊一声：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定了定神，他传音回复：不是3天，3天之内。骆玉衡言简意赅地回答，似乎是因为要双修的缘故，他的声音显得特别冷淡，一股子端着的劲儿。国师，我遇到了些麻烦，被佛门的金刚缠住了，速来救我。我们在雍州城南30里的山脉里碰头。许七安急切传音：佛门金刚，你和佛门因何事产生冲突？是龙气？骆玉衡问道。他要带我回西域，遁入空门，4大皆空。许七安也言简意赅地回复：马上过来。骆玉衡再没废话。许七安不再废话，转身走到塔林老和尚身边，道：大师，去雍州城南50里外的深山里。塔林老和尚颔首。雍州城南边人烟绝迹的深山里，一座60米高的暗金色宝塔从天而降，轰隆一声砸落在山中，附近的山峰剧烈震动，石块滚落。
杜南金刚从塔身跃下来，周身肌肉蠕动，缓解着刺骨的疼痛。浮屠宝塔一直在抗拒他，法器的力量侵蚀着肉身。杜南金刚知晓浮屠宝塔的深浅，佛门法术中封印法术为最，浮屠宝塔更是此种翘楚。论封印和辅助，他在佛门众法器中数一数二，否则也不会用它来镇压神术断臂。但世上没有完美的法器，浮屠宝塔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强而有力的攻击手段。只要拖住浮屠宝塔，等待杜晴和杜凡的赶来，这次伏击依旧是功德圆满的。杜南金刚长舒一口气，一边运转气机抚平皮肉疼痛，一边紧盯着浮屠宝塔。经过上一次与天机宫四品探子的商谈，杜南金刚制定了针对许七安的陷阱。他以3名遁入空门的龙气宿主为诱饵，让他们在城东、城南、城西转悠，利用佛子对龙气的敏锐探知力，成功调出佛子。为确保万无一失，杜南金刚把天机宫赠予的传送法器分别授予3名龙气宿主。一旦遭遇跟踪、伏击，龙气宿主就立刻捏碎传送法器，杜南金刚便能即刻赶到。不过他低估了佛子的难缠程度，险些阴沟里翻船，让对方逃走。一举拿下佛子，便可解阿兰陀的僵持局面。巫神教、大凤、妖蛮3败俱伤，佛光普照9州的绝佳机会即将到来。拿下佛子，便可奠定胜局。杜南金刚深吸一口气，鼓足气力，暗金色的拳头捶在浮屠宝塔上，锤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浮屠宝塔微微震动，但没有再试图逃脱，仿佛自暴自弃。他在等孙玄机。杜南金刚目光微闪，凝神感应周遭，这是很简单的推测。孙玄机和佛子曾在雷州联手抢夺龙脉，佛子已陷入绝境，无法逃走，停在此处必定是等待援兵。杜南金刚依旧不慌，因为3品的术士固然难缠，他想抓住击杀天机师几乎不可能，可对方同样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劫走浮屠宝塔。他只要守在这里，等待夺情和杜凡的到来，胜利的天平便会向佛门倾斜。念头闪烁间，杜南金刚看见一道亮眼的金光从天边掠来，宛如金黄色的流星。初见时尚远在天边，几个眨眼的功夫已近在眼前。金光层层叠叠翻涌，拱卫着一道明艳的身影降落在浮屠宝塔顶端。这是一位用任何溢美之词形容都不为过的女人，她五官挑不出瑕疵，肤白胜雪，眉心一点朱砂，灼灼醒目。身穿繁复华美的道袍，莲花冠束其满头青丝，左手挽拂尘，右手拎着一柄清风，如寒星子的青铜，冷漠地俯瞰塔下的杜南金刚。骆玉衡。杜南金刚悚然动容，他没料到等来的会是仁宗道首骆玉衡。仁宗以剑法著称，攻杀之术乃道门3宗之最。骆玉衡，你仁宗也要插手佛门的事吗？杜南金刚沉声道。骆玉衡红唇动了动，滚，或者死。杜南金刚冷哼道，倒要领教一下仁宗的剑法，看几剑能破我的金身。撑1刻钟，1刻钟之内，杜晴和杜凡必定赶来。夺南金刚晋升3品以来，金身从未破过，因此信心十足。他固然不是骆玉衡的对手，但对方想打破佛门护法金刚的体魄，哪有这般简单？这个念头刚起，他看见骆玉衡抽出了3尺清风，此剑出鞘的刹那，天地间盈满剑气，一道道似真实似虚幻的剑气填满了整个天空。咫尺之外，草木皆冰。骆玉衡握住铁剑的手，手腕轻轻旋转，铁剑画出一道圆，那漫天剑影也随之画了一道圆。铁剑画完圆，归于原位时，那成千上万道剑影重叠为一。去！女子国师抛出手里的铁剑，让它化作长虹射向杜南金刚。这一刹那，杜南金刚只觉得山呼海啸般的剑气扑面而来，带着佩莫能御的力量，让他首次觉得自己力量渺小。他沉沉低喝一声，暗金色的皮肤下肌肉纹起，同时凸起的还有青筋，9尺身躯竟又膨胀了些许。低喝声里，杜南金刚双手合握，夹住了铁剑。他双脚在地面离出深深沟壑，被这一剑推得不停滑退，轰的一声撞入山体。剑势不绝，轰隆声不断回荡，这座不高的山体出现剧烈的坍塌和皲裂，山石、土块、树木成片成片的砸落下来。浩强、许七安站在窗边，看着这一幕，心神摇曳。即使他现在已是3品，但见到骆玉衡的出手，依旧难掩震撼。只是随手一剑，便将3品的金刚打得如此狼狈，只能硬抗无法反击国师的修为，距离1品只差1个渡劫了。他心里感慨着，窗口忽然投下阴影，骆玉衡脚踏虚空，站在窗边挡住了光，眸光冷淡地审视着他。还不走？许七安立刻回神，再不走，另外2位罗汉金刚就要到了。当即不再犹豫，转身朝塔林喊道：大师，我们快撤退！浮屠宝塔拔空而起，化作流光迅速远去。骆玉衡站在塔顶，衣袂翻飞，仙姿卓绝，一口气飞了半个时辰，浮屠宝塔在一处荒野中降落，一层大门打开，
骆玉衡从塔林轻盈落下，抬脚进入塔内。国师，许七安已在第一层等候。骆玉衡微微颔首，说道：“雷州的浮屠宝塔，为何成了你的法器？”此事说来话长，简而言之，便是我得了法纪菩萨的信物，得宝塔承认，暂时跟着我。许七安道：“可惜我不修佛法，难以发挥这件法器的真实威力。”他颇为遗憾地想到。法纪。骆玉衡两条秀眉皱了皱，听说法纪菩萨消失300多年了，阿兰陀的和尚们找不到他。许七安随口解释，传音道：“其实那信物是我从镇北王副将楚相龙那里得来的，我隐瞒了塔林这件事。”说话间，他们上了第3层，骆玉衡与塔林老和尚颔首示意。仁宗的小丫头。神书断臂啧啧道：“修为不错，2品巅峰，可惜离死不远了。自古以来，仁宗到手几乎没有1品，2品巅峰时压制业火，直到无法再压制，死于天劫。”神书断臂诱惑道：“替我解开封印，我便告诉你渡过天劫的办法。”许七安一语道破：“找一个有气运的人双修。”神书噎住了，半晌后嘿一声，以掩饰尴尬：“小子，知道的还不少。”大师，时代变了。许七安嘲讽道：“是你被镇压500年，消息落后了。”神书气势一变，恶狠狠道：“小子，你找死！”浮屠塔离开1刻钟后，一道霞光从天边掠来，那是一朵9瓣莲台，其上立着一位肤色暗金、脑后燃烧火环的金刚。这位金刚相貌奇丑无比，眼神凶恶，仅是外在形象就能让常人吓得双腿发软，不禁让人怀疑胚胎时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以至于长得如此对不起天下百姓。但若是西域人，则能一眼看出这是修罗族，以丑陋和好斗著称的修罗族。修罗金刚的身侧是一位枯瘦的老者，双手拈花，盘坐垂手，他白眉垂到脸颊，眉心一颗肉痣，正闭着眼，似在悟道。莲台在山石狼藉的上空停滞，修罗金刚杜凡俯瞰片刻，沉声道：“夺南师弟。”几秒后，狼藉的石堆里传来动静，碎石滚落，杜南金刚爬了出来。他模样狼狈，红黄相间的袈裟破烂不堪，暗金色的皮肤暗淡无光，嘴角残留着金色的血渍。“你受伤了，如今大凤，谁能把你打得如此狼狈？”修罗金刚杜凡皱了皱眉。仁宗道手骆玉衡。杜南金刚回答道。盘坐在莲台的杜秦罗汉睁开眸子，缓缓道：“夺南，你打草惊蛇了，为何不等我与杜凡来了再做埋伏？”杜南金刚双手合十：“那位2品术士也在图谋佛子，我本想捷足先登，在他之前擒住佛子，是我低估了佛子的实力。天机宫要求合作，杜南答应了，但那只是虚晃一枪。他本想在那位术士出手前擒拿住佛子，因此才没等杜凡和杜秦2位同门，但也试出佛子的底牌。”杜南金刚补充道：“他有骆玉衡相助，有司天监孙玄机相助，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对付他们。至于打草惊蛇，龙气宿主是阳谋，只要他还想收集龙气，就必定要与我等对上。机会不是只有这一次，还有很多次。”杜秦罗汉做拈花状，声音洪亮平缓：“只有术士才能对付术士，不妨与天机宫合作。”杜南金刚挑了挑并不存在的眉毛，他无眉道：“佛门与那位术士的协议达成了。”杜秦罗汉颔首。客栈内，李灵素用力推开木南枝的房门，黄急道：“刚打探回来，不出所料的话，徐前辈遇到的是杜南金刚。”木南枝花容失色，下意识地抱紧怀里的白狐。“3品的金刚，3品的金刚。”小白狐脆生生地重复一遍。李灵素点头。他返回雍州城后，方知不久前在城中发生的激战，有数名百姓死于战斗的冲击波中，10几名百姓受伤。根据当时在远处观战的江湖人士的反馈，交手双方中有1人是穿袈裟的和尚，特点是高大，皮肤暗金色，没有眉毛、胡须和头发；另1人长相平庸，没什么特点，但能驱使动物为己所用。结合打探消息前木南枝给出的信息，徐谦遭遇3品金刚这个推测很容易就能得出。可知现在情况如何？木南枝急切道。李灵素遗憾摇头。木南枝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眉头紧锁。李灵素还是第一次见他这般焦虑，以往的徐夫人悠哉悠哉，说话做事都透着懒散，好像自己是个仙女，除了对他可能有几分好感，凡间的俗事不能让他挂心。还好，徐夫人看来还是对徐谦很上心的，这样最好。他要是一直惦记着我，迟早徐谦会宰了我。哎，我这该死的魅力。2人一壶焦虑中，窗户传来扑棱棱的声音，一只黑色的野鸟站在窗框上，口吐人言道：“放心，我很好。”李灵素和木南枝猛地转身看来，面露惊喜。小白狐也很惊喜：“你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摆脱追杀了吗？那个光头傀儡在身边吗？”
木南枝问出一连串的问题，野鸟啄了啄脑袋。我很好，你在客栈安心待着，不会有问题的。好好等我回来。接着他扭头瞪着李灵素，你随我出城一趟。雍州城北郊清信园，此处是公孙向阳闲暇时呼朋引伴来玩多人运动的地方，在雍州某些圈子里很名气。每到了宴会时间，达官贵人们的马车络绎不绝，雍州城各大青楼里最有名气的花魁开开心心的受邀而来，挂满白霜的满足而去。平日里清信园特别安静祥和，除了仆人丫鬟外，通常不会有公孙家的族人过来入住。清信园雅致，只有梅兰竹菊曲径通幽，后院还有一座温泉，是清信园被公孙向阳等贵人热衷的真正原因。挂着名家字画的茶室里，许七安和国师对坐饮茶，说起离京以来的种种事迹见闻。骆玉衡端着茶盏，素面朝天，表情平静地听着。优雅清冷眉心的朱砂将他衬托得宛如高贵冷艳的仙子，若是再考虑到大奉国师和二品道手的身份，那么仙子就多了几分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女人会和我双修啊！老司机许七安有些忐忑。在他见过的女子里，骆玉衡容貌气质排第二，没办法，花神转世是个挂逼。至于身段，受时代限制，许七安看不见穿小热裤的表表，看不见包臀牛仔裤的怀庆，看不见烫大波浪的王妃，当然也看不见骆玉衡道袍下的火辣身段，只能从高高鼓起的胸脯目测此女有容乃大。对了，我也让李灵素过来，劳烦国师帮她解开封印。许七安道。届时接下来的7天里，好让他保护木南枝。骆玉衡淡淡道。卧槽，真的要7天啊！小爷有话好好说。许七安心里一沉。骆玉衡似乎意识到说错话了，也沉默了下来。略显尴尬的气氛里，一阵脚步声从外面传来。李灵素在清信园丫鬟的带领下走了进来。前辈，今日凶险啊，您竟遭遇了渡南京。声音戛然而止，李灵素站在茶室外，浑身僵硬，愣愣地看着骆玉衡。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清纯可爱，欲拒还休，妖冶放荡，颠倒众生，成熟妩媚，风情万种。他就那么冷淡地坐着，可李灵素脑海里却浮现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这女子似乎包含了世间一切的美好，能满足男人心中对异性最深切的渴求，不管你是喜欢什么类型，都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那一款或多款。看到她的刹那，李灵素觉得自己何苦在芸芸众生中寻求情缘，世上竟有如此迷人的女子。天宗圣子心里小鹿乱撞，沉迷女色不可自拔。他没有用美貌2个字来形容，而是用迷人来表达。因为世间美貌女子实在太多，天宗亦有许多国色天香的美人，李妙真的师傅冰衣元君便是其一，但她们美则美矣，在李灵素看来都没有眼前这位道衣女子迷人。进来吧。许七安适时出声，把沉浸在美色中的李灵素拉回现实世界。对于李灵素的失态，许七安并不意外，他初见骆玉衡时也没好到哪去，严格来说要比李灵素好一点。由此可见，国师的修为提升了，国师的业火濒临失控。也是，他这会儿来找我双修，便是因为业火达到临界点。许七安心里想着，然后看见李灵素在他身边入座，痴痴地望着骆玉衡。圣子清了清嗓子，以一种深情而隽永的语气自我介绍道：道友，在下天宗圣子李灵素。关道友穿着，似乎也是我道门中人，不知出身何门何派。九州之中，除三宗之外，还有其他道门流派的存在。上古时期，有许多不弱于三宗，甚至超过三宗的道门流派，但在时光长河的冲刷下，这些流派或衰弱或灭绝。如今道门扛把子的是天地人三宗，其余的都是小流派。在李灵素看来，自己天宗圣子的身份必定会让这位同门女子刮目相看。果然，这位看不出年纪的女子眸子一抬，仔细地审视着她。李灵素面带自信微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接着他听见徐谦这个糟老头子介绍道：这位是仁宗道手骆玉衡，大奉国师。李灵素小手一抖，滚烫的茶水泼在桌上，自我感觉良好的表情瞬间凝固，身子旋即僵硬，比刚才在门口还要僵硬。前辈莫要说笑。李灵素舌头打结，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他怀疑徐谦在耍他，认真感受了一下对面女子的气息，元神平平，气场一般，远没有面对师门长辈时的那种压迫感。许七安用一种我有必要说谎的表情默默看着他。或许是真的，徐谦是京城人，与司天监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至少3品，这样的身份地位，认识仁宗道手也是合理的。李灵素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的带着求证的目光看向了骆玉衡。你的事我听他说过了，原本该由你出面与楚元稹进行天人之争。骆玉衡喝了一口茶，淡淡道：可惜了，荒废半年时间，修为已被李妙真赶超。说话间，他
他轻轻放下茶盏。嘟，随着茶盏落下的声音，李灵素看到了一道宣赫的剑光，他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眼球滚烫，泪水滚落。这份建议真的是仁宗道手骆玉衡，师门传闻没错，仁宗道手确实是世所罕见的美人，是我见过最迷人的女子。李灵素连忙起身，紧张且拘谨地行了一个道理，大声道：弟子李灵素见过道手。骆玉衡微微颔首，天人两宗虽势如水火，但这是长辈之间的事，你不必太拘束。李灵素这才放松许多，没敢入座，乖乖地站在旁边，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请国师帮忙解开他的封印。许七安道。李灵素心里狂喜，忍不住看一眼徐谦，这糟老头子虽然性格古怪孤傲，但对我还是蛮不错的。骆玉衡屈指弹出一道剑气，瞬间灌入李灵素眉心。下一刻，李灵素耳边听见虚无的枷锁破碎的声音，伴随着这个声音，压制元婴的力量被粉碎，那久违的力量复苏。李灵素心底泛起手的云开见月明的感动，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可以摆脱肾亏之苦。堂堂四品元婴，纵使肉身不如五夫变态，但肯定有法子温养肉身，洗涤污垢，这能很大程度上减缓腰子的压力，吐纳故心。第二个念头是，我果然跟对人了，要不是跟着徐谦，或许早就被东方姐妹找到，解开封印，遥遥无期。这是我的机缘啊！李妙珍要是知道我有一位超凡境的前辈带着闯荡江湖，一定羡慕的要哭出来。李灵素浮想联翩之际，忽听骆玉衡说道：来之前去过一趟司天监，监正说今年冬季酷寒，蕴藏着一切变数。蕴含着一切变数，监正的意思是许屏风很可能趁今年冬天起事，可他并没有集齐龙气啊。不对，许七安微微动容，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京城时父子俩摊牌斗了一场，许七安险胜，不当人子收回气运失败，因此在许七安的观念里，不当人子想要起事，要么收回气运，要么集齐龙气，但这是陷入了思维盲区。许屏风要造反，扶持500年前那一脉，龙气也好，国运也罢，都是锦上添花。只要大凤变得足够糟糕，他造反成功的几率就大增。山海关战役中，他窃取了大凤的国运；斩元景帝事件中，他成功击毁龙气，大凤因此衰弱，内忧外患频发。许屏风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不愧是练气势，不愧是监正的大弟子。这一波许屏风在第5层，许七安捏了捏眉心，道：知道了，我会尽快收集龙气。又是龙气，徐谦和监正的关系不一般啊。李灵素像是在学堂认真听课的孩童，竖起耳朵。这次之后，国师你能顺利踏入一品吗？犹豫片刻，许七安问出了好奇已久的问题。什么？李灵素险些无法控制自己的表情。仁宗道手骆玉衡要突破一品，简直胡说八道。他很想脱口而出，据圣子所知，仁宗从未有过一品的道手，至少在有史记载以来没有出现过。晋升一品没有那么简单。骆玉衡沉吟道：短则3月，长则半年，我才有把握度过天劫。1个月1次的业火灼身，最快需要3次，长则半年，那就是6次。许七安本能的想要咧嘴，希望在天人之争前，你能先帮助金莲解决掉堕落的魔念，他是促成真德堕落的罪魁祸首。大凤的国力衰弱，镇北王的屠城案，乃至魏渊的战死，多少都有他的原因。许七安沉声道。骆玉衡看他一眼，道：也可在天人之争后。这是在生气我对他没有信心吗？许七安笑道：希望到时候我能恢复修为。事实上，我挺好奇为什么天宗不进行天人之争，天尊就会诡异消失。说完，他看着国师，等待美人的回复。这只有天尊自己知道。骆玉衡回答：那为何仁宗到手打败天尊，便有希望冲击一品？许七安又问：攫取气运。骆玉衡说道。接着他补充一句：但也只是有希望。事实上，若不能依附帝王，吞吐国运，仁宗想靠着打败天宗晋升一品，几率不大。他们在说什么呀？李灵素听得半懂不懂，很想抬手发问，但又不敢。不过他依旧心头火热，因为2位大人物之间的对话透出的信息量巨大，这是他以前无法触及的。会不会涉及道尊？我指的是天宗到手诡异消失。许七安突然来了一句。李灵素仿佛听见了自己剧烈的心跳声，这个话题涉及到的层次太高端了，何以见得？骆玉衡蹙眉：还记得我与你说过的地宫吗？根据壁画和一些我自己得到的线索推测，远古时期的道门与如今的武道一样昌盛，而在那时道尊并不存在，这意味着道门并不是道尊开创的，他真正开创的是天地人三宗。许七安说道。这个瞬间，李灵素险些直接脱口，告诉对方不要开玩笑。道尊是道门的开创者，这是记载于天地人三宗古籍上的，且被后世各大体系所认可的知识。远古时期道门昌盛是道尊的功劳。徐谦的话让李灵素无法接受。
前辈，你有什么证据吗？李灵素没忍住，开口质问。雍州城一座两进的宅子里，披着斗篷的男人返回，径直去了后院，无视院中僧人的注视，来到某间安静的房间。房间里盘坐着3名僧人，分别是长眉垂到脸颊，眉心有一颗肉质的肚禽罗汉，奇丑无比，眼神凶恶的修罗金刚杜凡，以及无发无须无眉的夺南金刚。杜南金刚，你破坏了我们的约定。斗篷人沉声道，我将传送法器赠予你，是等到合作时使用，你却自己先一步埋伏许七安。杜南金刚淡淡道，你可以选择不合作。你……斗篷人气笑了，堂堂佛门金刚竟言而无信，如今你打草惊蛇，再想以龙气宿主引出他，谈何容易。这时杜秦罗汉睁开眼，扫了一眼斗篷人，缓缓道，你提前将传送法器交给杜难师弟，不正是打的这个主意吗？鸣人不说暗话，如今已经确定仁宗道手骆玉衡是佛子底牌之一，加上司天监的孙玄机，大致已摸清对方的战力。天机宫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斗篷人沉默半晌，嘿了一声，不再纠结之前的话题，说道，天机宫掌握了一份可靠情报，有一位龙气宿主来了雍州城参加武林大会，抓住他就能调出许七安。杜南金刚声音洪亮，9道龙气之一。经历了今日的事，寻常的龙气宿主不可能再调出许七安。斗篷人点头，公主赞同我的计划，并已派遣28星宿中的苍龙星宿前来相助。如此甚好。修罗金刚插了一句。对于李灵素的质问，许七安觉得告诉他一些隐秘也无关紧要，毕竟不涉及自身，而且李灵素是天宗圣子，能接触到天宗一些古籍，如果有目的性的去寻找，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这对他推理地宫主人的身份会有帮助。于是他语气平静地讲述，我曾下过一座古墓，年代久远到无法考证，墓穴的主人是个道士，他渡劫失败后，用遗留的残魂和旧身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那具旧身躯告诉我，他并不知道道尊这号人物。哼，他没必要说谎。这李灵素听得瞳孔微缩，本能的不愿相信，但又知道徐谦没必要骗他。道门不是道尊开创的，道尊是后来者，这个隐秘对他来说冲击太大。骆玉衡则问道，这和天宗的天尊消失有何干系？道门各大流派逐渐衰弱，三宗昌盛，道尊这位超品离奇消失，数千年来从未出现，这些之间是否存在我们无法得知的联系？许七安的话让骆玉衡陷入沉思，但给不出答案。时间流逝，两人随口闲聊着，李灵素在旁听得津津有味，并时而偷看几眼骆玉衡，越看越迷人，越看越无法自拔。李灵素心说，他不可避免地产生爱慕、敬仰的心态。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慕和追求美貌的女子是所有男人的天性。天地人三宗里，天宗对婚嫁采取不赞同不反对的态度，地宗也是如此，唯独仁宗是鼓励弟子寻找道侣的。他肯定没有道侣，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我这该死的魅力是否能赢得他的青睐？李灵素对自己的魅力很有信心，但对方是堂堂道手，不会像其他女人那般肤浅。不过这也意味着寻常男人难入骆玉衡的眼。至于徐谦，他完全没当成竞争对手，因为徐谦已经有夫人了，骆玉衡不可能和一个有夫之妇结为道侣。突然茶室内青光浮动，一道人影凸显出来，白衣如雪，五官平庸，正是监正二弟子孙玄机。你来了。许七安道。孙玄机颔首张了张嘴，刚想说话，许七安抢先道，咱们写字吧。李灵素立刻附和，对对对，写字。听孙玄机说话，在圣子看来是非常坏心境的一件事，在如何淡泊的人和孙玄机待一起超过3日，绝对坏了修为。孙玄机有些不高兴，他清晰地感觉到了两人的嫌弃，但还是选择了从善如流，提笔写道，收到你的传书，我便立刻传送过来，根据法罗定位找到这里。你怎么现在才来？来给我收尸吗？还是小姨靠谱？许七安心里吐槽，我已经收集了2道龙气。许七安说，他指的是至关重要的那9条龙气。孙玄机颔首写道，我也收集了一些零散的龙气，那些宿主带回了司天剑，等你有空可以回一趟京城，把龙气抽取出来。他也在奉师命收集龙气，但没有地书碎片，只能把宿主带回司天剑关押在地底。写完这句话，孙玄机从锦囊里取出一沓信件，放在许七安身前，这是他们嘱咐我交给你的。二师兄写道。李灵素探头看了一眼，最上层的信封写着林安2个字。林安是谁？他心想，因为有李灵素在身边，许七安没有第一时间拆开信封，粗略看了几眼，发现有5封信，除了林安和怀庆，还有3封是谁的？二郎和林月，还有楚采薇。找不到我，通过二师兄传信，很聪明吗？他心里嘀咕着，把信收入怀里，接着扭头看向李灵素，
你回客栈，替我看顾好他，告诉他我7天后回来。前辈这几天有什么事吗？李灵素问道。要双休啊，小老弟。许七安淡淡道。与你无关。正说着，茶室里4个人同时看向门口，一道小小的白影掠来，停在门外，伴随着稚嫩的女童声。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一只玲珑小巧的小白狐站在门外，扭头朝身后喊。10几秒后，气喘吁吁的木南枝就过来了。他怎么来了？许七安脸色瞬间垮掉。骆玉衡眯起了眼睛。你怎么来了？许七安连忙起身，语气也跟着小心翼翼。木南枝看了他一眼，冷笑道：我说呢，为什么神神秘秘的，既不回客栈，也不让我见你？原来是偷偷摸摸和骆玉衡好上了。卧槽，他怎么知道我和国师的关系？这不对啊！许七安心里槽点无数，表情冷静。你误会了，没有这样的事。他试图用花言巧语糊弄木南枝，仍然不相信花神转世会洞悉他与骆玉衡双修之事。这偷情被捉奸的心虚感是怎么回事？他心里默默吐槽。木南枝不理他，转而看向骆玉衡，皮笑肉不笑道：当日我劝你和元景帝双修，你不答应，感情是有了个更年轻的，怎么着？你这个年近40的老牛也啃起嫩草了？哼，你每个月都会有7天的在夜火灼身，日子我清楚得很。他前些时日与我说，你竟然会去寻他，我便知道有猫腻。当时试探了一番，他也没说今日让小白狐嗅着李灵素的味儿追过来。看到你在这里，我便知自己猜的没错。原来他那会儿一个劲的追问，已经察觉到端倪了。女人果然是天生的戏子。许七安面无表情的扫了一眼蹲坐在门口的白姬。小白狐本能的缩了缩脖子，意识到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不关我的事。他在心里小声争辩了一句。此时的李灵素满脑子都是不可能3个字。他什么意思？什么叫老牛吃嫩草？徐夫人话里话外都在说徐谦和骆玉衡有一腿。李灵素感觉心凉飕飕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黑暗和不公。徐谦怎么可能和骆玉衡有亲密关系？这不可能的。人宗到手怎么会爱上一个有妇之妇？到手，您说句话啊！李灵素心里狂呼，见半晌无人说话，她谨慎道：徐夫人，我觉得吧，这事肯定有误会。本想说我们道门的到手不可能看上你夫君的，又觉得这话过于羞辱你，而他惹不起徐谦。有你什么事？滚一边去！木南枝柳眉倒竖。就你这暴脾气以及平庸的姿色，如果骆玉衡真的看上你男人，你还有竞争力吗？现在这么愤怒，便是所谓的无能为力，因而狂怒。李灵素心里腹诽。而这个时候，二师兄孙玄机已经悄悄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骆玉衡终于说话了，眯起狭长的眸子，淡淡道：很护食嘛，木南枝，你凭什么管我的事？凭什么管他的事？他笃定以木南枝的骄傲，恐怕到现在为止都不承认对许七安的感情。许七安连忙看向王妃，眼里饱含期待。木南枝噎了一下，瞥见许七安看他，立刻瞪眼：你是不是很得意啊？这是什么转折？许七安愣了一下，旋即意识到这是他在转移话题。他一时间有些犯愁，不知道该如何安抚。类似的修罗场他是经历过的，林安和怀庆也因为他闹过矛盾，但林安好哄，怀庆又是个聪明的女人，懂得点到即止。况且当初他家在怀庆和林安之间本质是姐妹俩争斗，他只是一个工具人。眼下的情况不一样，好在骆玉衡主动承担了火力，不屑道：当初我给过你机会，你说不会随他游历江湖。他说这句话既是解释也是威胁，后半句话没说，相信木南枝心里明白。岂料木南枝丝毫不怵，冷笑一声：好啊，你尽管试试，看他舍不舍得。说罢扭头瞪着许七安：他要把我卖到窑子里去？不至于不至于。许七安连连摆手：徐夫人，就你这样的姿色，卖窑子里也没男人看得上。李灵素在旁腹诽一句，又幸灾乐祸，又酸溜溜地看一眼徐谦。听到这里，圣子已经明白了，徐夫人说的没错，骆玉衡和徐谦的关系真的不一般。这让圣子想起了徐夫人之前对徐谦的嘲讽，原来不是开玩笑，他真的有一个姿色绝顶、倾国倾城的红颜知己。但想到徐夫人姿色平庸，李灵素心里又好受多了。毕竟他的一众红颜知己里，个个都是貌美如花，这是徐谦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他相比的。徐谦和骆玉衡的关系多半还是他修为的原因，而非个人魅力。这属于个例，正常情况来说，徐夫人这样的女子才和徐谦般配。圣子心里哼哼2声。骆玉衡镇定喝茶，淡淡道：把他打发走。木南枝哼道：该滚的是你。圣子幸灾乐祸之际，忽听徐谦传音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在向我求助。哈，徐谦啊徐谦，你这个糟老头子！李灵素嘴角一挑，好为人师的语气传音：很简单，
这要根据他们的性格以及在你心中的分量来处理。举个例子，如果是东方姐妹和文人倩柔闹矛盾，我会向着东方姐妹，并想办法气走文人倩柔，因为她不是东方姐妹的对手，而后者对情敌下手速来狠辣。我是在保护倩柔。如果是柴杏儿和东方姐妹，我则向着柴杏儿，因为杏儿是个纤弱敏感的女子，很难哄，而东方姐妹相对好哄。骆玉衡到手和徐夫人之间，我的建议是向着骆玉衡，她的脾气显然更怪更冷，而徐夫人是你发妻，逃不掉。另外，到手倾国倾城，岂是徐夫人能比？圣子侃侃而谈，传授经验，说完他就后悔了。我为什么要教徐谦？赶紧和国师闹翻才好。学废了。许七安传音道：有些事你不了解，木南枝和其他女子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李灵素不以为意。话说回来，徐夫人这般姿色，在骆玉衡面前竟如此的理直气壮，她难道不自惭形秽吗？按理说，但凡有羞耻心的女子，见到天仙一般的情敌，再怎么气恼，也多少会自卑吧。可他发现徐夫人的眼神咄咄逼人，仿佛写着4个字：你这垃圾。骆玉衡放下茶盏，侧头看向许七安，语气冷淡了几分：谁滚出去？你自己决定。啊，这要不一起留下来吧？许七安左右为难。小白狐有些怂，看了看骆玉衡，小跑到木南枝脚边，小声道：姨，我们走吧，她好漂亮，而且气场强悍，一看就不好惹。小白狐对强者有着敏锐的直觉，姨又不好看，也没有修为，肯定斗不过这个女人的。闻言，木南枝呵了一声，扬起右手腕，袖子滑落，露出雪白纤细的皓腕以及那串佛珠。他示威地看一眼骆玉衡，慢慢把佛珠撸了下来。霎时间，他的容貌和气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眼圆而媚，像浅浅的湖泊进入璀璨宝石，晶莹而动人。他的嘴唇饱满红润，嘴角精致如刻，宛如最诱人的樱桃，引诱着男人去一清芳泽。他骄傲得像个女王，带着睥睨一切的姿态，但没人会觉得她狂妄，因为她的美貌拥有俯视群芳的资格。她美则美矣，气质风姿却更胜一筹，如画卷上的仙家侍女。姓许的，谁走？木南枝傲娇地抬了抬下巴。李灵素犹如一尊雕塑，灵魂从内而外受到重大的冲击。见到骆玉衡时，他认为自己遇到了世间最迷人的女子，现在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世间最美貌的女子，再没有人能比她更美了。天宗圣子心中油然而生这个念头。许和徐发音很像，李灵素完全沉浸在木南枝的美色中，没注意到这个细节。这就是她的真容，这就是徐夫人的真面目。对，徐谦能易容，我为什么能肯定姿色平庸的模样就是她的真容？我真傻，真的，身边有如此国色天香的美人，我却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最难过的是，她竟然是徐谦的夫人。这一刻，李灵素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怀疑，以往建立在徐夫人姿色平庸基础上的自信荡然无存。我以前竟觉得徐夫人对我特殊好感，我竟又无奈又不满的忍耐，圣子脸庞骚得火烧火燎，忽然发现滑稽之徒原来是我自己。许七安呆愣了几秒，以巨大的毅力挪开了自己的眼睛，擒住木南枝的手腕，迅速把菩提手串带回去。别胡闹，大敌在外，你这样会很危险。他沉声道。虽说望气术有距离限制，不在附近的话看不见王妃瑰丽万千的气象，但手串是一定要带着的，不怕1万就怕万一。手串带回去的瞬间，骆玉衡松了口气。木南枝赌气道：那你让他走。他像是个护食的小母猫。许七安正要说话，却看见天宗魅力无双的圣子转身走了，背影落寞，仿佛是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李灵素的提议给了他相当不错的启发。虽然我和骆玉衡的双修是以交易的名义，但依过的了解，国师对双修很看重，一旦决定双修，那是冲着发展成道侣的目标去的。他对我如果没有好感，绝不会与我双修，但距离爱情又差一步，这时候如果我不向着他，恐怕会消磨他的那份好感。同样的道理，木南枝也是，但我根本不需要做2选1的决定，我可以利用他的性格。国师渡劫在即，上次他帮我出手对付地宗道手，拖延时间，我才杀了袁景，但他因此被地宗堕落的邪物影响，再也压制不住。许七安沉声道：他没时间了。果然，本质善良的木南枝顿时语塞，脸色青白交替，一方面不忍闺蜜死于天劫，一方面又不愿许七安和闺蜜双修。她眼眶一红，咬牙切齿道：你就知道欺负我。这时骆玉衡看向许七安，淡淡道：你出去，我与他谈谈。许七安则看向木南枝，见他没有反驳，默默离开茶室外。寒风凛冽，他眼扫过，看见李灵素站在檐下，迎着冷风眺望远方，沉默不语。没来由的，许七安脑海里闪过一句歌词：我一个人在哭，反正没有人在乎，把眼泪都流出，也许心里会舒服。他缓步靠拢过去，叹息道：唉，
真羡慕你，永远能把女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和谐。李灵素缓缓扭过头来，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前辈，你以前是不是经常笑话我？怎么会呢？许七安摇摇头。李灵素心里刚好过些，许七安又补充道：我从来没把你的水准放在眼里。去死吧，你这个人渣！李灵素脸庞僵硬，深吸一口气，她问出了心里好奇的事：徐夫人的真正身份是？她不信如此绝色美人会寂寂无名。许七安直言不讳：听说过大凤第一美人吗？李灵素浑身一震，脸色仿佛苍白了几分。她，莫非她就是？许七安给予肯定的答复。李灵素身子晃了晃，只觉得世界是灰白色的，没有半点色彩。骆玉衡是徐谦的，大凤第一美人也是徐谦的，京城还有必要去吗？那种伤心的，不去也罢。她明明是王妃，是有夫之妇，我要把你们这对狗男女进猪笼！不，就你进猪笼！李灵素酸极了，世间最迷人的女子是徐谦的红颜知己，大凤第一美人是徐谦的夫人，这种男人不杀掉，难道留着过春季？隔了一阵，他又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徐夫人以前说的话，就是你还有很多类似的红颜知己，是真的。许七安连连摆手，我就说嘛，有了这两个无双美人，难道还不够？再说，他们也不会允许徐谦拈花惹草的。李灵素心里好受多了，京城还有几个，没你多。许七安道：去死吧！李灵素扯了扯嘴角，前辈，我突然有些领悟太上忘情了，我先回去修行了。让你秀优越，让你装逼。许七安笑容满面的挥手，走好。等李灵素走后，许七安吐出一口气，默默等了1刻钟。进来吧。骆玉衡的声音传来，他旋即进了茶室，看见木南枝坐在岸边，怀里抱着小白狐，也不看他，冷冰冰道：我要回京城。小白狐诧异的抬起头，娇声道：咦，不是说进塔里吗？木南枝反手给他一个暴力，小白狐两只爪子按着头，嘤嘤嘤的哭起来。许七安想说些什么，又觉得现在不好触他眉头，叹了口气，照出浮屠宝塔，把木南枝和小白狐收了进去。你怎么说服他的？许七安尽量让自己显得镇定。我跟他说，与你之间只是交易。骆玉衡道。这说辞倒是让双方都有台阶下。缓兵之际，许七安低声道：只是交易。骆玉衡轻轻瞪他一眼，霎时间，冷艳清高的仙子仿佛活了，媚态横生。碍事者离开后，再无人打扰他们，但因为知道后续会发生什么，气氛反而僵凝起来。骆玉衡表情冷淡又平静，仿佛对即将到来的事并不在意，但频繁的喝茶暴露了他内心并不像外表那样镇定。许七安则感觉到回到了初恋，首次和女友讨论人生时也是这般尴尬、忐忑以及微微的窘迫。不应该啊，我都是老司机了，那些年我在教坊司睡过的花魁，难道都白费了吗？许七安深吸一口气道：业火是今夜。骆玉衡顿了顿道：今夜子时。又是一阵沉默。修为恢复了部分。骆玉衡问道：拔出了2根。许七安回答，接着沉默了下去。时间点滴流逝，夕阳西下，窗外残阳四写。骆玉衡忽然起身，群居散落，他淡淡道：后院有池子，我去泡会澡。许七安咽了咽口水，好啊好啊。骆玉衡斜了他一眼，不见表情的离开茶室。许七安忙给自己倒上一杯茶，没喝，等滚烫的茶水凉透，他默默起身，也离开茶室，走向后院。目标很明确，去温泉池，要求和国师一起洗。穿廊过院，走了半刻钟，前方蒸汽缭绕，宛如大雾。许七安一头扎进去，没走几步，眼前豁然开朗，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外头。他还布置了迷阵，真是的，待会儿都要双休了，洗个澡算什么？他心里嘀咕着，识趣的离开，安排清杏园的丫鬟准备热水。等他泡完澡，天已经黑了。骆玉衡此时也沐浴结束，他明显有着心事，竟忘了用法术蒸干水迹，秀发湿漉漉的披散，脸蛋被温泉蒸得白里透红，有着难掩的娇媚。我需要进出打坐，不要打扰我。他没看许七安，说完便进了卧室，留他一人在外室。脚步匆匆，似乎不愿和他多待。他是害羞了吗？不至于吧。许七安下意识地哦了一声，目送他的背影离开，卧室的门关上。房间很大，分里卧和外室，外室是丫鬟睡的，方便夜里随时起来为主人端茶倒水等服务。许七安看了眼水漏，距离子时还有2个时辰，尚早。他转而复盘起今日的遭遇。我料定佛门会在雍州对付我，但没料到这么快。前脚刚到雍州，立刻就迎来了夺南的埋伏。夺南金刚手里的传送法器是术士炼制的，这说明佛门确实和不当人子联手，但今日只有渡南金刚不见许屏风的手下。渡南金刚单方面行动，打算抢先一步擒拿我。嘿，
这个蠢货金刚打草惊蛇了。不过以龙气宿主吊我，确实是难解的阳谋。哪怕知道这是坑，我也不得不往下跳。但以什么样的姿势跳，我自己还是能决定的。换成以前纯粹武夫的我，只能硬刚。但我现在有了七绝骨，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自省和思考中，时间点滴过去，很快到了子时。而就在这个时候，许七安听见卧室里传出女子的喘息声，像是极力忍耐着什么，声音沙哑甜腻，挠得人心里痒痒的。许七安深吸一口气，从小榻起身，穿上鞋子，缓步靠近卧室的门。